说：“是谁指使你偷看本圣女洗澡的？”皮鞭抽在身体上，发出啪的一声。温浩被绑在一棵树上，上身赤裸，下身只穿着一条短裤头。他缓缓抬起眼皮，只见面前正站着一个手拿皮鞭的女子。女子一袭黑裙，她的腰间束着一条精致的腰带，勾勒出她那诱人的曲线。女子看起来年龄不大，一张俏脸如同精心雕琢的玉瓷，轮廓清晰，线条柔和，隐约露出的脖颈处肌肤白皙如玉，透着淡淡的粉红，如同初春桃花般娇嫩。此时她那一双丹凤眼正紧紧地盯着温浩。见温浩不说话，女子手中的鞭子再次落下，打在了温浩的胸口。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一觉醒来就被绑在树上了？温浩有些懵逼。温浩是一个锁匠，他记得昨晚下班之后找了几个足疗店技师小姐姐谈心，最后累得不行，直接在店里面睡下了。怎么一睁眼就见到一个古装打扮的绝世美人在抽打自己？难道我是在做梦？但胸口处不断传来的阵阵同感告诉温浩这不是梦。我再问你一遍，到底是谁指使你偷看本圣女洗澡的？女子厉声喝问。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看着又要落下的鞭子，温浩赶忙大喊道：“且慢！”女子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盯着温浩等待下文。温浩急得额头冒汗，我他妈怎么知道是谁指使的呀？就在温浩快速思索对策的时候，耳边突然传来一道机械声：叮！系统绑定完毕，检测到宿主正处于危险之中，是否消耗新手大礼包中的一次托管次数，解决这场危机？系统的声音对于现在的温浩就如同仙乐，他想也不想，直接选择了是。下一刻，温浩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控制不了身体了，但身体却自己动了起来。系统托管的温浩目光变得凌厉，束缚温浩的绳索直接被他撑断。在那绝美女子还未将鞭子抽打下来时，温浩便以极快的速度接近了她，伸手抓住她的肩膀，以极为诡异的手法直接将她整件衣服脱了下来。女子只剩下一件红色肚兜，雪白的肌肤显露无遗，肚兜下平坦的小腹看不到一丝赘肉，一双笔直修长的玉腿在月光下显得格外诱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我的灵力动用不了了？绝美女子不愧是圣女，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没有丝毫慌乱。她用手遮挡私密部位，冷冷地盯着温浩。系统托管下的温浩面无表情，对于女子的喝问不发一言。他欺身而上，在那绝美女子不可置信般的目光中拿下一血。这个圣女竟然还是处子之身，温浩有些诧异。就在这时，叮，托管已结束。卧槽，我让你帮我解决危机，你就是这么帮我解决的？系统突然离开，让温浩有些猝不及防。我怎么感觉这次危机更大了呢？温浩想起被皮鞭支配的恐惧，忍不住整个人哆嗦了一下。这下麻烦了，之前看他洗澡就被绑在树上挨鞭子，现在还不得给自己阉了？温浩头都大了，愣愣地待在那里不知所措。被温浩压在身下的圣女突然睁开了眼，眼中带着不满看向温浩，怎么停下来了啊？温浩懵了，难道系统给他下药了？为什么他会是这个反应？不是应该红着眼睛追杀自己吗？快点！女子说完这句话后便闭上了眼睛，脸上露出了期待的表情。这下玉女无数的温浩反倒是不会了，机械般的走完了流程便抽身而出。就在温浩抽身的那一刻，女子突然感觉一股暖流涌入丹田，本来已经到了瓶颈的修为竟忽然冲破瓶颈，到达了下一个阶段。看来我感受的没错，这小子可以助我修行，绝对不能将他放跑了。女子心中暗喜，看向温浩的眼神中冒着绿光。温浩被这眼神看得有些害怕，连连后退好几步。女子不着寸缕地走到温浩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放心，我不会拿你怎样的，跟我回宗门。说着，女子捡起地上的储物袋，从里面拿出一身衣服穿在身上。你的衣服在那边。女子指了指之前绑着温浩的那棵树。哎，看来是跑不了了。虽然春宵一刻，但温浩丝毫开心不起来。他老老实实地走到树旁，穿上衣服回到了女子的身边。女子放出一个巨大非洲，她一挥手，二人便来到了非洲内部。下一刻，非洲冲天而起，朝着远方疾驰而去。这一路上，温浩回顾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知道自己这是穿越了。绝美女子也没闲着，又跟温浩索要了数次，温浩差点被榨干。我记得开始是我主动的吧？温浩欲哭无泪。不过温浩也不是没有收获。行事的时候，他感觉一股股暖流不断涌入自己体内，流经四肢百骸，最终汇聚到丹田之内。温浩的身在这一股股的暖流的滋润下逐步变强。幸亏了这些暖流，要不然温浩就真的被榨干了。期间，温浩也从女子口中得知了一些信息。这里是一个名叫云梦大陆的地方。云梦大陆共分为5个部分：南疆、北原、西漠、东海、中州。而温浩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南疆。在南疆，魔道昌盛3大顶尖魔宗掌握着南疆的绝大部分修行资源，正道被压得抬不起头来。绝美女子名叫陆婉，是3大顶尖宗门之一血海宗的圣女。温浩了解的越多，心便越凉。虽然不知道陆婉留着我的目的是什么，但等她利用完我，一定会杀了我的。魔宗在温浩的印象里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魔宗圣女也必定不是什么良善之辈。一血起是你想拿就能拿的。温浩心中不免生出了几分紧迫感，只想早早逃离这里。他打开系统面板，查看自己的各种数据。
姓名温浩，修为炼气期后期，功法极域双修诀，双修之时功法会自动运转，为双方增长修为，差距越大增长的修为越多。看到极域双修诀这本功法之后，温浩恍然，原来陆婉带着自己的原因竟然在这里。温浩提着的一颗心算是放了一半，既然知道了原因，那便好解决了。只要陆婉找不到温浩的替代品，那么他便是安全的。系统给地功法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吧？温浩有些不确定的嘀咕。丁，请宿主放心，本系统出品绝对独一无二。听到系统的话，温浩在心中给系统竖起一根大拇指，提着的心算是完全放下来了。他继续往下看，托管次数无，法术无，神通无，自身技能开锁 LV1，灵石无。开锁是什么鬼？难道要我在这个世界继续干锁匠吗？温浩傻眼，我特么都穿越了，还让我干锁匠？不干，死都不干！就在温浩看着这个开锁技能咬牙切齿的时候，血海宗到了。二人出去以后，陆婉指着一处木屋对着温浩说道：“你就暂时住在这里。”说完，便头也不回的飞走了。真不负责任！温浩小声嘀咕了一句，走进了木屋。木屋里面很简陋，只有2张床，2个大箱子，其中一张床上正盘膝坐着一个贼眉鼠目的男子。他听到门的动静，睁开了眼睛。你好，你好。温浩打着招呼，这个贼眉鼠目的人应该就是自己以后的室友了，到哪里都得跟室友打好关系不是？你是新来的杂役弟子？男子打量着温浩。是啊，还望老哥以后多照顾。不知老哥怎么称呼？温浩面带笑容，我叫舒木。说完，他便闭上了眼睛，继续修炼。舒木，温浩心中嘿嘿直乐，这名字还真贴切啊。温浩也不打扰他，也坐在了床上，有样学样地盘膝坐下。该怎么修炼？刚一坐下，温浩就愣住了，他不知道怎么修炼啊。丁，你地功法和其他人地功法不一样，必须双修才能增长修为。卧槽，你这不是坑爹呢吗？人生地不熟的我去哪找女人？温浩心中暗骂，找剩女，连人家大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找个屁啊！温浩骂骂咧咧地躺在床上，操，睡觉。那几次确实把温浩累到了，他刚躺下，呼噜声便响了起来。舒木再次睁开眼睛，看着温浩，不断冷笑：新人就是新人，怎么对别人一点防备都没有呢？舒木下床，脚步极轻地朝着温浩走去。操，这小子真穷，连1块零食都没有吗？舒木的手在温浩身上不断摸索，但什么都没找到。你在干嘛？温浩感受到异样，瞬间睁开了眼睛。舒木的突然掐住温浩的脖子，狠声说道：小子，别声张，不然我杀了你！温浩这才想起来，这特么是魔宗啊！魔宗哪里有好人啊？自己竟然就这么大大咧咧的睡着了，真是太草了。哥，别冲动，我不喊。温浩小声说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舒木这才将手缓缓撒开，脸上露出鄙夷之色。你小子怎么这么穷，竟然连1块零食都没有？哥，等我赚了零食，一定全都交给你。温浩连连保证。舒木得到满意回复后，这才站起身来，回到自己的床上，继续打坐修炼去了。妈的，我得尽快逃离这里，魔宗太危险了，还是正道适合我。温浩松了一口气，但很快眼中闪过一抹坚决。我堂堂一个身怀系统的穿越者，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杂役弟子给勒索了，说出去都觉得丢人。操！温浩现在空有一身修为，什么法术神通的都没有，想报仇都报不了，只有一个鸡肋的开锁技能。温浩叹了口气，忽然他看到了书木边上的那个大箱子。开锁，我能将那个箱子打开吗？温浩有些不确定自己所学的技术能不能运用到这个世界中。次日一早，书木走出了房间，温浩等了许久都没见书木回来，他小心翼翼地走到了箱子旁边，拿出一根早就准备好的小木棍，将其插入锁芯。咔嗒一声，锁打开了，但温浩却没有丝毫喜色，而是面露疑惑地看着自己面前的锁。我才刚刚插入，它自己就开了。温浩掌握的那些开锁知识根本就没用到，锁自动开了，这事儿也太诡异了吧。算了，不管了，先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温浩打开箱子，开始翻找了起来。箱子里面有几件衣物、一本书和3块灵性晶体。温浩拿出1块放在手中，仔细打量，这就是灵石。感受着上面散发着的丝丝灵气，将所有灵石都收了起来。丁，恭喜宿主获得3块灵石。恭喜什么恭喜？我弟功法又用不了。温浩撇了撇嘴，显然对于自己功法不能自己个儿修炼的事情心怀怨念。花费灵石可以学习法术、神通，也可以升级法术、神通、自身技能的等级。等级是什么东西？熟练度。技能等级越高，熟练度越高，到最后达到既近乎道的地步。听着系统的介绍，温浩眼睛越来越亮。不过提升自身技能等级什么鬼？我还要花灵石提高我的开锁技术。我在这个世界学开锁有啥用啊？你他妈开玩笑呢吧？温浩心中有一大堆槽。随后温浩又拿起那本书来。丁，发现黄级下品法术，是否消耗1灵石学习？温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现在他最主要的就是缺法术，只要有了法术，那么温浩就有资格和书木碰上一碰了。丁，恭喜宿主习得黄级下品法术目刺术，检测到宿主拥有2块灵石，是否将目刺术等级提升到 LV3？ 提升成功。温浩瞬间感觉自己对周围的木灵气更加亲和了一些，
他随手放出一根木刺，只感觉这个法术自己运用起来毫不晦涩，仿佛已经被锻炼多年，手到擒来。傍晚，出去一天的舒木终于回来了。老哥，你的箱子好像被人打开了。温浩指着那个被自己打开的箱子，面不改色。不可能，这可是我花费整整2块灵石才买来的锁，没有特定钥匙，别人根本无法打开。舒木当即脸色大变，快步走到箱子旁边查看里面的东西。我的灵石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舒木看着只有几件衣物的箱子，双眼通红，完全丧失了理智。机会！看着已经陷入了暴怒状态的舒木，温浩冷笑一声，他心念一动，数根木刺齐齐射向舒木。毫无防备的舒木被木刺精准命中，直接从他的身体穿透而过。舒木转过身来，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浩，是你打开了我的箱子。话刚说完，舒木便倒在了地上，没了声息。操，让你特么的欺负我！温浩走到了舒木身边，踹了几脚。但这具尸体怎么办呢？总不能就放在这里吧？不说被人发现，自己跟一具尸体共处一室也不舒服啊。温浩皱着眉头，思索着舒木的尸体到底怎么处理。就在这时，房门被打开，温浩被吓了一跳，外面走进来一个穿着翠绿色裙子的女子。女子看都没看地上的尸体一眼，对着温浩问道：温浩。温浩点了点头，你是谁？绿裙女子没理会他，抓起他的衣领便飞身而起。狂风吹得温浩脸颊生疼，话都说不出来了。不一会儿，绿裙女子将温浩放在了一处院子里，便不见了踪影。温浩一脸懵逼地打量着四周，发现这院子极大，周围种满了花花草草，正前方是一个不知什么材质建成的房子。进来吧。一道女声传进了温浩的耳朵，温浩一下就辨认了出来，这是陆婉的声音。温浩迈步走近，只见陆婉正身着一身纱裙，侧躺在床榻之上，纱裙极薄，里面的春光若隐若现。过来。陆婉声音很好听，充满了无限的魅力。温浩没心情欣赏，这才多长时间，自己像个物品一样被人丢来丢去，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但温浩没有办法，实力低微就得受制于人。他乖巧地走到了陆婉身边，脱下衣裤，爬上床榻。很懂事。陆婉夸赞一声，便开始了索取。温浩闭上了眼，既然拒绝不了，那就只能享受了。几次索取之后，陆婉穿上了衣服，说道：你就在旁边的那间屋子住下吧，我特么的今晚要上筑基。温浩感受着修为的上涨，心中发狠，他扑到陆婉身上，打算继续。陆婉手一挥，温浩直接飞出几米，撞到了墙壁上，一大口鲜血从他嘴里喷出。只有我主动，没有你主动的份儿，知道吗？陆婉冷冷地看着温浩，再次挥手，房门被打开，温浩瞬间被抛飞出去，狠狠地摔在了地上。草！温浩心有愤怒，但无从发泄，一瘸一拐地走到了旁边那个房间。这就是魔宗的风格吗？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温浩心中那份逃离的想法更加坚定，修为达到了炼气后期，还差一点就巅峰了，但我掌握不了主动，修为的提升遥遥无期。有什么办法呢？去找其他女修吗？不说人家同不同意，被陆婉的话知道了我就废了。温浩眉头紧锁，连连叹气。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了。屋子里的温浩一夜没睡，甚至姿势表情都没变过。他想了一个晚上，实在想不出什么解决办法。刚刚穿越就被魔宗圣女圈禁，想要逃出去难啊。绿裙女子推门进来，递给温浩一个储物袋，说道：圣女让我交给你，储物袋里面有10块灵石，一张血海宗地图，一个身份令牌，以后你出去以圣女的弟子自居。温浩点点头，接过储物袋。绿裙女子伸手在温浩面前虚抓了一下，一缕灰色的雾气从温浩额头飞出，落入绿裙女子手中。这是什么？温浩看着从自己身上飘出来的灰色雾气，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你的魂魄气息，制作魂灯用的。有什么用？用处多了，比如定位。绿裙女子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温浩，转身离开了房间。卧槽，这下我还怎么逃？温浩不由得骂了一声。叮，检测宿主拥有10块灵石，是否升级自身技能开锁等级提升至 LV2。我他妈提升开锁技能干嘛？开锁能让我逃离这里？我现在急缺的是修为和法术神通，知道吗？温浩心情很不好，连系统他都骂。他从储物袋里取出地图，寻找着藏书阁的位置。温浩打开门走了出去，他打算从藏书阁买几本法术书籍，让自己多掌握一些法术。可还没走多远，温浩便眼前一黑。我他妈！温浩都无语了。魔宗的风格依然是让人出乎意料啊！扑通一声，温浩感觉自己被人丢在了地上。他爬出袋子，手中举着储物袋，大声道：各位大哥大姐，小弟的储物袋就在这里，请放小弟一命。没办法，温浩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这要是被人杀了，那不是白穿越吗？放心，我不要你的储物袋，我也不杀你。一道清冷男声传来，温浩抬头望去，只见一个有些阴柔的男子正坐在主座上，周围还有几个侍女伺候。大哥，那您是？温浩问道。听说你是被圣女带来的。阴柔男子吃下一颗侍女喂的灵果，看向温浩。是的，大哥，我是圣女大人的弟子。温浩躬身说道。你不必叫我大哥，叫我圣子即可。我想让你每天给我提供圣女的行踪，可以做到吗？圣子看着温浩，丝毫不担心温浩会拒绝。一个刚入宗的小小炼器，
怎么敢忤逆圣子呢？原为圣子负犬马之劳。温浩再次躬身，还给你提供圣女行踪，我提供你马啊，到时候我就躲在圣女那里不出来了。现在我对圣女有用，她不会将我交出去的。温浩心中暗道，但脸上却挂着笑容。行了，你下去吧。圣子挥挥手，不再搭理温浩。温浩缓缓退后，走出了这里。他妈的，真是弱小就是原罪啊，谁都能拿捏我。温浩心中暗暗咬牙，朝着圣女府走去。空有灵石，但我现在连圣女府都不敢出，没处花啊。房间内，温浩对着面前的10块灵石连连叹气。系统升级开锁技能，丁，开锁技能已升级，目前 LV2，10块灵石瞬间消散一空。温浩喃喃自语，书目那个锁，据他所说是用特殊材质打造的锁，但却被我一下子打开了。这样看来，我的开锁技能应该也是特殊的。现在升级到2级，不知道什么效果。夜幕降临，门外响起了敲门声。温浩，圣女叫你去她房间。绿裙女子的声音响起。温浩站起身，走到了陆婉的房间当中。今天的陆婉直接什么都没穿，侧躺在床榻上看着温浩。温浩一下就看懂了陆婉的眼神，脱光衣服爬上了床榻。开始之后，温浩突然听见咔嗒一声，好像一把锁被打开的声音。下一刻，陆婉看向温浩的眼神突然变了。温浩记得清清楚楚，每次陆婉看向自己的眼神中都充满了冷漠，但现在冷漠竟然消失无踪，被一丝欣赏所取代。这就是2级的开锁吗？温浩心中震惊，这他妈是神迹啊！慢慢的，陆婉的眼神从欣赏到热情，再到充满爱意。陆婉的每一次眼神变化都让温浩感觉升级开锁技能是真升级对了。今夜，温浩彻底占据了主动，不再趋于人下的感觉让他感到一阵舒爽。温浩搂着不着寸缕的陆婉躺在床榻上，陆婉的手摩挲着温浩那健硕的胸膛，一双眸子里满是春光。我白天被圣子抓去了，他让我时刻告诉你他的行踪，但是我又不想告诉，怎么办啊？温浩看着眼里全是自己的陆婉，将事情告诉了他。之前的陆婉对温浩要多冷漠有多冷漠，就算温浩死了，估计陆婉都不会有一丝情绪波动。但现在的陆婉让温浩感觉他可以庇护自己。修为低抱大腿，不寒战，你不用理他，他不敢亲自对你出手的。陆婉抓了一把小温浩，翻身骑了上来。他继续道：血海宗的规定就是允许弟子争斗，就算出人命，最多也只是罚款，但不能以大欺小。你是说他可能找别人来对付我？温浩早已发誓不再趋于人下，又一个翻身压在了陆婉身上。对，会找和你修为相当的人来找你麻烦。陆婉双眼迷离，有些喘息。温浩放下心来，不再说话，加强了攻势。金丹巅峰的魔宗圣女境败给了一个炼气巅峰，但圣女毫不气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天蒙蒙亮，陆婉香汗淋漓，开口求饶道：不行了，我太累了，饶了我吧。经过一夜无休止的战斗，温浩的修为终于达到了炼气巅峰，只差一丝就能到达筑基，但无论如何也上不去。温浩不理会洛婉的求饶，全力冲刺，只为筑基。我真的不行了，温郎，求求你让我歇一歇。天大亮，温浩躺在床榻上，边上的陆婉已经睡着了。金丹期本可以不用睡觉的，但可能是温浩攻势太猛，他实在是承受不住了。为什么不能筑基呢？我可以感受到我的修为在炼气期已经进无可进，但为什么迟迟不能突破？温浩感受着自己的修为，百思不得其解，是不是不够？温浩看着陆婉那迷人的身躯，喃喃自语。温浩翻身，再次展开攻势。睡梦中的陆婉缓缓睁开眼睛。温郎，为什么你的精力这么旺盛？陆婉现在可谓是痛并快乐着。我感觉得到，我离筑基期只差一丝。温浩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陆婉诧异，你想通过这种方式突破到筑基？温浩点了点头。陆婉继续道，你难道不知道突破到筑基期需要筑基丹吗？温浩愣住了，说道，还要筑基丹吗？对啊，没有筑基丹是不可能突破到筑基期的。陆婉点点头，有些疑惑，为什么温浩竟然连这些常识都不懂？温浩当然不懂，他一个刚刚穿越过来的小白能懂什么？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啊！筑基丹哪里有？温浩问道。筑基丹极为珍贵，只有消耗宗门贡献才能买到。陆婉喘息着回答温浩的问题。怎么获得宗门贡献？功勋殿的任务，有些奖励灵石，有些奖励门派贡献。这次过后，知道了缘由的温浩放过了陆婉，二人相拥着睡去。到了正午，二人才醒来。陆婉手一招，衣服便飞了过来，穿在了身上。温郎，你在这里等一会儿，我让小翠将宗门发给正式弟子的法术送来。那个，能不能给我点灵石？温浩有些脸红，这话说的跟自己被包养了似的。昨天不是已经给了你10块灵石了吗？陆婉诧异道。用完了。温浩挠了挠头，有些尴尬，心道不仅用完了，还是用在了你身上。陆婉摇了摇头，我不能给你灵石，这对你以后的修炼没好处。修士就应该去争、去夺、去抢，宗门是鼓励弟子之间争斗的。你可以去敲诈勒索，但是不能跟我讨要。温浩看着陆婉，心道我的开锁技能已经打开了他的心灵锁，让他爱上了我，但他还是让我去抢。看来宗门的观念对他影响极深。从这里温浩就看出了开锁技能的大概效果了，可以让人爱上他，但不能改变别人的三观。陆婉的观念就是争抢夺，所以他认为温浩也应该争抢夺。不愧是魔道啊！温浩无奈地叹了口气，
不过更加坚定了他要逃离魔宗的想法。但逃离就得实力强，实力强就得要灵石，抢是不可能抢的，还是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任务吧。陆婉又补充道：“你要记住，争斗仅限于宗门内，只要出了宗门，如果被查到杀害同门的话，会处以极刑。”为什么？温浩疑惑。陆婉解释道：“我魔门弟子桀骜不驯，争斗在所难免。如果禁止的话，会将弟子们憋坏的，甚至叛门都有可能。所以宗门允许在宗门内争斗，就算是出人命，也只是罚些灵石。但如果弟子在外面，便说明有着共同的敌人。如果这时候还杀害同门的话，宗门是忍受不了的。”温浩点头表示了解。这时小翠推门进来，对着陆婉躬身道：“主人，我已将话带到。”“你下去吧，将血符术取来给温浩。”陆婉挥了挥手：“是。”小翠退出门外，然后快步走远。“什么话？”温浩疑惑。“我就是让小翠去警告了一番李凌云，省得他坏了规矩。”陆婉满不在意地说道。“放心吧，如果他对你出手，我会杀了他的。”陆婉语气平静，却透露着无边霸气。就在温浩等着小翠送法术的时候，圣子府内，这个贱人！李凌云身边一片狼藉，显然已经发过一次火了。侍女们战战兢兢地跪在一边，大气不敢喘。“去给我监视温浩，找一批和他同境界的人，给我狠狠地教训他。”李凌云咬牙切齿，被陆婉狠狠地气到了。“是。”那人应了一声，往外走去。“陆婉，好一个陆婉，早晚让你跪下来服侍我！”李凌云怒意未消，又是一阵打砸。另一边，温浩将血符术收下，打开一看，好家伙！温浩看这本血符术就像看天书一样，所有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宿主，不用白费功夫了，你学不会。”系统的声音响起。温浩问道：“为什么？”“在你穿越的那一刻，我将你在蓝星的身体也一并带了过来。你的身体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你根本无法学会这个世界地功法和法术等一切东西。但是我可以帮你把这个世界的东西转化为你可以用的，只需要花费灵石。”温浩走出了圣女府，赶往功勋殿，打算接个任务赚点灵石。他现在一颗灵石都没有，玄阶下品的血符术温浩根本学不会。法术分为天地玄黄，像之前温浩得到的那本木刺术就是黄阶法术，属于烂大街的东西。玄阶稍稍稀有一些，只有正式弟子才会发放。地阶属于超稀有法术，只有圣女圣子这种级别的才有机会习得。天阶就更不用说了，现在血海宗宗主还没有天阶功法呢。这些都是温浩从陆婉那里问来的。知道自己知识匮乏的温浩，这一次几乎将所有能想到的问题都问了。陆婉也都耐心地给温浩解答，没有过一丝不耐烦。功勋殿各种任务被法术投影到了一面墙壁上，上面的任务什么修为的都有，炼气、筑基、结丹。温浩的目标是炼气中期的任务，别看他现在是炼气巅峰，但只掌握了一个黄阶法术的他战力并不高，所以稳妥一些，还是选择一个炼气中期的任务比较好。就算奖励少一些，温浩也无所谓，总比丢了命强。角落处，这小子就是温浩，你只要将他击杀，那么圣子必定重重有赏。一个阴冷男子指着温浩说道：“圣子的要求，我刘猛义不容辞。”刘猛说的很好听，但说到底还是想搭上圣子这条线罢了。我看好你，到时候咱俩没准就是同事了。阴冷男子拍了拍刘猛的肩膀，隐去了身形。那边温浩还在挑选任务，任务实在是太多了，温浩看的眼睛都花了。收集花凝露，要求炼气中期，奖励1灵石瓶，就他了。温浩很快选好了任务，去负责接待的弟子那里登记。“这位师兄，我要接收集花凝露的任务。”温浩说道。那人瞥了温浩一眼，没搭理温浩，而是继续做着自己的事情。温浩看了看周围，这里确实有些乱，想着可能接待弟子没听清，便又重复了一句：“师兄，我要接收集花凝露的任务。”“你这人好烦啊，没见到我这忙着呢吗？”那人不耐烦地呵斥了温浩一句。温浩一看，你他妈玩手指头也叫忙着呢。这时候，一个衣着光鲜的人走了过来，他的那身衣服一看就价值不菲，可能是一件防御法器。接待瞬间站了起来，脸上笑容满面地问道：“师兄，您要接什么任务？”那人说了一个任务，接待立马给他办理好了，速度极快。“师兄，现在我可以办理了吗？”温浩心平气和地问。“你瞎吗？我正忙着看不到。”接待看向温浩，立刻换了一副嘴脸，看得温浩直恶心。“你他妈区别对待是吧？”温浩直问道。“我就区别对待，怎么了？你个穷逼还敢打我吗？”接待一脸鄙夷地瞟了一眼温浩，便又去玩手指了。温浩看了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和那个身穿法器的人比起来，自己这身布料确实差得太远。又一个人走了过来，接待还是满脸笑容的将那人伺候走。他见温浩正盯着他，便骂道：“看什么看呢，穷逼！”温浩彻底忍不了了：“你他妈左一个穷逼，右一个穷逼，真当老子没脾气是吧？”他从储物袋中取出身份令牌，啪的一下拍在了接待的脸上。“你他妈敢打我！”接待瞬间怒了，站起身来就要还手。“你先看看令牌上的字再说。”温浩的声音不紧不慢。接待拿起令牌仔细打量，令牌上赫然写着圣女府温浩。瞬间他瞳孔一缩，腿一软，直接跪在了温浩面前。虽然宗门内鼓励争斗，但像他们这种没实力没背景的人根本不敢惹有背景的人，他们只敢欺负那些弱小的。
看起来就没前途的那种。接待本来以为温浩就是属于那种没前途的，但谁能想到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竟然是圣女府的弟子呢？他瞬间冷汗直流，跪在地上不断给温浩磕着头。温浩也不想和他一般见识，说道：“赶紧给我办理。”接待站起身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谄媚。就在这时，一男一女朝着温浩走了过来。那男的正是刘猛。这位师弟，不知可否邀请你和我们一同做一个任务？刘猛说道。我？温浩指了指自己。是的，我见师弟你气宇不凡，便起了结交的心思，有些唐突，还望师弟不要见外。刘猛面带温和的笑容，他的一番话说的没有任何毛病，但温浩怎么也不相信他所谓的结交。见温浩不说话，刘猛给他介绍了一下他身边的那个女子，这是我的表妹，名叫赵媛。赵媛走到温浩身边，抱住温浩的胳膊，娇滴滴的说道：“师兄，你可不可以和人家一起做任务啊？”温浩打量着赵媛，该说不说，长得确实不错，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上等。这是色诱。温浩感受着那好似不经意间碰到自己的柔软，心中猜测什么任务。温浩表情不变，钱家庄闹鬼修，咱们的任务是去钱家庄击杀那个鬼修。刘猛说道。刘猛继续说道：“那个鬼修的修为是炼气中阶，凭咱们的实力基本没什么意外，并且报酬足足有10块灵石呢。钱家庄也就是在外面，外面可是不能残害同门的。那么他们过来又是色诱又是利诱，是为了什么呢？”温浩低头思索，那两兄妹也不打扰温浩，静静地站在那里。既然不能杀我，那我就去看看他们到底在耍什么把戏。温浩心中下定决心，我和你们去。温浩答应道。他将接待手边的令牌收回来，特意在二人面前晃了晃，然后才收到储物袋中。他竟然是圣女的人！刘猛瞳孔一缩，心中震惊，但很快他便想通了，心中暗道：我马上就是圣子的人了，就算圣女也奈何不得我。想到这里，他放下心来，嘴角又挂上了笑容。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说完，他和赵媛美人取出一个飞梭来，然后看着温浩。温浩挠了挠头，有点尴尬，我没法器。刘猛豪爽一笑，没事，师弟你和媛儿坐在一起，师兄上来吧。赵媛轻声开口，脸上浮现一抹红晕，装的还挺像。温浩心中冷哼，装模作样拒绝了几次之后，才坐上了赵媛的飞梭。飞梭猛地飞起，温浩差点掉了下来，吓得他赶紧搂住赵媛的腰。他的腰很细，这种纤细并非瘦弱，而是恰到好处的曲线美。登徒子！赵媛心中愠怒，却装作一副羞涩的样子，说道：“师兄，你可要把好了。”他的声音轻柔，让人不禁升起保护欲。温浩心如止水，但搂着腰肢的胳膊却用力了几分。飞梭很简陋，完全比不上陆晚的飞舟，连挡风的措施都没有，吹得温浩脸生疼。很快，几人便落在了一处府邸，里面有个穿着员外服的老年男人早已站在那里等待。看到几人落地后，便快步迎了上来：“几位师兄师姐，你们可算来了，我们可被那可恶的鬼修给害惨了呀！”老者走到几人身边，一顿诉苦：“师兄！”温浩懵了，都这么大年纪了，你叫我师兄？钱师弟原来也是咱们血海宗的弟子，最后卡在炼气中期，迟迟不能突破。后来他离开了宗门，选择在这里开枝散叶。虽然钱师弟离开了，但同样受我宗门庇护，叫我们一声师兄也是应该的。刘猛看出了温浩的疑惑，解释道。钱姓老者附和道：“是啊，师弟，我当初感到修炼无望，无奈之下，只好盼着后人完成我的未完成的事情了。”温浩点了点头。钱姓老者继续说道：“我已备好了房间，供师兄师姐休息，诸位请跟我来。”钱姓老者在前面带路，一边走一边说着鬼修的事情。大概在1个月以前，我钱家突然有人离奇死亡，从那之后几乎每天都会死一个。师弟我好歹也是炼气中期，后来终于被我蹲到了他同样是炼气中期的修为，最近盯上了我钱家之人的魂魄，用于修炼。我和他打了一场，虽将他打退，但我也身受重伤，奈何我年岁太大，受到的伤迟迟不能恢复，所以便找来师兄师姐过来帮忙。当然灵石肯定是少不了的。说着，钱姓老者拿出一个储物袋递给了刘猛。刘猛接过后并没有分给温浩的想法，而是直接挂在了腰间。这3个房间我早已命人打扫干净，几位暂且休息，那鬼修只有晚上才来，到时候还望师兄师姐全力出手。说完，钱姓老者一拱手便退下了。温浩推开门进入了其中一个房间，他打量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常之后便坐在床上休息。隔壁房间中，刘猛和赵元2人全在这里。表哥，我现在就去他房间，等我大喊一声你就立刻推门进去。赵元小声说道。放心吧，表哥不会让你真被侮辱的。刘猛拍着胸脯保证。不，表哥你错了，难道你没看到他手中的牌子吗？他可是圣女的人，只有造成既定事实，我们才有杀他的理由，只有造成既定事实才能堵住圣女的嘴，不然圣女的怒火我们没办法承受。赵元摇了摇头，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刘猛惊愕道：表妹，你是说？没错，我愿意为了表哥你献身。赵元眼中满是坚定，他抱住刘猛，轻声道：表哥，为了你的前途，我干什么都愿意。区区贞洁远不如表哥你的前途重要。刘猛一脸感动，紧紧搂住了赵元。好一会儿，2人才分开。表哥，我去了。赵元迈着坚定的步伐推开了门。咚咚咚，进来吧。门没关。温浩说道。门缓缓被打开，赵元走了进来。
温师兄，我有些害怕。赵元一副慌乱的样子，一头扎进温浩的怀里。温浩心中冷笑，很清楚赵元图谋不轨。他搂着怀里的赵元，一脸关心地问道：“怎么了，师妹？我听说鬼修残忍至极，吸人的魂魄修炼。师兄，我怕。”赵元将头埋在温浩的胸口，甚是可怜。听到这里，温浩都乐了，心道：鬼修用人的魂魄修炼是残忍，魔修用人的魂魄修炼不残忍，这特么是什么歪理？他紧紧地搂着赵元，轻声安慰：“放心吧，师妹，有师兄在，不会让鬼修伤害你的。”赵元抬头看向温浩：“师兄，你真好。”他的一双眼睛妩媚无比，口吐热气，红唇缓缓地接近温浩，柔软挤压着温浩。温浩来者不拒，大手放在他的胸前，二人很快就纠缠到了一起。他没什么怕的，只要被自己开锁，任何阴谋诡计都得消失无踪。二人不着寸缕地滚在床上，细腻滑嫩的肌肤毫无保留地映入温浩的眼睛。依照计划，赵元现在就应该喊刘猛进来，但不知怎地，赵元越看越觉得温浩顺眼，甚至心中都不忍心杀了他，只想好好和他缠绵。和温浩在一起，他感觉很舒服，很享受。赵元不禁呻吟一声，温浩的存在仿佛为他构建了一个宁静的港湾，让他可以暂时忘却一切烦恼，只专注于眼前的这份温暖与宁静。他享受温浩的存在，温浩就像是他生命中的一道清泉，让他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他的目光在温浩身上流转，心中充满了柔情与爱意。他终于明白，温浩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心底，无法割舍。此时，温浩房间门外，为什么这么久了，表妹还没喊我？刘猛疑惑，心中猜测会不会是温浩那方面不行。如果温浩不行的话，那我就得重新制定计划了。刘猛心中没来由地泛起一丝烦躁，算了，再等会儿吧，反正我也不急。刘猛蹲在门外，看起来有些绿。屋内，温郎，我的表哥就在门外，他打算杀了你。赵元看着面前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忍不住将计划说了出来。温浩回应一声，动作不停。和你在一起，我才知道有多幸福，世间的一切都仿佛不再重要。赵元喘息着，表达着自己的爱意。你叫的这么大声，难道不怕刘猛听到吗？温浩问道。没事的，我已经释放了法术，声音传不出去的。赵元说话断断续续的，仿佛到达了顶峰。听到这里，温浩便放心了起来，攻势更加猛烈，赵元也越发享受。温郎，我感觉和你在一起，修为都精进了许多。赵元趴在温浩胸口，闭着眼睛感受着体内汇入丹田的暖流。门外，刘猛从白天等到了黑夜，却迟迟听不到动静。突然，房门打开，赵元从里面走了出来，除了面色有些潮红以外，看不出任何异常。刘猛赶紧站起身来，拉着赵元回到自己的房间，急忙问道：“表妹，怎么样了？”赵元的脑海闪过温浩那挺拔的身姿和缠绵之时的快乐，心中泛起一丝甜蜜，但他很快就将那一丝爱意压下，面无表情道：“没成功。”刘猛脸上很难看，还不等他说话，赵元便继续道：“入夜了，鬼修可能就在今晚来临，表哥你还是快些准备吧。”说完，他便离开了刘猛的房间。盘坐在蒲团上，赵元却无论如何都无法静下心来。他只要一闭眼，便是与温浩缠绵的快乐。他恨不得现在就冲进温浩的房间，好好享受一番。但他不能这样做，鬼修指不定什么时候来，到时候两人从一个房间里出来，刘猛就全知道了。第一夜无事发生，熬了一夜的赵元立刻找到了刘猛，说道：“表哥，我还要去试一试。”刘猛大受感动，抓起赵元的手说道：“宝妹，你已经为了我如此坚持，表哥以后一定不会辜负你。”赵元看着自己被刘猛抓住的手，有些恶心，他抽回手，头也不回地走出房间，一边走一边说道：“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为了我的事情，表妹竟然如此上心。”刘猛看着赵元那焦急的样子，流下了两行感动的泪水。温郎，赵元一进门便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扑向温浩。温郎，我离开你一刻便想你一刻，我真希望永远能和你在一起。赵元喘息着，不断表达着爱意。只要刘猛死了，我们不就永远在一起了？温浩笑着说道。赵元眼中闪过一抹挣扎，但随着温浩加快攻势，那一抹挣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温郎，我什么都听你的。赵元眼睛迷离，看来赵元和刘猛的关系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深。温浩心中猜测，如果赵元和刘猛的关系很深的话，开锁技能并不能影响他，就像之前影响不了陆婉对于争抢夺的观念一样。门外，刘猛又从白天等到黑夜，房间里还是没有传出来什么动静。赵元出来后，对着刘猛摇了摇头，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次日一早，本来打算放弃的刘猛又被赵元说服，打算再试一天。刘猛看着走进温浩房间的赵元，不由得感叹道：“有此表妹，夫复何求？”他走到温浩的门边，竖起耳朵，仔细倾听，但房间内却安静的可怕，刘猛什么都听不到。看来这次表妹还是没有成功啊！刘猛心中遗憾。晚上，和温浩缠绵一整天的赵元走了出来，从他的表情上看不出喜怒，没有说话。刘猛觉得赵元应该是因为没有勾引温浩成功上钩而失落，赶忙安慰道：“没事的，表妹，我们还可以想其他办法。”赵元轻轻点头，头也不回地走了。哎，真是苦了表妹啊！刘猛叹息一声，也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夜半时分，寂静的夜空被一声突如其来的惨叫猛然撕裂，
那声音尖锐而惊恐，仿佛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但惨叫声只维持了一瞬便戛然而止。温浩几人同时走出房间，朝着惨叫声传来的方向赶去。只见一道漆黑鬼影紧紧抓着前府仆人的脑袋，从仆人身上抽取魂魄，那仆人还时不时抽动几下。几人同时出手，向着鬼影施展术法。鬼影反应极快，他狞笑一声，躲过术法的攻击，朝着几人飞掠而来。鬼修专门针对人的魂魄攻击，注意不要让他攻击到，不然会有恍惚感。赵元提醒道。刘猛觉得赵元是提醒自己，便回道：放心吧，表妹，我都知道的。但赵元到底是提醒谁的，只有温浩知道了。好在鬼修没有朝着温浩冲来，而是对准了刘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刘猛连连抵挡，不让鬼修那渗人的爪子抓到自己。几人急火之下，很快鬼修被打得惨叫连连，魂体看起来都虚幻了许多。鬼修冲天而起，朝着远处逃去。追！刘猛跨上飞梭，紧紧跟在鬼修后面。温浩坐上赵元的飞梭，故意落后一些，让刘猛打头阵。几人一路疾驰，直到一处荒凉之地。这地方给人的感觉很不好，有一种刺骨的凉意，弥漫着一股难以名状的压抑，让人的心不由自主地紧绷起来。漆黑鬼影停了下来，冰冷地看着温浩等人。他尖笑一声，下一刻，从周围又浮现出了2个漆黑鬼影，其中一个同样是炼气中期，另一个却是炼气后期的修为。3个鬼修死死地盯着温浩3人，发出瘆人的笑声。3个鬼修！刘猛面色凝重，事情显然超出他的预料。战斗一触即发，温浩3人每人对上一个鬼修。那个炼气后期的鬼修没有选择修为最高的温浩，而是选择了同样炼气后期的刘猛。刘猛心中郁闷，但无奈之下只能应战。表妹，我们先引鬼修将温浩杀了，如何？刘猛传音道。不妥，3个鬼修不是我们2个人能对付的，还需要温浩拖住一个鬼修。赵元心中厌恶，好在传音入密没有语气，刘猛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还是表妹考虑的周全。刘猛夸赞道。赵元没有说话，专心对抗着鬼修。这里面别看温浩是修为最高的，但他的战力绝对是最低的，手里只有一个黄阶下品法术，对上炼气中期的鬼修，堪能保证自己不受伤。至于击杀这个鬼修，那想都不用想，根本不可能。反观刘猛2人，各种法术层出不穷，黄阶下品、玄阶下品的法术有很多，法术轰击到鬼修身上，绚烂无比，换来的是鬼修的阵阵惨叫。刘猛见温浩只用一个木刺术对敌，心中有些焦急，自己3人都解决不了面前的鬼修，那还怎么害温浩？同等修为下，鬼修是比人类修士强上一些的。别看刘猛技能绚烂，表面也看不出什么伤势，但他的魂魄已经被攻击到好几次了。温浩，别拖了，赶紧全力出手，不然我们都得死在这里。刘猛对着温浩大喊一声：我只会这个法术啊！温浩无奈道。刘猛一脸错愕地看着温浩，显然不相信他这个圣女府的人竟然只会一个木刺术。愣神之下，刘猛被对面鬼修狠狠地抓在了魂魄上，让他脑袋一阵眩晕。鬼修得势不饶人，根本不给刘猛反应的时间，攻击如同骤雨般无情地倾泻在刘猛身上，打得刘猛魂魄虚弱了许多。刘猛一咬牙，直接动用了燃血大法，顿时气息暴涨了1倍。如果不是没办法，刘猛是不想用燃血大法呢。这个法术伤人伤己，动用以后会持续虚弱1周，第1天甚至都不能走动，只能在床上躺着。没关系的，就算我虚弱期也会有表妹照顾我。刘猛想着，心中再无顾虑。那鬼修彻底不是已经爆了种的刘猛的对手，被打的身影越发虚幻，最终直接魂飞魄散。快，表妹，我的燃血大法所剩时间不多了，赶紧将鬼修引到温浩那里，借鬼修之手杀了他。刘猛心中焦急的传音道。他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趁着他的燃血大法还有时间，尽快将温浩杀了，不然等时间一过，他直接陷入虚弱，那时候想杀温浩都杀不了了。但赵元仿佛没有听到一般，一言不发的和自己面前的鬼修战斗。表妹，刘猛心中升起一丝不好的预感。表哥，不要着急，我在等温浩，放松警惕。赵元终于传音，让刘猛松了口气。原来是这样，看来是我想多了，表妹还是惦记着我的。刘猛暗道。表妹你要快些，我感觉我要坚持不住了。刘猛继续传音，我这就引鬼修到温浩那里。赵元开始带着鬼修朝着温浩缓缓移动。温郎，刘猛要对你动手了，你要小心，我现在正陪他演戏。赵元提醒道。温浩不会传音，只好微微点了点头。温浩和赵元2人汇到了一起，但赵元却没有抽身，而是和温浩同时对付这2个鬼修。表妹，退啊！刘猛传音道。不行，温浩实力太弱，我被这2个鬼修缠住了，只要我一退会被杀死。赵元将早早想好的理由告诉了刘猛。没事，你放心退，我可以护住你。刘猛冲到赵元身边，将2个鬼修全都接了过来。只要表妹退了，我立刻放开鬼修，让鬼修击杀温浩。刘猛暗道。可谁知温浩和赵元竟一同向后退去，将2个鬼修留给了刘猛。刘猛顿时压力大增。刘猛瞳孔一缩，大声问道：表妹，为什么？赵元冷笑一声：你想害我的温郎，那我就只能让你去死了。刘猛闻言大怒道：赵元、温浩，你们2个狗男女，真是好算计。他怒急攻心，直接从口中喷出一口鲜血。
刘猛很想立刻杀了这2个狗男女，但对上2个炼气中期的鬼修，就算有着燃血大法，也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他心中焦急，燃血大法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了，根本支撑不到斩杀这2个鬼修。救救我！感受到自己的气息越来越弱，刘猛大声求救。温浩、赵元，只要你们救下我，之前的事情我就当没发生过，我也不会干扰你们干什么。我储物袋里还有零食，你们都可以拿去。见2人无动于衷，刘猛急了，只要他能想到的他都说了。那你先将零食取出来给我们。温浩说道。不行，你拿到零食以后不救我怎么办？刘猛根本不相信温浩拿到零食以后还会救他。那我退一步，你把储物袋扔过来，等我救下你以后，你再将储物袋打开取出里面的零食。如果你还是不同意的话，那我宁愿不要零食也不会救你。温浩做出一副这是我的底线的表情。温郎，你真要救他吗？赵元被温浩的表情迷惑，劝道。不行啊，温郎，如果救下他一定会杀了我们的。温浩摆了摆手说道。我自有打算。刘猛想了想，最终将储物袋抛给了温浩。每个修士的储物袋都有专属印记，除了印下专属印记的人，其他人根本打不开，所以刘猛才将储物袋放心的抛给了温浩。在他看来，只要温浩想要零食，那么必定会救他。但刘猛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温浩有开锁技能。温浩拿出一根小木棍，对着储物袋的袋口就插了进去，只听咔嗒一声，里面的东西一览无余。看来我的猜测没错，2级的开锁可以解开储物袋的限制。温浩心中高兴，开锁技能真是一个神技啊。温浩，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过来？刘猛等了一会儿，还不见温浩过来支援，他转过头，顿时整个人都懵了。只见温浩面前放着30多颗灵石，还有几本法术秘籍，这都是我储物袋里面的东西啊！刘猛怒吼。温郎，你竟然能打开他的储物袋！赵元眉目闪着光，一脸崇拜地看着温浩。小小储物袋不足挂齿。温浩盯着面前的整整33块灵石，心里都乐开了花。发了，这下真的发了呀！温浩先将那几本法术秘籍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而后对着系统说道。系统，学习血符术。丁，花费10块灵石，血符术学习成功，升级血符术到2级。丁，花费20块灵石，血符术升级成功，目前等级为 LV2。玄阶下品法术的升级花费是不断增加的，如果想要升级到3级，温浩就得再花30块灵石，以此类推。至于玄阶下品以上的，那花费的灵石可就更多了，这里暂且不表。言归正传，大量关于具现血符、操控血符的知识涌入脑海，温浩忍不住身体摇晃了一下。不愧是玄阶法术，虽然花得多，但比黄阶法术强太多了。之前我学黄阶功法可没有这种感觉。晃了晃脑袋，将眩晕感驱散。温浩，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刘猛的燃血大法时效耗尽，被鬼修撕成2半之前喊出了最后一句话。2个鬼修解决刘猛之后，直接将刘猛的魂魄抽了出来，一人一半嘴里叼着，然后直直朝着温浩杀来。刘猛啊刘猛，我看你是变不成鬼了！温浩哈哈大笑。血符术 LV2 的温浩面对2个鬼修丝毫不慌。温浩可是炼气巅峰的修为，掌握一门玄阶法术，让他信心大增。2个鬼修还未临近，便有近100只血色蝙蝠出现在温浩前方。那些蝙蝠如同从地狱的深渊中挣脱而出，带着嗜血的欲望，和不畏死地冲向2个鬼修。血符术不愧是魔道法术，血色洪流看起来邪异无比。温郎，你竟然将血符术修炼到如此程度了！赵元看着温浩，眼睛早已化为了小星星，他恨不得现在就和温浩再次缠绵。这很厉害吗？温浩问道。法术都是系统帮忙学习并且升级的，他对这些没什么概念。当然，我到现在只能换出10只血符，看温郎你的这些血符，怕是得有100只了吧？原来差距这么大吗？温浩诧异，这仅仅只是自己以30块灵石为代价换来的呀。一般人修炼到你这种程度，至少需要将近1000个凡人的鲜血。温郎，你不愧是圣女府的人啊！赵元感叹道。温浩，卧槽，原来魔道法术是这么修炼的吗？幸亏我只靠系统就能学习，不然就要徒增杀孽了。温浩心中震惊，魔道的修炼方法让他这颗正道的心狠狠地颤动了一下。这里绝对不能多待，这些魔崽子都这样，那些大佬又造成了多少杀孽呢？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要不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温浩心中想着，但血符的操控也没落下。鬼修每一次找击都会造成数10只血符死亡，但下一刻便会被温浩补充。近100只血符带着嗜血的光芒撞向鬼修，2个鬼修身上挂满了血符，血符那尖尖的牙齿狠狠地咬在虚幻的鬼影之上，每一次的撕咬都伴随着鬼修那凄厉的惨叫声，声音在夜空中回荡，令人毛骨悚然。惨叫声渐渐停止，那2个鬼修直接化为了魂魄碎片，消散于天地之间。这鬼修到底是什么东西？温浩看着那些飘散的光点，有些疑惑。鬼修是人死后一缕执念附着在魂魄上形成的，他们靠着吞噬魂魄修行。其实吞噬魂魄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炼魂宗的修炼同样需要人的魂魄，但他们错就错在他已经和咱们不是一个种族了。赵元解释道。温浩点点头，
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鬼修固然可恨，但三大魔宗也好不了哪去。钱家家主这老小子竟然发布假任务，咱们去找他问个明白。赵元气呼呼的，确实要问个明白。本来任务上说只有一个鬼修，但最后却有3个鬼修，这特么的付出和收获根本不对等。温浩也觉得这老头不地道。如果说钱家家主确实不知道，那就没什么，但要是知道却不说，温浩可就不客气了。二人很快便回到了钱家府邸，赵元直接闯进了钱家家主的房间里，掐着他的后脖颈，像拎小鸡一样将他拎了出来，说：为什么骗我们？赵元一把将钱家家主扔在了地上，厉声喝问。钱家家主哆哆嗦嗦的，赵元直接让10来只血符附在了他的身上，说道：你如果不说的话，那你就去死吧，别杀我，别杀我，我说，我全说。钱家家主看着那几只血符，生怕他们下一刻就将自己的血吸干。鬼修一直杀我钱家人，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但我的零食只有10块，3个鬼修的任务奖励是10块零食奖的话，根本就没人来。无奈之下，我只能发布了一个10块零食一个鬼修的任务了。钱家家主战战兢兢地说道。基本上血海宗所有奖励零食的任务都是门内弟子或者像钱家这些人发布的，零食由任务发布者出，宗门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只有那些奖励贡献点的任务才是宗门发布的，但普遍比较难。原来还真隐瞒了情报，这些魔道中人竟然这么不顾同门性命。温浩抱着双臂看着钱家家主，怪不得你这么大方，一个炼气中期的鬼修就舍得出10块零食。赵元冷笑一声，继续道：也就是说你现在没有零食了？钱家家主点点头，说道：没了。但是话还没说完，他身上的10来只血符瞬间有了动作，锋利的牙齿齐齐刺入钱家家主身体里。老态龙钟的钱家家主根本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就死了。哼，既然你没有能够补偿我们的，那你只好去死了。赵元面无表情，语气平淡，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小事。温浩还是头一次见赵元这个样子，现在的赵元才是真正的他呀，一个真正的魔崽子。温浩看着赵元那种一言不合就想杀人的气势，原来之前赵元对自己那种百依百顺完全是开锁的功劳啊！童子哥牛逼！温浩心中嘀咕。钱家家主直接被吸成了一具干尸，赵元看都不看，小跑到了温浩身边。温郎，现在天还没亮，咱们先去休息如何？面对温浩的赵元和之前完全两样，这小鸟依人的样子让温浩觉得仿佛不是一个人。要说温浩心理素质也是强大，这么一具干尸摆在旁边，温浩还是抱起赵元朝着钱家为自己准备的房间走去。被温浩抱在怀里的赵元，一双眸子里泛着春光，红唇娇艳欲滴。还未等到走进房间，赵元便迫不及待地用法术给二人宽衣解带，如雪般的肌肤显露，纤细滑嫩。温郎，要我？赵元火红的唇瓣凑近温浩的耳朵，吐出一口热气。温郎，我感觉我的修为马上就要到炼气后期了，和你在一起真美妙。感受着温浩和修为的双重快感，赵元不由得更大声了一些。温浩的体力好像无穷无尽，从穿越过来以后，他睡觉的时间屈指可数，但依然精力旺盛。温郎，我不行了，今天先放过我好吗？几次之后，赵元终于承受不住，连连求饶。温浩现在的修为已经提升不了了，再多几次也都一个样。听到求饶后，他便放过了赵元。温郎，你真好。赵元摆着温浩沉沉睡去，嘴里还在不断呢喃。天大亮，温浩叫醒了赵元，我们该回去了。真不想回去啊，回去以后你就得去圣女府了，我们就见不到了。我真想一直和你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赵元紧紧地抱着温浩，柔软之处被挤压变形。我是说回去再接任务，我现在很缺零食。温浩解释道。听到温浩说到自己缺零食，赵元赶紧将自己储物袋里的所有零食全都拿了出来，放在了温浩的面前，问道：够吗？温浩看着眼前这18块零食，有些诧异地问道：咱们血海宗不是奉行争抢夺吗？赵元莞尔一笑，原来温郎喜欢这个调调。说完，他立马做出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对着温浩说道：这位师兄，我的零食全在这里了，只求你饶我一命。温浩这才反应过来，并不是所有血海宗的弟子都像陆婉那样将争抢夺刻在了骨子里，认为给温浩零食是害了温浩。赵元不一样，他是愿意给自己零食的。赵元说完，他娇艳的红唇凑近温浩，在他的耳边说道：零食是你的，小女子也是你的，我倒要看看这小女子的滋味怎么样。温浩猛然发起了攻势。师兄，现在知道了小女子是什么滋味了吗？赵元喘息着，散发着无限魅惑。又是几次过后，太阳已经偏西，回宗门接任务吧，还是接奖励零食的？温浩说道。温浩太缺零食了，没有零食就升级不了法术，法术不强战力就不强，战力不强就不敢接奖励贡献的任务，没有贡献就没有筑基丹，筑不了基就永远逃离不了这里了。你去哪我就去哪。赵元满脑子都是温浩，二人乘坐赵元的飞梭一路向着宗门方向疾驰，但还没等接任务呢，意外来了。温浩，圣女叫你。小翠拦住了温浩，一双杏眼冷冷地看着赵元。小翠可是筑基期的修为，赵元被他一看就感觉浑身的修为被压制，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念头。不要接近温浩，这是我对你的第一次警告，也是最后一次。小翠冷声道。我为什么不能？赵元强忍着拜服的冲动，咬牙问道。走吧。温浩打断了二女，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率先朝着圣女府走去。小翠冷哼了一声，跟在了温浩的身后。赵元看着温浩的背影，只感觉有无限委屈，泪水从脸颊滑落，掉在地上。圣女府，听说你这次和一个女人同行？陆婉依旧侧躺在床榻上，看着温浩的眼神中爱意夹杂着冷意。这是什么情况？难道他的心灵锁自己关上了？温浩心中微惊，这要是真的心灵锁自己关上，那他不就惨了吗？是，但是温浩话还没说完，陆婉便继续开口，我不希望你和别的女人接触，如果你真的有了别的女人，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我虽然爱你，不舍得杀你，但我可以杀了那个女人。温浩这才了然，连连保证道，我不会和别的女人接触了。陆婉闷了一声，说道，这次就当什么都没发生，那个女人我先留她一命，但如果还有接触的话，不可能再有接触了，我保证。温浩拍得胸口啪啪作响，但心里却憋屈的一批，没想到这个圣女竟然还是个占有欲极强的女人。想想也对，圣女地位这么高，怎么可能忍受和别人共侍一夫？对个鸡毛啊！对，我特么早晚把你所有的思想全改了，让你对我百依百顺。温浩心中暗暗发狠，他笑容满面的走到了陆婉跟前，三下五除二地脱了衣服。如果你不和别的女人接触，你还是我的好温郎。陆婉美眸荡漾着别样的风情。温浩机械式地动着，心思却没在这上面，应该是小翠告诉他的。但如果我将小翠的心锁开了，她还会知道吗？要不要试一试？想了想，温浩开口道，如果你不放心我的话，可以让小翠时刻监视我。可以吗？陆婉面色潮红，想着温浩的建议。可以，非常可以。温浩动作不停，持续给陆婉制造快感，让她答应自己，就按你说的办。温郎，你真好。陆婉环住温浩的脖子，狠狠地吻上了他。温浩索性直接抱着陆婉站了起来，二人拥吻许久。陆婉眼神迷离，温郎，今天多给几次，不要联系我。温浩加快攻势作为回应。一天一夜后，陆婉心满意足地睡了过去。温浩走出房间，朝着丹店走去，小翠紧随其后。他打算去买一些回灵丹，省得到时候灵力不够用。小翠总是穿着一身绿裙，那张娃娃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她就在温浩后面紧紧跟随，不发出任何声音，怎么像个闷葫芦一样？温浩看着小翠撇了撇嘴，小翠仿佛没听到温浩说话，依旧一言不发地跟在温浩身后。他走他就走，他停他也停。温浩刚一进入丹店门口，本来对于温浩不甚重视的小厮，看到温浩身后住机器的小翠后，全都围了上来给温浩端茶倒水，最后还有主事亲自接待。有个住机器跟着就是不一样。温浩暗道，人家主事那都是接待大宗生意的，温浩买的这些回灵丹都不够主事手指头缝里露出来的，但谁让温浩带着个筑基呢？温浩花费1块灵石买了一瓶回灵丹，主事亲自将回灵丹交到了温浩的手上。师弟，这是您的回灵丹。主事陪着笑。温浩点点头，拿着那瓶回灵丹走出丹店。刚一出门口，突然有一道人影撞上了他。那人看起来瘦弱无比，好似营养不良一般。对不起，对不起。那人连连道歉，然后跑入了人流之中。温浩只当他是害怕自己杀了他才跑的，毕竟魔宗的风格就是这样。但随后他便感觉不对，举起之前拿着回灵丹的那只手，惊道：卧槽，我的回灵丹呢？温浩这才意识到刚刚那个人是一个小偷，什么害怕自己，完全是人家得逞之后逃之夭夭了。系统，给我学习轻身术，然后再升到5级。轻身术是温浩从刘猛那里得来的，刘猛的储物带有不少黄阶法术，温浩一直没决定好学哪个，但今天这事儿让温浩下定了决心。丁，轻身术已升级，目前等级 DV5，算上学习的花费，一共花了5块灵石，并且直接将轻身术顶到了5级。温浩当即便施展出来，他顿时感觉自己的身体变轻了，速度也变快了，他的步伐变得轻盈，每一次跨步都如同风中的柳絮，飘渺而又迅速。什么东西唰的一下就过去了？不知道，只看到了一道影子。周围的人全都被温浩的速度所震惊，看着温浩瞬间远去的背影，议论纷纷。黄阶法术提升到5级一样不俗，温浩心中惊叹，他是见过刘猛施展轻身术的，但刘猛的轻身术也就比没施展之前快上1分罢了，哪像温浩现在这样，直接将速度暴增好几倍。很快，温浩便看到了那个瘦小的身影，那道身影仿佛也发现了跟上了他的温浩，速度再次提高了1分，竟然比我5级的轻身术还快。温浩惊讶，5级的轻身术绝对能比得上1级的玄阶速度法术，难道这小子有玄阶法术？温浩心中怀疑。系统，学习追踪术，再给我提升到5级。又是5块灵石的消耗，温浩脑海里瞬间有了追踪术的施展方法。温浩屈指一弹，一道只有温浩自己能感受到的无形气息瞬间附着在那瘦小身影身上。下一刻，温浩的脑海里就自动浮现出了那人的位置。既然追踪术已经成功标记了小偷，温浩索性也就不再着急，取消了轻身术，慢慢悠悠地乱逛着。原来你在这里。温浩嘴角勾勒出些许弧度，他感受到了那小偷的位置已经有将近1刻钟没有动过了。温浩当即施展轻身术，向着小偷的位置快速赶去。这是一座宅院，虽然不大，但任何能在血海
宗治下一处哪怕极小的宅院都不是简单之辈。温浩推开门，走进了院子里，只见院中有7个人围在一小堆丹药周围，看样子是在进行分配。听到了开门的声音，一个蒙着一只眼的人瞬间朝着温浩望去，狠声道：“你是谁？为什么来我独眼龙的地盘？你们有人偷了我的东西。”温浩指着那个瘦小的小偷说道：“你说瘦猴偷了你的东西，你有证据吗？你就瞎说，信不信我废了你？”独眼龙恶狠狠地盯着温浩：“你先等会儿。”温浩跟独眼龙说了一声，转身出去。哈哈，这小子这么胆小，还敢来我独眼龙的地盘。独眼龙看着温浩转身离开的样子，哈哈大笑：“小翠，你跟在我后面。”走出去的温浩看着小翠说道。小翠看了温浩一眼，没有说话。温浩是想借着小翠的事压一压那个独眼，所以才想让小翠也跟他进去。但现在小翠好像看出了温浩的想法，让温浩不禁有些心虚。温浩继续说道：“帮忙，什么都不用你干，你只需要站在我后面就行了。”小翠点了点头，同意了下来。温浩再次转身走进院子里，这个时候独眼龙的笑声还没停下来呢，但他看到筑机器的小翠之后，突然就笑不出来了。“师兄，你的丹药是哪瓶？我给你拿过去。”独眼龙见温浩竟然带着筑机器的小翠，立马换了态度：“就是那个。”温浩指着自己的回灵丹说道。独眼龙立马多拿了2瓶回灵丹，递给温浩：“师兄，刚才师弟有眼不识泰山，还望您别见怪。你耽误了我这么长时间，2瓶回灵丹就想将这事儿翻篇了？”温浩冷眼看着独眼龙，冷哼一声：“那师兄您的意思是？”独眼龙问道。温浩伸出5根手指，独眼龙当即对着后面的人说道：“再拿5瓶回灵丹来。”温浩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是说我要50块灵石。”独眼龙目光阴沉地看着温浩，说道：“师兄有些不地道了吧？”温浩皮笑肉不笑：“你们偷我东西就得承担后果。魔宗的精髓已经被温浩掌握了，在魔宗就得行魔道之事情，不就是敲诈勒索吗？咱会，我们身后也是有筑机器的，师兄你还是考虑清楚为好。”独眼龙咬牙道。“哦。”温浩诧异，想不到以偷为主业的这些人背后还站着筑机器，既然这样的话，那得少要点了。现在我已经被圣子盯上了，不能再凭空树敌了。温浩暗暗思索，不止如此，我背后的人和圣子有着密切的关系。独眼龙心中得意，按道我把圣子搬出来，你总害怕了吧？一听圣子，本来打算就这样算了的温浩瞬间来劲了，100块灵石，少1块都不行。既然已经得罪圣子了，那就得罪的再狠一些。我们可是圣子的人。独眼龙见温浩不仅没害怕，反而在听到圣子的名头之后更来劲了，不由得重复了一遍。温浩将身份牌甩到独眼龙的身上，淡淡道：“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圣女的人。”独眼龙震惊，他的靠山也只是和圣子的手下有过接触，但温浩却是圣女府的人，算是圣女嫡系。独眼龙不知道温浩其实只是一个孤家寡人，根本没有凭借圣女府的身份组建关系网。在他看来，圣女府的人想要搞死他们简直轻而易举。这下独眼龙是真的慌了。独眼龙将自己和其他6个人身上的所有储物袋全都交给了温浩，哀求道：“师兄，我们偷来的东西全都得上交，也没有多少灵石在手，这30块灵石你拿着，还望师兄放我们一马。”温浩有些怀疑，这么多人竟然只有30块灵石。他拿过几个储物袋，仔细检查了一番，发现还真是穷得离谱。他怜悯地看着那几个人，将地上的那些价值10几块灵石的丹药也都收走后，便离开了这里。“大哥，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瘦猴走到独眼龙跟前，有些不甘：“难道你还想教训他？他可是圣女府的人，一句话就能让我们全死无葬身之地。”独眼龙对温浩有着深深的忌惮。“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拿走了，到时候向上头给不出足够的灵石，我们同样没命了呀。”瘦猴满脸担忧。“无妨。”这时一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前辈。”独眼龙几人全都恭恭敬敬的拱手。来的这人正是独眼龙所说的筑基靠山，这个月的灵石你们就不用交了。年轻男子对着众人说道。还没等几人回话，他便继续道：“至于原因，你们就没必要知道了。”说完，年轻男子便不见了身影。另一边，温浩还在感叹圣女府的身份好用。系统开锁升级到3级要多少灵石？温浩现在手握41块灵石，尝过开锁甜头的他打算升一升开锁技能。100块托管时间怎么获得呀？温浩突然想起系统还有一个托管功能呢。他现在回想起这个功能，都能感觉到系统托管的强大。当时就连金丹后期的鹿婉都毫无反抗之力，每7天都会赠送1颗钟。灵石太少，升级不了开锁，托管又根本用不到灵石，温浩只好将灵石花在了其他法术上面。血符术 LV 2LV 3，木字术 LV 2LV 5，火龙术 LV 0 LV 5。一番升级下来，温浩的灵石数量骤减，只剩下了3块灵石了。掌握了4门5级黄阶下品法术和1门3级玄阶下品法术，温浩现在的实力也算是货真价实的炼气巅峰了，领取任务也有底气了。至于那10级瓶丹药，全是回灵丹和回春丹，温浩寻思着自己也能用，便全放到了储物袋之中。再次来到功勋殿的温浩，不再只接一个任务了，他将地点在黑风山脉的任务全接了，炼气初期到炼气巅峰都有，反正就算完不成也没关系。黑风山脉对于温浩来说还算是安全的，
那里以炼气期的妖兽为主，就算有筑基期的妖兽，也都在内围，外围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接待还是那个接待，但却与温浩第一次来的态度完全不同了。接待带着谄媚的笑容给温浩办理好，并且还免费给了温浩一个地图。温浩冷哼一声走出了功勋殿。小翠，你有飞行法器吗？温浩和小翠站在功勋殿外大眼瞪小眼。我只负责监视，不要妄图让我干任何事。刚刚让你借势已经超出我的职责范围了。小翠面无表情地说道。温浩无奈，只好将自己所剩不多的灵石花掉2块，租了一个飞梭。温浩小心翼翼地递上了飞梭，将最后1块灵石放在飞梭的灵气槽上后，飞梭摇摇晃晃地飞起来。温浩抓紧了飞梭，生怕自己掉下来。飞梭越飞越高，摇晃着朝着黑风山脉的方向飞去。小翠放出一张飞毯，盘膝坐在上面，跟在温浩的飞梭之后，看起来逼格高多了。好一会儿，温浩才渐渐熟悉了控制飞舟，飞舟也开始平稳了下来。刚刚飞舟的摇晃，差点给温浩摇土了。黑风山脉宛如一条巨龙，蜿蜒盘踞，它是由无数山岭和山谷组成的。远远望去，最高的那处便是黑风山脉的主山，生活着筑基期的妖兽。温浩落在了一片森林之中，这里属于最外围了，筑基期妖兽根本看不上这里，所以说炼气巅峰的温浩在这里就是修为最高的了。温浩迈步进入森林，在他身后一处巨石之后，走出来10个人。这10个人中竟然全是炼气巅峰的修为，为首的那人手中还拿着一个罗盘一样的东西，指针赫然指着温浩的方向。幸亏那些丹药之中被我们下了标记，要不然还真找不到这小子。为首的那人眼神阴冷地看着温浩的背影。走，我们跟上，寻找时机杀了他，别让他有机会逃脱。为首那人说道。他身边一人补充道，温浩旁边那个穿绿裙的女人很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留他一命，让兄弟们好好玩玩。说完，周围便响起了淫笑声。小翠一个筑基期隐藏修为，这些炼气感知不到小翠的具体修为也正常。温浩刚一走近，便有一股腥风扑面而来，涌入他的鼻腔。温浩抬头望去，只见一只巨大的蟒蛇正盘在一棵大树之上，阴冷的树瞳正死死地盯着温浩。一个炼气中期也敢在我面前放肆？掌握好几个法术的温浩现在很心浩，完全不是之前那个连炼气中期鬼修都打不过的温浩了。温浩一挥手，数条火龙径直朝着蟒蛇飞去。蟒蛇嘶吼一声，毫不畏惧地冲向了火龙。蟒蛇和火龙碰撞，温浩再次放出几条火龙加入其中。很快，蟒蛇落在了地上，再无声息。5级的黄阶法术真实用啊，消耗的灵力不多，伤害却不低。温浩暗道。他迈过蟒蛇那烧焦的尸体，走到了那棵大树边上。有妖兽守护的地方都会有灵药存在，这只巨蟒如此敌视温浩，明显这里有什么东西让他重视这里，不允许温浩靠近。温浩抬头一看，树干之处果然长着一朵青色的小花，这朵小花正是温浩的目标灵药之一天青花，10朵就可以换1块灵石，虽然不多，但也算是开门红了。温浩天青花将采摘下来，放在了储物袋之中。突然，周围传来兽吼声。温浩环顾四周，只见10多只妖兽将温浩紧紧包围。什么情况？温浩诧异，按理说一朵天青花只有1只妖兽守护才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妖兽呢？并且这些妖兽修为不等，最高的甚至到了炼气后期的修为，一般炼气后期根本就看不上这种灵药，有古怪啊！温浩看着周围的10多只妖兽，先跑再说。温浩施展轻身术，一个跳跃就跳出了这些妖兽的包围，但妖兽没有放过他的想法，紧紧地跟在后面。这是多大仇多大恨啊！这么追我！温浩越来越感觉不对劲了，他根本就没招惹这些妖兽，但这些妖兽却紧追不舍，根本不符合常理。温浩的轻身术等级可是5级，凭这些妖兽根本追不上。很快，温浩就将妖兽甩开，这小子速度太快了，我们跟不上啊！在后面跟着温浩的那些人看着温浩的身影逐渐消失，忍不住抱怨道：“没事，他身上有我们的标记，还有影兽香，咱们不用怕跟丢他。”为首那人满脸自信。另一边，甩开妖兽的温浩一边走一边思索：为什么我会被妖兽追击呢？他们好像是要吃我。现在想想看，那只蟒蛇看我的眼神中，除了警惕之外，也有一丝想要吃了我的感觉。温浩闻了闻自己身上，我也不香啊，为什么他们想吃我呢？妖兽其实对人类没有想吃的欲望的，他们一般都喜欢吃灵药，当然，急眼了也会吃，但不可能这么多妖兽都饿急眼了吧？温浩百思不得其解，索性也不想了，接着找灵药。可还没走几步，又听见一阵兽吼声传来。温浩望去，只见比之前更多的妖兽朝着温浩的方向跑来。温浩大骂一声，再次施展轻身术逃离。连续1天1夜，温浩都是在妖兽的追击中度过的。不过这1天1夜里也有好消息，那就是温浩终于有了1刻钟的托管时间了。但他肯定不会在这时候用，托管时间很宝贵，现在还不算危机时刻，所以没用的必要。回灵丹只剩下1瓶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灵气迟早耗尽。现在只有2个选择，一是离开这里，2是寻找妖兽追我的原因。温浩躲在一处山谷之中，不断思索着。回去我也不甘心啊，1天1夜了，我只采到了1朵天青花，怎么着也得多弄几株灵药吧。温浩叹了口气，还是决定先找一找被追的原因，反正我有托管时间，容错率极高，实在不行再回去。
温浩想着，老大，那小子跑哪去了？跟着温浩的那些人又把温浩给跟丢了。根据我的感应，温浩离我们并不远。为首那人拿出罗盘，对着罗盘指针指着的方向仔细感应了一番，随后他睁开眼，拿出9个小瓶子，对着身后9人说道：“你们去引妖兽。”说着，他将这9个瓶子分给了其他几人。众人点点头，拿着瓶子朝着另一个方向走了。不多时，老二率先回来了，他手中举着瓶子，身后还跟着几10只妖兽，其他人也陆陆续续的赶回，所有人身后都有妖兽跟随。温浩，我用这些妖兽直接将你藏身的山谷围了，我看你还能往哪跑？老大看向那些妖兽，露出笑容。走！老大挥挥手，带着几人和后面的众多妖兽朝着温浩藏身的那个山谷赶去。等将妖兽引到温浩所在的那处山谷中的时候，所有妖兽全被某一个方向吸引，发了疯一般朝那边跑去。手拿瓶子的几人换了一个方向，继续去引异兽过来。此时的温浩还在思索着自己吸引妖兽的原因，忽然他意识到自己所在的这个山谷太危险了，如果被围根本跑不了。温浩赶紧跑出山谷，但还是晚了。他听见了震天动地的兽吼声，光听声音就能知道这次来袭的妖兽数量绝对少不了。山谷的某一处出口，密密麻麻的妖兽堵在了那里，不断的涌了进来。当妖兽看到温浩的时候，瞬间兴奋了起来，奔跑的速度竟加快了几分。很快就有不少妖兽到了温浩近前，他赶紧调转方向查看另外一处出口，但那处出口之处也堵满了妖兽。温浩不甘心的将所有出口都看了一个遍，身后已经跟着上100只妖兽了。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这里不乏会飞的妖兽，飞梭用不了，更何况温浩已经没有灵石了，之前剩的半块在之前的妖兽追击中消耗掉了。操，这一定是有人在搞鬼，不然我何德何能吸引这么多的妖兽堵我啊？温浩咬牙，圣子。温浩得罪的人只有圣子了，并且他也有这个能力。小翠，这种情况你不出手吗？温浩看着小翠，小翠依然面色平静地站在温浩不远处，就算温浩遇到了危险，也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我的职责就是监视你，不要指望我救你。小翠语气冷淡，完全不理会温浩那求助的眼神。操，起初还想着有小翠这个战力会好很多，但谁他妈知道他竟然就这么看戏，早知道还不如不让他来，他他妈什么用都没有啊！温浩心中骂骂咧咧的。小翠仿佛是看出了温浩骂他，问道：“你现在在骂我？”温浩愣了：“你真牛逼啊，这都能猜到。”温浩没搭理小翠，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哎，只能靠系统了。既然小翠不出手帮忙，温浩只有让系统托管才能活下来。说实话，刚刚获得的托管时间还没5热乎就用掉，温浩有些不舍得。但现在这情况，不舍得就得死，死了以后留着托管时间也没有用了。系统托管让我逃出去，温浩说道。他想着，如果系统托管以后，凭借系统的能力逃出去，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吧，没准到时候还能剩下一些时间。上方，看来咱们兄弟几个无福享受绿群女人的滋味了。这么多妖兽，一会儿估计连骨头都见不到了。老二已经将附近所有的妖兽都引了过来，现在正陷在老大边上，从高处看着温浩2人。等回去，我给你找个更好看的。老大笑着说道。老大，他要突围了。老二突然开口。无妨，他不可能突围出去的。老大淡淡道。温浩身上有引魂香，妖兽全都会向他的方向汇聚。现在他的身边就已经有上100只妖兽了，再等一会儿，他周围的妖兽会越来越多，他逃不掉的。今天温浩必死无疑。老大显得很有自信，但下一刻他便直接呆愣在当场。下方被妖兽包围的温浩气势忽然一变，一双眸子当中没有任何情感，他手指朝前方一点，瞬间所有妖兽全都静立不动了。之前面对陆婉的时候，接触一下就让陆婉失去了所有力量，现在更离谱，点一下就给一个方向的所有妖兽定身了。温浩震惊无比，系统，你用的是什么能力？怎么这么离谱？温浩问道。开锁 LV5。系统的回答让温浩愣了一下，但随即便是大喜。开锁技能升级以后，原来这么离谱。场中，系统温浩不断转身，手指点着虚空，将所有的妖兽全部定住。但他定住那些妖兽后，却没有选择逃离，而是直接放出无穷无尽的血色蝙蝠，铺天盖地的涌向那些被定住的妖兽。每只妖兽身上都挂满了血符，不一会儿，周围上100只妖兽便全化为了干尸。什么？在上方看着这里的老大是最震惊的，温浩竟然瞬间就将上100只妖兽给击杀了，简直惊为天人。不可能，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修士？我不信，这不是真的。老大摇着头喃喃自语。撤吧，老大，这次杀不了温浩了，我们下次再找机会。老二说道。老大深受打击，仿佛听不到老二说话一样，还在那里摇头喃喃。老二无奈，只好和其他几人拉着老大撤离了。另一边，温浩见周围的妖兽瞬间被灭，当即说道：系统，我要取消托管，一旦托管，除非持续1刻钟，否则无法主动取消。系统机械声音响起，温浩顿时懵逼了。卧槽，我本来还想着能省就省呢，没想到还是不能取消的。系统你太坑了。温浩恨得嘬牙花子。系统温浩在击杀周围妖兽之后没有停留，而是寻找妖兽主动出击。一时间，
山谷之中妖兽的惨叫声接连不断。到现在，系统温浩击杀的妖兽数量何止上千，他的身体早已经染上了极为浓重的血腥味。现在的妖兽不但不追击温浩了，反而看见他就转身逃离。他的身上已经有了些许煞气了，可以对妖兽进行短暂的震慑了。小翠看到温浩就逃的妖兽，心中无比震惊。煞气这东西可遇而不可求，有的人整天都在杀妖兽，都有可能形成不了哪怕一丝的煞气。但温浩杀了1000多只，就形成了煞气的雏形。煞气的形成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那就是在杀戮的时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没有喜悦，没有快感，没有恐惧，只有平静。不管是杀什么，都要像喝水那样，仿佛那是自己本来就该做的一件小事。这就是一个天生的魔头啊！小翠心中感叹。系统还在持续追击妖兽，惨叫声渐渐减弱，直到平息。没妖兽了呀，这还差几息才够1刻钟呢。温浩一直在计算着时间，对于系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击杀将近3000只妖兽，温浩也很震惊。温浩本以为丧失目标以后，系统会站在原地等待，谁知系统温浩竟然直直的朝着小翠冲了过去。卧槽，停下，停下啊！温浩大惊，距离托管结束的时间只剩下几息了，连准备工作都做不完啊，顶多就是脱个衣服，根本开不了锁呀。到时候小翠还不得将温浩碎尸万段。果然没出温浩所料，系统温浩在小翠的震惊中禁锢了他的修为，然后将他那翠绿色的裙子脱下，露出他那雪白的肌肤，晃眼的雪白瞬间跳到了温浩的眼睛里。就在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托管结束了，温浩的手放在小翠柔软之处不动了。那个，你听我解释。温浩收回手，尴尬的笑了笑。温浩，我要杀了你！小翠咬牙切齿，但他的修为还没恢复，根本奈何不了温浩。他看着温浩，心底泛起一丝异样。小翠不知道这丝异样到底是什么，但她看着温浩的时候，心中的杀意竟然在慢慢减弱。她想到了每次温浩和圣女缠绵在一起的时候，她在门外守着，每次听到声音就不由得失了身。那种事情到底是什么感觉？小翠想着。温浩见小翠还在死死地盯着自己，连忙解释：“我真不是故意的，我刚刚用了一个副作用很大的功法，会被异性吸引，但最后我控制住了，没有进行下一步。我保证，这个功法我以后不用了。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这一次的唐突。”小翠没有理会温浩，默默地捡起地上的衣服穿了起来。小翠不说话，温浩也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想法，但温浩知道，如果不在小翠恢复修为之前让她消气，那自己就活不成了。小翠，我可是圣女的枕边人，你真的要杀我吗？温浩在小翠耳边小声说道。小翠穿衣服的动作突然顿住了，她感受着温浩在耳边吐出的热气，又想起之前在圣女房间外听到的声音，下边竟又湿了。放心吧，我不会杀你的。小翠的声音平静，听不出喜怒。温浩心中松了口气，小翠不杀自己就万事大吉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吸引异兽吗？小翠突然开口。温浩诧异，这还是小翠第一次主动和自己说话。他问道：为什么？因为你被下了引兽香，这种香会特别吸引妖兽。小翠说道。你既然知道，那你之前怎么不告诉我？温浩忍不住问道。我只负责监视你，别的事情我一概不管。小翠语气不变。那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温浩疑惑。小翠前后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不知道。小翠摇了摇头，她也说不清她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温浩又问道：那引兽香怎么解决？你已经解决了，你现在身上有煞气，会对妖兽有震慑，就算被引兽香引来的妖兽看到你也会逃离的。小翠将衣服穿好，不再看温浩，温浩也不再说话，二人陷入了沉默。等到小翠修为恢复以后，温浩说道：走吧，来了1天多了，还没一点收获。小翠一言不发地跟在温浩后面。煞气确实管用，每次妖兽被引兽香吸引过来，就被温浩拿满身煞气给惊退，没有妖兽追杀的日子真好啊！温浩感叹。温浩无惊无险地度过了整整3天，这3天来，基本上温浩都没经历过几次战斗，每次只要温浩一到，妖兽便会逃离。3天时间，温浩日夜不休采集的任务物品，换算成灵石的话，足足30块。这还是温浩几乎将时间都花在了寻找灵药的过程上，要不然温浩还能获取更多。别看30这个数字好像不多，但这可是一个炼气期修士1个月的修炼资源。如果让其他炼气期来，估计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赚到这些灵石。这也多亏了煞气。通过小翠解释煞气的形成原因之后，温浩便明白了，系统可不就是没有情绪波动的吗？对于系统来说，煞气实在是太简单了，他想有情绪波动都受不了。当时系统托管下，煞气集中在了温浩身上，也算是这次托管的又一个好处了吧。小翠，你这几天怎么心不在焉的？温浩问道。小翠被温浩问的有些慌乱，眼神躲闪，不敢看温浩。他总不能说心不在焉就是因为温浩吧？到最后他为了不和温浩说话，直接隐去了身形。见小翠隐身，温浩撇了撇嘴，没有说什么，继续寻找灵药去了。七星草。温浩眼睛一亮，前方一处旷阔地面上长着一株七星草，这一棵七星草就能换5块灵石，绝对是一株价值不菲的灵药了。守护七星草的妖兽早已被温浩的煞气给吓跑了。
所以温浩毫无阻碍地来到了七星草的边上。温浩蹲下身来，正打算采摘，就见一只洁白且小巧的手也伸了过来。温浩顿时急了，这特么可是我的战利品，你说摘就摘。他可不管手是不是洁白小巧，直接粗暴地将那只手打开，采下七星草放进储物袋，这才抬起头来看向那双手的主人。只见温浩对面有一个女子，没有因为手被打开而愤怒，正笑盈盈地看着他，这一笑宛若春日里初绽的桃花。这女子穿着一身粉色裙子，头上点缀着精致的头饰，那双眼睛像婴儿一般清澈透亮，如同晶莹的露珠，闪烁着纯真的光芒。你是？温浩心生警惕，刚刚经历过赵元色诱和妖兽围攻的他，现在面对任何人都保持着一些警惕。我叫黄莹莹，我能和你一起吗？女子笑着说道。温浩摇了摇头，冷漠道：不行，这估计又是一个色诱的。如果是之前对于温浩有歹意的人，温浩肯定开锁伺候了，但小翠还没拿下，温浩不敢和别的女人发生什么关系，到时候好不容易开的锁再被陆婉给杀了，那不白费劲了吗？那好吧。女子有些失落的点了点头，转身离开了。难道我猜错了？其实不是色诱。温浩看着黄莹莹离开的背影，有些不确定自己的猜测是不是对的了。算了，管他对错的呢。温浩摇了摇头，不再去想。温浩继续向前走去，看见温浩的妖兽无不转身就逃，可不知是碰巧还是怎地，温浩又遇到了那粉裙女子黄莹莹。黄莹莹正被几个大汉围着，那些大汉还露出淫荡的笑容。几个大汉看到温浩出现，喝骂道：小子，别多管闲事。温浩停下脚步，打算看看事情到底怎么展开，会不会是粉裙女子自导自演，就是为了让自己英雄救美？英雄救美是不可能的。现在温浩对黄莹莹充满了警惕，她的出现有些怪。那大汉见温浩停下，还以为他是怕了，哈哈大笑道：小兄弟懂事，等我们哥几个爽完了给你爽爽，哈哈哈。说着，几个大汉便同时向粉裙女子出手。温浩冷眼旁观，但貌似黄莹莹并不需要温浩的帮助，几下就将那几个大汉全都杀了。这也不像自导自演的呀。温浩看着那几具尸体，心中暗道：如果是自导自演，那这几条人命代价可太大了。就算是魔宗弟子，也不能因为演一场戏就杀几个人吧。就在温浩思索的时候，黄莹莹走了过来。我的实力很强的，我可以跟着你吗？她的大眼睛扑棱扑棱的，充满了期待。你为什么想要跟着我？温浩问道。我感觉你很强，跟你一起肯定能收获更多。黄莹莹一脸单纯的表情。如果黄莹莹的表情不是特意表现给我看的话，那么她的回答就没什么毛病。一个单纯的人想法一定是简单的。温浩心中思考，嘴里说道：行吧，你就先跟着我，谢谢。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一定要吩咐我，不用不好意思。黄莹莹听到温浩同意她同行，显得很开心。温浩点了点头，问道：你可以干什么？我会的可多了，战斗、治疗、逃跑等等，我都会。黄莹莹一脸自豪。你说的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没用啊，妖兽见我就跑。温浩说道。黄莹莹皱起了眉头，忽然她眼睛一亮说道：我可以给你找灵药啊，我的体质特殊，寻找灵药事半功倍，这倒是能帮我很大的忙。温浩摩挲着下巴，对着黄莹莹继续道：那你带路，如果真能寻找灵药的话，那真的帮温浩大忙了。就算黄莹莹心怀歹意，她也认了。为了灵石，承担点风险也没什么，况且这风险没准自己还能承受呢。黄莹莹蹦蹦跳跳的在前面带路，时不时停下，还用小鼻子嗅一嗅，再配上她那副好看的面容，看起来可爱极了。这边，黄莹莹开心道。说完，她对着温浩招了招手，朝着一个方向走去。果然，就在不远处长着一株肉灵芝，旁边还有一只妖兽趴在那里打盹。闻到温浩的气息，她立刻站起身来，面露惊恐，没一会儿就跑远了。温浩走过去，就要将肉灵芝采下来，可手刚接触到肉灵芝，黄莹莹的小手便盖了上来。她的手很软，皮肤很光滑细腻，宛如春日里初绽的嫩叶。温浩抬头疑惑地望着黄莹莹，他笑着说道：咱们得先将怎么分配商量好吧。温浩愣了愣，他之前一直将黄莹莹当作敌人看待，确实没想过分配问题。你2我8。温浩说道。不行，必须5-5分。黄莹莹对于分配问题据理力争。如果没有我，你能这么容易采到灵药？必须2-8分。如果没有我，你能这么快找到灵药？必须5-5分。3-7、5-5，你4我6，不行，咱俩就分道扬镳，各干各的。温浩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底线。黄莹莹想了想，同意了温浩的分配方案。这采的灵药也不能直接切开吧，那样药性直接流失了。温浩说道。不用，我早就想到了，你现在的这颗肉灵芝价值3块灵石，到时候再帮我采一株价值1块灵石的灵药就行了。当然，我只是举个例子，只要到时候我能分到的灵药是总数的4/10就行。黄莹莹语速很快，脸上还带着激动的神色。温浩看着一脸激动的黄莹莹，怀疑是不是自己猜错了。黄莹莹那副样子完全不像是过来谋害温浩的，她那激动的样子就是遇到一个可以让她疯狂采摘灵药的好搭档而该有的情绪。走，下一个。黄莹莹又开始四处嗅了起来，带着温浩左绕右绕的。有了黄莹莹的帮助，温浩储物袋里的灵药越来越多。之前温浩一个人的时候，
3天才摘了价值30块灵石的灵药，有了黄莹莹却只用了2天，温浩就又收获了价值40块灵石的灵药，这比自己瞎碰效率可高太多了。这2天来，温浩怎么看黄莹莹，怎么觉得她正常，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的女子。温浩试探过很多次，有几次甚至直接将后背亮给了她，她都没有什么异常。温浩，跟你搭档实在太爽了，凭我自己根本采摘不到这么多的灵药。黄莹莹蹦蹦跳跳的，看起来很高兴。温浩笑着说道：没你的话，我也采不到这么多啊。2人相视一笑，继续寻找着灵药。突然10个人挡住了2人的去路，那几个人二话不说，齐齐释放法术朝着温浩2人轰击过来。温浩反应极快，数条火龙迎上那些法术，一时间各种法术在空中碰撞，发出刺眼的光芒。你们是谁？温浩对着那10人喊道。然而回应温浩问题的是更加猛烈的攻击。黄莹莹实力也不俗，在法术轰击之下勉强支撑，她和温浩2人并肩站在一起，共同面对着对面的强烈攻势。这到底怎么回事？黄莹莹问道。我怎么知道？我现在也很猛啊。温浩一边应对着对方的攻击，一边回答。其实温浩心中有些猜测，那就是这几个人全是圣子的人，他没别的仇家，如果有人追杀他，那一定是圣子的人。温浩现在怀疑黄莹莹是将这些人引来的，所以他没有动用全力。黄莹莹不知温浩心中所想，说道：咱们这么下去不行，迟早灵力会耗尽的。说完，黄莹莹看着温浩，无比认真地问道：我可以信你吗？温浩愣了一下，心说这不是我的词儿吗？黄莹莹见温浩没反应，又问了一句。温浩重重点头。下一刻，黄莹莹气息瞬间暴涨，温浩瞳孔一缩，燃血大法。在温浩震惊的目光中，黄莹莹的法术强度瞬间提升了好几个层次。一时间，黄莹莹一个人竟压得对面喘不过气来。在温浩的配合下，只是一瞬间就将对面斩杀1人。走！在对面愣神之际，黄莹莹提起温浩，朝着远方疾驰而去。之前黄莹莹说她擅长逃跑，还真不是随便说说，有着燃血大法的加持，直接将袭击2人的那些人甩得老远。温浩甚至感觉这速度比飞梭还快上一丝。被黄莹莹提着的温浩心情有些复杂，一直防备着的黄莹莹竟然在最危机的时候施展燃血大法救自己，看来自己真的想错了。黄莹莹不是圣子的人，圣子的人没必要在自己面前杀了其他的圣子的人，然后再抱种带自己逃吧。温浩暗道，燃血大法的时间马上就到了，现在我们得找个地方藏起来。黄莹莹的气息慢慢减弱，再无之前那种强势。温浩点了点头说道，现在应该已经将那些人甩开了，找个隐秘些的地方先躲几天。2人来到了一处山洞，稍微布置了一番后，黄莹莹的燃血大法终于耗尽了时间，她整个人直接瘫软倒地。温浩眼疾手快地扶住了她，才没让她直接摔到地上。温浩将她抱起，放在早已铺好的树叶上，将山洞封起来吧，我怕被那些人找到这里。温浩点点头，将山洞洞口封了起来，做好隐蔽后，坐在黄莹莹旁边，说道：这几天我来负责照顾你，幸亏修炼之人已经辟谷，要不然温浩还得去找吃的，现在就挺好，坐在黄莹莹身边，注意不要让她受到危险就行。温浩，我没看错你，你真的没有趁人之危。黄莹莹躺在干枯树叶之上，浑身除了嘴巴任何地方都动不了。温浩笑了笑，说道：我怎么可能趁人之危，你放心好了。1天之后，黄莹莹已经可以稍微动一动手指了，但还是不能坐起来。忽然温浩的头有些晕，起初他还没觉得有什么，但是直到他感觉脑袋越来越沉的时候，他才猛然看向黄莹莹。黄莹莹躺在干枯树叶上，正笑意盈盈地看着温浩，是不是感觉脑袋越来越晕了？黄莹莹的声音还有些虚弱，但却能听出来她很满意温浩现在的状态。是你，原来你真的是圣子的人，好啊，你们真是演得好一出戏，竟然让我发现不了任何一点。温浩死死盯着黄莹莹，温浩，这就是你得罪圣子的下场。黄莹莹的表情突然变得阴冷，想不到你们为了演戏演得逼真，竟然直接先杀了一个自己人，这确实是温浩没想到的。他以为魔道再怎么十恶不作，也得顾及自己人的性命吧？哈哈，你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可以为圣子大人付出一切，包括生命。黄莹莹笑了起来，眼神中闪烁着狂热。温浩骂了一声，踉跄着朝着洞口走去，但还没等温浩到洞口呢，洞口处那块负责遮挡的石头便被人移开了。强光照射进来，从外面走进来10多个人，全是炼气期巅峰的修为。这些人温浩在全盛时期都不一定能对付得了，更不用说现在了。温浩，别想着逃了，这个山洞可是我早早就为你准备好的，里面可是布满了毒，你已经中了我的毒，逃不掉的。黄莹莹那虚弱的声音在温浩身后响起。温浩，为了让你放松警惕，我可是煞费苦心啊，现在你用不出之前那种能力了吧？哈哈，黄莹莹再次大笑了起来。温浩这才明白过来，为什么这些人废这么大力给自己下毒，原来是被之前在山谷中的系统托管下的温浩给吓到了。温浩心中苦笑，下不下毒自己都不能用出那种能力了，没有托管时间，用个屁那种能力啊！温浩，你以为你背靠圣女就可以无视圣子了？你太天真了，圣子的实力远比你想象的可怕。下辈子擦亮眼睛，
别再得罪你得罪不起的人了。温浩面前一个男人说道。哼，一个刚进宗门没几天的人，竟然也敢得罪圣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有人附和着，我必须做点什么，要不然死也遗憾啊。温浩不理会那些人的嘲讽，用尽全部力气扑向黄莹莹。黄莹莹现在连动都动不了，比温浩还不如。温浩很容易的就掐住了她的脖子，威胁道：放我走，不然我杀了他。听到这话，所有人都笑了起来。哈哈，温浩，你太异想天开了，我早就说过，我们任何人都可以为了圣子付出一切，包括生命。黄莹莹虚弱的话让温浩感觉是那么的刺耳。温浩看着包围自己的众人，面露绝望之色。这次是真的栽了，要怪就只能怪自己才来这个世界没几天，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这些人可都是魔崽子啊，自己怎么不时刻保持警惕呢？系统托管还有不到10个小时到账，自己怎么也不可能拖到系统托管时间到账。唉，温浩叹了口气，动手。随着为首那人的话音落下，众人齐齐动手朝着温浩打去。就在这时，一道身穿绿衣的女子凭空出现，挡下了所有的攻击。小翠，温浩诧异，其实他根本没指望过小翠。之前遇到危机的时候，小翠就在一边看戏，根本没有出手的想法。他以为这次小翠同样不出手，但没想到他竟然在自己最危急的时刻护住了自己。是你？为首那人面色巨变，这么长时间了，他竟然没有感知到这山洞里竟然还有一个人。他本以为这个绿衣女子没跟在温浩身边，是因为早已被温浩抛弃，没想到她竟然一直隐身在这山洞之中。小翠修为显露，本来面色凝重的众人瞬间战战兢兢。筑基期、炼气期巅峰和筑基初期，别看只差一个境界，战力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一个筑基期完全可以随意屠戮数几十个寻常炼气巅峰，不知前辈可否行个便宜事？这小子是圣子指明要杀的人。为首那人直接搬出了圣子，想靠着圣子的名头吓退小翠。小翠面色平淡，冷声道：不要拿圣子来压我。说完便一挥手，无数血符涌现。筑基期换出来的血符比炼气期的要大得多，也强得多。只一瞬间，那些人便全化为了干尸，黄莹莹也不例外。死后他那不甘心的表情也没有消失。你怎么出来了？还救了我？温浩的头很晕，说这几个自救几乎用尽了他的全身力气。我不知道。小翠摇头，继续道：我的心告诉我，我应该救你。温浩还想说些什么，但他已经说不出来了。不一会儿，他两眼一翻，倒在了地上。小翠将黄莹莹的尸体挪开，将温浩抱了上去，就像之前温浩守在黄莹莹身边那样，守在温浩身边，那种感觉到底是什么样的？看着双眼紧闭的温浩，小翠不由得有些吃了。小翠忍不住伸手抚摸着温浩的脸颊，感受着温浩脸颊上的温度，小翠的俏脸浮现出一抹红晕。她趴到温浩的胸口上，听着温浩那由于虚弱并不算有力的心跳。温浩那迷人的气息直冲小翠的脑海，她情不自禁地挥手褪去二人的衣服，紧紧地抱住了温浩。小翠抱着他，心底涌现出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幸福。即使昏迷也能这样吗？小翠一双杏眼好奇地看着温浩的资本，紧接着她小心翼翼地压了上去，竟然真的可以提升修为。小翠感受着汇入丹田的暖流，修为真的有了一丝丝的上涨。她看着温浩，那双明亮的眼眸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怪不得圣女会如此喜欢温浩。小翠想着，在看不着寸缕的温浩，心中莫名的感觉有些刺激。我这算坚守自盗吗？小翠喃喃，她摇了摇头，不再去想，再次爬了上去。一天一夜后，温浩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雪白映入眼帘，瞬间他双眼瞪大，有些不可置信。我这是在做梦吗？温浩看着自己身上的小翠，怀疑自己还没醒来。你醒了？小翠看到温浩正看着自己，俏脸有些羞红。温浩嗯了一声，小翠停了下来，像个做错事的小孩，说道：对不起，我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温浩这个时候脑子才彻底清醒，也确定了这并不是梦。小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了。温浩诧异，在他的印象里，小翠心里可是只有圣女的命令的。本来他现身主动救了自己，温浩就已经很诧异了，但现在他却在自己身上主动索取。你是不是生气了？小翠看温浩不说话，心里有些紧张。温浩看着已经停下来的小翠，笑道：我怎么会生气呢？说着，温浩翻身拱手一示。温浩早就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做被动的那个人。之前昏迷也就罢了，现在清醒了，还能让小翠占据主动。小翠眼神迷离，很快便沦陷了。还是先去采灵药吧。温浩抽身而出，对着小翠说道：不要。小翠拉住温浩的手，脸上还带着不舍。看来你还是不累啊。温浩笑了笑，再次栖身而上。又是一天一夜，二人在这个山洞之中连战不休，最终还是温浩更胜一筹，在小翠的连番求饶之下取得了胜利。二人休息了一会儿后，温浩穿好衣服走到黄莹莹边上，他的储物袋就在他的腰间挂着，里面的灵药温浩可没忘，拿起一根木棍将储物袋打开，温浩直接袋口朝下全都倒了出来。本来温浩还想着从黄莹莹的储物袋中得到什么好东西呢，没想到里面只有这几天和温浩一起采摘的那些灵药。之后温浩又检查起了其他人，但并没有发现储物袋，想来应该是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所以就没带储物袋吧。还寻思着报复呢，
没想到他们考虑的还挺周全。温浩撇了撇嘴，将黄莹莹储物袋中的那价值26块零食的灵药放进自己的储物袋之中。现在温浩所有的灵药加起来已经价值96块零食了，再采摘一些，等回去交了任务，完全可以升级开锁技能了。想起系统所用出来的开锁技能，温浩心中一片火热，说干就干。温浩带着小翠以山洞为中心，向着周围探索。没有了黄莹莹的能力，温浩的效率不太高。第6天晚上，系统托管又到账了。现在温浩一共有2刻钟系统托管的时间，还有一次是在温浩昏迷的时候到账的。这几天白天温浩带着小翠出去寻找灵药，晚上2人回洞府打得火热，每次都以小翠求饶而结束。温浩又采到了总共价值54块零食的灵药，现在温浩的储物袋中的灵药正好价值140块零食，升级完开锁技能后还可以将血符术升级到4级。小翠也成功的突破到了筑机器中期。明天我们就回去吧，温浩对着身下的小翠说道。明天就回去吗？小翠明显有些不舍，这几天越和温浩接触就越上瘾，等回去以后就没有机会和温浩缠绵了。明天回去吧，我的储物袋都满了，继续留在这里也没什么用。温浩说道。温浩只拿来一个储物袋，黄莹莹那里倒是有一个，但被温浩开锁破开以后，储物袋就没办法储物了。那你今晚多给我几次。小翠凑到温浩耳边，口吐热气。放心吧，你不求饶，我不会放过你的。温浩欺身而上，小翠的娇躯映入眼帘。今晚的战斗异常激烈，但温浩越战越勇。经过这几天和小翠缠绵，温浩发现了自己总是能保持精力旺盛的原因，他竟然可以在缠绵之中恢复精力。别人都是越缠绵越精神萎靡，温浩不一样，他越缠绵越精力旺盛。每次白天去寻找灵药的时候，晚上和小翠缠绵都会明显感觉到精力和体力的恢复。这功法可太牛逼了，温浩心中再次给系统点了一个赞。千万不要停，要一直。小翠紧紧搂住温浩的脖子，舍不得撒开。温浩看着小翠这个样子，笑了笑。之前每到这个时候，小翠都会开口求饶，但今天却依然紧紧地粘在温浩身上。天渐渐亮起，小翠躺在温浩的胸口上，一双美眸直直地望着他。温浩吻了一下她的额头，问道：圣女身边还有没有别的比较亲近的人？小翠知道温浩是什么意思，说道：放心吧，圣女身边只有我们的事不会被圣女发现的。温浩放下心来，拿下小翠就说明以后圣女不会知道自己接触别的女人了。2人稍作休息后，穿好衣服走出洞口。温浩看见黄莹莹的尸体，突然沉默了。圣子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不断黏着温浩，让温浩很不爽。他突然有了一种组建势力的想法，用来应对圣子。怎么了？小翠见温浩突然停了下来，问道：圣女有组建势力吗？就像这种？温浩指了指黄莹莹的尸体。小翠点头，有的。咱们血海宗低阶弟子之中最大的势力就是圣女一派和圣子一派，2派势均力敌。那我能不能在里面当个小领导？温浩问道。他寻思，与其自己从零开始，还不如直接借助陆婉的势力。小翠想了一下，说道：虽然一直是我在管着那些人，但我其实做不了主，你还是得跟圣女去说。温浩点点头表示了解，随后2人便上了小翠的飞毯，朝着血海宗的方向飞去。在距离血海宗不远的地方，小翠2人降落下来，开始步行走向血海宗。如果一起乘着飞毯的话，免不了会传入圣女的耳中，所以2人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到了功勋殿，温浩将储物袋里面所有的灵药全都倒了出来，那堆积成小山的灵药让接待弟子直接愣在了当场。愣着干什么？赶紧过来点一点。温浩不满地冷哼一声。接待还是原来那个接待，听到温浩的冷哼，他立马一个机灵，手忙脚乱地清点着灵药的数量。注意点，别点错了。温浩说道。是，小的多点几遍。接待露出谄媚的笑容，将那小山一般的灵药点了好几遍。师兄，这是您的灵石。接待将灵石奉上，始终保持着谄媚。温浩接过灵石，不多不少，正好140块。将灵石收好后，便转身离开了功勋殿。待温浩走出去以后，周围瞬间议论纷纷。这是谁啊？竟然拿出来这么多的灵药，从来没见过这样1号人，这也太厉害了吧！看那灵石的数量足够我用好几个月了。温浩走出去后，迫不及待的心里默念系统，紧接着刚刚拿到手的灵石瞬间消失。叮，开锁 LV2 LV3 血符术 LV3 LV4。系统，开锁升级到4级要多少灵石？1万块。听到1万块，温浩瞬间萎了。1万块那得怎么赚啊？自己费心费力半个月，这才赚到140块。照这么算，温浩的不眠不休采4年灵药才能攒到1万灵石，需要的灵石太多了，采灵药已经行不通了，必须得找点别的赚灵石的方法。成为圣女一派的主事，每个月都有不菲的灵石，看来我得抓紧了。温浩想了想，迈步朝着圣女府走去。小翠早已赶回了圣女府，就在陆婉房间门口站着。温浩来了后，小翠目不斜视，和往常一样，演技极好。温浩刚到门口，还没来得及推门，门便自己打开了。一道身影，雪白的身影瞬间冲了过来，扑到了温浩的怀里。温郎，我好想你。圣女紧紧搂着温浩，半个月看不到温浩，陆婉每天过得都不好。今天温浩进来，陆婉便迫不及待地冲了上来。随后他挥挥手，身后的门啪的一声关上了。
温浩的衣服也被脱下来了。温浩抱起陆婉，二人在门边就展开了战斗。小翠与二人只有一门之隔，听得真真切切，让他不由得想起之前和温浩缠绵的画面，还想再和他缠绵啊，可惜他就住在这里，没有机会了。小翠心中叹气。屋内，温郎，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陆婉不断迎合着，喘息着。我也想你啊，一刻见不到你，我便想你一刻。温浩柔声说道，随后便加快攻势，让陆婉知道自己到底有多想他。温郎，我感受到了，你很想我。一番激战，陆婉双眼已经迷离。温浩说道，我能不能去你的势力下当个主事？陆婉虽然很舒服，但还是说道，你可以去，但你必须凭借自己的本事当上主事，我是不会帮助你的。温浩不满，再次翻身上马。二人激战到了晚上，陆婉已经神志不清。温浩问道，你为什么不会帮我？我帮你只会害了你，一切靠你自己才是对你好。陆婉断断续续地说道。温浩叹了口气，陆婉还是那个陆婉啊，不会给自己提供任何帮助，在他看来，还是争抢夺才是正确的。让我歇会儿好吗？开口求饶。你难道不舒服吗？温浩看着陆婉美妙的身躯，笑着问道。舒服，但我太累了。陆婉已经没有体力迎合了。温浩不允，持续冲击着。二人交战了一天一夜，整个夜晚都是在陆婉的求饶声中度过的。温浩站起身来，一阵神清气爽。陆婉幽怨地看着温浩，说道，你一点都不心疼人家，我这不是想你吗？温浩凑近亲了一口陆婉，穿好衣服走出房间。温浩看向在外面站了一天的小翠，说道，小翠，跟我去一下堂口。温浩语气平淡，没有什么异样。说完，温浩带头朝前走，小翠静静地跟在后面，就像之前一样。二人走远之后，小翠小声说道，昨天圣女太大声了，我在外面听得都想你了。温浩笑了笑，同样小声道，等有机会我好好满足满足你。圣女一派的堂口在一处巨大的院子里面，温浩走进去就感觉这个院子很气派，但他没有多看，刚一进门便大声喊道，主事在哪里？赶紧出来见我！何人敢来我们这里闹事？从里面冲出一个黑脸大汉，一双牛眼怒瞪着温浩。你是主事？温浩说道，我不是主事，但我们主事也是你能见的。说，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大汉声音很大，即使离得很远，温浩也感觉耳朵被震得生疼。我是来当主事的。温浩缓缓道。大汉大笑了起来，看着温浩嘲笑道，你是不是还没睡醒？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当然知道。温浩面色平静，你知道还敢来这里闹事？黑脸大汉怒道，今天就让我来教训教训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大汉身前瞬间浮现近百只血色蝙蝠，怪叫着直直朝着温浩冲去。温浩冷笑一声，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紧接着他身前同样浮现近百只血色蝙蝠，只不过温浩的蝙蝠比那大汉的蝙蝠整整大了1倍。4级的血符数选不是大汉那2级所能比拟的，一旦血符数到了4级，温浩可以瞬间换出10000只血符来，并且每只体型都翻一番。现在对面大汉只是2级血符数，温浩100只血符足矣。果不其然，大汉的血符根本就没坚持多长时间，就被温浩的血符蚕食殆尽。在大汉不可置信的目光中，温浩的血符冲向大汉，将大汉紧紧包围了起来。我认输了！大汉紧忙喊道，毕竟都是以后的手下，温浩也没有下死手，在大汉认输的时候将血符召了回来。谁在我圣女一派堂口撒野？一道清冷的女声传来。温浩抬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着一袭深蓝色长裙，缓步朝着温浩走来，裙摆随着他的步伐轻轻摇曳，他的步履轻盈，却又不失沉稳。你是这里的主事吗？温浩看着身姿挺拔的女修问道。我是这里的主事，蒋瑶。你又是何人？蒋瑶走到温浩身前，一双丹凤眼冷冷地看着温浩。近距离之下，温浩才注意到他的鼻梁高挺，唇线分明，脸庞上带着一丝阴气。温浩，蒋瑶没听过这个名字，他皱着眉头问道，你是谁派来的？圣女。温浩淡淡道。蒋瑶英气的脸上露出诧异之色。温浩嘴角勾起，我来这里当主事，你让位吧。温浩的一句话直接让蒋瑶笑出了声。你说你当主事，你就当主事了。你说是圣女的人，但是空口白牙，我怎么可能相信？温浩无奈，本来他还想骗一骗蒋瑶，让他直接让位呢，但他根本不上当。小翠是跟着温浩的，但小翠又不能出面帮他，所以温浩只能和蒋瑶战上一场了。既然你不让位，那我只好自己拿了。温浩直接将全部血符都换了出来，足足10000只血符给人造成的震撼是相当大的。大成的血符数，蒋瑶面露震惊，但随后他便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同样施展血符数来对抗温浩的血符，但不管是体型还是数量，完全不是温浩的血符的对手，只坚持了比之前那个大汉久一点，但依然没有逃过被蚕食殆尽的命运。随后蒋瑶法术接连不断，就连其他的玄阶法术都有好几个，但奈何他没有一个法术是修炼到大成的，根本打不过温浩。蒋瑶那英气的脸上全是倔强，就算打不过，依然还在持续不断的朝着温浩释放法术。温浩神色淡然，巴掌大小的血符不断的从他的身前出现，补充到半空中。蒋瑶的法术根本到不了温浩这里，就全被漫天的血符阻挡，并且血符距离蒋瑶的距离越来越近。很快，蒋瑶的身上便挂满了血符，
只要温浩一声令下，蒋瑶就会变成一具干尸。但温浩没必要杀这些注定要成为自己手下的人。他挥了挥手，散去了血符。蒋瑶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双眸空洞，他的声音微弱而颤抖，带着无尽的无奈说道：“我输了。”温浩走到他的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道：“我当主事，没问题吧？”蒋瑶空洞的眼睛看向温浩：“你真的是圣女的人？”温浩还没说话，小翠的身影出现在了蒋瑶面前，他对着蒋瑶点了点头。蒋瑶这才说道：“那以后你就是我们的主事了，我现在去召集大家。”温浩笑了笑，说道：“没必要召集他们，只要通知一下就行了。以后这里还是你管，有任何解决不了的事情再找我。”温浩只想拿钱不想办事，他直接任命蒋瑶为自己的副手。蒋瑶是一个权力心极重的人，本来主事之位被温浩夺去还很失落，但听到温浩说他还能管理，顿时心里一切阴云都一扫而空。蒋瑶立马露出笑容，带着温浩走进了大厅之中，让温浩坐上主位，而他自己坐上副位。他主动介绍道：“咱们一派一共有500个炼气巅峰的核心人员，其他外围人员不计其数，他们每个月都会上交一笔零食，其中一部分交给圣女，一部分用于日常开支，剩下的便是主事的了。主事每个月大概能拿多少零食？”温浩最关心的就是零食，主动问道：“之前我每个月能拿大概300块，300块不算少。”温浩对于这个数字还是满意的，自己什么都不干，到时候白拿300块零食，这种美事儿可不好找。蒋瑶继续说道：“和我们派系势均力敌的是圣子一派，每次争抢任务都会有摩擦，各有胜负。”抢任务？温浩疑惑。是的，有些简单的任务，但奖励高的任务，普通弟子根本抢不到。这些任务基本上都落到了我们2个派系之中。蒋瑶解释道：“没想到还有这种好处，到时候我想要做任务的话，完全可以通过派系啊。”温浩双眼放光，暗暗点头。最近有什么事儿吗？温浩随意问了一下。他本以为会没什么事情，但没想到蒋瑶竟点了点头，说道：“最近不知什么原因，圣子一派接连挑衅我等，我们2个派系的摩擦渐渐加剧，还能是为什么？当然是你们可爱的主事我了呀。”温浩暗道，他一听便知道圣子肯定是因为自己。妈的，圣子是真小心眼啊！温浩忍不住出声骂了一句。蒋瑶点头赞同：“行了，这里有住处没有？我就在这里住下了。”温浩说道：“有的，跟我来。”说着，蒋瑶站起身，带着温浩朝着房间走去。“这里每天都会打扫，您可以放心住。”蒋瑶将温浩带到房间后就退了出去。温浩四下打量了起来，依然没什么装饰，布局也很简单，但对于温浩来说，只要有床就够了，就算什么都没有，温浩照样能住。小翠身形缓缓在房间中浮现，她挥手布下一个隔音术，便迫不及待地扑向温浩的怀里。“温郎，你真聪明，竟然想到在这里住下，今天你一定要好好满足我呀！”小翠紧紧搂着温浩，下一刻2人便变得光溜溜，那翘挺的丰臀就像丰盈的桃子，极有弹性。温浩直接进入战斗状态，小翠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周围已经被布下了隔音术，小翠不用压抑自己，可以完全放开。她迎合着温浩，2人渐入佳境。“温郎，我已经到达顶峰了。”小翠呻吟着。温浩再次加快速度，让小翠的顶峰更顶。“我不行了，温郎。”小翠已经气喘吁吁，面色潮红，又是一夜无眠，最终在小翠的求饶中结束。一早，温浩神清气爽地走出门，而小翠还在温浩的房间里休息。“我根本支撑不了一夜，要不要再找个人帮忙呢？”小翠看着温浩的背影，想着找的话找谁呢？小翠思考，突然她想到了一个人，蒋瑶。她眼睛微亮，当即小翠直接连休息都不休息了，便来到了蒋瑶的房间。小翠的动静惊醒了正在打坐的蒋瑶。蒋瑶本来闭着的眼睛瞬间睁开。“谁？”“是我。”小翠轻柔的声音响起。“翠前辈。”蒋瑶看见小翠之后，直接站了起来，对着小翠行礼。别看小翠面对温浩的时候一直在求饶，但对于别人，她可是货真价实的筑基期前辈。“不知前辈来晚辈，这里有何事？”蒋瑶小心翼翼地问道。“不知你可有心上人？”小翠问道。蒋瑶摇了摇头，晚辈一直以修炼为重，从没想过什么心上人。那我为你找个心上人如何？小翠看着蒋瑶，那语气不容拒绝。蒋瑶区区一个炼气，不敢得罪筑基期的小翠，咬牙道：“谨遵前辈吩咐。”“你不满意？”小翠眼神转冷，在她看来，温浩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她不容许其他人不满意温浩。她继续问道：“你可知我要给你找的心上人是谁？”“晚辈不知。”温浩。小翠掩饰着自己心中对于温浩的爱意，语气平淡地说着温浩的名字。听到温浩的名字，蒋瑶那不甘心的表情明显变缓了许多。温浩实力强，人长得也帅，最重要的是我靠近他的时候，心里不由自主的想要更加接近他。如果小翠前辈给我找的心上人是温浩，那我没有拒绝的理由。蒋瑶心中暗道。随后他看向小翠，语气带着一丝欢喜：“前辈，晚辈愿意。”小翠看向蒋瑶的眼神再次柔和，说道：“今晚你去他的房间吧。”说完，小翠便不见了踪影。出去的小翠满心欢喜，这下有人给自己分担了，就不会那么累了。小翠心中想着，脚步轻快了几分。她在这里是有自己的房间的，由于还要监视温浩，所以小翠不必再回圣女府，直接在这里住下就行。虽然这个监视有名无实，
但圣女她不知道啊。白天温浩无所事事，在宗门之中随意乱逛，还没溜达多久，便有一人拦住温浩去路。那人长着一双三角眼，他正用他那三角眼死死地盯着温浩。三角眼语气阴冷：“温浩，你死到临头了，知道吗？”温浩一猜就知道这三角眼是圣子的人，别人也不可能认识自己。你得罪了圣子，竟然还敢出来闲逛，真当我们拿你没办法吗？三角眼阴笑着接近温浩，2次打算杀我都没杀成，就凭你们这些草包也能让我死到临头？温浩看着不断接近的三角眼，面色平静。三角眼冷哼一声：“那是你运气好罢了，咱们也别在这打了，直接去擂台，生死无论。”温浩不想和他墨迹，直接去擂台多好，打死了也不用承担责任。在血海宗，弟子们如果上擂台，那么无论生死，对方都不会受到惩罚，但在擂台之外的地方布置杀人的被罚灵石，损坏公物同样得被罚。哈哈，我还怕你不敢去呢，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还替我着想，是怕我被罚灵石吗？三角眼哈哈大笑着。温浩没理会他，率先朝着擂台走去。三角眼冷笑着也跟在了后面。在三角眼的身后，隐隐约约的竟然还跟着10几个人。哼，如果你死在擂台上了，那万事皆休，但如果你侥幸赢了我，你就准备尝一尝被围攻的滋味吧。今天你是不可能活着回去了。三角眼眼中闪烁着杀机，区灵石他是出得起的。只要三角眼杀了温浩，那圣子的灵石还会少吗？至于自己被温浩杀，三角眼是没考虑过的。温浩的实力他早已经打听清楚，擂台并没有裁判，只要上了擂台便是比斗开始。2人上了擂台，二话不说便展开了攻击。一时间双方的血符碰撞在一起，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这个人是谁？竟然得罪了圣子派系炼气期当中实力排名前10的岩礁三。对上岩礁三的那个人估计是活不成了，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竟然敢和岩礁三上擂台，是活够了吗？上一个得罪岩礁三的人坟头草已经1人高了。擂台下围了不少人，温浩对于下边的议论充耳不闻，面色平静地释放着术法。圣子一派和圣女一派势均力敌，温浩连圣女一派的前主事都能轻而易举的击败，这个岩礁三算个什么东西？温浩的身前瞬间出现万只血符，岩礁三的那些血符完全不是对手。大成的血符术，你的血符术应该只有熟练级才对，你什么时候竟然掌握了大成的血符术？岩礁三失声叫道。什么大成熟练的？你的情报早就过时了，别废话了，死吧！下一刻，无数血符附着在岩礁三的身上，瞬间将他吸成了人干。之前蒋瑶也说过什么温浩的血符术是大成，弄得温浩一头雾水。现在又听到了岩礁三也这样说，温浩打算回去好好问问蒋瑶。什么？这小子竟然杀了岩礁三？不可能！岩礁三如此强的实力，怎么可能被人杀？你们难道没见到那1万只巴掌大小的血符吗？大成的血符术，这得杀了多少人啊？他在我们血海宗前途无量。温浩听着下面的讨论声走下了擂台，突然周围出现10几道身影，齐齐朝着温浩冲来，吓得周围看热闹的弟子连连后退，直到不见了踪影。你竟然杀了老爷！你怎么敢杀老爷？其中一人目眦欲裂，他是怎么也没想到温浩竟然这么快就将岩礁三杀了，让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他起初根本想不到温浩有能力杀岩礁三，在他看来，就温浩那2下子怎么可能杀得掉岩礁三？要知道，岩礁三在整个圣子派系的炼气期当中都能排到第8，一个刚进宗门的新人的实力怎么增长得如此之快？这让他心中生出一丝恐惧的同时，也更加迫切的想要杀了温浩。这人绝对不能留！他心中怒吼。温浩冷哼一声，就知道你们得有埋伏，来吧，让你们看看我的实力。说着，温浩再次唤出万只血符飞向那10几人，同时温浩又施展轻身术，在这10几人当中不断穿梭，每次接近一人，温浩便并指点向他手臂的位置，顿时那人便灵力运转不畅，释放法术的速度大大降低。怎么回事？为什么我感觉我的经脉被堵住了？我也是，我现在灵力流转断断续续的，导致我的技能释放都不顺畅了。围攻温浩的几人齐齐大惊失色，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温浩抱着双臂，在不远处看着血符不断攻击着那10几人，本来实力极强的众人，现在竟然连万只血符都对付不了。刚刚温浩用的正是开锁技能，锁匠不只能开锁，也能关锁。3级的开锁的作用之一，便是在接触之下将别人的经脉锁住一段时间，时间虽然不长，但足够血符杀他们了。不一会儿，地上多出了10几具干尸。温浩走近，踢了一脚，骂道：“特么的，老子不发威，还真当我是病猫了！3番5次的来找我麻烦！”呸！温浩啐了一口，便离开了这里。温浩离开这里没多久后，又有10多人赶到了这里。他们看到这满地的尸体后，直接愣在了当场。怎么全死了？这到底怎么回事？从收到消息以后，我们一刻不停地赶来了这里，竟然没赶上。他是瞬间解决的战斗吗？几人不可置信地看着地上的尸体，有些不知所措。另一边，温浩杀人之后便来到了圣女府，在擂台下杀人是要被罚灵石的，温浩又没有灵石，只好来求助陆婉了。门被打开，陆婉见温浩进来，眼波流转，柔声道：“温郎，你是来与我缠绵的吗？”温浩坐在陆婉身边，一脸郁闷地将事情告诉陆婉。
陆婉听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好在你没有损坏周围的东西，这10几条人命，你只需交1000灵石就行了。我现在连1块灵石都没有，这1000块灵石我怎么给啊？”温浩连连叹气，早知道这么多灵石，他就让那些人上擂台了。当时光图痛快了，现在拿不出1000块灵石，懵逼了。圣女说道：“我爱你，可以分批还，还可以分批还。”温浩惊讶，连这个世界都有分期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利息。是的，你现在当上主事了吗？温浩点了点头。圣女继续说道：“那便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去和宗门说一下，用你每个月拿到的灵石还就行了。”温浩再次叹了一口气，本来还想攒灵石等着升级开锁技能呢，现在看来又遥遥无期了呀。陆婉抱住温浩，柔软之处贴在温浩身上，他柔声道：“这个世界就是你杀我，我杀你，没必要叹气的。这就是陆婉的观念，人是必须要杀的，没有灵石都要杀。来，让我好好安慰安慰你。”说着，陆婉一挥手，二人的衣服便全部消失，本来还隔着一层衣服，现在柔软之处更加柔软了。陆婉坐到了温浩的身上，主动为他排忧解难。陆婉的安慰之法确实管用，没一会儿温浩便想通了，那些人迟早都要杀，还不如现在杀了，让自己痛快一把。这几天圣子不断针对温浩，憋屈至极，这一次算是小小的出了一口气，虽然有些伤敌，1000自损800。想通了之后，温浩一阵神清气爽，他翻身将陆婉压在身下，陆婉的美眸中满是爱意。到了晚上，温浩穿衣离开，回到了堂口的房间当中休息。小翠还在这里等着呢，不能厚此薄彼不是？温浩刚一进门，便见一个身影坐在自己的床上，怎么这么急啊？温浩笑着开口。那身影听到温浩的声音，转过身来，看向温浩的眼神有些羞涩。温浩，翠前辈让我今晚来找你。温浩脱口而出，我操！温浩本以为坐在床上的是小翠呢，这才一进门就说出了那句话，没想到竟然是蒋瑶。他说的小翠让他来找我是什么意思？温浩心中疑惑。蒋瑶站起身来，走到温浩面前，面色羞红，我不知道流程，是不是要先脱衣服？说着，蒋瑶便缓缓解开衣服上的扣子，他竟紧张到忘记了是有宽衣法术的。什么情况啊？温浩越看越迷糊，这怎么一回来美人投怀送抱啊？突然，温浩瞪大了眼睛，心道：他说小翠让他来的，不会是小翠改行拉皮条了吧？这个时候，蒋瑶的衣服已经脱掉一半了，大片美景瞬间映入眼帘。等他脱得一丝不挂之后，温浩还在愣愣地站着，他以为这是必要流程，所以便伸手开始脱温浩的衣服了。蒋瑶摸着温浩的胸膛，脸上越发火红，看着温浩，他忍不住惊呼了一声，这是他第一次见到，便有些好奇地仔细打量着。温浩看着长相英气的蒋瑶，竟露出如此小女人的姿态，心里有些火热。他现在哪里还不知道蒋瑶要干什么，当即抱起蒋瑶，将她放到了床上。炼气期修士什么疼痛没经历过，但蒋瑶还是忍不住痛呼一声。听到蒋瑶的痛呼，温浩动作一缓，弄疼你了？我没事，你继续。蒋瑶感受着疼痛中夹杂着那一丝快感，慢慢的痛感越来越低，她的声音开始在房间里回荡，她开始主动迎合，温浩也不断加快着攻势。夜半时分，温浩的房间里突然多了一个身穿绿衣的女子，这女子正是小翠。她本想过来听一听温浩和蒋瑶的进展，没想到越听越响，索性她直接进来了。正沉浸于其中的蒋瑶看到突然出现的小翠，吓了一个机灵。前辈，您怎么来了？小翠没理会蒋瑶的询问，在蒋瑶震惊的目光中褪去衣服爬上了床。小翠从背后抱住了温浩，轻声道：温郎，蒋瑶滋味不错吧？温浩动作不停，转过头亲了小翠一口，我就知道是你，你不吃醋吗？温郎你太强了，我一个人承受不住，怎么可能吃醋呢？小翠感受着温浩散发出的迷人气息，眼神愈发迷离。温浩哈哈一笑，转身拉过小翠，今天就让我好好奖励奖励你。蒋瑶看着躺在自己边上的小翠，还没搞清楚状况，前辈，你们这是？小翠打断了蒋瑶，别说话，好好享受。温浩奖励小翠的时候，同时也不忘蒋瑶。一时间，二女的声音在房间内回荡，声音持续了整整一夜，在天蒙蒙亮的时候才渐渐消失。娇小可爱的小翠和英气逼人的蒋瑶一左一右的躺在温浩身边。没想到我们两个人都不是你的对手。小翠擦着香汗，眼神幽怨的看着温浩。另一边的蒋瑶早已累到支撑不住，睡着了。温浩微微一笑，别说两个人了，再来两个都不是他的对手。太阳升起，熟睡的蒋瑶突然被腰牌的震动惊醒。这腰牌不只是身份证明，同样可以用来传讯，只不过温浩一直没用过罢了。蒋瑶将腰牌拿起，突然他面色一变，圣子派系和我们的冲突加剧了，现在连对方主事都下场了。蒋瑶面色凝重，当即就要穿衣下床。不就是一个主事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温浩淡淡道。不止对方主事，他们还请来了外援，那个外援已将血符术修炼至大成，与温郎你不相上下。说到这里，蒋瑶凝重的表情加重了几分。温浩没有理会外援的事情，反而问了另外一件事，你所说的这个大成到底是什么？蒋瑶有些奇怪的看了温浩一眼，但还是解释道，每个法术都有5个阶段，入门、熟练、精通、大成、巅峰。温郎你的血符术就是第4个阶段，大成。温浩了然，这5个阶段正好对应系统给的5个等级，只不过叫法不一样罢了。
随后温浩才问了问外援的事情。蒋瑶说道，有一些天赋强并且有机会晋升筑基期的人，就算他不加入任何派系，我们也怕得罪他们，等他们筑基以后会报复我们这些炼器弟子，所以每个派系也都会给他点面子。在派系争斗当中，有时候会花费一些灵石让这些人帮忙。圣子和圣女这么好心让一些不属于自己势力的人发展，温浩诧异，这也不符合魔宗的风格呀。蒋瑶解释道，那些人筑基之后同样逃不脱圣子圣女的手掌心，现在他们心高气傲，不好招揽，等筑基以后就知道修行不易了，到时候便会纷纷加入圣子圣女的派系。温浩点点头，不是不收这些人，而是得等筑基以后啊。不行，我也要去请外援了。蒋瑶起身就要走，无妨，有我呢，请什么外援？温浩摆了摆手，制止了蒋瑶。说着，温浩和蒋瑶穿好衣服赶往了擂台，而小翠接着从床上休息。派系之间如果出现大规模冲突的时候，一般都在擂台上解决，要不然宗门的罚款就能让他们倾家荡产。温浩和蒋瑶赶到的时候，两拨人正在对峙，对面为首的那个人身着一身白色直襟长袍，眼中带着阴冷。温浩从蒋瑶口中得知，这就是圣子派系的主事，名叫云承轩。云承轩身边站着的那个人同样一身白色长袍，但他那风度翩翩的气质是所有魔宗身上都看不到的。那人叫周景行，据说他从来没杀过无辜之人，他那一手大成的血符术全是靠着杀那些作恶多端的魔崽子修炼而成。周景行的行为被所有魔宗弟子看不起，但在温浩看来，这人和那些毫无底线的魔宗之人完全不一样。温浩甚至怀疑他是正道中人潜伏在魔宗之中的。你们主事什么时候来？不会是怕了吧？云承轩身后的一个人嘲讽道。放屁，我们主事会怕你们这些臭鱼烂虾？老子都在这等半天了，还不见你们主事的人影，这不是怕是什么？我们主事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等他来了有你们好看。哈哈，我倒要看看一个连来都不敢来的人怎么让我们好看。温浩带着蒋瑶走到队伍最前方，一时间所有的视线都投向了他们二人。蒋主事，主事换成温浩，这些人还没适应过来，还是喊蒋瑶为主事。蒋瑶摆了摆手，说道，温浩才是现在的主事，其他人没见过温浩，只是收到了主事更换的消息。但既然蒋瑶都承认温浩才是主事，那就说明温浩的能力是被蒋瑶认可的，可不是吗？蒋主事认可的都睡着了。温主事，身后的人纷纷对着温浩行礼。温浩摆了摆手问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他们请来了周景行，打算和我们一战定胜负，输的一方以后见到胜的一方都要低头，并且功勋殿发布的任务也要由胜的一方优先选。有人给温浩说着现在的情况，玩得这么大吗？温浩诧异。云承轩阴冷的目光投向温浩，温浩，想不到你一个刚入宗的弟子竟然混到了主事的位置。和圣女派系不同，圣子一派所有人都认识温浩，毕竟温浩可是圣子点名要杀的人，为了讨圣子欢心，他们所有人都将温浩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怎么，你不服？温浩转身对上了云承轩那阴冷的目光，丝毫不惧。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阴谋诡计杀了我手下10多个人，但今天你一定活不成了。云承轩恨声道。云承轩在知道温浩杀了10多个自己人的时候，整个人都懵了。那10多个人即使他自己都不能全杀，更别说只用了那么短的时间了。所以云承轩以为温浩是用了别的手段，看来你这次是奔着我来的了。温浩冷笑，是又如何？温浩问道。你所说的失败一方必须向胜利一方低头，并且胜利一方先选任务，如果你输了，你不会赖账吧？你以为你能赢得了我们？云承轩看着温浩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他摇了摇头，继续说道，以一个刚刚入宗的人不会打得过周景行的，你只要说会不会赖账。温浩撇了撇嘴，这人他妈的听不懂话，当然不会，如果赖账，你们完全可以直接请圣子圣女出手。云承轩显得非常自信，周景行杀了你之后，到时候不仅我可以为我的手下报仇，你们圣女一派也被我打压。云承轩越说越激动，只不过在他激动之下，一闪而过的狡诈谁也没看到。那行，上擂台。温浩点了点头，不管激动的云承轩率先走向擂台。温主事，狠狠地教训他，让他们知道我们圣女一派的厉害。身后众人纷纷开口为温浩壮声势。另一边，云承轩对周景行点了点头，周景行连理都没理云承轩，面色平静地走向擂台。云承轩看着周景行的背影，面色阴沉，但他又不能发作，他还得指望周景行呢。二人上了擂台以后，周景行却并没有出手，而是很礼貌地对着温浩拱了拱手，说道，周景行，受人之托。温浩诧异地看着周景行，这人的风格完全不魔道啊。他心中越发怀疑周景行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心向正道的人。温浩问道，冒昧地问一句，你是怎么加入血海宗的？周景行苦笑一声，当时我正在赶往青云观，但突然眼前一黑，醒来就在这里了。青云宗是南疆正道当中第一仙门，虽然比不过3大魔宗，但3大魔宗其中之一想要攻打青云宗，也是要心力掂量到底能不能承受得住损失，除非3大魔宗联手才能将损失降到最低，但3大魔宗还经常厮杀呢，基本上不会联手。言归正传，温浩听到周景行的话，暗道果然和自己一样是迫不得已加入到血海宗的。这下
温浩心里便有数了，心向正道的人他是不会杀的。擂台下的双方纷纷面面相觑，很不理解为何二人不打架反而闲聊起来了。最终云承轩终于受不了了，大声道：别墨迹了。听到云承轩的催促，周景行再次对着温浩拱了拱手：温师弟得罪了。紧接着身前出现万只血符，但令周景行震惊的是，温浩身前同样有着万只巴掌大的血符，他竟然也将血符术炼至大成了。云承轩心中震动不已，大成的血符术炼气7弟子根本没有多少人能达到。本来找来周景行让云承轩很有信心，但看到温浩同样大成的血符术后，他的自信突然弱了许多。但就算这样，也不可能瞬间杀掉10多个人，他应该还有手段。云承轩眼睛阴晴不定，周景行的死活他毫不在意，他的目的是靠着周景行逼出温浩的手段。如果能将温浩瞬间杀10多个人的手段逼出来，那么就算损失一些利益，云承轩也是不在乎的。只要知道了温浩的手段，那么就能对他的手段做出针对。到时候如果真杀了温浩，那么云承轩就会被圣子看中，前途不可限量。但现在看来，同样都是大成的血符术，温浩的剩余手段不知道还能不能逼出来。圣女派系一方见到温浩那同样大成的血符术，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了一声。拥有如此实力的人，哪个不是心高气傲之辈？这些人根本不会屈居于人下，就算是主事的位置都吸引不了他们。圣女派系的所有人都没想到，他们的新主事竟然是一个天赋丝毫不比周景行差的人。温主事，打死他，打死他！众人的声音明显比之前高了几分。之前可能是因为给温浩壮声势，但现在却是对温浩有着极大的自信。擂台上，温浩指着血符，笑着说道：周师兄，我这血符比之你的如何？看到温浩身前那万只血符，周景行一只平淡的脸忽然阴沉下来。你的血符术竟然也大成了，看来我不必对你这个罪大恶极的魔头手软了。周师兄为何觉得我罪大恶极呢？我就不能和你一样吗？温浩笑着开口。周景行突然一愣，你是说也是靠着杀魔道弟子修炼至大成的？温浩点点头，差不多，确实差不多。温浩的灵石有很多都是从魔道弟子的手中抢来的，像刘猛、黄莹莹全都被温浩杀了，所以换算一下，也算是温浩靠着杀魔道弟子将血符术修炼至大成。对面周景行听到温浩的回答，顿时生出一股同道中人的感觉，他面带敬意，再次拱了拱手：是师兄我唐突了。温浩见铺垫的差不多了，心念一动，万只血符瞬间开动，朝着周景行飞去。周景行不甘示弱，同样操控血符和温浩的血符碰撞，一时间双方的血符厮杀不休，竟谁也奈何不得谁。温浩施展轻身术，躲过血符的攻击，朝着周景行冲去。周景行大惊，他的轻身术竟已达到巅峰，就算是黄阶法术，炼至巅峰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周景行甚至连一门练到巅峰的法术都没有。见温浩冲来，周景行也以轻身术应对，但奈何他修炼不到家，只有大成的轻身术完全不是温浩的对手。慌忙之下，周景行只能施展其他法术来阻碍温浩。但当他看到温浩同样巅峰的木刺术和火龙术的时候，瞬间绷不住了。你到底怎么修炼的？竟然有这么多黄阶法术被你练到巅峰了！他朝着温浩大喊。擂台下的人也都被温浩接连不断的巅峰级法术给震惊到了。虽然云承轩心中也震惊，但他知道温浩就算凭借这些巅峰级的法术，也不可能瞬间杀掉自己手下10多人。温浩一定还有别的底牌，他暴露出来的底牌越来越多了。快了，他瞬杀10多人的手段就快要出现了。云承轩眼睛通红，死死地盯着温浩。擂台上，温浩终于接近了周景行，但却只是拍了拍周景行的肩膀，便快速后退。本来还想亮出底牌的周景行对于温浩的行为很是不解，他止住了亮出底牌的想法，奇怪地看着不断后退的温浩，越看越觉得温浩顺眼。周景行心中那种将温浩视为同道中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他已经有些不想和温浩打了。就在这时，温浩突然散去了空中的血符，场上只剩下了周景行的血符。那些血符没了目标之后，开始将温浩当做下一个目标，齐齐朝着温浩飞去。周景行吓得赶忙也散去血符，生怕伤了这个同道中人。周师兄，你我有相同的志向，难道你真的要帮助云承轩来杀我吗？温浩语气不紧不慢，但眼睛却是直直地盯着周景行。周景行听懂了温浩的意思，温浩再问为什么周景行要帮助魔道之人杀他这个心向正道的人。周景行被温浩问得有些脸红，不敢直视温浩的眼睛，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温浩继续说道：周师兄，我们才是一个阵营的，我现在太缺灵石了。周景行面露纠结之色，迟迟下不定决心。温浩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等待他做出决定。刚刚温浩拍周景行肩膀那一下，便是用出了3级开锁的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可以让人对温浩的看法发生改观，极度厌恶变轻微厌恶，厌恶变平淡，平淡变好感。同样是开心锁，虽然比不上深入交流改动的大，但这个可是不分男女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必须得有接触才能起效果，所以温浩才会想要接近周景行。擂台下的人再次面面相觑，这俩人怎么突然不打了呢？圣女派系的人还好，毕竟擂台上的可是他们的温主事，但云承轩就受不了了。开锁技能没有任何灵力波动，
云承轩不知道温浩已经把所有的手段都用出来了，所以他现在很想让周景行继续出手逼迫温浩使用底牌。周景行，你在干什么？赶紧杀了温浩！如果你不动手，那么我要将我给你所有的零食都收回来。云承轩一双眼睛红得快要喷出火来。周景行是最受不得威胁的。云承轩不说威胁的话还好，一说直接让周景行下定了决心。他对着温浩拱手道：“师弟，你说的对，我不应该帮着云承轩杀你，师兄认输。”说完，他转身便跳下了擂台。圣女派系的人虽然感觉这一幕充满戏剧性，但确确实实是温主事赢了，瞬间爆发热烈的欢呼声。温主事牛逼，哈哈！以后圣子派系见到我们就得低头了，哈哈，爽啊！另一边，云承轩面色阴沉地看着从擂台上下来的周景行，怒道：“周景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我知道。”周景行语气平淡。云承轩咬牙威胁：“我们不针对你，是因为我们不想针对你。你难道真的觉得能拿捏我们圣子派系了？”“周景行，你等着承受我们圣子派系的怒火吧。”就在这时，温浩的声音传了过来：“周师兄，不用怕他，你来我这边，我护着你。”温浩面上带着笑容，他目光转向了云承轩，继续道：“到时候云承轩见了你还得低头呢。”温浩话音刚落，周围瞬间便爆发哄笑声：“哈哈，云承轩，你不会耍赖吧？他堂堂圣子派系主事，怎么可能耍赖？到时候他见到我们一定会低着头走的。”温浩认真道：“周师兄，我没开玩笑，我能感觉得到你和我是一样的。来我这边吧，我们一起努力。”温浩无奈，没有学传音术，只能这样说的模模糊糊。他决定等有灵石了，一定要学传音术。这次温浩说的话，周景行一样听懂了。温浩的意思是，他们两个既然都是心向正道的人，那么不如一起努力逃离这里。周景行没再犹豫，不理会云承轩那杀人的目光，朝着温浩走去。哈哈，这下我们一个温主事，一个周师兄，这两大高手，云承轩你们怎么应对啊？有人看到周景行走了过来，对着云承轩笑着喊道：“云承轩以后见到咱们就得低头走，他还应对什么？”瞬间，圣女派系的众人再次哄笑，对面圣子一派则全然相反，每个人都面色阴沉，默不作声。云承轩深深地看了一眼温浩，转身带着众人离开了这里。温浩也带着众人回到了堂口，勉励了其他人几句后，便让他们散去了。堂口大厅中只剩下了温浩和周景行。温浩问道：“按理说师兄你应该不缺灵石才对，为什么还要答应云承轩呢？”炼气巅峰的人需要的是贡献，用来兑换筑基丹，而不是灵石。也只有温浩这个有系统的才将灵石看得那么重。周景行苦笑一声：“当初我进入血海宗之后，整个人都崩溃了。血海宗有每个弟子的魂灯，想跑都跑不了。最后我心存死志，打算死在外面一了百了，但最后我却被人救了下来。”说到这里，他的脸上浮现温柔之色。他叫宋柔，是灵犀宗宗主的女儿。灵犀宗是一个小型宗门，全宗最高修为便是筑基期的宗主。当时心灰意冷，是他将我的心唤醒。他不在乎我是魔道弟子，全心全意的对我好。到最后我发现我爱上了他。我本以为我们两个可以这样偷偷摸摸的一直到死亡，但天不遂人愿，一个魔宗的新晋筑基看上了他，想要将他娶回去做道侣。他当然不会同意，但那魔宗弟子竟放出话来，如果灵犀宗不交出宋柔，就全面攻打灵犀宗。那个魔宗弟子所在的魔宗也是一个小型宗门，但门内却有2个筑基期。灵犀宗有难，我想过去帮他们，就算是死我也不怕。我想着光我自己去也帮不上什么忙，于是我便想赚灵石买一些回灵丹和回春丹过去。周景行越说越低落，温浩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师兄，我可以帮你。”周景行眼睛一亮，看着温浩问道：“师弟，你要借给我灵石吗？”温浩摇了摇头：“我也没有灵石，但我可以与你一起去灵犀宗。”这如何使得？血眼宗可是全面攻打灵犀宗，2个筑基期呀！师弟你去绝对十死无生。周景行连连摆手，不想让温浩参与进来。温浩笑着说道：“无妨，师兄不必担心。好不容易从魔宗遇到一个心向正道的人，温浩可不想他死了。反正系统托管之下，连金丹后期的陆婉都能对付，2个筑基期又算得了什么？到时候逃离血海宗的时候，没准周景行还能帮忙呢。温浩的魂灯可是还在魂殿放着呢，不将魂灯拿来，就算逃掉了，一样会被抓回来。以后去魂殿盗取魂灯的时候，还能让周景行负责引开守护魂殿的人。”周景行一脸纠结之色。温浩自信道：“放心吧，我自有办法。”他看着周景行，极为认真的继续说道：“再说了，正道宗门被魔道进攻，我不知道也就罢了，但我知道了还无动于衷的话，岂不是与魔道贼子无异？”这句话戳进了周景行的心里，他一脸感动：“师弟，我很幸运，能在这满是杀戮的魔宗之中遇到师弟你。”温浩再次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什么都不要说了，师兄，你先告诉我血眼宗何时攻打灵犀宗？”“就在明天。”周景行说道。“那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温浩站起身来，朝着自己房间走去。其实他没什么准备的，主要是他想试试看能不能让小翠也出一份力。如果小翠真能出手，那么2个筑基对2个筑基，灵犀宗有很大几率能挺下来。温浩一进入房间，2个美人便迎了上来，一左一右抱着温浩的手臂。“温郎，你可回来了，我们都等不及了。”蒋瑶10岁之位，
经过昨天晚上的缠绵，他已经体会到了其中的乐趣，这才刚休息过来，便迫不及待的还想要了。小翠深感同意地点了点头，看着温浩的目光中满是爱意。温浩搂着二女，一人亲了一口后说道：“今天是没时间了，我需要出去一下。”去哪里？二人异口同声：“和周景行去一趟灵溪宗。”蒋瑶问道：“灵溪宗？那不是正道门派吗？你们两个人是要去攻打灵溪宗吗？”“不是，灵溪宗被血眼宗攻打，我们两个要去帮灵溪宗。”温浩摇了摇头。二女都被温浩开了心锁，所以温浩将事情告诉他们两个，也不用担心被泄露出去。两女听到温浩居然要去帮一个正道宗门，纷纷露出吃惊的神色。魔道弟子竟然帮助正道，这任谁听起来都不敢相信。但二女看着温浩那一脸认真的模样，便知道温浩不是在开玩笑。温浩对着小翠问道：“小翠，血眼宗有2个筑基，你可以出手帮忙吗？”温浩心里是希望小翠能帮忙的，如果小翠帮忙的话，那么自己就能省下托管时间了。但奈何小翠摇了摇头：“我不可能帮正道那些伪君子的，但如果你遇到危险的话，我会救你。”温浩无奈，只好点了点头。随后他又吻了蒋瑶一口，柔声道：“等我回来，好好满足你。”蒋瑶脱口而出：“我也要和你一起去。”温浩拒绝道：“不行，你如果去的话，那圣女派系就没人管了。今天刚和圣子一派出了这事，我感觉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你需要在这里主持大局。”温浩可不想自己回来以后，圣女一派的人直接被灭了。蒋瑶一脸不舍，但还是点头说道：“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温浩紧紧地抱住了蒋瑶：“辛苦你了。”蒋瑶将头埋在温浩的怀里：“你回来一定要好好满足我，我要再体验一次累到昏迷的感觉。”“一定会的。”过了一会儿，温浩松开蒋瑶，带着小翠走出了房间。蒋瑶看着温浩和小翠的背影，咬了咬嘴唇，有一些羡慕他可以和温浩一起。温浩回到大厅，说道：“走吧，周师兄。”小翠出门以后便隐去了身形，所以周景行是看不见他的。周景行对温浩点点头，说道：“咱们怎么去？”温浩脸上的笑容突然僵住。“是啊，怎么去？”他试探着问道。“师兄没有飞行法器？”周景行一脸尴尬：“没有，飞行法器被我卖了，全买丹药了，我现在一颗灵石都没有了，连租都租不了。”最终温浩只好去找蒋瑶借了5块灵石，去租了一个飞梭，赶往了灵溪宗。灵溪宗距离不算近，飞梭足足消耗了1块灵石，飞了小半天的时间才终于赶到。放眼望去，灵溪宗就是一个小山头，看起来和气派无比的血海宗相差甚远。二人刚一降落，便有意中年模样的男人带着一个年轻女子出来迎接。周景行跳下飞梭，为双方介绍道：“这是温浩，也是血海宗的弟子，但和我一样都是迫于无奈才加入血海宗的。这2位是灵溪宗宗主和宋柔。”温浩拱手行礼：“前辈。”灵溪宗宗主宋丰年没有丝毫筑基期的架子，面容和善的对温浩二人含蓄温暖。宋柔对着温浩行了一礼后，便迫不及待地扑向了周景行。当他抱住周景行的时候，突然哭了出来：“我不是让你不要来了吗？你不止来了，还带了一个师兄过来，你难道还嫌死的人不够多吗？”周景行一脸不知所措。温浩走了过来，说道：“宋师妹不必埋怨周师兄，是我主动要求过来的。”这时宋丰年也开口说道：“2位小友前来助我灵溪宗，此情此意，我宋丰年铭记在心。柔儿，不要无理取闹了，让2位小友先进宗门喝杯茶。”灵溪宗大殿，温浩放下茶杯问道：“前辈，不知灵溪宗实力如何？”宋丰年苦笑一声：“筑基期就我1人，炼气巅峰算柔儿2人，后期5人，中期20人，初期50人。”温浩哑然，整个宗门人数加起来都不到100人，这不是小型宗门，这是微型宗门啊！温浩估计血海宗圣女派系那500个炼气巅峰的核心人员绝对能灭了灵溪宗。温浩又问道：“血眼宗实力如何？”2倍。宋丰年吐出一口浊气，叹道：“他们的实力是我们的2倍。”温浩小小的脑袋里浮现大大的问号。不过温浩既然来了，就有一定的心理准备，所以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喝着茶。宋柔忍不住说道：“景行，要不你带着温师兄走吧？”周景行摇了摇头，坚定道：“你在哪，我就在哪。”宋丰年再次叹了口气。宋丰年不是没想过逃，但他不想辜负师父的希望，想尝试守住这份基业。他也劝过宋柔，但奈何宋柔一根筋似的，非要与宗门共存亡，只是连累了2位前来支援我们的人啊。宋丰年心中叹道：“2位小友先去休息吧，血眼宗下的战书是明天，我们还有1晚上的时间。”宋丰年没有了谈话的兴致，让宋柔带着温浩2人去休息了。周景行和温浩在房间里面商量着对策，但实力差距悬殊，再怎么商量也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师弟，我打算全力出手了，只不过如果侥幸将血眼宗击退的话，我也活不成了。身为血海宗弟子，却帮助正道对抗魔道，是大忌，宗门不会放过我的。周景行对着温浩说道。温浩嘴上说道：“既然你全力出手，那我也不隐藏了。”但心中却是想着，我将血眼宗全灭，不就没人知道我出手了吗？周景行一脸感动：“师弟。”温浩摆了摆手：“师兄不必如此，我堂堂正道岂容魔门贼子欺负？”温浩和周景行聊了一会儿后，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打坐休息，准备迎接明天的战斗。但魔宗怎么可能守信用？夜半时分，外面突然传来轰鸣声，温浩赶忙走出去，
只见正有不少人正在攻击灵犀宗的护宗阵法。血眼宗，他们竟然这个时候攻过来了！有弟子惊呼：“哈哈，一群白痴，我们怎么可能让你们有所准备啊？”外面血眼宗的弟子纷纷大笑：“冯老魔，你无耻！”宋丰年气得脸色涨红。对面那个年岁稍大一些的筑基冷哼一声：“这么多年了还不知道我们魔宗的行事风格，宋丰年你真是白活了！”你，宋丰年指着平老魔，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温浩看着外面正在攻打阵法的邪眼宗弟子点了点头，这确实很魔道，不能让他们攻破阵法。所有人跟我一起维持阵法运转。宋丰年大吼一声，率先飞向了山顶那处阵眼。而灵犀宗弟子们也早就练习过，有条不紊地赶往了山脚的阵眼之处，全力输入灵力。所有灵犀宗弟子听令，如果要死的话，一定要死在两位过来帮忙的小友前头，不能寒了人家的心，听到了没有？站在阵眼之处的宋丰年大声叮嘱：“放心吧，宗主，只要我灵犀宗还有一人，绝对不会让温师兄和周师兄丧命的。”底下弟子齐齐喊道。温浩听着，莫名的有些感慨，看看，这就是正道的风气啊，比魔道可强太多了。宋柔带着温浩和周景行二人也到达了一处阵眼。宋柔说道：“师兄，我们三个就守在此处，对着阵眼输入灵气即可。”温浩了然，怪不得周景行要回灵丹，原来这阵法还得人为输入灵气才能运转，不是自动化。差评。冯老魔杰那张扭曲的脸上露出狰狞的桀笑：“宋丰年，你已是穷途末路，别做无谓的抵抗了，赶紧投降，没准还能留下一个全尸。”宋丰年咬牙道：“多梦！”宋丰年处于主阵眼之中，压力极大，就算他是筑基期，也需要全力输入灵气才能保证阵法不破。冯老魔见状也不再多说，本就猛烈的攻击更加猛烈了几分，法术轰击在阵法上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阵法之内的众人被震得头昏脑胀。不愧是筑基期，即使隔着阵法一样能影响到我。温浩心中惊叹，多亏了主持阵法的人是宋丰年，要不然只凭借区区几十个炼器，怕是邪眼宗早就攻破阵法了。冯老魔边上的那个年轻筑基从开始到现在未发一言，只是死死地盯着宋柔的身影，眼中露出淫荡之色。年轻筑基突然笑道：“宋丰年，你将宋柔交出来，我不仅留你们一命，还允许你们整体加入我们血眼宗，如何？”他的声音沙哑难听，像是嗓子里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你倒是打得好算盘。宋丰年冷笑骂道：“谁愿意加入你们这些畜生的宗门？”你！年轻筑基指着宋丰年，怒极反笑：“好好好，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去死吧，到时候我一样能得到宋柔。”随着时间的推移，宋丰年体内的灵气越来越少，阵法也渐渐支撑不住，出现了晃动。父亲！宋柔看着宋丰年，眼中泛起泪花。周景行搂住宋柔，轻声安慰道：“柔儿，不要怕，我会一直陪着你的。”宋柔终于坚持不住，趴在周景行怀里，小声哭了起来。温浩对着阵眼全力输入灵气，被喂了一嘴的狗粮。宋丰年额头见汗，依旧在咬牙支撑。突然，冯老魔拿出一件闪烁着幽暗的光芒的锥形法器。冯老魔松开法器，向前一送，法器便带着凌厉的破空之声，狠狠地刺向了那阵法。下一刻，阵法轰然破碎，所有阵法内的人全都被气浪掀飞，狠狠地摔在地上。好在都是修士，摔一下也没什么。温浩站起身来，将嘴里的沙子吐了出去，骂道：“哦，这帮煞笔有法器不先用了，非得等我灵力消耗的差不多了再用是吧？”说着，温浩将之前从黑风山脉回来剩下的2颗回灵丹扔进嘴里，恢复灵气。大阵被破，血眼宗的弟子怪笑着一拥而入。宋丰年的灵气已经耗尽，冯老魔和年轻筑基落到了宋丰年的面前。冯老魔阴笑着：“宋丰年，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宋丰年艰难地站起身来，年轻修士嗤笑一声：“怎么不甘心？魔道贼子攻我宗门，杀我弟子，你让我如何甘心？”宋丰年怒视着二人，紧接着他怒喝一声，整个人气势瞬间暴涨，显然是用了类似于燃血大法的秘术。冯老魔和年轻筑基瞬间出手，宋丰年竟独占2位筑基而不落下风。另一边，灵犀宗弟子和血眼宗弟子早已站到了一起，无数拇指大小的血色蝙蝠漫天飞舞，灵犀宗弟子艰难抵挡，没一会儿便死了人。他们的血符怎么和我们的不一样？温浩问旁边的周景行。血眼宗是血海宗下属宗门，修炼的血符术是阉割版，不如咱们的很正常。周景行解释道：“那就让他们看看真正的血符术吧。”温浩哈哈一笑。下一刻，温浩和周景行同时施展血符术，2万指巴掌大小的血符瞬间飞向血眼宗众多弟子。血海宗、血眼宗的弟子也是识货的，看到这2万只巴掌大小的血符，便认出了这是血海宗的血符术。二人的血符完全不是那些阉割版血符能比拟的，就像爸爸打儿子一样，将血眼宗放出来的漫天血符击杀殆尽。没想到区区灵犀宗竟然还有血海宗的弟子帮忙。冯老魔看着温浩和周景行二人，面色阴晴不定。虽然血眼宗是血海宗的下宗，但冯老魔堂堂筑基期可不会害怕温浩这小小的炼器。温浩二人的血符数量虽多，但面对将近200个血眼宗弟子还是不太够看，只是配合着其他灵犀宗弟子苦苦支撑罢了。温浩还在等机会，等一个可以接近2个筑基的机会。现在血眼宗那2个筑基在山顶，
而温浩在山脚，距离温浩太远了。如果温浩贸然接近，人家完全可以随手杀了他。温浩可不敢赌注机器的攻击距离和自己的开锁技能笼罩范围到底是哪个远一些。用过2次托管，温浩早已将托管弄明白了。系统托管只是将温浩目前掌握的技能熟练度提升到最高，可不会凭空出现其他的法术或者技能。如果驻机器的攻击距离更远一些，温浩可没有能力防住机器攻击的手段，到时候温浩就得提前投胎了。所以温浩只能等待，如果距离足够，温浩可以瞬间定住他们。现在只能期望宋丰年可以多坚持一会儿了。爆种的宋丰年确实实力大涨，冯老魔二人短时间内根本奈何不了他。温浩引导战场朝着驻机器交战的方向缓慢移动，整个战场很混乱，其他人就算看到周围场景变化也没怎么理会。灵犀宗弟子已经死了10多个人，温浩暗暗着急，战场怎么移动的这么慢啊？这特么等我到那边灵犀宗直接死绝了。温浩心里暗骂，但也无可奈何。移动战场这东西就得徐徐图之，不能被人发现。如果被人发现了，人家直接不陪你玩了，直接驻机下场，你怎么打？真以为冯老魔2个驻机对上宋丰年就腾不出手来对付这些炼器了？只不过他们不想罢了。炼器随手可杀，但他们知道宋丰年才是灵犀宗的灵魂，如果宋丰年不死杀，再多炼器都没用。上方3个驻机交战，下边炼器弟子也都各种法术不断交汇，慢慢的已经到了半山腰的位置，距离上方驻机的战场还有大概3里地。温浩之前计算过，系统托管下的开锁技能极限范围是2里地，也就是说战场再往上走1里地，温浩就可以开始托管了。冯老魔突然看向下方，疑惑道：他们怎么跑到半山腰了？那年轻筑基毫不在意的说道：可能是打嗨了吧，不用管他们，主要还是宋丰年。冯老魔点点头，不再理会下方战场，专心攻击宋丰年。下方的温浩感受到冯老魔的视线，冷汗都流下来了。好在平老魔最后没管他们，让温浩松了口气。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心道：可真不容易啊。温浩没休息，毕竟每时每刻都有弟子死亡，温浩可不敢多待。现在的灵犀宗弟子已经阵亡了1大半了，估计等到了目标位置还得更少。499米、400米、200米、100米，到了，可算是到了。现在是我的时间。温浩难掩激动，心中默念系统托管2字，还没来得及说，便听见整个山突然剧烈震动了起来。除了那3个飞在空中的筑基，所有人都倒在了地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山会突然震动？这震动太剧烈了，我连站都站不起来。见整个山都在震动，冯老魔看向宋丰年：宋丰年，你在搞什么把戏？我不知道啊。宋丰年满脸茫然之色，他也懵逼了，不知道生活了100来年的灵犀山为什么会突然震动。哼，装神弄鬼！冯老魔怒喝一声，不理会山的疯狂震动，继续朝着宋丰年攻去。灵犀山震动得越来越剧烈，给人一种下一刻山就会倒塌的感觉。温浩死死地抓住一棵树，防止被灵犀山震飞。突然，山体裂开，露出一个巨大的缝隙，这缝隙深不见底，让人一看就忍不住心生恐惧。山上的所有人全被吸进裂缝之中，就连山顶上的3个筑基也没能幸免。宋丰年，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冯老魔竭尽全力想要挣脱那股吸力，但奈何吸力太强，连筑机器的他都不能挣脱。我真不知道啊。宋丰年倒是没有对抗那股吸力，反正结果也不可能再坏了，万一被吸进去会有好结果呢。经历漫长的黑暗后，温浩感觉自己接触到了地面，他睁开眼睛打量起四周，只见周围空无一物，白茫茫一片。在这片白色中，一切都被模糊了轮廓，仿佛置身于一个虚幻的世界。这里是什么地方？其他人呢？温浩喃喃。小翠，温浩喊了一声，可惜声音回荡在四周，并没有小翠的回应。灵犀山之内竟然有一处这样的地方，让温浩有些诧异。就在温浩四处打量的时候，就在他的正前方突然出现一只妖兽。这只妖兽刚一出现，便向温浩冲了过去，但就在即将要接触到温浩的时候，他竟硬生生地止住了前冲的势头。紧接着，他便口中发出呜呜声，朝着远离温浩的方向逃去。温浩呵呵一笑，就凭你也想接近我？吓死你！温浩身上的煞气虽然对人没用，但对妖兽可是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的。万只血符瞬间出现，追击着那只妖兽。没一会儿，妖兽便被温浩的血符吸干，血液变成干尸。周围白色光芒突然震动，温浩面前又出现了妖兽。这次的妖兽数量暴涨，足足有20只，但结果并没有什么不一样，依然全被温浩的煞气震慑，血符冲上前将他们击杀。击杀之后，白色光芒再次震动，下一刻，温浩眼前景色大变。温浩脚下是粗糙不平的岩石板，四周同样空无一物，巨大的空间只有他一个人。他四处走动了起来，摸着周围的墙壁，但并没有什么发现。这到底是什么地方？不知这地方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温浩心中猜测，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来。过了一会儿，这处空间里又突然出现了一个人。温浩转头望去，只见一个穿着血眼宗服饰的人正一脸迷茫地站在那里。他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也不知道是之前大战的时候破烂的，还是刚刚破烂的。温浩问道：你是不是也和妖兽战斗过了？血眼宗一看见温浩，便想冲过来杀了他，但他直接被万只巴掌大小的血符紧紧包围住了。
温浩冷声道：“要么回答我的问题，要么死。”那人战战兢兢地说道：“我刚刚确实经历了2场妖兽的围攻，一次1只，一次5只。等我杀了第2次出现的妖兽后，我就到了这里了。难道每个人遇到的妖兽还不一样吗？”温浩心中疑惑，但只凭他们2个人还看不出什么来，所以温浩打算等等看别人是什么样的。温浩心念一动，万只血符贴近那血眼宗弟子，附着在他的身上。“你说了，你不会杀我的。”血眼宗弟子惊恐叫道：“我可是血海宗弟子啊！你什么时候见过血海宗弟子信守承诺？”温浩冷笑一声：“对付魔道弟子就得行魔道之事，不然到时候一定死得很惨。这是温浩这么长时间以来总结出来的。饶我一命，求求你，饶我一命！”那人不断求饶，声泪俱下。温浩不理会他，在他的求饶声中，血符张开大嘴，尖锐的牙齿狠狠地咬下。紧接着，温浩面色微变，本来应该被血符吸成干尸的那个血眼宗弟子毫发无伤地站在原地，而攻击他的那些血符竟全都变成血雾飘散。这是怎么回事？温浩面露震惊，他不信邪般的继续让血符攻击，但结果并没有变化。万只血符只用了不到一会儿就化为血雾飘散了。卧槽，竟然不能攻击！温浩打量着那人身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隔膜。那血眼宗弟子本来在恐惧之下闭上了眼睛，但他却没感到疼痛，于是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他检查着身体每一处，发现并没有什么伤势，惊喜道：“我没死。”那弟子也发现了身上的隔膜，瞬间便明白了过来，对着温浩大笑道：“哈哈，这里没办法杀人，你杀不了我了，哈哈哈！”闭嘴！温浩心中烦躁，呵斥了一句：“我凭什么听你的？你都动不了，我还想让我听你的？哈哈，我就不闭嘴，你能拿我怎么样？”那人现在根本不怕温浩，温浩冷冷地注视着他，眼中的杀意迸发出来。现在我确实杀不了你，但如果你再烦我，等你出去以后，我必杀你。那人被温浩看得心底一寒，瞬间闭上了嘴巴。温浩盘膝坐在地上，等待着下一个人的到来。很快，又一个血眼宗弟子出现了。温浩唤出血符，在那人恐惧的目光中贴上了他。果不其然，血符又爆掉了，根本伤不了那人。看来在这里是真的杀不人。温浩心道，他还想趁着血眼宗人少将他们全杀了呢。既然杀不了，只能等以后了。温浩又问了一下新出现的那人在刚刚经历了什么，得知也是一次1只，一次5只后，他更疑惑了。难道只有我是1次1只1次20只？温浩撇撇嘴，搞区别对待是吧？下一个出现的是宋柔。当他从迷茫中恢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2个血眼宗的弟子，被吓了一跳，看到温浩的时候才松了口气。温浩将他叫了过来，问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宋柔也是一脸疑惑，说道：“我也不清楚。”温浩叹了口气，连宋柔这个灵犀宗宗主之女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那估计就没人知道了。你之前在那一片白色空间中经历了什么？温浩不死心地问道。我经历了2场战斗，每次都是1只妖兽。宋柔答道。温浩懵逼，这比那2个血眼宗的弟子还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人出现，慢慢的，这处空间中已经有了不少人。开始的时候，灵犀宗和血眼宗的弟子还想厮杀一番呢，但听到温浩的解释后，便不再动手。灵犀宗弟子全都和温浩聚在一块儿，而血眼宗的人则在远离温浩的地方。温浩问过所有人在白色空间内的经历，灵犀宗弟子全是2次都是1只妖兽，血眼宗弟子全是1次1只，一次5只。这让温浩不禁有些疑惑，到底自己有什么才会让自己被如此针对？过了好一会儿，都没有新进来的人了，景行是不是遇到了危险？宋柔一脸担忧。温浩安慰道：“周师兄实力强悍，不会有事的。现在这处空间之内，所有在大战中活下来的灵犀宗弟子都在这里了。血眼宗的人，温浩没记太清，但看着足有70、80个的血眼宗弟子，温浩估计也差不多了。两方人就这样大眼瞪小眼，谁也奈何不了谁。难道就这么干看着？”温浩实在不解，如果让所有人在这里大眼瞪小眼的话，那布置下这处空间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总不能是想让正道魔道开派对吧？怎么想都想不通的温浩只好继续盘膝坐在地上，耐心等待着变化。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景行怎么还没出现啊？宋柔脸上的担忧越发浓厚。温浩叹了口气，耐心等吧。不止宋柔着急，就连温浩都着急。温浩来这里就是想保周景行一命，他要是死了，温浩就白来一场了。随着宋柔越发担忧，浑身狼狈的周景行总算是出现了。他刚一出现，宋柔便跑了过去，紧紧抱住了他。二人说了好一会儿悄悄话，才朝着温浩这边走来。周师兄，你怎么这么慢啊？温浩问道。你们是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我特么遇到了2次妖兽围攻，第一次还好，只有1只，但第2次特么有20只妖兽围攻我。一向温和的周景行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听到这里，温浩眼睛一亮，总算是有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了。但随即他又疑惑了，为什么只有他和周景航会这样呢？温浩百思不得其解。突然，每个人身上都泛起淡淡的光芒，只不过正道一方是蓝色光芒，而魔道一方却是血红色。在一堆蓝色光芒之中，有2个血红色光芒是那么的刺眼。温浩和周景行看着自己身上的红色光芒，有些傻眼。温浩一看就知道这里将魔道正道分成一蓝一红2种颜色，但问题是自己是来帮助灵犀宗的呀，
怎么还给自己分到魔道一方了？下一刻，一道信息传入每个人的脑海：正魔对战，只有一方全部死亡才会进入到下一关。正道一方增益源源不断的灵气，魔道一方增益。卧槽，还能这么玩？温浩忍不住骂了一声，但一想到这是灵溪山内的东西，给灵溪宗一些特权也说得过去。自己没有特权，却让温浩有些蛋疼。你特么是怎么判定的？我特么是灵溪宗这边的呀？温浩忍不住对着空气大喊，但很尴尬，并没有回应。我知道了。宋柔突然开口。温浩疑惑地看向他，他继续说道：我听父亲说过，灵溪宗在很久以前是大宗门，宗门设置了一个供弟子历练的秘境，其中就有正魔对抗，想来这就是那个历练秘境了。给灵溪宗弟子历练为什么要正魔对抗？温浩不解，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们早就失去了打开秘境的方法，对于这里面也不是很了解，就算我的父亲也只是一知半解罢了。宋柔摇了摇头，回答不上来温浩的这个问题。温浩低头思索，既然是历练秘境，那么至少说明灵溪宗的弟子没有危险，但我们就不好说了。这一关的规则是有一方彻底被消灭才会进入下一关，但如果提示信息欺骗我们呢？会不会是灵溪宗灭掉魔道一方才可以通关呢？而魔道或许根本杀不死灵溪宗的人。解开一个疑惑，温浩脑子里的疑惑反而变多了。就在这时，魔道那边传来了令人心烦的声音：哈哈，你们两个还帮灵溪宗呢？人家根本看不上你，笑死我了！这俩人全心全意帮灵溪宗抵抗我们，到最后还是被分到我们魔道一方了，还在那里干什么？赶快过来吧！俩魔道在一群正道当中，看起来就好笑。温浩眉头一皱，闭嘴！你现在是我们这一方的人，你还得指望我们呢。有人不满温浩的态度，就是你们两个还不赶紧过来，小心被灵溪宗的杀了！温浩被他们吵得心烦，放出万只血符朝着那两个说话的人飞去。看看，他恼羞成怒了。哈哈，我们可是一个阵营，你都伤害不了我们，费这力气干嘛？你还是赶紧过来吧，人家正道都不要你。温浩本来想的也是，反正不能攻击，吓唬吓唬他们，但没想到血符在接触到那两个人的时候，他们身上的隔膜消失了，血符那锋利的牙齿狠狠地刺入了那两个人的身体，瞬间他们两个人变化为了干尸。一时间，所有魔道都愣在了当场。周师兄，先杀了他们！温浩大喊一声，既然现在能攻击那些魔道了，先杀了他们再说别的。周景行和温浩二人同时放出血符朝着魔道众人飞去，温浩施展轻身术也冲向了他们。这个时候那些魔道才反应过来，纷纷怒声道：你们干什么？别忘了我们可是一个阵营，谁和你们一个阵营？太天真了。温浩冷笑一声，动作不停。魔道不知道温浩为什么要不断接近他们，但绝对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朝着温浩释放法术，但温浩的轻身术可是5级，很轻易的就躲开了袭来的法术。很快温浩便到了人群之中，他在人群之中穿梭，两指并拢，点在每一个人身上，那些人瞬间就感觉灵力运转晦涩，一时间实力大降，血符落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将他们吸成干尸。温浩甩了甩发麻的手指，缓缓走了回去。温师弟，你这法术太厉害了！周景行赞叹道。温浩一边走着一边说道：这些都是小事，关键是咱们该怎么通过这一关。这时灵溪宗有一弟子突然开口：周师兄和温师兄不惧血海宗处罚过来帮我们抵抗血眼宗，让我杀2位师兄，我是做不到的。对，我们不可能做那种禽兽之事，我宁愿自己死也不愿意对2位师兄出手。其中一人更加激进，直接施放法术朝着丹田轰去。温浩吓了一跳，瞬间冲到那人身边，并指点了他一下，制止了他的自杀行为。温浩感叹道：还是正道的师弟们可爱啊，如果是魔道早就对我出手了。随后他又拍了拍那个要自杀的弟子的肩膀，说道：自杀解决不了问题的。那弟子疑惑地看向温浩：你们说这处秘境怎么判定正道魔道呢？温浩先问了一个问题，见众人不答，温浩继续道：应该是根据每个人地功法或者法术判定的。灵溪宗弟子法术和功法都中正，而魔道的法术和功法比较邪异，这一点从第一关就能看得出来。灵溪宗的弟子全都是每次一只妖兽，而血眼宗的弟子却是一次1只，1次5只。血眼宗为什么第2次的妖兽会增长到5只呢？因为他们在第1次的时候一定用了魔道法术，所以秘境判定他们为魔道，给他们增加难度。而我和周师兄第2次足有20只，应该是因为我们2个的血符术全都是大成级，导致秘境判定我2人为魔道天才。温浩顿了顿，继续说道：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只有魔道一方才能互相攻击，而正道一方是不能的。说完，温浩让宋柔选了一个弟子，对他施展一个小威力法术，法术直接被弹开，那个弟子毫发无伤。之后宋柔的法术一次比一次强，但却都没能伤害到那个弟子。温浩叫停了宋柔，说道：魔道一方可以互相攻击，但正道一方却不能互相攻击，这说明了什么？我猜测布置这处秘境的人应该早就想到了我们这种情况，毕竟魔道法术并不是魔道专属，散修或者正道是有获得魔道法术的可能的，但他们获得强力的魔道法术就不用了吗？不会的，他们一定会用，就像周师兄一样，修炼魔道法术全靠杀魔道弟子。布置秘境的人一定想到了这一点，
为了不误伤会魔道法术的正道弟子，所以才会让魔道一方可以互相攻击，可以筛选出有魔道法术却像我们这样心向正道的人。所以温浩转头看向宋柔，继续说道：宋柔，你试一试喊一句，我们2个人都是灵犀宗一方的。宋柔点点头，喊道：温浩和周景行是自己人。果然，宋柔喊完之后，温浩和周景行身上的光芒全都变成了蓝色。众人面露喜色，真的有用，我真怕这地方让我和2位师兄自相残杀，不用自相残杀实在是太好了。下一刻，众人眼中景象在变，又回到了原来那处全是白色的地方。只不过这次不同的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并没有被分开。怎么又回到这里了？难道还要让我们打妖兽吗？怕什么？就算打妖兽，有周师兄和温师兄在，我们有什么好怕的？也对，温师兄和周师兄2人联手，那80多个血眼宗的人都被杀了，就算有妖兽我们也不怕。几人笑着议论，有温浩和周景行在，他们信心十足。但下一刻，他们的笑容就全僵在了脸上。只见整个空间到处都是妖兽，温浩算了一下，这些妖兽怕是有几千只。卧槽，这怎么打？这么多妖兽，是不想让我们活吗？这时，所有人都收到了秘境传来的信息，在妖兽围攻中坚持1刻钟，成功者通关，失败者被传送出去。收到这条消息以后，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不会死就好。温浩暗道一声果然，之前那一关果然是在筛选人才会出现杀戮的规则，这一关就平和多了，就算是失败也只会被传送出去，不会死亡。20多个人聚在一起，警惕地看着周围的妖兽。温浩仔细观察着，发现这些妖兽和原来的不太一样，所有的妖兽全都有着一双发红的眼睛，眼睛里充斥着疯狂，透射出一种原始而强烈的野性。他们低吼着，口水不断地从嘴巴里流出来，这特么显然一群妖兽中的疯子。面对一群疯子，我的煞气还管用吗？温浩心里没底了。果然，妖兽丝毫不受温浩的煞气影响，不断地挤占着众人的空间，慢慢的他们退无可退了。排在前面的妖兽瞬间扑向众人，温浩眼疾手快，施展轻身术对着妖兽连点。好在炼气7妖兽只会用肉体战斗，众人只需要面对最前排的妖兽就行了。被温浩点到的妖兽全都变成了瘸子，这让众人击杀妖兽变得更加容易了。温师兄这一手封禁太厉害了，不只对人有用，还对妖兽有用。是啊，多亏了温师兄，不然我们全都被传送出去，压力大减。众人甚至还有精力闲谈几句，但随着妖兽杀之不尽，他们的笑容便慢慢消失了。够1刻钟了吗？还没有，刚过一半。我没灵气了呀，我也快没有了。不止那些灵犀宗弟子，就连温浩的右手一样有些承受不住了。开锁技能虽然不消耗灵力，但却对手指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无奈之下，他只好更换左手用开锁技能了。但温浩又不是左撇子，左手用出来的开锁技能有些生涩，导致有1个弟子被传送出去了，少了1个人，众人的压力便大了1分。好一会儿，温浩才逐渐适应了左手，但灵犀宗的那些弟子们已经有好几个灵力耗尽了，到最后只剩下了温浩、周景行、宋柔3人。终于1刻钟到了，周围妖兽突然消散，温浩3人同时松了口气。这一关可真难，20多个人只剩下了咱们3个。周景行叹道。温浩突然说道，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奖励，但愿吧，不然咱们白费这么大力了。宋柔声音中带着几分期待，看来秘境挺人性化，还给我们恢复灵气的时间。温浩见周围景色还没变化，直接坐到了地上恢复灵气。周景行2人也有样学样，开始了恢复灵气。待3人灵气全部回满之后，眼前的景象再次出现了变化。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长廊，长廊的走道之中有奇异的光芒在流转。温浩站在长廊的入口，发现这次又是自己1个人，周景行和宋柔都不知道被传送到哪里了，又被分开了。温浩不禁皱起了眉头。温浩脑海中收到了这一关的信息，通过长廊中的阵法走到长廊尽头，成功者进入下一关，失败者被传送出去。他抬头望去，那流动的光芒正在不断地变换着形状和轨迹。温浩心中一动，顿时明白了过来，原来那流动的光就是阵法吗？他缓步走进阵法之中，就在他完全踏入的那一刻，原本平静的阵法突然间犹如被激活的巨兽，瞬间爆发出了熊熊的烈火。那烈火迅速蔓延，将温浩的身影完全包裹其中。他的衣物在火蛇的舔舐下化为灰烬，皮肤在烈火的炙烤下变得通红，疼痛如同尖刀一般刺入他的神经。温浩并没有防御手段，他心念一动，唤出血符贴在自己身上，让血符替自己承受火焰的灼烧。一层层的血符将温浩紧紧包裹，温浩这才感觉不是那么疼痛了。这烈火威力巨大，火焰在血符的身上肆虐，发出嗤嗤的声响。贴在温浩身上的1万只血符一层层的不断掉落，很快温浩身上的血符被火焰吞噬殆尽，灼烧感再次传遍全身。温浩无奈，只好再次施展血符术抵挡火焰。这么下去不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出阵法，万一还没出阵法，我的灵力耗尽就直接被传送出去了。温浩脑子里不断思考着对策。温浩脑中灵光一闪，开锁。阵法可以算是锁吗？不管了，先试试。这一批血符消耗完后，温浩硬顶着火焰的灼烧，伸出手指指向半空，口中念叨着这是锁，
这是锁。他的手指轻微转动，只听咔嗒一声，温浩周围的火焰瞬间消失了。真的可以？温浩面露惊喜之色，他应该早就想到的。储物袋内部同样是一个小型阵法，温浩可以用开锁技能开储物袋，那么就应该可以开这个阵法。温浩回头望去，见阵法上的光芒还在流转，显然战法并未被破坏。看来暴力开锁并不一定会毁坏战法，储物袋上的战法被毁坏，可能是因为其上的阵法无根无源，而这里的阵法是依托秘境的。温浩猜测道。知道了如何通过阵法的温浩自信无比，快步迈入了下一道阵法。五行阵法、防御阵法、幻阵等等9个阵法根本阻挡不住温浩的脚步。温浩脸上挂着笑容，开锁技能接连使用，很快便到了长廊尽头。下一刻，场景在变，温浩突然听到了打斗声，顺着声音望去，只见3男1女混战在了一起。那4人赫然是血眼宗的冯老魔、年轻筑基、宋丰年、小翠。这4人分成了3方，互相攻击，场面极为混乱。好在那几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突然到来的温浩，让温浩可以在暗中观察。翠姑娘，我们同属魔道中人，为何不与我们联手干掉宋丰年，一起拿门后的奖励？冯老魔不断拉拢着小翠，想要将小翠争取到自己这一方。小翠根本不搭理他，无数血符朝着冯老魔飞去，冯老魔只能闭口不言抵挡血符。翠姑娘，你若不愿意与魔道同流，其实和我联手也是一样的。宋丰年说道。小翠好像谁也看不上一样，几万只血符一分为3，分别飞向其他3位筑基。另外3人见小翠这个样子，脸上纷纷露出无奈的苦笑。小翠油盐不进，任凭他们如何劝说，都坚持不站任何一方，要不然战斗早就结束了。毕竟4个筑基之中，小翠的修为是最高的，只有小翠是筑基中期，其他3人全是筑基初期。3人混战，谁也奈何不得谁，谁都拿不到门后的奖励。你们打我没用，我是不会死的，我劝你们还是赶紧出去为好。宋丰年说道。冯老魔冷哼一声，你们灵犀宗真是无耻，竟然设下如此不公平的规定。年轻筑基附和道，还自诩正道呢，正道还玩爱的，我们杀不死你们，但你们却能杀我们，这特么也叫正道？宋丰年反驳，这是我们灵犀宗让弟子失恋的地方，也没让你们魔道来啊，你们不请自来，我们还不能用点手段了？血眼宗2位筑基被问得哑口无言，原来这里同样是对正道有庇护，对魔道没有，就是不知道对我有没有庇护。温浩听着几人的对话，心中思索，他猜测着这一关并没有什么提示信息，估计都不算一关，应该只是通关所有关卡之后一处落脚的地方。忽然小翠感受到了一股熟悉的气息，她下意识地用神识朝着温浩的方向扫去，本来始终面无表情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喜悦，他没事就好。小翠见到温浩安全无恙的样子，放下心来。被遗迹吸进来的时候，小翠被迫和温浩分开，让她非常担心温浩的安危。小翠有些后悔，心想如果听温浩的话，帮助宋丰年早点将2个血眼宗筑基解决了，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2人被迫分开的事情了。另外3个筑基战到一起的时候，小翠正愁没地方撒气，于是也加入了战斗。但由于心念温浩，小翠没心思听那几个人对骂，所以封闭了听觉，也就出现了所有人都拉拢不成他的情况。见到温浩后，小翠的心情由阴转晴，这次他打算按照温浩的想法，帮助宋丰年来对付血眼宗的2个筑基。小翠全力帮助宋丰年后，血眼宗的2个筑基瞬间支撑不住了。为什么？你我都是魔道中人，为什么你要帮一个正道？冯老魔看着小翠咬牙切齿，随后他想到了什么，问道，是因为那2个血海宗的小崽子，对不对？对。小翠吐出了从战斗到现在的第一个字，紧接着在2个血眼宗筑基不甘的目光中，小翠全力出手将他们2人击杀。温浩见2人被击杀，松了口气，没用托管是最好的结果了，以后逃离血海宗的时候托管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现在温浩是能攒多长时间就攒多长时间。战斗结束后，宋丰年才注意到温浩，脸上露出喜色。温小友，你没有事真是太好了。温浩一脸郁闷，宋前辈，你们这个秘境怎么还搞区别对待啊？要不是我侥幸发现了规则，我就凉了。这是我灵犀宗老祖布置下的秘境，他老人家的想法我也不知道，现在我们灵犀宗关于秘境的记载都没有多少了。宋丰年一脸尴尬，温浩摆了摆手，表示不在意。小翠看着温浩，很想过去好好抱抱他，但碍于旁边还有个宋丰年，这才压下了心中的冲动。宋丰年笑着道，温小友，多亏了你们血海宗这位筑基道友啊，要不然今天我们灵犀宗这劫是过不去了。温浩嘿嘿一笑，我们血海宗也不全是魔道贼子，对吧？哈哈，那是当然，温小友你和这位筑基道友一点也不魔道啊。宋丰年哈哈一笑，随后又说道，随我看看这门后面的奖励到底是什么。温浩点点头，走向后面那个石门，而小翠则是亦步亦趋地跟在温浩身后。宋丰年瞳孔一缩，温小友，你们2位这是？一个筑基修士竟跟在一个炼气修士身后，让宋丰年有些吃惊。温浩笑着介绍道，忘了介绍了，这是我的道侣小翠，一切可以帮助彼此修炼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道侣，所以温浩这样介绍小翠没毛病。但在这里，道侣主要指的是夫妻，他竟是将我当作道侣吗？
小翠心中泛起甜蜜，恨不得现在就扑到温浩身上，好好与他缠绵。宋丰年赞道：“真是一对璧人啊！”三人走到石门前，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宋丰年说道：“据我灵犀宗有限的记载，这个石门是一个法宝，非我灵犀宗弟子不能打开。”法宝？温浩诧异，这灵犀宗的老祖可真是大手笔，一个法宝都舍得用在这里。法宝和法器不同，法宝可是结丹期以上修士才能用的，炼气术机就算有法宝也根本用不了，法宝更是可以直接被收入体内酝养，具备一定的灵性，甚至有一些法宝还能生出气灵。这些距离温浩还比较遥远，他连筑基都没到呢，对法宝根本没有任何想法，竟然将法宝炼制成门的样子，不知道我能不能开锁。温浩心底胡乱想着。宋丰年将手按在石门上，伴随着轰轰声，石门缓缓打开。放眼望去，只见内室之中琳琅满目，尽是各式各样的丹药瓶，而在这些丹药瓶的旁边，则是一堆堆闪烁着柔和光芒的灵石。温浩估计，这里面的灵石怕是不下于10万。在灵石旁边，一本本法术秘籍和玉简同样不少。三人目瞪口呆地迈过石门，走进室内。突然，在三人身前缓缓浮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温浩和小翠还在诧异地看着那老头，宋丰年却见这老头和祠堂供奉的老祖画像一模一样，直接跪在了地上，晚辈宋丰年拜见老祖。这是灵犀宗老祖，他还活着。温浩震惊，灵犀宗老祖如果能活这么长时间，绝对是大能中的大能了。白胡子老头伸手虚托，将宋丰年拖了起来，不必多礼，我现在只是一个器灵。宋丰年还想说什么，器灵打断了他，说道：“你们3个挑一挑奖励吧，法术、丹药、灵石都可以。前辈，不知可有筑基丹？”温浩满怀期待地问道。器灵缓缓摇头：“没有，筑基丹无法保存太长时间，这里的筑基丹早已失效了。”温浩被泼了一盆凉水，有些失落，但一想还有灵石和法术，也不算白来一趟了。温浩现在就缺灵石，法术也还算缺，但丹药对于他就有些鸡肋了。除了筑基丹，也就回灵丹和回春丹对他有些用了。温浩说道：“我要灵石和法术。”器灵点点头，然后看向宋丰年和小翠2人。宋丰年要的灵石，小翠要的丹药。器灵一挥手，三人所选的东西便出现在了他们每个人身前。温浩一看，整整1000块灵石，还有一本泛着光的法术。丁，检测到玄阶绝品法术，是否花费100块灵石学习？竟然是绝品玄阶法术！温浩心中震动不已。广为流传的法术基本上只分上中下品，绝品一个绝字就能说明它的稀有程度，而玄阶绝品足以堪比的阶下品了。就算是学习花费的灵石再多，温浩都不奇怪。温浩压下心中的学习法术的念头，暂时不学。学习法术可是会瞬间扣除灵石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温浩可不想将系统暴露出来。温浩又看向其他2人，小翠那一堆瓶子，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丹药，想来应该是辅助修炼的。温浩撇了撇嘴，有自己在还要什么丹药？你这是看不起我？宋丰年那一堆灵石，怕是得有1万吧。温浩看着那堆灵石，有些眼馋，这明显是人家拿来准备振兴灵犀宗的。别说温浩本来就没打算抢他，就算想抢那器灵，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三人领完奖励，便被器灵传送出去了。提前被传送出去的灵犀宗弟子还在原地等待，其中就包括宋柔和周景行。宋柔面带忧虑，不知道父亲怎么样了。放心吧，这可是灵犀宗的秘境，宋前辈不会有事的。周景行搂紧了宋柔。下一刻，3道人影突然出现。温浩3人出来的时候，外界已经过了整整2天，外面还是夜晚。众人见3人出来以后，虽然不认识那个女修，但看到温浩和宋丰年都出来欢呼了一声。宋丰年面带笑容，这次灵犀宗经历大劫，多亏了3位血海宗的道友。大劫过后，我灵犀宗要重振旗鼓，从废墟中崛起。这句话宋丰年说的很有信心。这一次他不仅有了1万灵石，并且器灵还将一些灵犀宗早已失传的信息告诉了他，可以说灵犀宗的前途不可限量。温浩突然说道：“宋前辈，血眼宗那些弟子还有2个筑基的储物袋你收着呢吗？”宋丰年点了点头，他们所有人的储物袋我都收着呢，想着以后看看有没有破解的可能。怎么，温小友有办法？我试试。宋丰年将100多个储物袋放在温浩面前，指着其中2个储物袋说道：“这2个是筑基的，其他的是那些炼气弟子的。”温浩拿起其中一个筑基期的储物袋，双指并拢插进袋口中，咔嗒一声，储物袋打开了。温浩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宋丰年露出震惊之色，想不到温小友竟然还有如此手段。温浩微微一笑，继续破解储物袋。不一会儿，所有的储物袋全被打开了，里面的东西种类繁杂，丹药、灵石、灵药、法术、衣服等等。温浩将那些没价值的东西放到一边，众人围在一起，看着中间的灵石等资源，双眼放光。我看得眼花缭乱，有价值的资源太多了，我这辈子都不敢想。本以为这次死定了，没想到我们灵犀宗反而还能获得这么多资源，这下发了呀！宋丰年同样免不了被吸引目光，他看向温浩和小翠，这次你2人功劳最大，你们先选吧。小翠没选，将所有的东西都让给温浩。温浩走近，这些玄阶的魔道法术你们没用，我就全拿了吧，然后我再拿一些灵石。说着，
温浩便从中再取了1000灵石。温浩选的这些东西，所有人都没有异议，反而都觉得这是温浩应该拿的。温浩选好后，宋丰年刚想要论功行赏，温浩再次说道：“宋前辈，你说邪眼宗现在是不是没人了？”宋丰年突然一愣，随即便大喜：“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呢？”说完，他将所有东西都收进了储物袋，对着周围弟子大喊道：“灵犀宗的弟子们，论功行赏我们之后再说，先随我去血眼宗拿战利品。”战利品，战利品！一听到这3个字，所有人再次激动，惊喜真是接连不断啊！宋丰年带头，身后跟着20多个灵犀宗弟子。灵犀宗太穷，连个飞行法器都没有，所以只能徒步去了。好在血眼宗距离不算太远，灵犀宗弟子心念战利品，就算徒步也不嫌累。天蒙蒙亮，众人终于赶到了邪眼宗，不过却被血眼宗的战法阻挡。血眼宗的阵法比灵犀宗的阵法强一些，没人操控还足以挡住灵犀宗的众人，这怎么办？强攻吧，反正里面也没人守护。我看行。众人议论纷纷。宋丰年皱起了眉头，强攻的话太耗费时间了，保不齐会有人路过这里。如果是正道还好，但如果是魔道的话，就我们这几个人可承受不住啊。温浩走上前来：“宋前辈，我对阵法有些研究，之前破解储物袋就是靠的我的阵法造诣。”温浩显得信心十足，让宋丰年大喜过望。宋丰年对温浩点了点头，温浩装模作样的绕了一会儿，随后双指并拢接触阵法，随后便挺咔嗒一声，阵法被破开了。温师兄牛逼，牛逼呀！卧槽，温师兄以后你就是我的偶像。宋丰年满面笑容：“温小友，你就是我们灵犀宗的福星啊！”宋丰年打心底里感激温浩，不止温浩的道侣小翠帮助灵犀宗度过了危机，温浩一样帮助灵犀宗取得了大量的资源。可以说，如果没有温浩和小翠的话，灵犀宗现在还存不存在还两说，更不要提还有获得大量资源的可能。阵法被破，灵犀宗弟子一窝蜂的冲了进去。宋丰年赶紧大喊：“别在乎蝇头小利，咱们直接去藏宝殿。”放心吧，宗主，我们知道的。哈哈，我也体会一下抢东西的感觉。对对对，魔道能抢，正道一样能抢啊！宋丰年也心怀激动，进入血眼宗。血眼宗的藏宝殿并不大，这里面也没多少东西啊。温浩看着藏宝殿内的资源，不满地撇了撇嘴。虽然这里面比之前那些储物袋中的资源多一些，但这可是一个宗门的全部资源啊。宋丰年说道：“血眼宗毕竟是小型宗门，藏宝殿资源不多也正常，这些已经很让宋丰年知足了。从灭宗危机到暴富，这谁能想到？”他对着温浩说道：“温小友，还是你来先选如何？”温浩点点头，同样是将所有玄阶魔道法术收走，然后再拿灵石。对于温浩来说，法术越多越好，就算自己不将其提升到5级，系统托管之下施展出来的法术也全是5级。灵石温浩拿了2000块，然后退到了一边。宋丰年将所有东西收进储物袋之后，喊道：“赶紧走，回宗门。”这些灵犀宗的弟子来这里基本上什么都没干，但心中还是抑制不住的激动。走了，这2次的资源分配，温浩没有贪心，但收获也绝对算得上是大头了。不说别的，就说那些魔道法术，价值就能比得上宋丰年拿到的那些资源了。只不过宋丰年用不到，所以对于宋丰年来说，那些魔道法术价值不算大罢了。这次分配，两方各取所需，都很满意。宋丰年满面红光地带着众弟子踏上返回宗门的路。温浩对着宋丰年拱了拱手：“宋前辈，我就先回去了。温小友不去宗门内再坐吗？”宋丰年挽留道。温浩说道：“坐就不必了，我回去还有事要做。”宋丰年点头道：“温小友以后如果遇到事情，一定要跟我说，我们灵犀宗必当竭尽全力。”“对，温师兄有事你就开口，但凡我说一个不字，我当场撞死。”其他弟子纷纷应和。温浩微笑着再次对众人拱拱手，坐上小翠的飞毯，朝着血海宗方向飞走了。至于飞梭、周景行还要在这里待一段时间，温浩便将飞梭留给了他。“温师兄有时间来看我们啊？”“温师兄，我会想你的。”看着飞远的温浩二人，灵犀宗众弟子有些不舍。和温浩相处虽然短暂，但每个人都对温浩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拜。这次温浩足足收获了4000块灵石，可谓是一波肥。在之前这么多灵石，温浩连想都不敢想。幸亏自己当时心血来潮过来帮周景行了，这下不仅多了周景行一个帮手，还暴富了一波，真是应了那句话：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系统将我手中所有玄阶法术全学一遍，需要多少灵石？丁，检测到宿主手上的20本玄阶下品法术属于阉割版本，是否花费100灵石将其补足？温浩这才想到，之前血眼宗弟子的那些血符术确实有些不伦不类。补足，丁，已补全。宿主现有玄阶下品法术20本，玄阶中品法术3本，玄阶绝品法术1本，学星号星号技消耗360块灵石，全部学习。现在的温浩财大气粗，对于拥有整整4000块灵石的他，几百块灵石说花就花，再也不是之前那个连1块灵石都拿不出来的温浩了。丁，学习成功。大量信息涌入温浩脑海，让温浩忍不住闷哼了一声。你怎么了？靠在温浩肩膀上的小翠见温浩这个样子，有些担忧。无碍，温浩说道。随后他便又沉浸在了那些法术当中。玄阶下品暂且不提，
那3本玄阶中品分别是血分身、血汲取、血遁。这3个法术，一个可以让自己具现一个分身，一个可以通过吸血恢复伤势，一个可以取代轻身术。而那个绝品法术玄天灵元术更不得了，这个法术是被动法术，1级玄天灵元术就可以让温浩的灵气恢复速度翻一番，如果5级那更加不得了。绝品不愧是绝品，这种被动恢复灵气的法术是每个修士都想要却得不到的。丁，检测到宿主法术有多处重合，是否花费1000块灵石将其合并为一个法术？系统声音再次传来，温浩有些诧异，还能合并？这个合并是什么意思？将所有法术的优点集于一道法术之中，那感情好啊，到时候释放一道法术就相当于释放好几道法术了。温浩赶忙说道：合并。丁，已将血符术、血分身、血汲取、血遁等24本玄阶法术合并为玄阶绝品法术血狐。目前血狐等级为 LV1， 又是一个玄阶绝品。温浩震惊，虽然4级血符术消失了，但却有了玄阶绝品法术血狐。温浩感受了一下，这个1级血狐的威力比之4级的血符术还要强上一分。如果再将血狐等级提升上去的话，那温浩的实力再次暴涨。温浩只花费了不到1500块灵石，却得到一个绝品法术，太值了，实在是太值了。血狐如果放到外面，少于5000块灵石是绝对买不到的。系统将血狐提升到4级，玄天灵元术提升到5级。现在温浩手上还有2540块灵石，不够将2个法术全都升到5级了，所以温浩先将可以提升自己持久力的玄天灵元术提升到5级，血狐只能以后再说了。丁，升级完毕，共花费2300块灵石，4000块灵石只剩下240块了，但温浩毫不心疼。至于温浩还欠着血海宗1000块灵石，反正可以分期，温浩当然选择先将实力提升上来啊。又成了穷光蛋的温浩却是满脸笑容的看着系统面板。姓名温浩，修为炼气7巅峰，功法极域双修诀，托管次数2次，每次1刻钟。法术玄阶绝品血狐 LV4， 玄阶绝品玄天灵元术 LV5， 黄阶下品法术若干。神通无，自身技能开锁 LV3， 灵石240块。温浩关闭系统面板，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自己暴涨之后的实力。他对着小翠说道：小翠，找一处妖兽多的地方。小翠也没问为什么，很是乖巧的操控飞毯转向。飞毯降落，温浩特意收敛了自己身上的煞气，以免吓跑了妖兽小可爱们。小翠选择的地方妖兽数量在30只左右，放在往常这个数量的妖兽，如果温浩不用开锁技能的话，是绝对打不过的。但现在温浩觉得自己可以试试，他心念一动，面前出现一片直径大约10丈的血湖，血湖散发着浓郁的血腥气，不断刺激着所有生物的嗅觉。阳光洒在湖面上，却无法穿透那浓稠的血色，那血红色，红得令人心悸。下一刻，血湖中瞬间飞出1万只巴掌大小的血符，朝着那些妖兽飞去，并且血湖还在不断的往外飞着血符，仿佛无穷无尽一般。单看这一点，就比血符术要强太多了。不止如此，血符的防御、攻击都比之前强大了许多，并且还多了一个可以吸血恢复自身的能力。温浩感觉到这些血符和自己的联系更加紧密了，自己可以操控血符更加精准的打击任何目标。温浩的操控下，血符突然一分为2、为4，直至所有血符全部变为拇指大小，数量翻了几倍。而后那些拇指大小的血符再次聚拢，最终化为了一只比血狐还要大上1圈的巨大血符。这只血符身躯无比凝实，身上散发着极为恐怖的气息，这血符堪比筑基了吧？温浩看着巨大血符喃喃道。小翠看着那巨大的血符，同样无比震惊。她在血海宗多年，从未见过这样的血符，一个炼气期竟然可以换出堪比筑基的血符，这是何等的可怕！他转头看向小翠，小翠，咱俩打一场。小翠摇头。温浩继续道：放心，我心里有数，不用怕伤到我。小翠这才放出近10万只血符，冲向巨型血符。巨型血符肉翅一扇，掀起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息，瞬间将周围数千只小血符卷入其中。但几千只对于10万来说，也只是一个小数字。小血符群很快贴在了巨型血符身上，锋利的牙齿狠狠咬下，瞬间巨型血符的身躯就变得不是那么凝实了。巨型血符叫了一声，那声音极其尖锐，引起人极度不适。紧接着，那些小型血符竟有一部分爆成血雾，被巨型血符吸收。吸收血雾之后的血符再次凝实了身躯，大嘴一张，吞下数千血符。那数10万只小型血符没一会儿就被巨型血符击杀殆尽。虽然小翠还有很多手段没有用出来，但温浩已经很满意了。血狐可不是只有血符这个能力啊！小翠，对着我攻击！温浩看向小翠，露出自信的笑容，不用担心我的安危，放开打。说着，温浩一招手，地上那10丈长的血狐瞬间飞向温浩，将温浩紧紧包裹起来。被血狐包裹的温浩仿佛杀神降临，那浓郁的血腥味，就连小翠这个血海宗的筑基弟子都忍不住皱眉。此时的温浩已经模样大变，没有五官，没有头发，只有一个由血液组成的模糊人形。小翠的血符已至，
温浩却不闪不避，站在原地主动承受血符的攻击。小心！小翠忍不住惊呼一声。下一刻，温浩竟直接分成无数份血滴，那些血滴化为无数血符四散开来，在不远处再次汇聚成为了一个血人。血人再次化为无数血符，竟主动朝着小翠的血符冲去，瞬间便与他们厮杀在了一起。到了最后，温浩直接让自己的无数血符分身主动被小翠的血符吞噬，只剩下一只血符分身孤零零地飞在不远处。他心念一动，小翠那10万只血符竟齐齐爆裂开来，周围被血雾充斥，将周围的空气都染得嫣红一片。那唯一的一只血符分身重新化为了血人，只不过这个血人只有蚊子大小。随着温浩体内的灵气不断消耗，血人慢慢变大，最终恢复了原来的大小。这一次，温浩体内的灵力直接消耗一空，但只用了不到5息就全部回满了。温浩心中激动，现在的自己不管是战力、保命能力、持续战斗能力都属于顶尖中的顶尖，就算打不过，血狐包裹下自己的逃跑的速度能追上的人也是极少。这一次灵犀宗之行绝对是来对了。温浩挥挥手，血狐再次回到了地面上，露出了温浩本来的面貌。而后血狐消失，但温浩依然能唤出血符，也可以动用血狐其他的能力。这样一来，温浩就可以将自己掌握玄阶绝品法术隐瞒下来，到时候也不怕在别人面前动用，导致被人觊觎。小翠跑了过来，紧紧抱住温浩。温郎，你好坏啊，竟然让人家攻击你，你知道我有多怕误伤你吗？温浩笑了笑，那等回去以后，我好好安慰安慰你啊。小翠满脸期待地点了点头。二人再次坐上飞毯，朝着血海宗疾驰。路上，温浩花了2块灵石，将传音术与宽衣术学会了，毕竟不能总让人家帮自己脱衣服不是。二人赶回血海宗的时候已是下午，温浩先去了一趟圣女府，毕竟在血海宗还得指望陆婉呢，把人家冷落了可不太好。陆婉看见温浩推门而入，便迎了上来。温浩施展自己新学会的法术，然后将陆婉抱起。陆婉环着温浩的脖子，2天多没见到你了，你去哪了？温浩抱着他走向床边，说道：前2天血眼宗得罪了我去将他们灭了。温浩说的这话没毛病，他确实灭了血眼宗，只不过是他和别人一起灭掉的。血眼宗是血海宗的下属宗门，血眼宗被灭一定会被调查，温浩需要圣女帮自己顶住压力。陆婉美眸之中眼波流转，纤纤玉手在温浩的胸膛轻抚。温郎，你这才算是学到了我血海宗的精髓。陆婉的观念便是得罪我便杀你全家。温浩灭宗门这种行为很对他的胃口，就算是血眼宗又如何，只不过一个小型宗门罢了。温浩将陆婉放到床上，此时的陆婉早已双眼迷离，泛着春光，一双修长的玉腿紧紧勾住温浩。温郎，快些！温浩加快攻势，被包围在陆婉满足的声音之中。从圣女府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系统托管再次到账1刻钟。温浩走向堂口，那边还有2个等着自己的呢。推开门，不着寸缕的小翠和蒋瑶正在自己的床上。温浩走过去，一边一个搂在怀里，是不是很想我呀？二女同时点头，恨不得温浩现在就吃了他们。本来还想问问蒋瑶圣女派系的事情，但看到他们如此急切，便只好先满足他们了。蒋瑶躺在床上，一双丹凤眼里只有温浩。小翠坐在一边，柔顺的黑发披散在肩，将柔软之处遮挡，不满地撇了撇嘴，凭什么不是我先啊？温浩动作不停，指尖划过小翠的秀发，轻声道：不要急，好吗？小翠嘤咛一声，娇嗔道：你今天满足不了，我可别想走。躺在床上的蒋瑶，我也是。又是一夜过去，蒋瑶早已昏睡在一旁，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只有小翠半眯着眼睛迎合着温浩。怎么样，满足了吧？温浩笑着道。小翠嘴硬道：我不满足。哟呵，你还嘴硬上了。下一刻，小翠声音瞬间大了几分，还带着些许沙哑。到了正午，小翠也支撑不住，沉沉睡去。正好蒋瑶醒过来了，不过温浩只是搂着她，问道：最近咱们的人没受欺负吧？没有，这2天一切正常，圣子派系没有挑事，功勋殿的任务也是我们先领。说完，蒋瑶开始不老实了起来。我都放过你了，你竟然还敢挑衅！温浩扬怒。蒋瑶娇笑一声，温浩再次翻身上马。到了晚上，在一起缠绵了1天1夜的3人才走出了房间。一抹柔和的月光如丝如缕，悄然洒落，轻抚过挂着满足表情的3人。只不过二女满足之中还带有一丝疲惫，而温浩则神完气足地站在二女中间。温郎，你可真厉害！是啊，1天1夜都不见疲惫。二女一人一句夸着温浩。蒋瑶伸手按了按温浩胸膛，你这身体是铁打的吗？温浩微微一笑，紧紧搂住二女，我身体好，你们才会幸福啊。走吧，随我去功勋殿看一看。温浩获得2个玄阶绝品法术，逃跑的底气又大了1分，现在只差修为了。他时刻记着自己身处随时会丧命的魔宗，不会沉浸在温柔乡之中。筑基丹需要100贡献点，现在温浩的实力完全可以接那些奖励贡献点的任务了。温浩走在前头，蒋瑶和小翠一左一右跟在后头。一个男人被2个大美女跟着，引起了路人的侧目。但当他们看到温浩那张面孔后，便不敢再看，低头走了。温浩的大名早已在传开，他的相貌也被众人熟知了。一个将血符术修炼到大成的人，在魔宗之中都是少数，
所以那些人怕温浩不无道理。功勋殿，温浩遇到了一个熟悉的人，这不是云主事吗？怎么还亲自来功勋殿了？温浩一开口，反派味儿十足。云承轩听到温浩的声音，心里顿时涌现一股怒意。他转过头，只是温浩，温主事不也亲自来了？温浩一挑眉，云主事，我记得没错的话，前2天你说过看到我们是要低头的吧？你现在直视我是什么意思？这句话说完，温浩越来越感觉不对劲，这味儿怎么这么像装逼打脸的前奏？这云承轩不会直接化身龙王吧？你！云承轩怒视温浩，随后便将头低了下去。温浩呵呵一笑，看来没变身龙王。就在这时，所有人都跪倒在地，只剩下温浩3人还在站着，拜见圣子大人。除了温浩3人，所有人齐声喊道。温浩转身望向门口，只见长相阴柔的圣子正缓步走来，他同样身后一左一右跟着2个美女，只不过这2个美女全是筑基后期的修为。温浩心中大呼卧槽，没想到这云承轩还真有主角待遇，这特么自己刚嘲讽完他，人家后台就来了。圣子走到温浩面前，温浩，想不到当初被我抓去还在跪地求饶的，你竟然爬到了现在的位置。温浩心中骂了一句，这特么不纯污蔑吗？当时自己确实求饶了，但可没跪地。有啥说啥，没什么丢人的。结丹期的气势几乎压得温浩喘不过气来。之前面对圣女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但现在圣子站在面前，那股气势对于炼气期来说确实有些难顶。温浩咬着牙看向圣子，圣子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初的我确实不堪，但现在的我也远非当初可比了。当初的你和现在的你有什么区别？不过蝼蚁罢了。圣子脸上依旧平淡，没有不屑，仿佛只是在说一个事实。的确是事实，之前温浩炼气后期，现在温浩炼气巅峰，只要不入结丹，对于圣子来说确实没有什么区别。蝼蚁又如何？你敢出手吗？温浩笑了一声，圣子终于有了一丝情绪的起伏，但他很快便压了下去。我不能出手，但有人能出手。圣子深深地看了一眼温浩，转身继续说道，我出一颗筑基丹，明天一早夜峰会和你上擂台，你们2个谁胜谁拿。圣子脚步不停，话音落下，圣子也不见了踪影。他丝毫不担心温浩不去，炼气巅峰的人没有一个能拒绝得了筑基丹的诱惑。也正如他所想，听到筑基丹3个字的温浩，整个人都陷入了兴奋当中。明天我一定要去，无论如何我也要拿到筑基丹，这可是我逃离这里的希望。这时周围的人也都从圣子的气势压迫中缓了过来。叶枫，竟然是他，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叶枫可是当之无愧的炼气第1人，温浩能打得过他吗？我估计悬。叶枫那一手血符术早已巅峰，温浩只有大成的血符术，二者孰强孰弱一看便知。这些人听到叶枫的名字震动不已，当着温浩的面就讨论了起来。温浩也乐得他们多讨论讨论，自己也好多获取一些那个叶枫的信息。众人的讨论渐渐平息，温浩也不再停留，带着2女返回堂口。这叶枫到底是什么人，你知道吗？房间内，温浩问向蒋瑶。蒋瑶说道，叶枫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连元婴期的长老都对他亲言有加，对其极为赞赏。据那位长老说，他是100年难得一遇的魔道天才，一颗魔心坚定无比，我们所有的弟子都不如他。他年纪轻轻便已将血符术修炼至巅峰，更有一门玄阶中品和一门玄阶上品的法术修炼至大成级。死在他手中的魔道正道不计其数。他没有感情，所有人对于他来说都是修炼资源。说完，蒋瑶看向温浩，问道，温郎，你明天真要去吗？温浩点点头，极为坚定，我一定要去。圣子的筑基丹我要定了。见2女都是担忧的模样，温浩将2女搂在怀里，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放心吧，区区一个叶枫不是我的对手。小翠你是知道的。小翠这才想起温浩不仅床上功夫了得，真正战斗一样可以和他这个筑基中期打得有来有回。想到这里，小翠便不再担心。温浩决定今晚可要好好养精蓄锐。之前说过，温浩每次缠绵精力都会保持充沛，远比打坐要好。蒋瑶躺在床上，高马尾变得松散，一些发丝散乱地贴在滑腻的肩膀上。小翠青丝如瀑布般垂下，将柔软遮挡。温浩上马，指尖轻柔地划过小翠如丝如瀑的秀发。今天我要好好的养精蓄锐，尽管来。几次之后，蒋瑶发了狠，强忍着如潮水般涌来的困倦。温郎，我今天厉害吗？温浩夸赞，厉害，你是最厉害的。那我呢？那我呢？小翠凑了过来，一双杏眼微微弯起，满是期待地看着温浩。温浩吻了她一口，说道，小翠也厉害，都厉害。天亮了，2女瘫在床上，小翠气喘吁吁地说道，温郎，你还是一如既往的强啊。蒋瑶睡了过去，嘴里还在喃喃着不知道什么话，时不时还吧唧吧唧嘴。温浩吻了2女一口，穿好衣服朝着擂台走去。叶枫早就到了，静静地站在那里，无声无息，仿佛与周围隔绝起来。周围的人离他远远的，看向他的目光中也全都充满了恐惧和敬畏。温浩刚到，便和叶枫对视上了，他那一双眸子无波无澜，没有任何感情，仿佛任何事物都提不起他的兴趣。是你？叶枫缓缓开口，语气当中也听不出任何情绪的起伏。温浩看着他，是我。说完，2人同时朝着擂台走去。
这下温浩可真完了，没办法，谁让他得罪圣子得罪的那么狠呢？对上叶枫，温浩不可能是对手，不止血海宗，就算整个南疆都找不到一个可以作为叶枫对手的炼气期。擂台下没有一个看好温浩的，就连那些圣女一派的炼气弟子也都不相信温浩能战胜叶枫。温主事，要不然咱们别打了。温主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我将贡献点给你，你别要那颗筑基丹了好不好？温浩脚步不停，对着那些弟子笑了笑，做出了一个相信我的口型。二人刚一到擂台，便不约而同地动了手。温浩见过小翠施展巅峰级的血符术，所以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他面前出现足足10万只血符，在半空中嘶鸣。温浩竟然也将血符术炼至巅峰，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这才短短几天，他竟然将血符术从大成炼至巅峰了。虽然很强，但还是不如叶枫啊，可惜了，这温浩就这么死在这，真的可惜了。哈哈，有什么可惜的？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死了好啊！擂台上，温浩看着叶枫，他的血壶是20多本血道法术集合而成，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的血道能力。就算叶枫有玄阶中品或者上品法术，也只不过是比玄阶下品法术强了一些罢了，法术的外在表现基本上大同小异。所以温浩有信心用血壶模拟出叶枫的法术。在看到温浩的巅峰级血符术后，叶枫依然面无表情，同样放出了10万只血符，双方血符瞬间碰撞，谁也奈何不得谁。但下一刻，叶枫伸手一指血符，所有血符身体竟再次打了一拳，一时间叶枫的血符气势完全压过了温浩的血符。是被叶枫修炼至大成的玄阶中品法术血战术，被血战术增幅的血符可以完全碾压寻常血符啊！温浩这下是真的危险了。但紧接着，温浩的血符再次震惊了众人。温浩有样学样的伸手指向血符，他的血符同样身体增大，气势暴涨，与叶枫平分秋色。什么？温浩竟然也掌握了血战术？离谱！他到底还隐藏了什么底牌？你们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温浩比叶枫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叶枫是炼气第一人，他温浩算什么东西？擂台上，叶枫在指血符，属于他的血符剧烈嘶鸣起来，血符的身体突然爆裂开来，化作了血雾，弥漫在整个擂台之上。叶枫嘴巴大张，对着血雾狠狠一吸，下一刻，血雾被吸力吸引，齐齐涌入他的嘴巴。随着血雾的涌入，叶枫的肚子不断胀大，到最后，甚至他的肚子比他的人都大。紧接着，他的肚子仿佛被扎破了的气球一般，瞬间缩小，叶枫也变为了正常人的样子，但他身上的气势却猛然暴涨，堪比筑基期。出现了！叶枫的血炼术。要说温浩也的确强，竟然能逼得叶枫用出玄阶上品的血炼术，这下温浩就算是死了也值了。现在叶枫堪比筑基，温浩你怎么打？哈哈，死吧！圣子就在不远处观看这场战斗，看着叶枫施展了他的绝招，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温浩看着叶枫那泛着红芒的眼睛，心念一动，学着叶枫的动作，也张口吸入血符变成的血雾。这对于温浩来说太简单了，温浩整个人都能化作血人，更别说吸一些血雾了。随后，温浩也气势暴涨，达到筑基期，跟叶枫抗衡。擂台底下的那些人无不长大嘴巴，震惊的迟迟说不出话来。叶枫能用出来，是因为人家修炼多年，杀人无数，但你温浩才入宗多少天，怎么就和叶枫媲美了？这下所有唱温浩反调的人都不说话了，反而一直沉默的圣女一派爆发出欢呼声。哈哈，温主事牛逼！这世间还有能难得住温主事的事情吗？我就问，还有谁？擂台上的叶枫这下终于有了一丝情绪波动，看向温浩的眼神中透露出浓浓的兴趣。你可以当做我的对手。叶枫缓缓开口，紧接着两人如同离弦之箭，在极短的时间内猛然交汇，没有任何修饰战斗时的优雅，他们仿佛野兽一般，以最原始最野蛮的姿态向对方发起了凶猛的冲击。他们的身影交错，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而又激烈的气息。这一刻，只剩下最纯粹的力量与速度在交织碰撞。温浩嘴角轻扬，手指轻轻一点，原本气势如虹的叶枫瞬间气势一弱，再也抵挡不住温浩的攻击。叶枫的脸上再无平静，他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与不可置信。自从修炼以来，叶枫一直以无敌之势打遍南疆无敌手，但在温浩面前却弱如孩童。最终，温浩在所有人的震惊的目光中，双手对着叶枫的头颅狠狠一拍，他的头颅如同破碎的西瓜般瞬间爆裂开来。叶枫的无头尸体倒在地上，尸体接触擂台发出的扑通声让所有人浑身一颤。不远处的圣子脸上的笑容直接凝固在了脸上，原本喧嚣的环境此刻竟只剩下了一片死寂。南疆炼气第一人就此陨落，杀人者温浩。温浩缓缓走下擂台，所有人都注视着温浩，注视着这个新的南疆炼气第一人。此时的圣子脸上还残留着那僵硬的笑容，仿佛失去了表情管理。温浩走向圣子边上，伸出手来说道：圣子，你不会赖账吧？圣子死死地盯着温浩，最终将筑基丹交到了温浩的手里。温浩，你很好，希望你能一直这么好下去。圣子咬牙切齿地威胁了一句，转身走了。温浩对于这种不痛不痒的威胁毫不在意，心道：
小爷我马上就走了，当然会一直好下去了。他哼着小曲儿，脚步轻快地走向堂口的住处。本来还很急的温浩，得到筑基丹后反倒是不着急了。既然得到了筑基丹，是时候好好谋划一番了。很巧的是，温浩回到了住处的时候，周景行也回来了。更巧的是，他已经突破到了筑基中期。温浩一问才知，原来灵溪山遗迹中的器灵欺骗了温浩。器灵那里其实是有一颗筑基丹的，但却没有给温浩，反而给了宋柔。温浩想想便想通了，人家可是灵溪宗的器灵，不给宋柔留着反而不正常。器灵将筑基丹给了宋柔之后，宋柔竟然没用，而是要将筑基丹给周景行用。当然，二人进行了一番推让，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周景行服下筑基丹突破到筑基期。对于周景行的突破，温浩是很开心的，这下逃离的把握再大一分。温浩对周景行说道：“等我突破以后，我会去找你，到时候你我二人将魂灯倒出来，逃离此处。”周景行没有拒绝，他选择无条件相信温浩。二人分别，周景行回去等待温浩的消息，温浩则是进入房间进行突破。可算是要筑基了，我可太不容易了。等我逃离这里以后，我就加入正道，当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温浩看着手中的筑基丹，开始幻想了起来。他微微合上双眼，将那颗筑基丹慎重地放入口中。那丹丸触唇即化，化作一股暖流，顺着喉咙缓缓流下，滑入他的腹中。他的丹田瞬间一股清凉与炽热交织的奇妙感觉，然后就没了。温浩的双眼猛地瞪大，瞳孔中被难以置信充斥。他脱口而出：“卧槽，为什么没筑基？”这一下直接将温浩的心从天上打入地底。他接受不了这个结果，再次感受丹田内的情况，但丹田内平静无比，根本没有一丝突破的迹象。温浩问系统：“系统，难道我地功法不能突破到筑基期吗？”丁，宿主地功法只有双修才能增长修为，凭宿主自己是无法修炼的。温浩的心再次活了起来，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哈哈哈，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小翠和蒋瑶不知道去了哪里。温浩站起身来，朝着圣女府的方向快步赶去。推开陆婉房间的门，温浩不等陆婉说话，直接扑了上去。陆婉问道：“温郎，为何如此急切？”“我要筑基了。”“真的吗？你筑基以后，是不是我的修为提升得更快了？”温浩动作不停，答道：“是的。”但心里却想着，等突破以后我就跑了，估计你没机会了。虽然在这里有好几个美女围着自己，但温浩脑子非常清醒，知道什么才是重要的。魔宗是必须要离开的，这里太危险了。就拿叶枫来说，如果自己这次没在灵溪宗收获那么多灵石，对上叶枫的时候可能就栽了。温浩的攻势比之任何一次都要猛烈得多。几次之后，他感受到之前流入丹田内的筑基丹药力开始流转，丹田内的灵气开始出现了变化，它们渐渐凝聚，原本只是雾状的灵气慢慢凝聚成灵液。紧接着，温浩身上的气势猛然爆发，筑基期成。在温浩成就筑基的那一刻，陆婉感觉是最明显的，他经脉之中流转的暖流猛然壮大一分，让他修为上涨的幅度更大了。温浩忍不住长笑一声，身下攻势更加猛烈。温郎，慢些，慢些！陆婉忍不住开口。温浩不仅没慢，反而再次加快，使得陆婉看向温浩的美眸当中带着无奈。他开始适应温浩的节奏，努力迎合着。温浩闭着眼睛，感受着识海当中突然出现的那一缕神识。他尝试调动那缕神识，紧接着周围10丈皆在温浩的感知当中。他用神识扫过陆婉那美妙的玉体，那白皙柔嫩的肌肤瞬间被感知。温浩感觉这神识太好用了。陆婉感受到温浩的神识，对着他抛了个媚眼。温浩再次加速，陆婉顿时后悔抛那个媚眼了。温郎，你今天太强了。陆婉的声音比往常大了好几分，似乎连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热烈起来。好在周围被布下隔音术，要不然能传出去老远。筑基后的温浩格外强大，但陆婉也不遑多让，在后半夜的时候才承受不住昏睡过去。温浩悄悄地站起身来，穿好衣服。他站在陆婉边上看了好久，最终叹了口气，伸手将陆婉身上的心锁给关上了。以后再遇到应该就是仇人了吧。温浩苦笑一声，给血海宗的这些女人开心锁实在非他所愿，温浩只是想活下去罢了。既然今晚就要离开了，还是将他的心锁关上为好。熟睡的陆婉眉头紧皱，仿佛心中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悄然流逝。温浩毅然决然地转过身，离开了圣女府。他现在就要去找周景行，开始计划今晚的逃离了。周师兄，温浩走到周景行的住处，向着周景行传音。周景行将门打开，温浩迈步走进去。周景行布下个音术后问道：“温师弟，你有什么计划吗？”温浩说道：“魂殿只有一个筑基巅峰在看守，一会儿你引开他，我破开阵法进去，将咱们2个的魂灯取走，取出来后我带你逃。托管时间是能晚用就晚用，所以温浩让周景行引开守卫是很有必要的。”周景行点了点头，又问道：“咱们用不用去租一个飞行法器？”“不行，我们不知道宗门有没有在法器内部布下后手，咱们谨慎起见，不用法器。那有人阻拦怎么办？我已经将圣女解决，距离咱们最近的只有圣子，其他结丹短时间内赶不到这里，而且宗门的长老们都在闭关，不会管我们的。”温浩顿了顿，继续道：“所以我们只有圣子一个结丹期的阻碍，但我有信心从他手中逃脱。”“那行，咱们现在行动。”
周景行微微颔首，目光中透露出对温浩的绝对信任。现在就行动。温浩声音中透出一股果决，能不能成，就在今夜。夜色深沉，繁星点点，映照在二人脸上，泛着幽幽的光。魂殿静静地立在那里，巨大的门扉紧闭着。如果成功取回魂灯，那么二人的逃离计划就完成一半了。师兄，你去将他引开。暗处，温浩对着周景行睡道。周景行面色凝重，深吸一口气，轻轻点了点头，朝着那个守卫走去。什么人？守卫听到动静，立刻警觉地转头，正好看到周景行走过来。你是谁？来这里干什么？守卫警惕地看着周景行，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周景行不和他废话，放出万只血符，朝着守卫攻了过去。守卫见状冷笑一声，毫不慌张，立刻施展手段应对。作为一名筑基多年的修士，他应对周景行这个菜鸟的攻击可谓是极为容易。周景行故作惊慌，转身逃走。守卫看着周景行的背影，嘴角泛起一抹冷笑，这小子又是一个妄图擅闯魂殿的，真是活得不耐烦了。这样的人守卫遇得多了，总有人想要进魂殿偷魂灯，但无不是被他抓住上交宗门，用来换取灵石。他眼中染过寒芒，快速朝着周景行冲去。守卫毫不担心有人能进入魂殿，这魂殿的防御阵法就算结丹来了都破不开。再说了，这处魂殿之内只有炼气筑基的魂灯，结丹来这里干嘛？见二人走远之后，温浩从暗处缓缓走出，他强压下即将拿出魂灯的激动，深吸一口气，警惕地走向魂殿大门。笼罩魂殿的战法闪烁着幽幽光芒。温浩靠近阵法，伸手一指，随着手腕轻微转动，只听咔嗒一声轻响，阵法被破了。瞬间，警报声传遍整个宗门，在这个寂静的夜宛显得极为刺耳。卧槽，怎么还有警报呢？温浩心里一惊，他不做犹豫，赶紧打开门走了进去。魂殿里面摆放着一个个的魂灯，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每个魂灯之下都有名牌。温浩快速寻找着属于自己和周景行二人的魂灯，找到了。温浩眼中露出喜色，迅速将两人的魂灯收进储物袋之中。系统托管。待周景行逃离宗门，温浩心中默念了一句，下一刻，温浩整个人的气质大变，原本温和的眸子瞬间变得空洞而冰冷，失去了所有的情感波动。系统温浩化作血人冲出魂殿，朝着周景行的方向疾驰。周景行和守卫二人并没有跑多远，系统温浩几乎没怎么费力就找到了他。听到警报声，正打算回返的守卫被系统温浩一指收割掉性命，随后血液包裹住周景行，带着周景行朝着宗门之外掠去。听到警报声出来查看的弟子们，只见到了一抹血色在疾驰，速度快到让人看不清。何人敢擅闯魂殿？圣子怒喝一声，朝着血色身影快速追去。他双目赤红，杀意凛然。结丹期的速度极快，就连掌握5级血符的系统温浩在速度上面都不是他的对手，几乎是眨眼间，圣子便追上了他。在看清血人的具体模样后，圣子忍不住心中一惊，这样完全由鲜血凝聚而成的血人，就连他这个魔宗圣子都没见过。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圣子冷哼一声，朝着系统温浩抓来。系统温浩对着面前的圣子时只轻轻一点，一股无形的波动瞬间将圣子包裹，令他体内的灵力凝滞，无法运转。圣子脸色骤变，眼中满是震惊，惊呼道：“这是什么能力？”紧接着，没有灵力加持的圣子直挺挺地掉了下去。系统温浩连头都没回，继续朝着宗门之外疾驰。陆婉在做什么？圣子目光死死地盯着那逐渐变小的血影，眉头紧锁，心中焦急如焚。他不理解为什么动静这么大，陆婉竟然还没出现。如果真被血影拿了魂灯逃离宗门，那么无论是圣子还是圣女都得受到宗门的惩罚。但奈何陆婉不出现，自己灵力被尽，只能看着血影逃离而无可奈何。忽然，圣子面色一喜，这个灵力的封禁持续时间并不长，感受着体内的灵气恢复，圣子毫不犹豫地再次朝着血影疾驰而去。他禁锢我的灵力的时候有一个抬手的动作，我这次一定要注意躲避。圣子暗暗想着。此时的温浩并没有跑出多远，血海宗实在是太大了，温浩估计就算系统温浩全力飞行，都得至少2刻钟才能逃离。就在温浩思索之际，圣子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追了过来。我不管你是谁，我劝你还是早早束手就擒。圣子拦在了温浩的前方，冷哼一声，继续道：若不然，我会让你生不如死。系统温浩只是看了圣子一眼，任何动作都没有。紧接着，圣子体内灵气再次被封禁。卧槽！圣子惊呼一声，从空中坠落。等了一会儿后，圣子灵气恢复。经过2次被灵力封禁，圣子知道靠他自己已经无法拦住血影了。他立刻运转灵气喊道：所有人出手拦住血影。说完，他运转法术再次朝着血影追击而去。血海宗弟子的住处遍布宗门，温浩逃离宗门途经的地方有着无数弟子。这些人听到圣子喊话，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开始出手阻拦，各种法术层出不穷，将温浩团团围住。温浩受到的阻力大大增加，系统温浩根本不理会，直直撞上那些将他包围的法术，从法术之中冲了出去。化身血人的温浩本就无惧攻击，从法术中冲出来也只是让他的身形变小了一些罢了。但随后
体内灵力消耗，温浩的身形便再次恢复正常。而消耗的那点灵气，对于有着玄天灵元术的温浩根本算不得什么。消耗的灵气在瞬间便已回满，无数宛若蚊蝇般大小的血色蝙蝠从他体内飞出，如同血色风暴般席卷向阻拦他的弟子们。那些血蝠速度奇快，所过之处，所有弟子们的灵泉被封禁，无法调动半分，对温浩再无任何阻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圣子就像狗皮膏药一样，不断黏着温浩。虽然系统温浩总是将他灵力封禁，让他跌落下去，但圣子配合着那些血海宗的普通弟子，还是拖延了温浩的脚步。本来2刻钟就能逃离，但温浩却将第3次托管也用掉了。终于到了宗门大阵，系统温浩直接一头撞了上去，在接触到阵法的那一刹那，便有咔嗒一声传入每个人的耳朵，紧接着温浩便穿过阵法逃之夭夭。圣子眼睁睁地看着温浩毫无阻碍地穿透了阵法，如同穿过一层薄薄的空气一般，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他惊愕地张大了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的震惊，这是什么手段？看着不断远去的红色血影，圣子也顾不得震惊了，跃身而起，朝着血影逃离的方向追击。温浩看着身后追击自己的圣子，心中不由得露出一抹冷笑。圣子啊圣子，你是真没看清形势啊！我的指令是逃离血海宗，所以之前系统没搭理你，但现在逃离血海宗的指令已经被完成了呀，你还敢追来？你看系统杀不杀你就完了。果然，系统温浩直接停在原地，等待着圣子的接近。怎么，是不是感觉逃脱不掉，后悔了？圣子看着血影竟然不逃了，不免有些诧异。系统温浩并不搭理圣子，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由鲜红血液凝聚而成的躯体散发着浓郁的血腥味。圣子脚步不停，一步步接近温浩，却在言语间尽显安抚之意，轻声说道：放心，如果你束手就擒，我不会怎么样你的，到时候你依然是我血海宗的弟子。嘴上这样说，但他心里想的却是，既然耽误我这么长时间，等你束手就擒，看我怎么折磨你。圣子与温浩之间的距离不断拉近，圣子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还在不断安抚着温浩。开锁，发动。圣子笑容一僵，他感受到体内的灵气再次被封禁。下一刻，系统温浩将周景行扔了出去，他身形一震，化作漫天血雾，雾气翻滚涌动，渐渐凝聚成无数只有蚊蝇般大小的血色蝙蝠。只有一只血蝠留在原地，其他血蝠如红色潮水一般疯狂地朝着圣子涌去。圣子看着那遮天蔽日的血蝠，还想说些什么，紧接着无数血蝠如同一道血色的洪流，顺着他张开的嘴巴进入他的体内。进入圣子体内的血符化为血雾，沿着他的经脉不断流动，一路奔涌至四肢百骸。你对我做了什么？圣子感受着在体内翻滚涌动的血雾，心中不免生出了一丝恐惧。只有蚊蝇大小的系统温浩静静地飞在半空中，猩红的眼眸冷冷地注视着圣子，不理会圣子的质问。他心念一动，圣子体内的血雾忽然爆发出强烈无比的能量。下一刻，那爆裂的能量将圣子整个人从内到外撕裂成碎片，化作漫天血雨，飘散在空气中，只留下令人惊骇的寂静。让你天天针对我，操，打死你！温浩看着系统温浩直接秒杀圣子，心里说不出的舒爽。一旁的周景行都惊呆了，他根本想不到筑击杀金丹竟然这么容易。他看向化为血符的温浩，二者的目光交汇，血符那双猩红的眼睛此时正面无表情地看着周景行。周景行只感觉温浩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原来的温浩绝对不是这种眼神。温师弟，你没事吧？周景行小心翼翼地问道。系统温浩没有说话，他再次化为血人，体内灵气急速消耗，将身形恢复原来的大小。随后他裹着周景行朝着远离血海宗的方向疾驰。过了一段时间，第3次托管结束，身体掌控权回到了温浩手中。温浩掌握的4级血壶比不上系统的5级血壶，疾驰的速度骤然变慢，但他依然没停下，继续逃离。等天已经亮了，温浩才停了下来，将周景行放出。温师弟，你没事吧？周景行一出来便一脸担心地问道。他现在回想起之前温浩那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睛，都忍不住心底发寒，生怕温浩走火入魔了。温浩看着周景行，微微一笑，我没事的，周师兄。见温浩已经恢复正常，周景行松了一口气。温浩又道，咱们已经逃离了血海宗，不知周师兄要前往何处？我打算去灵溪宗，以后就窝在灵溪宗里不出来了。温师弟，你去吗？语气中透着一丝对未来的期许。温浩闻言轻轻摇了摇头，我就不去了，我打算四处绕绕，看一看这南疆的大好景色。行，温师弟，那咱们就此分别吧。周景行拍了拍温浩的肩膀，眼中带着几分不舍。温浩笑了笑，拱手道，周师兄，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有缘再见。二人拱手告别，朝着不同的方向走了。温浩深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嘴角勾起一抹微笑，喃喃道，啊，自由的空气真香甜啊。从被抓进血海宗以来，温浩无不想着逃离，此刻终于逃离，他像是脱胎换骨般神清气爽，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心中充满了难以言喻的喜悦。只不过圣女被我关了心锁之后，会不会要追杀我？温浩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下巴，心里忍不住打了个冷战。算了，不管了，就算想杀我他也找不到我啊。温浩很快便收拾好心情，
将这念头抛之脑后。此后，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哈哈，自由！我温浩来了。温浩不断朝着远离血海宗的方向行进，他脸上的笑容始终都没有消失过。自由的感觉真是太好了。温浩忍不住长笑一声。你看这花长得多好，你看这树长得多粗，你看这石头长得多圆，你看这人长得多磕碜。卧槽！温浩忍不住惊呼一声，他望向挡在他前方的那个人，那是一个身穿黑袍的老者，结丹期修为显露无遗。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没有一根头发，脸上坑坑洼洼的，一双眼睛正好齐地打量着温浩。他手握一杆巨大的帆，帆面绘着狰狞的鬼脸，帆上时不时会传来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仿佛无数冤魂在帆中哀嚎，让人不寒而栗。真是让我齐坤捡着了，没想到出来一次竟然遇到魂魄如此古怪之人。那老者的声音沙哑难听，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浩，露出了浓浓的兴趣。温浩赶紧拱手恭敬地说道：晚辈不知前辈在这里，打扰了前辈，还望前辈海涵，晚辈这就走。说完，温浩便想转身就走。齐坤冷笑一声：走？往哪走？你还是给我回来吧。他的手掌猛地探出，一股强烈的吸力从掌心爆发，将温浩整个人都笼罩其中。温浩只觉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吸住了他，身体不受控制的腾空而起，向着齐坤的方向飞去。齐坤牵着温浩的脖子，脸上的笑容阴森可怖。老头子，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古怪的魂魄，不进我炼魂幡实在是可惜了。他那沙哑的声音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兴奋。温浩的脖子被掐着，呼吸困难，脸上憋得通红，却强撑着挤出一丝笑容，艰难地问道：前辈，晚辈是血海宗弟子，不知前辈和血海宗可有渊源？这人一看就是魔道中人，温浩觉得搬出血海宗的名头可能会有点用。哦，齐坤眉头微皱，继续问道：你是血海宗的弟子，那为何我从未在你身上感受到血海宗地功法？温浩心中一喜，爆出血海宗果然有些作用。他赶忙解释道：前辈有所不知，我在进入血海宗之前就已经学了功法，无法再修炼血海宗地功法。不过我有巅峰级的血符术，可以证明我是血海宗的弟子。血海宗的法术还是有些辨识度的。温浩觉得齐坤应该能认出来，但谁知齐坤闻言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满不在乎道：血海宗的弟子又能怎样？巅峰血符术又能怎样？你若是炼魂宗的弟子，我或许还会给几分面子，但血海宗可奈何不得我齐坤。温浩的心瞬间凉了半截，本以为能用血海宗的名头吓到齐坤，但人家却根本不在乎。齐坤抓着温浩冲天而起，口中继续说道：也还是好好想想下辈子怎么投胎吧。温浩心中苦涩，没想到刚逃出狼窝又进了虎口，真是造化弄人啊。前辈，我的魂魄不行的。虽然机会渺茫，但他还是想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让齐坤放了自己。齐坤被温浩吵得烦了，体内灵力涌动，化作一道无形的波纹没入温浩头颅。温浩只觉眼前一黑，意识便陷入一片混沌。哼，小崽子竟然还想要动摇老头子我的道心，天真。齐坤冷笑着，拎着韩宇继续疾驰。齐坤选了一处无人的地方，带着昏迷的温浩降落下去。这等稀奇古怪的灵魂不能带回宗门，不然就轮不到我使用了。我还是直接在这里将它炼化，收入我的炼魂幡当中为好。齐坤将温浩放在地上，暗暗思索。他取出那杆不断发出嚎叫的炼魂幡，刚要对着温浩挥下，就在这时，一道娇喝声传入齐坤的耳朵：齐坤，已经在此残害性命。齐坤猛地抬头，循声望去，一名身穿白裙的女子正怒目圆瞪地盯着他。他嘴角泛起一抹冷笑，语气中带着浓浓的嘲讽：西白薇，就凭你也想阻我？魔头害人，人人得而诛之。西白薇一双桃花眼中怒火升腾，说着，他玉手一扬，释放出一道绚丽的法术，如流星般向着齐坤疾射而去。齐坤见状，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不屑。他迅速站起身来，手中紧握着那面炼魂幡，然后对着西白薇狠狠的一挥。刹那间，一股黑色的旋风从炼魂幡中喷涌而出，伴随着无数凄厉的尖叫声，如同恶鬼一般扑向西白薇。一时间，黑风呼啸，鬼哭狼嚎，与西白薇的法术撞在了一起，二者在空中碰撞，爆发出一阵强烈的光芒和灵气波动。就在这时，一道娇小的身影趁着两人交战之际，迅速接近温浩，将他抬起便跑。师傅，得手了，赶紧走！那娇小身影对着西白薇喊了一声，脚步不停朝着远离二人战场的方向跑去。西白薇见到温浩被救走，心中稍安，他立刻祭出飞舟，将那娇小身影和温浩一同吸入。随着他一声轻喝，飞舟如同一道闪电般冲天而起，瞬间逃离。齐坤见状，脸色阴沉至极，同样祭出一架白骨战舟，追在西白薇的后面。但奈何白骨战舟并不擅长速度，很快便被西白薇的飞舟甩远了。齐坤站在白骨战舟之上，望着西白薇离去的方向，眼中闪过一丝不甘和愤怒。他紧握着拳头，咬牙切齿地说道：可恶，竟然让他们跑了！随后，齐坤认命般地叹了口气，操控白骨战舟离开了。冲击西白薇的宗门他是不敢的，为了一个魂魄得罪他的宗门，不值得。远离齐坤之后，
西白薇和那娇小女孩看着昏迷的温浩，这个人怎么这么古怪？西白薇看着躺在地上昏迷的温浩，眉头微皱。师傅，他哪里古怪了？娇小女孩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来温浩到底哪里古怪。丽儿，你是炼气期修为，看不出来也正常。他身上有修习血道法术特有的血腥味儿，但功法气息却并不是血道功法。西白薇解释道。这么说，他是魔道中人？丽儿小嘴微张。西白薇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确定。丽儿皱起眉头，猜测到会不会是得到血道法术的散修？他身上的血腥味这么浓郁，估计血道法术品阶不低，并且修炼到极为精深的地步，一般的散修可做不到。西白薇说道。那咱们赶紧将他杀了算了，省得醒了以后去害人。丽儿建议道。等他醒来再说吧。西白薇想了想，最终还是没有对温浩下手。师徒二人就这样静静地等着温浩醒来。温浩睁开眼睛，两道绝美身影映入眼帘，一个身穿粉裙，身材娇小，面容略显稚嫩，但一双眼睛 bling bling 的，显得十分灵动可爱。另一个身穿白裙，身材高挑，气质优雅，眼神略带成熟和稳重。二女的目光正放在温浩的身上，让温浩有些搞不清状况。你们是？他记得他应该是被齐坤抓走，打算炼精炼魂番来着，怎么一睁眼就是两个大美女？难道我又穿越了？温浩心中想着。我们救了你。丽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温浩，继续说道。我们从齐坤手上将你救下来了，要不然你早就死了。说吧，你要怎么感谢我们？丽儿双臂环抱胸前，她的俏脸上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得意与骄傲。丽儿，休得无礼，我们救人可不是为了让人报答的。西白薇教育道，她的声音轻柔无比，仿佛一缕初春的微风，轻轻地掠过心田。丽儿撇了撇嘴，不满地嘀咕道，救人不图报，图什么呀？西白薇一双桃花眼白了丽儿一眼，随后对着温浩问道，我看你身上有血道法术的气息，你是魔宗的人？这个问题西白薇是一定要搞清楚的，与其一步步试探，倒不如直接问。温浩极为干脆地承认了这一点，是的，我是从血海宗逃出来的。随后他又将自己被迫加入血海宗，从来没杀过无辜之人的事情告诉了二女。这两个美女一看就是正道，温浩肯定地跟他们解释清楚了，不然那个白衣结丹一怒之下将自己杀了，自己哭都不知道往哪哭去。对于温浩的话，西白薇信了一半，他说道，我知道了，你先跟我回一趟宗门，我们宗门之中有检测到底杀没杀过无辜之人的阵法，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我再放你离开，如何？温浩点了点头，跟着二女上了非洲。路上，温浩得知了二女的名字，并且还知道了二女所在的宗门叫琉璃宗，西白薇还是琉璃宗的宗主。非洲很快就落在了琉璃宗中。温浩走出去打量四周，这里一片宁静祥和，完全不像血海宗那样处处充斥着血腥味。西白薇带着温浩到了检测阵法，示意他走进去。温浩自无不可，迈步进了阵法。阵法嗡鸣声响起，不一会儿，温浩走了出来，确实没杀过无辜之人，你走吧。西白薇对着温浩点了点头。温浩看着周围祥和的景象，心道这就是自己的向往之地啊。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道，我没了去处，不知我可不可以加入琉璃宗？你一个魔道弟子竟然还想加入我正道？丽儿诧异地看着温浩。温浩挠了挠头，尴尬地笑了笑，之前加入魔宗那不是迫不得已吗？西白薇白了丽儿一眼，丽儿不要对前辈无礼。丽儿撇了撇嘴。温浩摆手说道，不碍事不碍事，既然你无处可去的话，就在我琉璃宗当个供奉长老吧。西白薇想了想说道。温浩本以为做个普通弟子就行了，没想到西白薇直接让他当供奉长老，大喜过望，对着西白薇拱手致谢，多谢宗主。西白薇交给温浩一本法术秘籍和一个木牌，既然加入了我琉璃宗，你那些魔道法术就不要再用了，这是一道黄阶上品的法术，你学一学。这个木牌是身份牌，上面有一道我不下的法术，可以隐藏你身上的血腥味，你就在我琉璃宗好住下来吧。宗门每个月都会给供奉长老100块零食，虽然不多，但也比你在外面打生打死强。你的义务就是在宗门需要你的时候出手就行了。温浩重重点头，谢谢宗主，我知道了。说完，双手接过法术秘籍和身份牌。西白薇换来一名杂役弟子，让他带着温浩选一处住的地方。看着温浩离开的背影，西白薇心中思索，为何他给我一种很亲近的感觉？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索性不再去想了。杂役带着温浩来了一处灵气还算浓郁的地方，介绍道，温长老，这是宗门内长老们所在的地方，您可以随意选择一处没人的地方建造您的住所，想建什么样的住所和我说就行。温浩点点头，打量了一下周围，有洞府，有庭院，有阁楼，看起来这些长老对于住处的喜好不太一样。温浩指着旁边的一处地方说道，我就选这里吧，给我建个院子就行。杂役点点头，向着那处地方打了一道法术，一座巨大的宅院凭空生成。温浩看着那杂役，心道这小子还真是盖房子的好手。杂役感受到温浩的目光，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有人听到外面的动静，走出了查看。杂役立刻对着那人拱手行礼，刘长老。随后杂役给二人互相介绍，刘长老，这是新来的温长老，宗主让我在这里给他建造住处。温长老，这是刘长老。温浩微微颔首，笑着对刘长老拱了拱手，他的声音里带着几分谦逊，初来乍到，多有打扰，
还望刘长老海涵。刘长老面无表情地打量着温浩，不满道：“你一个筑基初期，凭什么来这里当长老？”说着，筑基后期的修为朝着温浩扑面而去。温浩站直了身子，直视着刘长老，面色平淡地说道：“刘长老，我什么修为你管不到吧？”你……刘长老指着温浩，双目圆瞪。这时候，其他长老也走了出来，看见二人对峙，拉来那杂役弟子，才知道了什么情况。其中一人说道：“老刘，你这怎么还欺负起新人来了？”温浩循声望去，一个仙风道骨、散发着筑基巅峰气息的老者，正面色阴沉地看向自己二人。他的身旁还有3个人，这3人全是筑基后期的修为。温浩暗道：坏了，冲我来的！他早已做好了战斗的准备。这5个筑基后期，温浩有信心将他们全部击杀。谁知那仙风道骨的老者竟带着那3个人站到了温浩身边，对着刘长老骂道：“你别把你那当散修时留下的习惯带进我琉璃宗，他奶奶的，都多少年了还改不了。”随后便转头看向温浩，露出和善的笑容，说道：“温道友，不必理会他，走，跟老夫去我那喝杯茶。”温浩整个人都愣住了，随后他才反应过来，这是正道宗门，而不是魔宗啊。温浩对着老者拱了拱手，说道：“多谢道友解围。”老者摆摆手，不妨事，走吧，随我去喝杯茶。说完，他又看向那位刘长老，哼了一声：“老刘，你也一起去，给温道友道个歉。”刘长老想辩驳几句，但老者眼睛一瞪，他便不敢吱声了。看来这个老者在这里的地位不低啊。温浩跟在老者后面，暗暗想着。经过介绍，温浩得知了刘长老名叫刘洪才，老者名叫奚康安，其他3位长老一个姓赵，一个姓孙，一个姓王。温浩问道：“冒昧的问一句，奚长老你和宗主是？”奚长老哈哈一笑，说道：“我和宗主是同族，论起辈分来，宗主应该叫我一声叔叔。”温浩暗道：果然，怪不得这奚长老这么大威望。赵姓长老补充道：“温道友想必是在想，奚长老在我们这里威望很大，是因为宗主吧？”温浩微微一愣，心道：“你猜的可真准。”赵长老看温浩的表情，就知道自己说对了，微微一笑道：“我们扶他可不是因为他和宗主同族啊，而是他救过我们所有人的命。”奚康安摆了摆手，说道：“往事就不要再提了，来，我们以茶代酒，敬温道友一杯，欢迎加入琉璃宗。”温浩赶紧举起茶杯，和众人续碰了一把。随后，奚康安对着刘洪才说道：“老刘，今天是你挑事在先，你还不赶紧再敬温道友一杯赔礼道歉？”刘洪才不情不愿地举起茶杯，对着温浩瓮声道：“温道友，我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哪里，一些误会而已，说开了就好了。温浩再次抿了一口茶，心中泛起一丝异样的感觉。这要是在血海宗，早特么上擂台打生打死了，谁会管你这些事？正道就是好啊。温浩心中感慨。几人在奚康安这里一顿谈天说地，到最后温浩和刘洪才也算是冰释前嫌。几个时辰之前，就在温浩被齐坤抓走的同一时间，睡梦中的陆婉被一个突然到来的人影惊醒，他抹了一把眼角不知道什么时候留下的泪痕，起身对着那人行礼：“师傅。”来人是一个中年美妇，散发着熟透了的女人才有的韵味。他看着陆婉那光溜溜的样子，没有理会这些，问道：“有人逃离宗门，你为什么没有阻拦？”听到逃离2个字，他不由得咯噔一声，心中不由得想起了温浩。他试探着问道：“谁逃了？”“就是你那个情郎和一个叫周景行的人。”中年美妇说道。本来中年美妇正处于闭关当中，是不知道温浩逃走的，但圣子魂灯破碎惊醒了他，让他了解了情况。陆婉听到确切的消息，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他的双眼中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尝试去呼吸，却感觉空气都仿佛凝固了，压抑得他喘不过气来。他恨温浩，恨他为什么要逃走，恨不得现在就杀了温浩。但一想起和之前温浩的一幕幕，让陆婉心中又变成爱和恨交织。中年美妇继续说道：“圣子死了，在追击你那个情郎的途中死的。”陆婉不管圣子的死活，他只想问问温浩为什么要离他而去。“师傅，我可以去将他抓回来。”陆婉语气坚定。中年美妇意味深长地看着陆婉，随后道：“这件事我可以让你主导，但圣子死了，我希望到时候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说法。”陆婉重点头。中年美妇身形缓缓消散，随后陆婉带着几10个筑基飞出宗门，寻找着温浩的踪迹。站在非洲上，陆婉喃喃道：“温浩，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温浩从奚康安那里出来之后，见天色还早，便打算在琉璃宗内溜达溜达。一路上，众弟子见到年轻的温浩穿着一身长老的服饰，纷纷停下拱手行礼，清澈的眼眸就像前世的大学生，没有丝毫嫉妒等负面情绪。温浩微笑着对那些弟子点头示意。在这里，温浩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说不出来的舒适。正道好啊，正道好啊！这已经不知是温浩第几次感慨了。之前身处魔宗，每一刻都要保持着警惕，不然就会被人算计。乃像这里，可以悠悠哉哉地享受一切美好。温浩暗暗决定，就一辈子躲在这里不出去了。这种舒适的生活，他得好好享受。天色渐黑，温浩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他突然发现了一个问题：我特么不能修炼啊！温浩抱着头，一脸的苦恼。自由是自由了，自由的感觉也确实很好，但没有双修的道侣了呀。算了，凭我这么个大帅小伙，还找不到一个道侣吗？温浩想着，反正也不能修炼，
花了15块零食将西白薇给的那本黄阶上品法术水剑学习并升到5级。温浩直接躺床上睡觉去了。次日一早，敲门声将温浩吵醒。温浩，在里面吗？西白薇的声音透过门板传入温浩的耳朵。他走到门口将门打开，对着门外的西白薇问道：宗主，找我有什么事情吗？你可不可以陪我去一趟云朗宗？西白薇说道：可以啊，咱们什么时候动身？温浩很干脆地说道：不就是陪宗主去一趟别的宗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你能不能当一当我的未婚夫？西白薇脸颊泛起一抹羞红，低垂着眼眸，声音细如蚊呐。见温浩正察异地看着自己，他赶紧解释道：今天去的云朗宗是我们上蜀宗门，里面有一个弟子喜欢我，我怕这次过去会被他们的宗主提亲，而我又不好拒绝，所以才想到了这个办法。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西白薇没说，那就是每次接近温浩都会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这种亲近感才是让他下定决心的主要原因。说完，西白薇咬着嘴唇，不敢看温浩。可以啊。温浩点头，笑着说道：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西白薇带着温浩一同坐上飞舟，飞舟缓缓升起，朝着云朗宗疾驰。宗主，咱们去云朗宗干什么？温浩好奇道。西白薇解释道：前段时间我向云朗宗借了一件法宝，此次过去是要将法宝归还。温浩点了点头，不再多言，气氛陷入了沉默。西白薇脸上的红晕尚未褪去，白皙的肌肤上泛着淡淡的粉红，衬得她愈发明艳动人。感受到温浩的视线，西白薇脸上的红晕更浓了。温浩察觉到她的反应，这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连忙将视线移开，看向别处。一路上并无风波，二人很快就到了云朗宗山门前。找杂役弟子通报之后，西白薇带着温浩迈步走过山门。在别人宗门内随意飞行是很不礼貌的行为，所以二人并未飞行，而是坐上了摆渡飞舟，朝着大殿的方向飞去。二人一入大殿，便听到一道爽朗的声音传来：西宗主，我们这法宝可帮你解决了问题啊。西白薇被杂役弟子引着坐在了下方的一个座位上，温浩站在他的旁边。众人都以为温浩是西白薇带来的弟子之类的，所以也没人注意他。西白薇拱手道：多谢柯前辈借宝，给晚辈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云朗宗柯宗主哈哈一笑，既然能给你一些帮助就是好的，咱们两派的关系就不必道谢了。西白薇和柯宗主寒暄了一会儿后，柯宗主突然说道：西宗主，我记得你是没有道理的吧？不如你和我宗天才于瑞结成连理如何？于瑞可是我的亲传弟子，到时候一定会接我的班的，你和他结合也不失为一段佳话。柯宗主话音刚落，大殿内其余人便纷纷说道：是啊，于瑞俊朗，西宗主貌美，修为也相当，真是郎才女貌啊，到时候我们两宗的关系会更进一步啊。哈哈，你二人若结成连理，那琉璃宗再上升一个档次也未必不行啊。起初众人的话语还很正常，但慢慢的威胁的意味就越来越浓了。温浩听着这话越来越不对劲，心道：原来正道也有龌龊吗？是他天真了，竟然以为正道就真的行为正了。在柯宗主边上坐着一个长相还不错但带着几分阴柔的男子，目光如被粘住一般，牢牢地锁定在西白薇身上，露出痴迷的神色。这人正是于瑞。他看着西白薇精致的容颜和玲珑的曲线，心中暗喜：师父做媒，我看你怎么拒绝。想着，他嘴角不禁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可是下一刻，西白薇的话语就让他瞪大了眼睛：我已有心上人，不日便会完婚。西白薇的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这番话语如同一盆冷水，浇灭了所有试图撮合他和于瑞的人的热情。原本热络的气氛顿时变得尴尬起来。那些想将两人凑成一对的人，此刻都面面相觑，不知该说些什么。于瑞愣在原地，脸上的笑容僵硬的凝固。他不可置信地站起身，目光直直地盯着西白薇，问道：你说什么？你什么时候有的心上人？这就不是于道友需要关心的了。西白薇语气淡漠，眼神平静地与于瑞对视。你……于瑞被西白薇的拒绝和冷淡的态度激怒了，他握紧拳头，骨节泛白，咬牙切齿，但却想不到什么反驳的话。这时柯宗主开口打破了这凝重的气氛：不知西宗主的心上人是何门何派的俊杰？西白薇一指旁边的温浩，说道：这便是我的心上人。话音落下，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汇聚在温浩身上。面对突如其来的注视，温浩不慌不乱，挺直脊背。突然有人嗤笑了一声：这就是一个筑基初期的毛头小子，怎么能和我们于瑞相比呢？是啊，于瑞可是结丹后期，还是宗主特意培养的接班人，这个毛头小子拿什么和于瑞相比？于瑞听到西白薇的话语后也愣了一会儿，随后他指着温浩，目光锐利地盯着西白薇问道：这小子有什么好的？你竟然选他不选我？他的语气中带着难以置信。西白薇看向温浩，眼神中带着无限温柔，他轻声道：我也不知道他哪里吸引我，但我就是想接近他。这句话温浩听起来没什么，毕竟都是演戏嘛，爱说什么说什么呗。但这却是西白薇的心里话，这句话极为真诚，感染了周围除了于瑞的所有人。我不服，我要和他比试，谁赢你选谁。于瑞死死地盯着西白薇，眼中的不甘都快溢出来了。西白薇还没说话，温浩突然笑了起来。于瑞的目光落在温浩身上，充满了敌意。小子，你笑什么？你这算盘珠子都奔我脸上来了，
我一个筑基期能打得过你结丹期？温浩和于瑞对视，丝毫不惧他。这时，柯宗主突然开口说话了：“不如你们两个比试学习法术如何？”要说比学习法术，温浩可就不困了。这世界上还有谁能比得上拥有系统的自己学习法术更快的？怎么比？温浩问道。我这里有一本黄阶绝品法术，你们二人谁先学会就算谁赢，如何？柯宗主面带微笑补充道：“学习法术可不看修为的高低。”温浩眉头微皱，我怎么知道于瑞没学过这本法术呢？我以云朗宗宗主的名义保证，于瑞并没有学过这门法术，如何？被温浩问话，柯宗主毫不生气，依然笑呵呵的。这老头子心态还挺好，自己弟子都被人拒绝了，还在这笑呢。温浩心里嘀咕了一句，随后点了点头说道：“可以。”西白薇纤细的手指抓住温浩的手掌，他的眼中泛着焦虑，轻轻摇了摇头。温浩低头凝视着他的眉眼，笑了笑，给了他一个自信的眼神。可以比试，但总得有个期限吧？温浩抬头看着柯宗主，当然。柯宗主点点头，继续道：“时限便是3天，3天后还在这里，谁能将那本法术学会，并且学得更精深，谁胜，如何？我没问题。”说完，温浩看向于瑞，于瑞当即说道：“我就更没问题了。哼，虽然这本法术我没学过，但我却知道这是一道神识类的法术。你一个筑基修士，在神识方面怎么可能比得上我结丹修士？”于瑞心中冷笑。不过，温浩皱了皱眉：“小子，你是不是怕了？”于瑞一脸不耐烦的表情：“不是，我想说你，我还有西宗主都不是物品，当做赌注不合适吧？不如我们输的一方给赢的一方1000灵石，如何？”温浩建议道。把人当做赌注，温浩心里不太舒服。于瑞听着温浩的提议，心里生出一丝不满：“我特么就是为了得到西白薇而提出比试的呀！你特么3言2语就想把西白薇摘出去？”温浩见于瑞迟迟不说话，用极为夸张的语气说道：“不会吧？一个结丹前辈该不会怕了吧？”从温浩口中说出的结丹前辈4个字，于瑞怎么听怎么不舒服，有心拒绝，但当着这么多人又说不出口。他强忍着心中的不悦，看着温浩，目光如同2把锋利的刀子，咬牙道：“那就听你的。”温浩满意的点点头。柯宗主看着于瑞露出无奈的表情，叹了口气，他对着温浩与西白薇说道：“你们2人就先在我云朗宗住下吧。”说完，他叫来一名杂役，带着温浩2人离开了。柯宗主看了于瑞一眼，也转身走出大殿，于瑞赶紧跟上。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柯宗主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于瑞，说道：“你为什么要答应他呢？”于瑞这凌厉的目光看得心头一紧，一脸委屈地说道：“师傅，我当时被架上去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实在拒绝不了啊。你这次答应了他，就算你赢了，也只是赢下1000块灵石，根本得不到西白薇，那怎么办啊？”师傅，柯宗主看向远方，脸上露出阴沉之色。这1000块灵石让琉璃宗拿出来，简直轻而易举。但如果他们宗门被攻打了呢？说着，柯宗主眼中闪过一丝冷芒。于瑞大喜，他们拿不出来1000灵石，我们就可以逼西白薇嫁给我了。2人都没考虑过于瑞会输。还是那句话，一个筑基期修士的神识，怎么比得上金丹修士的神识？另一边，杂役弟子将温浩2人带到住处之后，将那本黄阶绝品法术交给了温浩。丁，检测到黄阶绝品法术神识次，是否花费20块灵石学习？学习。花费20块灵石后，温浩脑海里多了关于这本黄阶法术的知识，竟然是神识类的法术。温浩有些诧异，神识类的法术可不多见，这一次算是捡着了。等那杂役走远后，温浩将神识凝聚成一根针的模样，随着他的心念操控，神识刺猛地射向一旁的大树，然而并没有任何动静。温浩满头问号，他看向一旁的西白薇，问道：“宗主，神识一类的法术有什么用处？”温浩又小白了，对于神识一类的知识近乎于无。你得到的这本法术是神识类的吗？西白薇问道。温浩点点头。西白薇说道：“神识类的法术分为2种，一种是攻击，可以攻击修士或者妖兽的神识海；一种是防御，可以防御神识攻击，也就是说不能攻击死物。”温浩若有所思，怪不得之前攻击旁边的树木起不到什么效果，但这样就不能知道具体效果了呀。算了，直接提升到5级，到时候无论怎样我都能应对。温浩心中思索，黄阶功法每提升一个等级，花费都是一样的，现在温浩手中还有200多块呢，完全够用。丁，神识次目前等级为 2v5，5级的神识次比1级的多了一个防御的功能。不管怎么说，这一次他绝对是赚到了。西白薇还不知道温浩已经将法术修炼至巅峰，他担忧道：“温浩，如果是神识类的法术，对于你来说并没有优势，你的神识肯定是比不上于瑞的。”温浩摆摆手，满不在乎地说道：“放心吧，宗主，到时候我一定会赢的。”看着温浩那自信的样子，西白薇也只好选择相信他了。2人聊了一会儿后，天色渐晚，便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次日一早，有杂役过来跟着温浩，说是宗主交代要照顾好客人。哼，什么照顾好客人？我看是刺探军情来了吧？温浩心中冷笑，倒也没点破，他就带着那杂役这溜达溜达，那绕绕的，整整1天都没看过那本法术秘籍。少宗主，我跟了那小子1天，他只知道闲逛，根本没有看过一眼法术秘籍。晚上，
杂役将白天温浩做的事情告诉了于瑞，于瑞有些狐疑，有没有可能他猜到了你是过去监视他的，所以故布疑阵，目的就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这样你晚上直接睡在他的房间，看他晚上练不练。那杂役点点头，退下了。哼，就算你故布疑阵也影响不了我这3天可没打算休息。于瑞心中对温浩这点小伎俩充满了不屑。杂役从于瑞那里出来后，便径直来到了温浩的房间。他进门的时候，温浩正在床上躺着，他对着温浩恭敬地行了一礼，道：温前辈，宗主怕你晚上睡不好，所以派我来照顾你，你有什么事情就吩咐我就行。说着也不管温浩愿不愿意，就站在一边不动了。特么的，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温浩撇了撇嘴，不过也没轰他，随便他怎么样吧，反正也就这几天。3天时间，那名杂役寸步不离地跟着温浩，温浩也不搭理他，带着他左绕右绕，就是不学法术。温浩的心情不错，因为这期间托管时间长了1次。今天就是比试的日子，杂役带着温浩和西白薇2人朝着大殿走去。刚一入大殿，那杂役便迫不及待地走向了于瑞。少宗主，这几天以来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他一直都没看过那本法术。杂役小声说道。于瑞点点头，心中嗤笑一声，看来你是放弃了。哼，等着吧，等你输了以后，我不仅要灵石，西白薇也得是我的。越想于瑞越激动，今天就是比试的日子。柯宗主依然笑容满面，看不出任何阴沉之色。他继续说道，这本法术是神识类的法术，无法攻击死物，所以你们互相攻击对方，以验证你们2人成果，如何？温浩看着他，心里冷笑，这老小子不怀好意啊。一个筑基，一个结丹，2者互相用神识攻击，如果是普通筑基的话，最轻也得落得个痴傻，搞不好都得当场死亡。操，这笑面虎真阴啊！温浩心中骂了一句。于瑞很有自信，心中暗道，那3天我日夜不休，将神识刺入门，我就不信你这个连法术秘籍都没碰过的人能赢得过我。他看着温浩，嘴角勾起一丝冷笑，我没问题。温浩，你是不是害怕了呀？西白薇当即站起身来，拉着温浩就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道，我们不比了，你们这规则不公平。于瑞看着温浩嘲讽道，温浩，你就会躲在女人后面吗？既然这样的话，你就走吧，我不拦你，记着过几天送1000灵石过来。温浩走不走，于瑞不在乎，反正之前早已经决定要让琉璃宗拿不出灵石，到时候西白薇就会乖乖投入自己的怀抱。温浩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小角色罢了，什么时候杀不行？想到这里，于瑞心中顿时自信满满。他继续道，放他们走，所有人都别拦着。被西白薇拉着的温浩听到1000灵石这几个字，立刻停了下来。要他灵石，那不是要他的命吗？他拍了拍西白薇的手，轻声道，信我。温浩的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说完，他在西白薇担心的眼神中转过身，看向于瑞说道，来吧，你先还是我先？于瑞愣了一下，心道，我本来都打算暂时放过你了，既然你想死，那我就成全你。他和柯宗主对视了一眼，2人眼中都涌现了浓烈的杀机。于瑞说道，我看还是我先吧。无耻！西白薇指着于瑞的鼻子骂道，一个结丹和筑基比试，竟然还让筑基后出手，简直是不要面皮。于瑞对于西白薇的辱骂毫不在意，反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走，咱们不和他比了，灵石我帮你出。西白薇再次拉起温浩的手就要往外走，温浩却没有动，他脸上带着自信的笑容，说道，我说了，信我，既然你说你先来，那就你先吧。温浩看向于瑞，目光中没有任何退缩之意，哼，装的还挺像，但愿你一会儿别变成痴傻。于瑞心中冷笑，他眼中的不屑毫不掩饰，仿佛已经看到了温浩失败后的狼狈模样。不管是于瑞还是其他人，都对于瑞有着绝对的信心。区区一个筑基，跟结丹怎么比？柯宗主看向2人，说道，开始吧。下一刻，于瑞眼中杀意毫不掩饰地迸发出来，神识凝聚出一根只有他能看到的尖刺，狠狠地朝着温浩刺去。温浩面色淡然，没有丝毫恐惧之色，嘴角甚至还勾起了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仿佛面对的并不是致命的攻击，而是小到不能再小的平常事。装吧，你就装吧，我看你一会儿还装不装得出来。于瑞心中一阵舒爽，这一根神识刺只要刺入，他有信心让温浩直接变成傻子。温浩，西白薇一脸担忧地看着温浩，于瑞的神识刺早已刺出，但过了好一会儿，而温浩依然在那里静静地站着，脸上的笑容都从未变过。怎会如此？于瑞心中震惊无比，在他想来，温浩早已躺在地上打滚了才对，但看温浩那个样子，却什么事情都没有。不可能，不可能！于瑞双目赤红，眼中布满了血丝，他疯狂地嘶吼着，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不相信般的接连朝着温浩再刺出数根神石刺，但依旧没起到什么效果。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事都没有？于瑞对着温浩咆哮道。他原本早已想好，温浩死了以后迎娶西白薇，走上人生巅峰，但现在却和他的想法大相径庭。于瑞实在是没想到，温浩一个区区筑基，竟然能躲得过堂结丹凝聚的神石刺。他的心态早已炸裂，这情况和所有人想象的都不一样。怎么会这样？他攻击了吗？看于瑞的表情，应该是已经攻击过了。于瑞是不是放水了？
于瑞不可能放水的，这个筑基期的小子有点东西啊，怪不得这么自信。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这议论声传入于瑞的耳朵，让他本就炸裂的心态更炸了。西白薇看着毫发无伤的温浩，心底终于松了一口气，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温浩看着柯宗主和于瑞问道：“这下轮到我了吧？”柯宗主眼中的冷芒一闪即逝，但他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确实是轮到你了。我估计这温浩是有什么抵挡神识攻击的法器，这才挡住了于瑞的攻击。这局差不多是平手了。是啊，筑基的神识攻击再怎么样也伤不了结丹吧？我还听说温浩这几天来无所事事，根本就没看那本法术，有可能是他料定这局谁也奈何不得谁，所以才没学吧。周围再次议论了起来，没有人认为温浩会伤得到于瑞，本来能挡下于瑞的神识攻击就已经很厉害了，还想伤到他。于瑞虽然愤怒，但也不相信温浩能伤了他。他冷笑着，语气中充满了轻蔑和不屑：“我不信你那区区筑基期的神识能伤到我。”他叹了口气，心中想着这一局应该是平局了，看来西白薇还得之后再好好谋划了。温浩面色淡然，他心念一动，面前瞬间凝聚一根些许虚幻的尖刺。众人看到这根尖刺都忍不住站了起来，所有人眼中都充满了不可置信之色。什么？为什么他的神识刺能让别人看到？神识刺应该只有释放的人能看到才对，其他人就算是神识扫过也无法看到，但温浩的这根神识刺却可以让所有人用肉眼就能看到，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是神识刺吗？该不会是温浩随便找了一个其他的法术来糊弄的吧？这时有人看向柯宗主，柯宗主也很震惊，心中暗自惊呼，这竟然是炼制巅峰的神识刺。他很想告诉众人这不是神识刺，但这种谎言就像泡沫一样一戳就破。面对众人的询问，他只好如实回答，这是巅峰级的神识刺。竟然是巅峰级？他3天就练到巅峰了？假的吧？看着不远处那虚幻的神识刺，听着周围人的议论，于瑞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恐惧。他强行安慰自己，区区一个筑基期，就是巅峰的神识刺也伤不了我的，一定伤不了我。在众人的议论声中，下一刻温浩面前的神识刺瞬间飞出，没入于瑞的脑海之中。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但神识刺没入后没有惨叫，没有哀嚎，一片寂静。哈哈，我就说吧，他俩肯定是平手，谁也奈何不得谁。有人开口打破了平静，对，这次就算平手了。以后又有一人开口说话，但他的话才说到一半，就听见扑通一声，众人循着声音望去，就见于瑞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陷入昏迷。他竟然真的赢了！筑基期比神识赢了结丹期，我不是在做梦吧？众人议论纷纷，突然有一人质疑道：“这小子该不会是早就学过这个法术了吧？”一时间，所有人都齐刷刷地看向温浩。我觉得应该是，别说他这3天以来连看都没看过那本秘籍，就算是他3天不眠不休一直学习，也不可能炼制巅峰的。3天时间就连于瑞这个结丹都只是入门，他区区筑基凭什么炼制巅峰？定是之前练过无疑了。这次比试只不过是他运气好，碰到一个练过的法术罢了。温浩面对众人的质疑，丝毫不慌，他缓缓开口：“你们如果不信，我可以当场学任何法术。”哼，狂妄！法术岂是那么容易学的？谁不是日夜苦练才能学得精深？怎么到你嘴里反而成了这般容易的事情？有人不满地冷哼道。温浩看向那人，淡然道：“你们随便给我一本法术秘籍，如果我学不会，那我任由你们处置。”他的话说得很自信，甚至于可以说是狂妄。当即有一个看不下去的人扔过来一本法术秘籍，说道：“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你学一下这一本吧。这是他前几天刚得到的一本法术，同样是黄阶绝品，极为难学，就连他都花费了足足半个月才入门。”温浩伸手接住抛过来的秘籍，将秘籍拿在手中，一言不发。“你不会是装腔作势呢吧？”扔秘籍的那人嘲讽道。“刚刚我赢了于瑞，是不是该给我1000块零食啊？”温浩没搭理那人，而是看向了柯宗主。柯宗主早已卸下了伪装，一脸阴沉地看着温浩。见温浩看向他，他冷哼一声，扔给了温浩一个储物袋，说道：“储物袋已经被我打开了，你神识探入就能看到里面的1000零食。”温浩点了点头，将里面的零食转入自己的储物袋之中。现在他的手里足足有1100多块零食，学个法术还不是简简单单。温浩心中默念：“系统学习这本法术。”丁，已花费20块零食学习青木回春术，成功。读取脑海中的信息，温浩诧异地发现，这竟然是一本治愈类的法术。他暗自点点头，虽然自己有血狐用不上，但身边人总有受伤的时候，这个法术完全可以用来治疗别人，还算不错。温浩暗道，他这才装模作样地翻看起那本秘籍，虽然看不懂，但也得装得像一点不是。给温浩法术的那人看着温浩竟真的打开了秘籍查看，并且还煞有介事的样子，忍不住又嘲讽道：“你小子该不会在装腔作势吧？如果是的话，我劝你还是早早承认为好，别耽误。”话还没说完，温浩突然合上秘籍，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弧度：“我学会了啊！”那人愣了愣，有些狐疑地看着温浩。温浩微微一笑，屈指一弹，一团小小的光球朝着那人飞去。很快，光球没入他的眉心。温浩问道：“如何？”那人还处于震惊之中，没听到温浩的问话，只是嘴里不断喃喃：“怎么会？怎么会？我可是学了整整半个月才学会的呀！
他为什么只用了一瞬间就学会了？他深深地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虽然他没明确地回答温浩，但所有人都知道了结果，那就是这小子真的将那道法术学会了。我不信！还有人头铁，朝着温浩扔过来一本黄阶下品的法术。温浩又是在瞬间学会，收获了那人的震惊。又有10几本秘籍扔了过来，温浩来者不拒，心里反而有些高兴，这都是白嫖过来的法术啊！学会了，学会了，学会了！温浩的声音不断响起，伴随着那些新学的法术被他施展，场中众人全都呆呆地看着他，说不出话来。怎么没有了？我还没学够呢。温浩脱口而出，坏了，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了？西白薇看着温浩，心底莫名的生出一丝崇拜。他不知道为何他一个结丹会对筑机器的温浩产生崇拜之情，他只知道在他眼里，此时的温浩是会发光的。场中其他人呆愣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反应了过来，但看向温浩的目光中依然充满了不可置信。他竟然真的可以快速学习法术啊！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世上竟然有如此天才！除了柯宗主和一部分人依然是一脸阴沉的表情以外，还有一部分人看着温浩露出了一丝赞赏。他们每个人的心中想法都是此子前途无量，万万不可得罪。而包括柯宗主在内的另一部分人想法却是此子断不可留，但我不能直接杀他，需要好好谋划一番。柯宗主心里想着，他毕竟是正道宗门云朗宗的宗主，干什么事情都得按照正道游戏规则来才行，只有魔道才会毫无顾忌。随后他将眼中的杀意隐藏，再次变成笑盈盈的样子。温浩将所有人的表情都收入眼中，暗道有些人好像不是和柯宗主一条心。是了，一个宗门之中必定会有派系的，那些欣赏我的人应该和柯宗主不是一个派系，所以才会不一样。这时西白薇说道，柯宗主，既然比试比完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回去吧。柯宗主的面色早已恢复正常，和之前判若两人。妈的，这人可真会演戏啊！温浩心里骂骂咧咧的。就在西白薇转身要走的时候，柯宗主突然问道，不知你二人何时成婚？他说的这话可不是单纯问问两人结婚的日子，而是有着别样的目的。既然西白薇铁了心要和温浩成婚，那么就别怪他柯见人心狠手辣了。结婚之后还能离呢，不是吗？现在拆不散，等结婚以后拆散二人就容易了。自己的徒弟一定会跃跃欲试吧？西白薇被柯见人这么一问，心中突然有一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他回答道：3日后。那3日后我总会送上贺礼，以表祝福。西白薇点点头后，带着温浩离开了云朗宗。温浩跟在西白薇的后面，整个人还是懵逼的状态。不是说演戏吗？怎么完成真的了？上了非洲，西白薇解释道，赖柯见人既然问了，那我们就必须成婚，不然就是欺骗上宗了。他看着温浩，不知道他是什么想法，不免心里有些忐忑。他补充道，你放心，就算成婚之后，我也不会限制你的，你想干嘛就干嘛，你就当是帮我应付上宗。温浩摆了摆手，笑道，结呗，正好我没结过婚，体验体验也不错。再说了，一个大美女要跟我结婚，我有啥不乐意的？他说完，西白薇的脸刷一下就红了，低着头不好意思的说道，什么美女不美女的，瞎说，这我可真没瞎说，美就是美，这还不让人说了？温浩乐呵呵的说道。西白薇低着头没有回话，脸上的红晕迟迟未退，那一抹温柔的气质在红晕的映衬下更加显得楚楚动人。温浩怕她害羞，看了一会儿后便移开了视线。他总结着这次云朗宗之行的收获，20本黄阶法术，虽然也就几道法术有用处，但全是白嫖来的，算是意外收获。从于瑞那里迎来的1000块零食，也让温浩变得不再那么拮据。最重要的是，还收获了一个媳妇。想到这里，他又看了看西白薇。此时的西白薇已经恢复了正常，一双桃花眼看向虚无，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温浩收回目光，经历这几天的事情，也让他对于正道宗门有了一些认识。正道之中同样有柯宗主这样心思阴险的人。正道之所以是正道，不是因为他们心中正义，而是因为正道遵守规则，魔道毫无顾忌。在魔道宗门，如果同一门派之中还好，毕竟有门派规定约束着，不敢以大欺小。但是像今天这样下宗筑基得罪上宗元阴期老怪，那么温浩必定死无葬身之地。同样的事情在正道门派云朗宗，就算柯宗主心中再怎么想杀温浩，都得顾及一下门派的脸面。总的来说，还是正道安全一些。温浩知道，虽然柯宗主不会亲自出手，但暗中的小动作绝对不会断的。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是等二人成婚之后才会开始行动，也就是说还有3天的时间。温浩摩挲着下巴，脑子里思索着，虽然有3天的时间准备，但完全不知道柯宗主想要干什么，就算是想准备都无从下手。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吧，现在我有了托管时间，足以应对大部分问题了。温浩收束思绪，不再想了。温浩思绪收束了，但一旁的西白薇脑中的念头却还在增多。刚刚温浩是不是在敷衍我？他真的会和我成婚吗？如果成婚以后，我该怎么称呼他？夫君吗？他不喜欢我怎么办？西白薇心怀忐忑，但同时也有着一丝丝的期待。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期待着跟温浩成婚，说起来有些可笑。从第一次看见温浩的时候，温浩就对他有着一股莫名的吸引力，让他感觉他很不一样。
非洲快速飞行，西白薇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轰隆一声，非洲降落了。他赶紧压下心中那些念头，带着温浩走出了非洲。宗主看起来怎么怪怪的？温浩看着西白薇的背影，有些疑惑。二人下了非洲之后，丽儿小跑过来，一头扎进了西白薇的怀里。师傅，你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啊？我都担心死你了。丽儿语气中满是担忧。西白薇拍了拍丽儿的头，柔声道：“没什么危险，就是被一些事情耽搁了。”听到这里，丽儿转头看向温浩，一脸凶巴巴的样子，说：“是不是你给我师夫惹麻烦了？嘿，你这小妮子怎么跟我说话呢？”温浩佯装愤怒，故作凶狠地对着丽儿继续道：“别跟我没大没小的，你得叫我一声师公、师丈也行。什么师公师丈的？你在胡言乱语什么？”丽儿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时，西白薇红着脸说道：“3日后我要和温浩成婚。”啊？什么？我没听错吧？除了丽儿，还有很多出来迎接的。他们听到西白薇说要和温浩成婚，一时间都懵了。宗主，你确定要和温道友成婚？西康安走了过来，问向西白薇。西白薇极为确定地点了点头，道：“决定，3日后便成婚。你们赶紧去准备吧。”其他人看出了西白薇的坚定，看了一眼温浩之后，没有说什么，离开去准备了。只有丽儿还在那里大呼小叫：“师傅，你可是结丹啊！虽然温浩看起来挺帅的，但他只是筑基啊，一个筑基怎么可能配得上你啊？”西白薇摸了摸丽儿的头，轻声道：“这次就算了，以后不要这么没礼貌，要尊敬师长，知道吗？”丽儿撇了撇嘴，不满道：“丽儿。”西白薇语气有些严厉，丽儿顿时将想说的话咽了回去。她心里腹诽，就算他看起来顺眼，但怎么看也配不上师傅啊。温浩乐呵呵地看着丽儿，他狠狠地瞪了温浩一眼，气呼呼地走了。丽儿就是这性格，她其实没有恶意的，你不要介意。西白薇解释道，她的声音轻柔无比，像是清风拂过。温浩笑着摆了摆手，毕竟我以后可是他的师公，我怎么会介意一个小辈呢？西白薇羞红了脸，轻声道：“先去休息吧，这几天你不用怎么准备，其他人会安排好的。”温浩点点头，二人就此分别，各自回了自己的住处。晚上，昏迷的于瑞终于醒来。师傅，于瑞坐起身来，看着眼前的柯建仁，心中充斥着无限不甘。他咬牙道：“师傅，我们要不要找人攻打琉璃宗？蠢货，如果你赢了也就罢了，现在的结果是你输了。如果这个时候有人攻打琉璃宗，别人会不会以为是我们输不起而报复？”柯建仁看着于瑞，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于瑞闭上了眼睛，被温浩直接用神石刺晕的感觉还在不断浮现，让他感到了屈辱。一个结丹期修士在神石的较量上居然比不过筑基期，让他感觉根本没脸见人了。柯建仁见他这个样子，安慰道：“不过你也不用太在意，那个温浩在学习法术上面确实天赋异禀，在你昏迷的时候，他又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学会了10几道法术。”什么？怎么可能？于瑞一脸震惊，那可是10几道法术啊，他能那么快学会？不得不承认，这个温浩确实是个天才。柯建仁眼中杀意闪过，继续道：“这人必须死，既然不能找人攻打琉璃宗，那咱们怎么杀他？”于瑞眉头紧锁，语气中带着一丝焦躁：“他们3日后成婚，到时候你带着我云朗宗的贺礼过去。他们成婚，我们竟然还要送贺礼？”于瑞满脸的不情愿，疑惑道：“就算要送也就罢了，随便找个人送过去就行，为什么要让我去？这不是把脸送上去让他们打吗？”糊涂！柯建仁面色一沉，语气严厉地打断了他，继续道：“你不仅要去，还要时刻保持着笑容，让人感觉你是真心祝福他们2人的。这样一来，外界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坦坦荡荡的人。”看着于瑞依然是一副听不懂的样子，柯建仁只好继续解释道：“等他们2人真正成了夫妻，我们再设计一番，让你和西白薇独处。虽然什么都干不了，但我们完全可以将西白薇和你私会的消息传出去。”听到这里，于瑞眼前一亮：“我明白了，师傅，到时候流言蜚语满天飞，时间一长，温浩一定会对西白薇产生怀疑，毕竟是男人，怎么可能忍受自己的妻子和别人私会？”于瑞越说越兴奋，越说越激动，他语速很快，继续道：“说不定温浩还会直接休了西白薇，而西白薇也会受到流言的影响，到时候就是我出面的时候了。”柯建仁满意地点了点头，说道：“你能明白就好。行了，你休息吧，贺礼的事情不用你操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于瑞心中激动无比，甚至已经开始幻想起温浩和西白薇大吵一架的场景。琉璃宗后山太上长老修炼之地，师傅，我3日后成婚。西白薇看着面前的一个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妪，老妪睁开眼睛，诧异道：“想不到我家薇儿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他虽然苍老，但那一双眼睛却没有一丝浑浊，依然清澈明亮。不知是哪派俊杰？老妪问道。西白薇将温浩的来历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妪，老妪更加诧异了：“魔道中人，还是筑基期？你是怎么想到要和他成婚的？”他虽是魔道，但却没杀过一个无辜之人。后来我为了应付云朗宗的于瑞，西白薇又将云朗宗的事情说了出来。他又补充道：“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我感觉我心里是喜欢他的。既然你喜欢他，那你2人成婚，我不说什么。”老妪点点头，随后脸上露出愤怒之色：“这云朗宗欺人太甚，哎，这也怪我。如果我能突破到化身修为，就不必看云朗宗的脸色了。”老妪摇头叹气，
西白薇坐到老妪身旁，抱着他的胳膊：“师傅，怎么能怪你呢？要怪也只能怪我们小辈不争气。”老妪无奈地笑了笑：“你呀。”西白薇问道：“师傅，婚礼你参加吗？”老婆子，我行动不便，就不参加了。西白薇点点头：“那到时候我派人送喜酒上来。”又闲聊了一会儿后，西白薇向老妪告退。看着西白薇的背影，老妪无奈地叹了口气：“要不是我之前受了重伤，也不会让你们这些小辈抗下整个琉璃宗的压力了。”他回想当年，琉璃宗也是和云朗宗平起平坐的宗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奈何宗内化神修为的太上长老意外陨落，他也身受重伤，无奈之下，只能让西白薇这个结丹小辈来执掌宗门了。老妪心中苦笑：“都怪我啊！要不是我琉璃宗，怎会如此落魄？”想着，一滴清泪顺着苍老的脸颊滑落。3天后下午，整个琉璃宗仙乐飘渺，瑞彩祥云，漫天花雨如梦似幻。宗门大殿早已换了样子，以红色调为主，处处洋溢着喜气。殿前挂满了喜庆的红灯笼，迎风摇曳。这个世界的婚礼是在傍晚举行，所以这个时候，西康安正在山门处迎接宾客。钱道友，别来无恙。程道友，里面请。西康安一看来人，顿时脸色一黑，语气不善地说道：“你来干什么？”对面于瑞见西康安这个态度，也不恼，乐呵呵地说道：“我是来参加婚礼的。”你参加婚礼？西康安看着于瑞那满脸笑容的样子，怎么看怎么觉得怪异。于瑞摆了摆手，说道：“既然之前我已经输给了温浩，那我就愿赌服输，早已看开了。我是真心祝福他们2人。”说着，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玉盒，将玉盒打开，一股药香扑鼻而来。映入眼帘的是一块黄褐色的物体，它静静地躺在盒子的正中央，根须几乎布满了玉盒。千年灵参！西康安忍不住惊呼一声。要知道，琉璃宗太上长老的伤势极为严重，需要补元丹才能治愈。而这千年灵参虽然不是炼制补元丹的主要，但也极为珍贵。他一脸狐疑地看着于瑞，有些不确定道：“你要将这个千年灵参当做贺礼？”于瑞点了点头，微笑道：“然也。”这于瑞莫不是真的已经看开了，打算拿这个千年灵参对我琉璃宗是好？西康安心中猜测，同时放松了些许警惕，亲自引着于瑞赶往大殿。此时大殿中已经坐了不少人，听说于瑞的贺礼是千年灵参后，纷纷露出震惊之色。听说于瑞和西宗主的夫君有嫌隙啊，怎么还亲自来送贺礼了？而且还是这么贵重的贺礼。于瑞一直喜欢西宗主，但爱而不得，没想到西宗主婚礼他竟然也来了。于瑞听着周围的议论，微微一笑，朗声道：“我确实喜欢西宗主没错，但我与温浩只是公平竞争，并无任何嫌隙。西宗主选择了温浩，我也没有丝毫嫉妒，反而真心的祝福他们2人。空口白话，你们可能不相信，但我的千年灵参，你们总能相信我是真的祝福他们了吧？”原来是这样，于瑞真君子啊！是啊，西宗主选择了温浩，于瑞不仅没有嫉妒，反而送上此等贵重的贺礼，当真是我正道楷模。周围的夸赞声传入于瑞的耳朵，他心中冷笑：第一步已经完成了，等你们成婚之后，就开始第2步了。哼，温浩、西白薇，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应对。吉时已到，乐声悠扬，红烛摇曳，照亮了大殿。西白薇身着凤冠霞帔，头纱轻垂，遮掩住她羞赧的容颜。身旁的温浩一身喜服，俊朗非凡，眉眼含笑。2人各自握着同心结的一端，2人步伐一致，缓缓走进大殿。这温浩长得不赖啊，确实和西宗主很般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本来早已调整好心态的于瑞，看着走进大殿的2人，听着周围的赞赏，心中又突然涌现出一丝嫉妒。等到温浩和西白薇走到于瑞边上的时候，那丝嫉妒早已在他心中疯狂蔓延，差点将他的理智吞噬。于瑞深吸了一口气，心中喃喃：我不能表现出我嫉妒他们，我要笑，对，我要笑。他的脸上勉强挂上了一丝微笑，但看着2人拜天地、拜牌位、夫妻对拜的时候，脸上的微笑再也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愤怒。于瑞站起身来，对着众人面无表情地说道：我还有事，就先走了。面无表情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说完之后，他在所有人的目光中离开了这里。他不敢继续在这里待下去了，他怕自己会忍不住对温浩出手。这是怎么回事？于瑞怎么突然走了？没听见人家说有事吗？他说有事你就信了？天真！要我看他还是嫉妒温浩，看不下去了。别说了，敬酒来了。不管是于瑞的到来，还是于瑞的离开，都没让温浩在意。他带着西白薇，乐呵呵对着宾客们敬酒。于瑞离开以后就有些后悔了，暗骂自己不争气，怎么能在人家婚礼上直接走人呢？无所谓了，就算我直接走了，后续计划同样可以进行，只不过我也会遭受一些谴责罢了。想到这里，他冷哼一声，区谴责我于瑞不在乎。一边想着，一边朝着山门外走去。但不知怎么的，于瑞脑海里突然出现了温浩和西白薇同床共枕的画面。他摇了摇头，强迫自己不再去想，但越抗拒，那画面就越来越清晰。慢慢的，于瑞双目通红，杀意逐渐吞噬了他的理智。他怒吼一声，朝着大殿方向疾驰而去。温浩，我要你死！于瑞的声音很大，传到了大殿中所有人的耳朵里面。温浩愣了一下，心道这是连掩饰都不想掩饰了。
于瑞的速度很快，话音未落，他的人也出现在了众人面前。温浩，你怎么敢和我抢西白薇？死吧，死吧，死了就没人跟我抢了。他面色扭曲，眼神恶毒，死死地盯着温浩。紧接着，于瑞周身灵力涌动，朝着温浩攻杀而来。结丹期的寒怒一击，筑基期的温浩如果中招必定当场死亡。但温浩面色平静，岿然不动。就在他想要使用系统托管的同时，一旁的西白薇突然出手，拦住了眼中早已没了理智的于瑞。于瑞是结丹后期，西白薇是结丹中期，面对于瑞的全力一击，就算是西白薇也承受不住。强大的冲击力直接让西白薇被击退，震得他五脏六腑都一阵翻腾，鲜血从嘴角溢出。好在被击退的同时，西白薇拉住了温浩，避免了温浩被余波震伤。西白薇看着不肯罢休的于瑞，他深吸一口气，抓住温浩的手腕，毫不犹豫地转身就逃。他一个结丹中期，单独面对于瑞就很吃力，更别说还得保护温浩了。跑，我看你们往哪跑！于瑞充斥着疯狂的眸子，死死地盯着二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紧接着，他周身灵力涌动，朝着温浩二人追击而去。这是怎么回事？他直接就不演了吗？于瑞此举和魔头无异。走，我们去帮西宗主。众人纷纷站起身来，跟在了后面。但奈何修为不够，根本就追不上。西康安面露焦急，但却朝着另一个方向疾驰，得赶快去请太上长老，不然我琉璃宗威矣。另一边，于瑞拦住了西白薇，他阴笑着对西白薇说道：“白薇，你将温浩给我，我不杀你。”你做梦！西白薇怒视于瑞，咬牙切齿道：“于瑞，你敢在我琉璃宗对我出手，难道不怕被正道讨伐吗？”讨伐！于瑞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眼角狰狞地抽搐着，配合着他那扭曲到极致的表情，令人毛骨悚然。他盯着西白薇，沙哑道：“什么讨伐？我不怕，我只想杀了他。”说着，于瑞的攻击再次朝着温浩袭去。系统托管，注意别用血壶。下一刻，系统接管了温浩的身体，本来温和无比的眸子变得毫无感情，整个人气质大变。在温浩身边的西白薇是感觉最深的，他本想问问他是怎么了，但于瑞的攻击已至，根本来不及。西白薇祭出一道劈链，抵挡攻击而来的法术。就在这时，西白薇感觉手中抓着的手腕突然消失，他赶忙看去，只见温浩竟直直地朝着于瑞冲去。温浩！西白薇的心脏猛地一跳，忍不住惊呼一声：“哈哈，温浩，没想到你竟然主动寻死来了！”于瑞看着温浩冲向自己，狰狞地笑着。系统温浩面无表情，不管是对西白薇还是对于瑞都没有任何的理会，只是一言不发的不断与于瑞拉近距离。终于距离够了，系统温浩抬手一指，一股无形的能量直奔于瑞而去。指什么指？你指我一下我还能死了不成？于瑞哈哈大笑，眼中露出讥讽，但下一刻他的笑容便凝固在了脸上。感受到灵气被禁，他再无疯狂之意，大惊失色道：“你对我做了什么？”温浩依旧不做理会，手中各种颜色的法术对着从空中掉落的于瑞不断招呼着。由于不用血壶，这些正道法术全是黄阶下品，看起来气势惊人，其实对于瑞没造成多大的伤害。为什么不用神石刺？温浩看着系统温浩的操作，有些一头雾水。对方有保护神石的法宝，不宜使用神石刺，不然会被对方法宝反击。系统回应道。温浩这才了然，心道：系统托管是真直啊，连这都能发现。系统温浩一顿操作猛如虎，但攻击全被于瑞的护身法宝挡住。哈哈，温浩，虽然不知你动用何种手段封禁我的灵气，但你依然奈何不得我呀！哈哈。于瑞站起身来，看着温浩那奈何不得自己的法术，忍不住笑出了声。操，这沙比真是个狗大户！温浩骂道。于瑞，别忘了还有我呢！交喝声传来，西白薇瞬间到了于瑞近前，白色的匹链犹如银河倾泻，带着凌厉的寒光，直逼于瑞而去。看着那带着无尽的杀伐之意的匹链，于瑞瞳孔猛地一缩，脸上露出恐惧之色。自己的法宝能挡住温浩的攻击，但挡不住西白薇的攻击。死亡的阴影笼罩心头，恐惧如潮水般涌来。他瞬间清醒，他想开口求饶，但连绵不绝的攻击已至，让他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最终，地上只剩下了一具冰冷的躯体，再无声息。西白薇看向温浩，面带笑容。他属实没想到一个筑基期竟然可以封禁结丹期的灵气，那一手封禁，着实震惊到了他。温浩看着死亡的于瑞，无奈地叹了口气：杀早了呀。果不其然，系统温浩见目标已死，一双毫无感情的眼睛盯上了正打算对自己开口说话的西白薇。系统温浩对着西白薇一点，封禁了他体内的灵气。你干什么？西白薇大惊失色，不理解温浩为何要对他这样做。系统温浩一言不发，将西白薇抱起，朝着二人的婚房快速赶去。太上长老带着西康安落在了于瑞的尸体旁边，看着逐渐远去的二人，脸上露出笑意。看来这对新人还挺迫不及待的嘛。说完，他看着地上的尸体，不解道：他们两个到底是怎么杀的于瑞呢？他没想明白，反而连连咳嗽了好几声，转身对着一旁的西康安说道：不管怎么样，于瑞已经被杀，这里没我的事了，你先将他身上的法宝取下来，待明天交给威尔。西康安应了一声，太上长老便不见了身形。收好了法宝之后，
西康安又去应付那些赶过来的宾客。进了婚房，系统温浩直接将西白薇放在了床上，目光落在了那精致华丽的凤冠霞帔上，手指微微一动，那些繁琐的扣子和带子被瞬间解开，西白薇身上的衣物逐渐松开，露出白皙娇嫩的肌肤。温浩，停下，你快停下！西白薇瞳孔剧烈颤抖，眼睁睁地看着而无法反抗。虽然她心里确实喜欢温浩，但这未免有些快了吧？她还没准备好呢。系统温浩不理会西白薇，手指继续翻飞，迅速地将那复杂的凤冠霞帔脱下，让她的身体完全暴露在空气中，配合她那温柔的气质，显得有些楚楚可怜。西白薇看着温浩的动作，心里想着，既然二人已是夫妻，这种事情无非是或早或晚，况且新婚之夜，这样做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她不断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慢慢的，好像变得不再那么抗拒了，甚至心中还隐隐有着一丝期待。西白薇缓缓闭上眼睛，脸颊微微泛红，像是一朵盛开的桃花般娇艳欲滴。此时的温浩已经将自己也脱得光溜溜，爬到了床上。就在马上进行下一步的时候，他的手突然停在了半空。这狗系统就会给我出难题。温浩心中骂骂咧咧的。西白薇感觉温浩停止了动作，睁开了眼睛看向温浩。温浩尴尬的挠了挠头，支支吾吾的说道：“那个，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信吗？”看着眼前白皙的娇躯、纤细的腰肢、修长的玉腿，说他没反应那是假的。但温浩自认为自己还算是一个正人君子，总不能强迫人家吧。西白薇见温浩正坐在自己腿上，同样一览无余，她惊呼一声，赶紧再次闭上了双眼，让她本来就羞红的脸颊变得更加娇艳欲滴。太羞人了，他竟然坐在我的腿上解释那些有的没的。西白薇心中想着，她对于温浩没有下一步动作莫名的有些失落。温浩听到西白薇的惊呼，低头一看，这才意识到了什么，连忙跳下床，将自己的衣服穿好。那个，我真不是故意的，你休息吧，我出去转转。温浩苍白地解释了一句，随后转身便想出去。西白薇睁开眼睛，从床上坐了起来。这一坐，本就无比迷人的她显得更加迷人，看得温浩血脉喷张。西白薇挥手穿上新衣，将诱人部位遮挡，说道：“新婚之夜，你这个新郎出去被人看到，岂不是会被人说闲言碎语？”红着脸说完，他便又躺在了床上，往里便挪了一些，给温浩腾出了位置。他侧身背对温浩，继续说道：“也还是睡在这里吧。”对于温浩突然停下，西白薇心中固然失落，但依他的性格，也只能说到这里了，不可能真让温浩对他做什么的，除非情到深处。新衣只能遮挡前面，美好的背部依然裸露在外。但现在的西白薇已经羞得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没意识到。温浩看着那空出来1多半的床，有些愣神。好一会儿，温浩才迈步缓缓走向床边，躺在了空的地方上。他身上淡淡的香气轻柔地萦绕在温浩鼻间，让他的心荡起阵阵涟漪。西白薇闭着双眼，感受着温浩身上散发的气息，让他的心脏砰砰乱跳，俏脸也越来越红。那种莫名想要接近温浩的感觉越发强烈，他忍不住靠近了温浩一丝，二人的身体彻底碰到了一起。温浩并未脱衣，并没有感受到这若有若无的接触，但西白薇的后背可是完全没有任何遮挡的，他的感觉无比清晰。他回想起之前在云朗宗，本以为温浩会被于瑞吓退，没想到他竟然能为自己挺身而出，一个筑基期直面结丹期，这是多大的勇气啊！后面的结果也是好的，让发光的温浩彻底印在了他的心上。还有刚刚温浩那一指的英姿，到现在还挥之不去，不断的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两个画面在脑海里轮换，西白薇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和温浩早已经紧紧的贴在了一起。温浩感受到西白薇的贴近，侧过头看着那光洁无瑕的背部，不禁伸手拂过。西白薇顿时从那种状态中惊醒，转过身来看着温浩：“对不起，我刚刚情不自禁。”温浩本想解释，西白薇突然伸出2根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抵住了他的唇瓣，温热的指尖隔着薄薄的唇膜，让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二人近在咫尺，呼吸交缠，鼻尖几乎要碰到一起。对视良久，西白薇看着温浩的眼神渐渐痴迷，粉唇主动朝着温浩靠了过去。他的唇很甜很香，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尝再尝。唇分，西白薇凑到温浩的耳边，带着温热的气息，轻声道：“要我。”温浩凝视着他，他的眼眸如星辰般璀璨，微微颤动的睫毛如同蝴蝶的羽翼，轻轻撩拨着他的内心。他伸出双臂，将他紧紧拥入怀中，感受到丝丝暖流随着经脉汇入丹田。西白薇无比诧异，他心道：这就是双修吗？没想到双修提升的修为竟如此之快。几次之后，西白薇被温浩搂在怀中，一双桃花眼痴迷地看着温浩，轻声道：“为什么我一见到你就被你吸引了？”温浩不解地看向他。西白薇解释道：“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感觉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让我想要靠近你。”他的俏脸突然羞红，小声嘀咕：“叶下好了，都已经近到不能再近了。”听着西白薇的话，温浩心中思索：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功法，应该就是功法的原因了。一个双修功法有着吸引异性的特性，也说得过去。他看着西白薇，脸上带着几分得意，你该不会是被我这无处安放的魅力吸引了吧？讨厌，西白薇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
温浩再次翻身，笑道：“我还讨不讨厌了？讨厌，现在呢？不讨厌了，我的夫君最好了。”云朗宗柯建仁的房间内，正有一人战战兢兢地跪在地上。宗主，少宗主，少宗主死了。那人抖若筛糠，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什么？柯建仁露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抓住那人的肩膀，用力摇晃，说：“快说，他怎么就死了？”少宗主看不下去温浩和西白薇恩爱的样子，转身离开了。但最后可能是咽不下那口气，又返回想要杀了温浩，但却不知怎地被西白薇给杀了。这是那些宾客们得到的消息，所以这人打听到的消息也是这样。柯建仁突然暴怒，将手中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给我滚！那人吓得赶紧连滚带爬地离开了。待那人离开之后，柯建仁的表情忽然恢复了平静，仿佛死的人并不是他的徒弟一样。柯建仁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面容阴鸷。我本以为凭借乔瑞就可以杀了温浩，没想到这个废物竟然把自己搭了进去。在于瑞赶往琉璃宗之前，柯建仁给了于瑞2个法宝，一个护神石，一个护身体。但是护神石的那个法宝被他动了手脚，会不断地刺激于瑞，让他渐渐丧失理智，最终会对温浩出手。也确实如他预料的那样，于瑞的理智最终被疯狂吞噬，真的对温浩出手了。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身怀2法宝的于瑞竟然都没杀死温浩，这个废物！柯建仁又骂了一句，继续低头思索，如果于瑞能杀了温浩就好了，那样我就完全将他推出去，告诉外界他是为情所困而杀人，那样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但可惜啊，这个废物没有成事。想到这里，柯建仁走向窗外，看向夜色，喃喃道：“还得再谋划一番啊。温浩他是一定要杀的。之前在大殿中，温浩那学习法术的速度让他莫名感受到了一丝恐惧。”柯建仁想了想，换过来一名杂役，对他说道：“去，叫左文轩过来。”杂役应了一声，一路小跑着去叫左文轩了。不一会儿，左文轩便来到了柯建仁的住所。“师傅，您唤我何事？”左文轩对着柯建仁行礼道。柯建仁看着自己的这个二弟子，开口说道：“以大师兄去参加西白薇婚礼的时候突然发疯，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出手攻击西白薇2人，已经被琉璃宗击杀了。”“什么？大师兄竟然被杀了？”左文轩面露震惊。“哎，被杀也是他咎由自取，从他去之前我就已经叮嘱过他，一定不要被嫉妒吞噬了理智，但他还是没听啊。唉。”柯建仁连连摇着头叹气，他眼角泛起泪光，仿佛对失去大弟子感到无比伤心。左文轩赶紧走到柯建仁身边，低声安慰道：“师傅，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啊，师傅。”柯建仁再次叹了口气，哎，他被杀也怪不得谁啊，谁让他先对别人出手呢？他缓缓抬起头，目光落在左文轩身上，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难言的哀伤：“文轩啊，师傅现在只有你一个弟子了呀。”左文轩听到这话，心中泛起一阵酸楚，他紧紧握住拳头，低声道：“师傅，我一定会好好修行，不会辜负您的。”柯建仁脸上浮现出一丝欣慰的笑容，他轻轻拍了拍左文轩的肩膀：“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随后他眼中又泛起哀伤：“不过你师兄留下的烂摊子还要处理啊，这样你再拿2个千年灵参去琉璃宗赔罪。”“是，师傅。虽然你大师兄咎由自取，我终究是他的师傅，没想到他的死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筑基器。”柯建仁转过身，擦拭着眼角的泪水，那背影就像是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左文轩双目通红：“我师兄都死了，他一个筑基期凭什么还活得好好的？不行，我要杀了他！”柯建仁缓缓摇头：“温浩现在是琉璃宗的人，你杀他会被千夫所指的。那我就让他主动离开琉璃宗，将他打入魔道，再杀他。你怎么才能让他主动离开呢？他和西白薇的感情看起来很好啊。”柯建仁循循善诱，但脸上依旧是一副哀伤的表情。左文轩语塞，低着头不断思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感情好，那我直接破坏他们的感情不就行了？你难道也想去散布流言，让西白薇这个有妇之妇被打上偷奸的名头？”柯建仁惊讶地看着左文轩，随后补充道：“已经和你的师兄想到一块儿去了。”左文轩愣了愣，心道：“我还没想到具体办法呀，但大师兄既然想到了这么好的办法，我没道理不用，这样也能让师傅更看重我。”“是的，师傅，我和大师兄的想法一样。”他点点头，表示自己也想到了这个点子。“你去办吧。”说完，柯建仁便坐到了椅子上，一副弟子死亡自己很伤心的样子。左文轩对着柯建仁拱了拱手，便退了下去。柯建仁透过窗口看向琉璃宗的方向，眼神深邃无比，口中喃喃：“温浩，这一招你如何应对呢？”说完，他便被自己气笑了。他堂堂一个元婴，竟然费尽心思去算计区筑基期的温浩，说出去都得被笑掉大牙。但温浩这个人，他是一定要除掉的，不然他心中不宁。次日一早，一夜未睡的2人依偎在一起。“夫君，我的修为有了很大的增长，我感觉我快要突破到结丹后期了。”西白薇躺在温浩的怀里，将头埋进温浩的胸膛，感受着他的心跳。他脸上泛起欢愉过后的红晕，双眸闪耀着前所未有的光彩。他已深深沉醉于双修的奇妙体验，那种灵力交融、彼此滋养的感觉令他心神荡漾，恨不得将这份欢愉永无止境地延续下去。但奈何体力不支，不得不停下来休息。温浩轻轻抚摸着西白薇的秀发，
嘴角勾起一抹温柔的笑意。不用急，累了就休息，反正咱们有时间。西白薇白了他一眼，娇嗔道：“你都不心疼人家？”经历了一夜的互相熟悉，他早已没了之前的羞涩，变得更加自然放松。温浩哈哈一笑，刚想要说些什么，西白薇突然收到了一道传讯。他来干什么？西白薇眉头微皱，有些不解。温浩问道：“谁啊？”左文轩，可见人的二弟子，该不会是过来兴师问罪的吧？温浩面色一沉，低声说道：“不用怕，于瑞主动出手，那么多人都看到了，我们杀将他杀死，他也是活该。”西白薇摇了摇头，说道：“不是来兴师问罪的，而是来道歉的。”道歉？温浩诧异，云朗宗这么大度的吗？他继续道：“会不会有什么阴谋？不知道，先去看看吧。”二人快速穿好了衣服，朝着大殿走去。此时左文轩已经等在了这里，见二人过来，赶忙起身拱手行礼：“西宗主，温道友。”本该是小辈的温浩夫平七跪，让结丹期的左文轩叫了一声道友。左文轩从怀中取出2个精致的玉盒，他将玉盒轻轻放在桌上，对着二人微微颔首。他语气诚恳地说道：“2位道友，昨夜我大师兄突然疯魔，虽已被斩杀，但也的确冒犯了2位，实在有愧。这2颗千年灵参是我宗的一点心意，还请2位笑纳。”温浩和西白薇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诧异。于瑞都被我们杀了，他云朗宗竟然还给我赔礼道歉。温浩暗中给西白薇传音：“这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西白薇微微摇头：“先收着，看看他们什么把戏。”温浩传音道，随后他对着左文轩开口道：“既然云朗宗这么有诚意，那我们就笑纳了。”说着，他便走过去，将那2个玉盒放入了储物袋。左文轩实在是没想到温浩这么直接，但也没多说什么。他站起身来，对着2人说道：“既然灵参已送到，我就不久留了。”温浩2人赶紧挽留，让他多待会。“不了不了，宗门还等着我去复命呢。2位好意，我心领了。”说着就朝着外面走去。作为琉璃宗宗主，西白薇肯定是要送一送左文轩的，毕竟人家可是拿2颗千年灵参当做赔礼。西白薇要送，那温浩就不得不赔着了。送到一半，西白薇突然脸色一变，温浩赶忙问道：“怎么了？”“宗门藏宝殿进贼了。”温浩传音道：“很有可能是这个左文轩干的，你看着他，我去藏宝殿看看。”随后他开口：“左道友，让威儿送你吧，我先去藏宝殿看看。”“用不用我帮忙？”左文轩问道。温浩摇了摇头，转身快速朝着藏宝殿飞去。西白薇对着左文轩说道：“温浩能处理好的，我先送你出去。”藏宝殿进小偷，左文轩搞鬼的可能性太大了。西白薇想着先将他送出去，然后再回来处理小偷的事情。左文轩面色如常的点点头，继续朝着宗门外走去。他那正常的样子让西白薇都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猜错了。等到将左文轩送走之后，他一脸疑惑，自语道：“难道真是我猜错了？那个小偷只是意外潜入进来的吗？”想着，他也朝着藏宝殿飞去了。左文轩出了琉璃宗后，拿出一个水晶球，这水晶球竟然将温浩离开后的所有影像都录了进去。他看着那水晶球，嘴角露出一抹阴笑：“温浩啊温浩，我看你能不能冷静。”西白薇飞到藏宝殿的时候，正看到温浩蹲在一具尸体旁边不断打量着。落地后，他便开口问道：“怎么回事？这人怎么死了？我本来都已经将这人抓住了，没想到他竟然趁我不注意直接自杀了。”温浩叹了口气，他抬起头，眉头紧锁，语气凝重，这也说明了这件事情不简单。如果真是小偷的话，被抓住以后顶多狡辩几句，不可能自杀的这么干脆的。这人一定是别人派来的死士。西白薇同样皱紧了眉头，那他们派个死士来是为了什么呢？对了，左文轩有没有什么异常？温浩突然问道。西白薇缓缓摇头，他太正常了，没有任何不对劲。温浩的眉头越皱越紧，他沉思片刻，喃喃自语道：“那就奇了怪了，左文轩没异常的话，那这人到底是来干嘛的呢？”他不断地回想着所有细节，但无论怎么想，不正常的就只有这个小偷了。西白薇站到温浩身后，双腿微微弯曲，腰臀线条在动作间勾勒出流畅的弧度，原本被宽松的衣物包裹着的丰腴感愈发明显。他从后面环住温浩的脖子，温软的娇躯贴近他的后背，粉唇凑到温浩耳边，轻声道：“既然想不通，就先别想了。”淡淡香气萦绕在鼻尖，温浩微微一笑，回过头，用下巴蹭了蹭他的脸颊，随后背着他站起身来，朝着婚房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着：“与其在这里苦苦思索，还不如快点提升修为，修为提升上来，才能应对即将到来的狂风骤雨啊！”西白微翘脸上浮现一抹红晕，他将头紧紧埋在温浩的后背，瓮声道：“这大白天的，你都不害臊？”温浩感受着后背的温热，笑道：“修炼乃分白天黑夜，我被修士就得争分夺秒啊！”婚房内，二人赤诚相见。夫君，我能感受到，用不了几天，我就能到结丹后期了。西白薇一双美眸眨了眨，眼波流转，那一抹春光从眼眸中溢出，无比动人。温浩同样能感受到丝丝缕缕的暖流顺着经脉汇入丹田，现在他的修为距离筑基中期也不远了。他加快攻势，笑道：“那我加把劲儿，争取让你早点迈入结丹后期。”西白薇那双桃花眼白了温浩一下，娇嗔道：“搞得人家差点跟不上节奏了。”说完，他闭上眼睛，努力适应着节奏。突然，
那股暖流粗壮了许多。感受着修为的上升，西白薇露出了无比满足的表情。二人修炼了一天一夜，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才缓缓收工。夜幕降临之时，西白薇便已精疲力尽，数次强撑着想要继续，却抵挡不住袭来的疲惫，不得不中断修炼，稍作休息。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愿放弃，每每休息片刻，便又强忍着疲乏，重新投入到修炼之中。这份精神着实难能可贵，温浩都不忍心打断他，任由他沉浸在修炼之中。西白薇趴在温浩的怀里，眼皮子打架。温浩抚摸着他那柔顺的秀发，轻声道：“要不你还是睡一会儿吧，我爱修炼，修炼的感觉让我直冲山巅。”西白薇摇头，嘴角勾起一抹满足的笑容，桃花眼中闪烁着异样光彩。她脸上的红晕经久未散，似天边绚丽的晚霞，让人陶醉其中，无法自拔。温浩捧起她的脸颊，用指尖轻轻地划过那泛着红晕的肌肤，感受着那柔软的触感。他慢慢凑近了那粉红色的唇瓣，唇瓣相处带来一股柔软的触感，二人呼吸交缠在了一起。突然，西白薇身份牌开始震动起来，她扫了一眼，眼神瞬间凝固，瞳孔猛地放大，原本泛红的脸颊顷刻间变得煞白，有些不知所措。温浩看着西白薇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将她拥入怀中，轻声问道：“出什么事了？”“我刚刚接到西康安长老的消息，他说西白薇说到这里就不说了，仿佛那件事难以启齿一般。温浩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柔声安慰道：“别慌，有什么事我和你一起面对。”西白薇抬头看着温浩，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咬着嘴唇，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却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温浩见她不说话，转而问道：“西康安长老在哪里？我们先去找他。”西白薇的声音里带着颤音。在大殿中，温浩给自己和西白薇穿好衣服，带着她走向大殿。一路上，所有弟子无不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温浩，搞得温浩有些懵逼。这特么到底是什么情况？温浩忍不住挠了挠头，心中百思不得其解。他牵着西白薇的手，加快了步伐。大殿中只有西康安一个人。见二人进来以后，西康安赶紧将一个水晶球递给了温浩，随后便告退了。这下整个大殿之中只剩下了温浩和西白薇两个人。这是什么东西？温浩看着水晶球，嘀嘀咕咕的试探着往里面输入灵气。下一刻，水晶球泛起光满，一段影像投在半空中。这是个修仙版的投影仪啊！温浩恍然大悟。本来还觉得这修仙版投影仪挺有意思的温浩，随着那段影像不断播放，脸色越来越阴沉。这不是我，温浩，你要信我，这真的不是我。西白薇看着温浩越来越阴沉的脸色，心中有些害怕。他害怕温浩会信以为真，害怕温浩会离他而去。上方的影像没有声音，只有一幕幕的画面。这个影像的开头是温浩的背影，那个时候的他正在朝着藏宝殿飞去。画面一转，西白薇和左文轩并肩而行，有说有笑。最后一幕是一个女子正在和一个男子行苟且之事，那男子正是左文轩，而女子只能看到一个背影。这个女子梳着和西白薇一样的头发，挂着和西白薇一样的头饰，就连身段都和西白薇差不多，任谁看到都会认为这个女子就是西白薇。温浩的脸色黑得像锅底，眼角都快要冒出火星子了。西康安长老可还在外面？他语气平淡，但却散发着无尽的寒意。西康安快步走了进来，看着温浩那要杀人的目光，连忙解释道：“这绝对不是我家宗主啊。”温浩没回话，反而问道：“这段影像是怎么传出来的？”就在刚刚，有一个散修突然开始散布这个影像球，并且还说了一些让人难以启齿的话。什么话？他说西白薇支开刚刚完婚的夫君和左文轩偷情。西康安支支吾吾了半天，才将整句话说了出来。温浩被气笑了。左文轩，好一个左文轩啊！他眼中寒芒乍现，让旁边的两人忍不住打了个寒战。西白薇的眼眶泛红，泪水在眼角打转，他颤抖着拉住温浩的衣角，想要开口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声音卡在喉咙里，怎么也发不出来。温浩转过头，看着西白薇那一副我见犹怜的样子，不由得有些心疼。他将西白薇紧紧地搂在怀里，柔声道：“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不说温浩的开心锁功能的强大，单看那段影像也是漏洞百出啊！就最后一幕出现的那个女修，也仅仅只是像罢了。以温浩毒辣的眼睛看，那女修不如西白薇白，也没有西白薇俏。骗一骗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就罢了，还想骗温浩？温浩只能说他想多了。这段影像虽然没有影响到他和西白薇的关系，但也对他造成了极大的困扰。随着时间推移，这段影像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的，他们都会将那个女修认成西白薇。到时候西白薇还怎么出门见人？只要一出门，无数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这搁谁能受得了？这对他的影响太大了。温浩愤怒的原因也是这个，杀了一个于瑞，又来一个左文轩，柯贱人，你这个老东西可真是让人恶心啊！温浩心底的杀意不断壮大，但好在没有被杀意吞噬了理智。当务之急可不是柯贱人那狗东西，而是眼前的西白薇啊！西白薇被温浩拥入怀中，趴在他的胸膛低声哭泣着。温浩将杀意压下，轻轻地拍着西白薇的后背，小声安慰着：“别怕，有我在呢。”他将西白薇抱起，回了婚房，好好睡一觉吧，
不要再去想那些令人徒增烦恼的东西了。温浩轻声安慰着。夫君，谢谢你相信我。西白薇桃花眼中的泪水还未完全干涸，她抬眸望着眼前的男人，只感觉世间没有比信任更美好的东西了。你可是我的妻子啊！温浩话还没说完，西白薇带着温热气息的唇瓣贴了上来。良久，唇分。西白薇将头埋在温浩的怀里，玉臂紧紧地搂着温浩，生怕他下一刻就消失不见。睡一会儿吧。温浩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低声道。西白薇渐渐睡去，呼吸时而平稳，时而急促，显然她的梦也不是那么平静。温浩将她搂紧了一些，一边轻轻拍着她的背，一边思索着这两个狗东西确实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啊！但不管怎样，左文轩我一定要杀。至于柯建仁，现在我的修为不够，只能让他多活些日子了。时间流逝，很快便到了次日晚上，在温浩怀里安稳睡了一夜的西白薇，白天醒来的时候，虽然眼角依然带着些许阴郁，但看起来已经好了很多。叮，系统托管已到账。温浩嘴角的冷笑一闪即逝，对着西白薇微笑道：“睡吧，明天会好起来的。”西白薇点点头，搂着温浩缓缓睡去。温浩轻轻地将西白薇的胳膊拿开，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地走出了房间。刚一出琉璃宗，温浩眼中最后一丝温情也随之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彻骨的寒意。他周身弥漫着凛冽的杀气，宛如一柄出鞘的利刃，直指云朗宗的方向。紧接着，血狐将他紧紧包裹，化为一道血色轨迹，径直朝着云朗宗的方向疾驰。柯老狗，今天我就先收点利息。之前传出去的那个影像如何了？左文轩坐在座位上，看向下方的杂役弟子。外界对西白薇的行为充满了不耻，纷纷骂他不守妇道，而且还有一些对您不太好的声音。左文轩冷笑一声：“无妨，一些名声算不得什么，只要西白薇身处这漩涡中心就行了。”行了，你下去吧。他挥了挥手，那杂役行礼告退。温浩，我看你能不能在这场风暴中依然留在西白薇的身边。左文轩的笑容越来越冷，他自己也知道那段影像漏洞百出，但那又何妨？你温浩能看出来，别人能看得出来吗？到时候处于风暴之中，西白薇被千夫所指，他就不信温浩还能陪在西白薇的身边。只要你离开了琉璃宗，那就是你的死期了。左文轩看向远方，眼中的杀意显现。敌袭！敌袭！警报声响起，所有云朗宗弟子纷纷飞向山门大阵之处。只见大阵外有一个血色人影正不断地攻击着阵法。我还以为是什么呢，原来就是一个筑基器啊！真是痴心妄想，区区一个筑基还想攻打我云朗宗。起初看到这血色人影还有些害怕呢，但仔细一看，原来是筑基。哈哈，一个筑基连山门都进不来吧？众人在阵法内看着阵法外的血人，纷纷开口嘲笑，没有一丝被攻打宗门的紧迫感，甚至还用一种看白痴的目光看着血人。云朗宗可是有化神修士存在的，区区一个筑基就想攻打云朗宗，那和寻死没什么区别。在他们看来，都不用修为高的修士出手，他们这些练气筑基就能将这血人击杀。他们还在嘲讽着不自量力的血人，突然听见咔嗒一声之后，那血人突然走进了阵法。这是什么？为什么他进来了？我们的护宗大阵这么脆弱吗？不可能，一定是我看错了。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血人，但当血人杀了第一个人的时候，全都清醒了过来。他们终于接受了血人突破护宗大阵，走进了阵法这件事。你们这些筑基练气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去叫修为高的过来。血人嘴里传出渗人的声音，紧接着他伸手一指，无数血符从他身上飞出，扑向那些云朗宗的弟子。但凡接触到血符的人，全都被禁了灵气，再也无法释放法术了。这血符有古怪，千万别被血符接触到。有人高声提醒，但血符无穷无尽，任凭他们如何抵挡，都会被血符靠近，最终灵力被封。不多时，这里的所有弟子全都被封了灵气，一脸惊恐地看着血人。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来我云朗宗？有人鼓起勇气大声问道。我说了，你们不是我的对手，赶紧去叫结丹期的修士来。我从现在开始算时间，每过10息，我便杀一人，直到结丹来为止。温浩从始至终都认为自己不是一个魔头，他说的这些话仅仅是为了将结丹修士逼出来，而那些被杀的人看起来很惨，但也只是打晕之后血符伪装的罢了。这些弟子全是无辜的，他们其中大部分都不知道情况。他心中明确的知道，他的仇人只有柯建仁和左文轩。云朗宗内部可不止柯建仁一个派系，如果另一派上位，没准还能帮助琉璃宗呢。所以这些无辜弟子能不杀还是不要杀为好。言归正传，那些云朗宗弟子看到已经被杀的弟子的惨状，纷纷从慌乱中回过神来，连滚带爬的跑去叫结丹修士了。没多久，温浩目光看向远方，数道流光疾驰而来，瞬间便来到了温浩面前。10个结丹修士吗？温浩看着眼前的10人，丝毫不慌。果然不出他所料，来的确实是结丹。估计所有人的想法都一样，对付自己一个筑基修士，根本用不上元婴期那把牛刀。随后他将目光停留在左文轩和另外一个眼熟的人身上，嘴角勾起。其中一个结丹感受到浓郁的血腥气息，皱着眉头冷声道：“你是谁？为何要来我云朗宗闹事？区区一个筑基，竟然能突破我云朗宗的护山大阵？”温浩没有回话。那人喝道：“赶紧说，不然我让你
生不如死。有人突然开口，这个人的法术气息是血海宗的魔头。什么？竟然是血海宗？南疆3大魔宗之一的血海宗名头太大了，一个血海宗的魔修前来攻打云朗宗，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心底一寒，纷纷猜测道：难道这人只是一个前哨？血海宗为何要攻打我们？左文轩强装镇定，上前一步道：你们血海宗如此霸道，不怕被所有正道联合讨伐吗？就在这时，温浩心中杀意显现，立刻开启了系统托管。系统抓住左文轩，带他离开这里，逼他说出他们所有的阴谋，然后杀了他。系统接管了身体，对着身前的10个结丹手指连点。我的灵力被封禁了，我也是，这是什么手段？凭什么一个筑基能封禁我们的灵气？在众人的惊慌失措中，系统温浩瞬间冲向同样面露惊慌的左文轩。温浩血液铺开，包裹住左文轩之后，立刻转身逃走，同时也不忘用神识刺招呼剩余9个人。这9个人还没反应过来，便被神识刺刺中，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再加上灵力被封，掉在地上后纷纷倒地昏迷不醒了。温浩就在所有还清醒着的弟子的目光中，化为一道血色长虹，逃之夭夭。被温浩包裹之下的左文轩一直处于灵力被封禁的状态，让他心中的恐惧不断滋生。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温浩将左文轩放了出来。你和柯建仁是如何设计陷害西白薇的？系统温浩那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传入左文轩的耳朵。左文轩抬起头，死死地盯着温浩。你是温浩？系统温浩没有回答他的问题，继续重复着之前的话。左文轩闭口不答，紧接着无数蚊蝇大小的蝙蝠顺着左文轩的嘴巴流入他的5脏6腑和各处经脉。系统温浩又问了一遍，声音依然不带任何感情。你就是温浩吧？你抓我过来，难道不怕我云朗宗报复吗？我劝你还是赶紧将我放了，到时候还有转圜的余地。如若不然，不仅你是魔道中人会被所有人得知，就连西白薇都活不了。左文轩不管流淌在自己体内的那些血雾，阴狠地威胁着温浩，如果你放了我，这一切我都可以当做没发生过，你是魔道中人的消息也不会被人得知，那样你依然可以和西白薇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左文轩不停地说着，下一刻从他的手指开始，一节一节的不断爆裂开来，化为血雾飘散在空中，血腥的味道刺鼻无比，难以言喻的剧痛从指尖开始蔓延，让左文轩忍不住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但爆裂不会因为他的哀嚎就停止，手掌已经化为了血雾，手臂也从下而上一节一节的开始爆裂，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疼痛一次比一次强。躺在地上打滚哀嚎的左文轩，恐惧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缠绕着他的心脏，让他喘不过气。待到那一整根手臂全部消失，另一条手臂也开始了，随后便是2条大腿。他的身体在崩溃，他的意志在崩溃，他甚至开始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后悔招惹了温浩这个恶魔。4肢全部爆完之后，系统温浩走了过去，将手搭在左文轩的头顶，运转5级青木回春术。左文轩近断的4肢开始生长，很快他便又成了一个完好无缺的人。他想要说些什么，但还没等他开口，又一轮爆裂开始了。这一次的痛楚比之前更加强烈，左文轩痛苦地扭曲着身体，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再次被摧毁，而无能为力。他不停地求饶，想要让温浩停下来，但回应他的只有更加猛烈的剧痛。左文轩也想过自杀，但他体内全是温浩放出来的血雾，整个身体已经不受他的控制了。距离托管结束还有100息不到，温浩暗着急，虽然看着很爽，但你也得问话呀。系统，你不会是折磨上瘾了吧？宿主，托管结束之前我会完成你的任务的，请宿主放心。得到了系统的肯定答复，温浩不再说话。系统温浩终于停了下来，看着左文轩。左文轩的眼中早已满是惊恐，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滑落，原本整齐的头发也变得凌乱不堪。感受到剧痛的消失，他再也顾不得形象，跪在地上连忙说道：我多说，求你不要折磨我了。系统温浩拿出影像球对准了左文轩，左文轩立刻会意，将他和柯建仁那晚的谋划一五一十的全都说了出来。说完之后，系统温浩心念一动，左文轩整个人化为一团血雾向四周扩散开来，血雾中隐约可见残留的衣物碎片和零星的骨骼在空中飘荡，最终消失无踪，只留下一股浓郁至极的血腥味。丁，系统托管已结束。温浩再次接管了身体，心道这次系统掐的时间挺准吗？他看着手中的影像球，思索道：通过左文轩所说的话来看，柯建仁那老鬼并没有什么破绽，人家完全可以说是左文轩心痛自己师兄死亡，帮师兄报仇啊。算了，先将影像球给云朗宗送过去。想到这里，温浩将影像球里面的画面剪成2版，一版是全部的内容，之后要交给云朗宗和柯建仁对立的那一派，另一版是剪辑之后的内容，里面只有左文轩承认自己污蔑西白薇的事情。一路疾驰回到了云朗宗，温浩将第1版影像球扔给之前那个看起来熟悉的结丹，随后便离开了这里。那个人正是柯建仁对立一派的结丹。温浩将影像球交给他，就算对柯建仁造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也能让柯建仁头疼好一阵子了。叔叔，刚刚他扔给你的是什么？有人问道。叔叔看着手中的影像球也是一脸懵，但他隐隐觉得这个影像球有些重要。他没有理会问话的人，
将影像球放入储物袋之后便离开了。等到了一处没人的地方，他将影像球取出来，里面的画面让他越看越兴奋。这个影像球一定要交给师傅，他心中暗道，随后便朝着某一个方向飞去。师傅，师傅，你看这是什么？刚一落地，舒硕便迫不及待地喊道。房间内有一个中年男子模样的修士，一身元婴修为显露无遗，正是之前在大殿中对温浩露出欣赏之色的其中一人。他叫文宏，是云朗宗其中一派的首脑人物。看到舒硕那激动的样子，文宏皱了皱眉头，毛毛躁躁的，成何体统？被呵斥的舒硕也不在意，他将影像球递给文宏，说道：“师傅，你看看里面的东西，这影像球不会是跟温浩有关的那个吧？”文宏知道现在外面谣言满天飞，原因就是影像球。舒硕点点头，是的，师傅。文宏一边接过一边责备道：“你给我看这东西有什么用？”随后他打开影像球，里面的画面和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越看他的眼睛就越亮。这个影像球是谁给你的？文宏转头问道。是刚刚攻打咱们山门的那个血人给的，他将左文轩抓去之后没多久便送来了这个影像球。舒硕解释道。不说还好，一说血人文宏便来气，10个结丹外加无数筑基，竟然奈何不得区区一个筑基期的血人，这要是传出去，云朗宗的脸都丢尽了。还没等文宏发火，舒硕又道：“师傅，还有一件事。”“什么事？”“之前被血人攻击的那些弟子都醒了，没有一个被杀的。”“哦，看来他也不是滥杀无辜的人。”文宏低头思索，猜测到这个血人不是温浩，就是和温浩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但既然他将这等礼物送过了我们，也没有滥杀无辜，那我们帮一帮他也无妨。说着，他将影像球放入储物袋中，眼中露出金芒，嘴里喃喃着：“师兄啊，师兄，明天你要大出血喽。”次日一早，云朗宗大殿之中，诸位，魔道贼子攻打我宗门大阵，杀我弟子，这口气不能咽下去。柯见人一脸怒容，双目赤红，仿佛要喷出火来。底下文宏一派的人一言不发，柯见人一派的人纷纷站起身来开口附和，同样是愤怒的模样。文宏喝了口茶，将茶杯放下，淡淡道：“师兄，我看还是算了吧。那魔道贼子凭借筑基修为就杀了我宗结丹修为的弟子，这传出去也不好听啊。你什么意思？难道要让我的爱徒白死吗？”柯见人怒视着文宏，文宏和柯见人对视着，他笑了笑，说道：“那血人用的法术明显是血海宗的法术，你难道还想攻打血海宗不成？我确实奈何不得血海宗，但那血人明显是为温浩出气的，我可以先拿温浩问罪。”说到温浩这个名字的时候，柯见人眼中的杀意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来。文宏反驳道：“你又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血人和温浩有关系呢？我爱徒与西白薇有染的事情刚传出来不久，就有人找上门来杀我爱徒，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文宏摇了摇头：“不，师兄，我们云朗宗可是名门正派，不是你随口瞎说就行的，得需要证据啊。”他的话音刚落，大殿之中便有不少人开始附和：“是啊，我云朗宗是正道，怎么可以行魔道之事？柯宗主，这完全是你的主观臆想，根本当不得证据啊！宗主还望三思啊！宗主，如果你如此行事，会被所有正道不耻的呀，到时候可是会连累我整个云朗宗啊！”柯见人坐在上方，看着下面的人，心里冷哼一声：“现在你们说的好听，如果我犯错的时候，怕是早就换一套说辞了吧？”他看向文宏，问道：“烈一师弟，你的意思是？”文宏笑着摆了摆手，说道：“我的意思暂且不提，我先给诸位看一样东西。”说着，他拿出那个影像球，输入灵气之后，里面的画面被投影到半空之中。这个影像球投射出来的影像，不仅有画面，还有声音。影像里，左文轩将那晚和柯见人的谈话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柯见人看着影像，脸色越来越阴沉。我倒是为什么？原来左文轩那一番操作，全是宗主你指使的呀！有人突然开口道：“宗主啊，你这可不是正道的行事方式啊！柯宗主，依我看你还是退下来吧，让文长老当我云朗宗的宗主吧。”是啊，柯宗主完全没有宗主的样子啊，竟然指使自己的弟子干这种事，这与魔道何异啊？柯见人听不下去了，站起身来，指着那些说话的人怒道：“你们放屁！我哪句话指使左文轩了？所有计划全是他自己想的。柯宗主不要狡辩了，你且看这里。”有一人站起身来，走到不断循环播放的影像之下，他伸手一指，画面定格。柯宗主，这里你是不是说了一句你难道也想去散布流言，让西白薇这个有妇之妇被打上偷奸的名头这句话？我确实说过，但那只是我以为于瑞和左文轩想法一样，脱口而出罢了。柯见人反驳道。那人摇摇头：“不，柯宗主，你并不是脱口而出，而是刻意引导。”说着，他又定格了一幕画面，继续说道：“柯宗主，你看这里，你说出那句话的时候，左文轩明显愣住了，这也就说明他并没有想到办法，而是听了你的话才确定了具体的方法的。我都说了，是我以为他们二人想法一样啊！”柯见人怒吼：“不，柯宗主！”一时间二人争论不休，一直到了傍晚也没争论出什么结果来。柯见人将所有人挥退，只留下了文宏。他看着文宏说道：“师弟，你知道光凭这个是扳不倒我的。”文宏乐呵呵地看着他：“但是可以让师兄你肉痛不是吗？就凭这个影像球，
如果交到太上长老那里，柯建仁虽然不会被赶下宗主之位，一番惩罚也是少不了的。说吧，你要什么？柯建仁叹了口气，他认栽了。文宏将自己需要的利益说了出来，最后补充了一句：温浩你就别针对了。谁知一直点头的柯建仁听到温浩这个名字，竟态度极为坚决。不行，温浩这个人我一定要杀。文宏有些诧异地看着柯建仁，没想到他杀温浩的心思这么坚定。那这样吧，血人突破我宗阵法杀了一个结丹的事情不要传出去了，不然我云朗宗真没脸面在这里立足了。还有温浩，你针对他可以，但别那么明目张胆。你要知道，我们是正道，正道有正道的游戏规则。文宏很是认真地看着柯建仁，语重心长地说道。虽然他很想当这个宗主，但也不想看着自己这个10几年的师兄被打入魔道。之前柯建仁的那种手段已经是魔道行径了。感受到文宏的认真，柯建仁最终叹了口气，点了点头。文宏看了他一眼，转身走出了大殿。温浩，我只能帮你到这了呀。大殿外，文宏看着星空，心里喃喃自语。就算那个血人是温浩，他心里也依然极为欣赏他，更不要说温浩还给他送来了这样一个大礼。文宏不是迂腐之人，对于用魔道法术的人没有那么大的敌意，还是得看具体形势。而温浩正好也没有滥杀无辜。还有一点能说明温浩不是魔道，他和琉璃宗的太上长老也是很熟悉的，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温浩真是魔道中人的话，他根本加入不了琉璃宗，更别说和琉璃宗宗主成亲了。温浩将那影像球扔给书硕之后，离开了云朗宗的范围。这一晚上，他辗转附近的所有宗门，打开对方大阵，将那个剪辑版的影像球投放进去。影像球这东西琉璃宗多的是，温浩从琉璃宗出来的时候几乎将储物袋装满了，之后又将剪辑之后的影像印在其他的影像球之中。每个宗门投放数百个影像球之后，温浩也不进去，而是继续前往下一个宗门。整整一夜，温浩从未停歇，一直在赶路，反而投放影像球没消耗多少时间。天大亮，温浩将周围所有的宗门都绕了一遍，累得像狗一样的温浩开始返回琉璃宗。晨曦透过窗棂洒落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西白薇缓缓睁开眼，却只看到熟悉的摆设，不见温浩的身影。他心头一紧，慌乱地坐起身，急促地穿好衣裳，冲出房间。温浩呢？你们有没有看到温浩？他焦急地询问着遇到的每一个人，却换来一串摇头和茫然的目光。他走了吗？西白薇喃喃自语，声音里透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他脚步虚浮地回到房间，无力地倒在床边。他走了，也正常吧？他苦涩地自嘲着，语气里满是无力。任何一个男人都接受不了一个处于流言蜚语之中的妻子吧？泪水无声地划过脸颊，如同断了线的珠子，一颗颗坠落在他的眼睑上。他闭着眼睛，任泪水肆意滑落，无法呼吸，也无法挣扎。可是你明明说过不会离开我的呀！西白薇低声呢喃着，慢慢的声音越来越大，仿佛要将所有压抑的情绪都倾泻出来。丽儿站在门外，听着里面师傅的哭声，也跟着心如刀绞起来。这个臭男人说走就走了，惹得我师父哭得这么撕心裂肺。丽儿在门外跺跺脚，祭出飞梭冲出了宗门。他打算找到那个狗男人跟他算账。西白薇蜷缩在床上，泪水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泻而下。他双手紧紧地捂住脸，肩膀不住地颤抖，抽泣声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一直持续到了正午。谁又惹我家娘子生气了？一道声音传入西白薇的耳朵里，本还在抽泣的他突然愣住了。他猛地抬起头，泪眼朦胧地望向门口，只见温浩正一脸懵逼地站在那里。看到他，西白薇原本已经止住的泪水再次决堤，他猛地扑进他的怀中，捶打着他的后背，哭道：你去干嘛了呀？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在天彻底亮了的时候，温浩才将那些影像球投放完毕。本来那最后一个宗门距离琉璃宗就远，再加上温浩连续一夜不断赶路有些疲惫，这才导致回到琉璃宗晚了一些。刚到房间门口，温浩就听到了西白薇的抽泣声。他本以为他又听到了什么不好的言论，赶紧推开门走了进去，没想到西白薇是因为没看到自己哭的。温浩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柔声道：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我昨晚出去办些事情，一直到白天才办完。他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歉意。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这不是怕你担心吗？温浩一脸尴尬。西白薇抱着温浩哭了好一会儿，这才止住了哭泣。他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温浩，声音带着一丝颤抖，说道：以后你出去一定要告诉我，不然我会以为你不要我了。温浩将怀中的西白薇搂紧了些，柔声道：放心吧，我下次一定会提前告诉你的。他捧着西白薇的俏脸，指尖轻抚着她的脸颊，眼眸中满是宠溺，俯下身狠狠吻了一口，说道：走，咱们去大殿，我给你个惊喜。说完也不等西白薇答应，温浩便拉着眼眶微红的西白薇朝着大殿的方向走去。经过一上午的发酵，温浩投放的那批影像球的内容早已传开。二人刚入大殿，西康安便起身迎了上来。宗主，好消息啊，之前的事情已经被左文轩自己承认，之前那些污蔑您的事都是他编造的，全是子虚乌有，以后你不用整天被人指指点点了。他的语气有些激动。这几天来，不止西白薇，就连其他的弟子都抬不起头来，只要一出去碰到认识的人都得问一句
你们宗主偷情是不是真的呀？搞得他们只能窝在宗门里面不敢出去了，生怕被人问话。现在好了，左文轩亲自承认那是伪造的影像，宗主遭受的流言也没了，所有人都有一种拨开乌云见明月的感觉。西康安突然变得愤怒，可恶的左文轩，让我们平白遭受了这么多天的流言蜚语，等有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温浩摆了摆手，淡淡道，不用等机会了，你教训不了他。你这是什么意思？西康安不解地看向温浩，虽然他知道自己确实教训不了结丹期的左文轩，但自己口嗨还不行吗？左文轩已经死了。什么？左文轩死了？西白薇和西康安异口同声地说道，他们的语气中满是震惊。温浩诧异道，怎么，你们不知道？二人摇了摇头。温浩摩挲着下巴说道，难道是云朗宗隐瞒了消息？那挺好，看来我那个影像球确实起作用了。好一会儿，二人才反应过来。西康安问道，你是说你让左文轩录下的这些影像？温浩点头道，是啊，不然我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不就是去朝着各个宗门投放影像球了吗？西康安又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说的左文轩已经死了是怎么回事？我杀的呀，他欺负我妻子，我还不能杀他？温浩理所当然道。西康安脸上露出不可置信之色，一个筑基杀结丹，在你口中怎么这么简单了？西白薇看着温浩的眼神当中早已充满了小星星，他喃喃道，夫君，你今天又发光了。温浩微微一笑，看着西白薇说道，这下你心情好多了吧？西白薇点点头，只要你在，我的心情一直都好。西康安见这情况，赶紧走出大殿，不在这当电灯泡了。出去寻找温浩的丽儿刚刚回来，正怒气冲冲往这边走呢，也被西康安拉住了，省得打扰两人。西白薇的手指轻轻划过温浩的脸颊，指尖触碰到他紧绷的肌肉，感受到他皮肤下的疲惫。他看着温浩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语气中带着一丝心疼，说道，累吧？温浩摇了摇头，平静道，不累，这有什么累的？西白薇眼中再次泛起泪花，下次我不想你这么累了。温浩将他拥入怀中，感受到他柔软的身躯和微微发颤的肩膀，伸手轻轻擦去他眼角的泪水，柔声道，有人欺负你，我怎么可能无动于衷？随后他笑了笑，放心吧，我没事的。西白薇将脸颊凑近温浩，吐气如兰，在他耳边轻声道，夫君，我想修炼了。连续整整2天没有修炼，温浩也有点想了。他抱起西白薇朝着房间走去。这一次西白薇修炼的比往常更加卖力。夫君，这一次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我了。西白薇感受着体内灵力奔涌，修为节节攀升，眼波流转间，美眸之中蕴藏着无限的爱意，如同盛开的桃花般娇艳动人，令人心醉神迷。温浩动作不停，手指轻轻拂过她的额头，将那缕跑到前面的碎发拨到耳后，微笑道，这么美丽动人的妻子，我怎么可能不要呢？西白薇闭上眼睛，感受着经脉中流转的涓涓细流，汇入小腹后帮助修为增长。她轻声道，用力。修为上升的快感不断充斥着她的全身，西白薇脸上不由得露出满足的笑容。夜半时分，修炼了几个时辰的二人相拥着休息。温浩的精力越来越足，白天的疲惫一扫而空，仿佛重新注入了活力，整个人都神采奕奕。西白薇则相反，她看着他那精神十足的样子，忍不住啧啧称奇。他语气中透着一丝疲惫，夫君实在是太强了，从正午到半夜，足足6个时辰，夫君不仅之前的疲惫没有了，反而更加精神。温浩的意道，那是，也不看看你夫君是谁？是啊，我的夫君最棒了。西白薇修长纤细的手指轻轻划过温浩的胸膛，柔软而温热，再次勾起温浩心中的火热。还来啊，我看你是休息够了，既然休息够了，咱们就继续修炼吧。西白薇嫣然一笑，笑声轻柔，却又带着一丝若有似无的魅惑，让温浩忍不住心神荡漾。这一次二人一直修炼到天亮，西白薇终于忍受不住疲惫，在温浩怀里沉沉睡去了。温浩一只手搂着西白薇，另一只手随意地枕在脑后，脑中思索着。虽然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但柯见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想到这里，温浩忍不住叹了口气，喃喃自语，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啊。果不其然，就在二人沉浸在修炼之中的3天后，云朗宗下达命令，让琉璃宗攻打幻魂宗。据云朗宗所说，幻魂宗是炼魂宗下属的下属宗门，无恶不作，已经有不少云朗宗弟子丧命在他们手上了。这个幻魂宗最高修为是结丹巅峰，宗主季无道拥有5个筑基战力的魂魄，之内没有元婴期以上的太上老祖，筑基期有8人。好在这几天的修炼之中，二人修为双双突破，温浩达到筑基中期，西白薇达到结丹后期，表面战力比不上人家呀。温浩皱着眉头，不是打不过，而是温浩的托管还差几天才能到账呢。再说了，打一个这玩意用托管是不是有些浪费？他问道，不能拒绝吗？西白薇摇了摇头，无奈道，拒绝不了，这是上宗对下宗很正常的安排，如果拒绝的话，就无法在正道中立足了。温浩听到西白薇的解释，当下了然，下宗受到上宗的庇护，就得听从上宗的安排，不然别人为什么会庇护你？如果不服从安排，被魔宗打上门来，人家上宗直接不管了，那不就傻眼了吗？西白薇继续说道，我们还需要注意一点，不能灭宗。卧槽，这是什么奇葩规定？温浩瞪大了双眼，斩草不除根，你玩什么玩啊？
这是青云宗定下来的规则，正魔两道打归打，但是需要给被攻打那一方留下传承，不然就会有上宗插手了。所以我们需要克制一些，不能引发正魔大战，而且不除根，他们剩下的人也不会掀起什么风浪来的。就算那些剩下的人加入大宗大派，他们也没有理由报仇的。见温浩还是没明白，西白薇继续解释道：就比方说，这次我们打幻魂宗，只杀他们筑基和结丹就行。炼气期如果老实，就不用杀，给他们留点人。当然，如果我们被灭，那是我们自己不争气，上宗是不会插手的。每次有矛盾，都是上宗指派我们下宗互相攻打，上宗必上官。温浩骂道：连宗门被攻打都不出手，那他们要上宗庇护有啥用啊？西白薇苦笑一声，为了那一丝传承吧，如果没有上宗庇护，就会被灭宗了，传承就断了。好，这么完事吧。就连这一丝传承都是青云宗竭尽全力争取来的，在青云宗崛起之前，魔宗更加肆无忌惮，动不动就灭宗。温浩叹了口气，说道：看来如果想不受制于人，还是得成为所有宗门的上宗啊。随后他问道：不能让咱们白打吧？皇帝还不差恶兵呢，如果将幻魂宗打下来，所有的收益我们拿70%。温浩瞪大了眼睛，70%？虽然被云朗宗凭空收走30%有些不爽，但一个宗门的70%收益也不少了。那咱们拖几天没问题吧？温浩问道。怎么也得等托管时间到了再去，这样才有把握。西白薇说道：这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出发我听你的。时间紧迫，咱们抓紧修炼。夫君，咱们可是连着好几天都没出房间了呀，那才证明咱们在努力修炼啊，可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时间缓缓流逝，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这天夜里，温浩的系统托管终于到账了，咱们的筑基修士比对方还少2个人，我去找2个帮手。温浩说道。西白薇点点头，将自己的飞舟交给温浩。温浩坐上飞舟，冲天而起，朝着灵犀宗赶去。他站在飞舟上，思绪又回到了灵犀宗被袭击的那次。那次险些被灭宗，完全是灵犀宗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任谁都能欺负。要是他们也靠上一个上宗，就不会发生之前那种事情了。温浩此次过去，除了找帮手外，也有让灵犀宗靠上琉璃宗的想法，都是知根知底的，谁也不用担心谁。飞舟的速度很快，没用多久便降落在灵犀宗宗门之外。守在山门前的那个弟子见到这么豪华的飞舟，忍不住提高了警惕。他知道自家情况，拥有这种飞舟的人根本不可能和小小的灵犀宗有联系。但当温浩从飞舟上走下来的时候，那名弟子脸上的警惕完全变成了惊喜。温师兄，他大声喊道，语气中充满了喜悦。自从上次温浩带领大家从邪眼宗手下活下来，并且缴获不少资源后，灵犀宗所有人都对温浩异常崇拜。温浩听到声音，正好看到了那名弟子，他笑着开口道：小吴，哈哈，正是我，温师兄，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呀。听到温浩认出来自己，小吴脸上的喜色更浓了。温浩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你们所有人我都记得呀，毕竟咱们并肩作战过。离得远还好。温浩走过来以后，小吴才发现温浩的修为已经达到了筑基期，他立刻改口：温前辈。温浩笑着摆了摆手，说道：什么前辈不前辈的，还是叫我温师兄就行，咱们几个没必要这么见外。小吴激动不已，连连称是，带我去找宋宗主吧。一路上，每个看到温浩的人都激动地跟他打着招呼，温浩也都一一微笑回应。很快便到了灵犀宗的大殿之中。一进大殿，周景行便快步迎了上来，狠狠地抱了抱温浩，说道：好久不见啊，温师弟。随后他便诧异道：温师弟，你到筑基中期了？温浩笑着点头。周景行羡慕无比，太快了，这才多长时间啊，你就中期了？宋丰年插嘴道：温道友这是天赋异禀啊。行了，咱们几个就别客套了。温浩摆了摆手，直奔主题，这次我来是想找2位帮的忙。什么忙？你尽管说。帮忙攻打幻魂宗。2人听到攻打别的宗门，没有任何拒绝的意思。宋丰年直接道：现在走，现在走。从温浩进入灵犀宗到3人出灵犀宗，一共用了不到1炷香的时间，这还是花了不少时间在寒暄上面，要不然更加干脆了。非洲上，温浩给2人说了一下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当然都是挑好的说的。温师弟，你运气真好，才逃出血海宗，不仅加入了新宗门，还娶了个妻子。周景行说道。听到他的这话，一旁的宋丰年不乐意了，指着他问道：是我灵犀宗容不下你，还是柔儿惹得你厌烦了？周景行连忙求饶，温浩就在一旁笑呵呵的看戏。过了一会儿，温浩说道：不如你们灵犀宗就靠在我琉璃宗上吧，省得到时候随便什么东西都想拿捏你们。宋丰年思索了一会儿，说道：既然温兄弟你这么说了，那我灵犀宗就依附于琉璃宗，我相信你不会害我的。温浩点了点头，放心吧。正式聊完之后，几人便开始谈天说的了起来。非洲很快便回到了琉璃宗，此时西白薇已经将所有人都聚集在了一起，就等着温浩呢。温浩带着2人下了非洲，互相行礼之后，便朝着幻魂宗的方向走去。这一次，双方表面战力差不多了，都是一个结丹，8个筑基。云朗宗柯建人的住处，此时的柯建人正在悠哉悠哉地喝着茶。温浩啊温浩，这下我看你怎么活。柯建人的嘴角抑制不住地向上扬起，眼角泛起一丝笑意。
幻魂宗的情报消息全是文宏一派调查的，柯建仁根本没有插手，但他却知道文宏一派调查的情报根本不全，他们调查的那只是表面上的战力，不止幻魂宗宗主的实力调查的不完全，就连幻魂宗之内的秘密也没发现。柯建仁也是巧合之下才发现的，幻魂宗地下竟有着无数怨魂，而放出这些怨魂的方法就是破坏掉幻魂宗藏宝个阵法。想到这里，柯建仁的笑声逐渐放大。温浩啊温浩，到时候你费尽千辛万苦将幻魂宗的人解决了，从而放松了警惕，但事实上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着你啊！哈哈哈，双重保险，你温浩怎么活？至于以后因为情报的事情被人问责，文宏调查的情报官我柯建仁什么事？大概走了1个时辰，琉璃宗众人到达了幻魂宗的大阵之外。西白薇刚要下令全力攻打大阵，温浩便笑着走到了大阵之前，将大阵破开。一时间，警报声响彻整个幻魂宗。看到温浩的这一手，除了宋丰年和周景行，所有人都露出了一副吃惊的表情，难以置信地望着眼前这一幕。这是什么手段？竟然可以直接破开护宗大阵，真是不可思议！温浩的手段简直闻所未闻，怪不得宗主选择他当夫君。如果我是女的，我也喜欢他啊！西白薇一双桃花眼中眼波流转，夫君，你还有这种手段啊？温浩笑了笑，我的手段可多了去了。走吧，再不走人家该修复阵法了。西白薇点点头，带头迈步进入幻魂宗之内。负责守卫的弟子根本不用别人出手，西康安随手便将他击杀了。那些杂鱼根本挡不住琉璃宗的众人，一路上畅通无阻。终于，幻魂宗的宗主带着一众筑基到了，一位结丹带着8个筑基挡在了众人面前，在他们身后还站着不少炼器弟子。这些人每人都拿着一柄或大或小的幡子，无不散发着邪异气息。尤其是结丹修士身上那柄炼魂幡最为骇人，幡面上刻画着扭曲的鬼脸，鬼脸栩栩如生，那双幽幽的眼睛好像在死死地盯着众人。西白薇，你们竟然还真的敢来！幻魂宗宗主季无道怒喝道。说着，他大手一挥，身后的幻魂宗弟子纷纷挥动炼魂幡，将琉璃宗弟子团团围住，杀气腾腾。西白薇毫不畏惧地迎上季无道的目光，斥道：“你们幻魂宗无恶不作，难道还怕被人打上门来吗？哼，真是不自量力！凭你们小小的琉璃宗就想攻打我幻魂宗？”季无道冷哼一声，语气中充满了不屑：“打你炼魂宗，我琉璃宗足够了。”西白薇毫不退让，他身后的众多琉璃宗弟子也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既然你们找死，那就尝尝我炼魂幡的厉害。季无道露出阴笑，舔了舔嘴唇，继续道：“正好我的炼魂幡很久没有补充魂魄了，你们这些人魂魄的质量一定很好。”话音落下，季无道手中炼魂幡猛地一挥，顿时狂风大作，黑云翻滚，散发森冷的寒气，无数魂魄从炼魂幡中疯狂地冲了出来，发出尖锐的笑声。那无数魂魄之中，有一个的体型几乎是其他魂魄的数倍之大，身上缠绕着浓郁的阴气，散发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威压，其气息之强远超其他魂魄，赫然是一名结丹期修士的魂魄。在那结丹期魂魄周围，5个筑基期的魂魄环绕，他们的气息虽然不及结丹期魂魄，但也散发着无比阴森冰冷的寒意。结丹期，琉璃宗众人忍不住惊呼一声，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即使是季无道这种老牌结丹修士，想要弄到一个结丹期的魂魄也绝非易事。毕竟结丹修士不管是活捉还是抽取其魂魄，都远比筑基修士难。情报之中明确指出，季无道只有5个筑基期的魂魄，为何会有结丹魂魄？西白薇紧紧盯着上方那散发着浓郁阴气的结丹魂魄，眉头紧锁。云朗宗负责收集情报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温浩有些不满，见到琉璃宗众人的反应，季无道忍不住哈哈大笑，得意道：“很吃惊吧？这可是我隐藏已久的底牌，就凭你们也想获取我的情报？”他的笑声中带着浓浓的嘲讽。等笑够了，他大喝一声，杀了他们。下一刻，幻魂宗其他弟子同样舞动炼魂幡，一时间漫天魂魄翻滚涌动，将天上的明月遮蔽，只留下一片幽暗，如同潮水般将琉璃宗众人包围。温浩面色凝重，沉声说道：“威尔，我拖住那个结丹魂魄，你去杀了季无道。只要季无道死了，其他人根本对我们构不成威胁。”可是西白薇有些犹豫，没时间了，我必须用血道功法了，不然咱们没有胜算。温浩没等西白薇说话，便用血壶包裹自身，化为血人冲向那个结丹魂魄。用血道法术，温浩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之前温浩化身血人杀左文轩，云朗宗那边并没有通缉血人或者温浩。从这点来看，云朗宗整体并不仇恨血人，仇恨他的只有柯建仁罢了。但以目前来看，柯建仁也没打算公布血人的事情，所以温浩完全不必担心暴露之后会有什么负面影响，反正自己问心无愧。血道，温长老竟会血道法术，不管是幻魂宗还是琉璃宗，看着温浩化身的血人都露出震惊之色。这种血道法术太纯正了，他是血海宗的人，一个魔道中人竟帮着正道打我们。温浩无视下方众人惊愕的目光，化身的血人瞬间对上了那结丹魂魄，血腥之气和阴冷气息对抗，邪异无比，竟让下方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寒战。结丹毕竟是结丹，
就算是变成了魂魄的结丹，也不是温浩一个小小的筑基能对付的。好在法术血狐恢复能力极强，受到的创伤都能瞬间恢复，同时开锁技能也被温浩接连施展，每次结丹魂魄的攻击都会被停滞一瞬间，让温浩的压力减少许多。一血一魂的交战好像是导火索一般，所有人都交战在了一起，一时间法术与魂魄对撞，爆发出震耳的轰鸣和凄惨的哀嚎。周景行同样放出了无数血符抵挡那些魂魄，但有了温浩在前，他那些血符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西白薇在温浩对上结丹魂魄的瞬间就放出了白色匹练飞向季无道。季无道冷哼一声，你以为拖住我的结丹魂魄就能对付我了？做梦！说着，他调回那5支柱击魂魄抵挡西白薇的匹练，然后再释放其他法术攻向西白薇。双方交战了许久，不断有人死亡，惨烈无比，但季无道仍然活蹦乱跳的。这样不行，这么下去我们必输无疑。温浩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心中有些焦急。交战的这段时间，他不断朝着季无道放出血符，想要锁住他，哪怕只能锁住一部分，也足以将战局扭转。但那老狐狸谨慎无比，温浩的血符连接近都接近不了，他就被他击碎。温浩一狠心，直接将身体分成了2部分，其中一小部分留下抵挡结丹魂魄，剩下的全都化为蚊蝇大小的血符飞向季无道。这个举动无疑是很冒险的，虽然有玄天灵元术可以恢复灵力，但那也是需要时间的，而结丹修士杀他根本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只能一心二用，一边躲避结丹魂魄的攻击，一边冲向季无道。分出一部分身体化为血符飞向季无道的同时，温浩立刻消耗灵气恢复自身体型，以应对结丹魂魄的攻击，并疯狂运转玄天灵元术恢复灵气。但结丹魂魄攻击太强，每次温浩稍微恢复一些，便又会被那魂魄打散。好在温浩有着玄天灵元术，在他疯狂运转之下，可以勉强撑住结丹魂魄的攻击，保证体型不变。这边温浩不断闪躲，那边他化作的血符群已经到了季无道的身边。此时大半血符已经被季无道斩杀，化为血雾消散一空。季无道看着温浩的所作所为，忍不住嘲讽道：以一个小小的筑基期对付我结丹魂魄的时候，竟然还敢分心，真不知你是狂妄还是痴傻。温浩一言不发，心思全都放在了拖住结丹魂魄和接近季无道上面了。只要有一支血符能突破掉季无道的防御，那么这次就赢了。西白薇虽然不知道温浩为何这么执着于让血符接近季无道，但他相信温浩一定有他这么做的道理。他的匹练正与那5道柱击7魂魄纠缠，季无道时不时还会释放法术攻击西白薇。他银牙一咬，白色匹练瞬间回返，将他紧紧包裹住。紧接着，西白薇周身灵气涌动，狠狠地撞向了季无道。拦在2人之间的那5道魂魄直接被撞飞，西白薇也不好受，5道筑基魂魄的攻击全数落在了他身上。他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脸色瞬间苍白如纸。但他的冲势不停，没了筑基魂魄的阻碍之后，速度反而加快了1分。西白薇，你以为接近我就能杀我？季无道冷笑一声，举起炼魂幡猛地一挥，顿时又是数10只炼气魂魄出现。他大嘴一张，那数10只炼气魂魄瞬间被他吸入口中。季无道整个人浑身散发着阴冷的气息，变得邪异无比。西白薇，让你看看我的手段。季无道开口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无比难听，就好像有着无数人从他的喉咙里面一同嘶吼。面色苍白的西白薇置若罔闻，被白色匹练包裹下的他瞬间撞上了季无道。季无道手指成爪，对着匹练狠狠一撕，白色匹练瞬间被撕碎，露出了里面的西白薇。季无道的攻势接连不断，西白薇的脸色又苍白了几分。宗主，下方琉璃宗弟子看到被攻击的西白薇，脸上纷纷露出了焦急之色。难道我琉璃宗今天就要亡了吗？西康安仰天长啸，眼神不甘。随后他恨恨地说道：云朗宗，你们坑害我琉璃宗，我西康安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1分为2的温浩看着西白薇，虽然心疼无比，但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己争取的机会。散发着刺鼻血腥味的血符群再次围住季无道。季无道被西白薇纠缠住，分不出手清理血符。他冷哼一声：你们不会将这血符当做最后的底牌了吧？说完，他哈哈大笑了起来，眼角闪过一丝轻蔑之色，继续道：如果世劫丹期修士放出的血符，我或许还会惧怕，但区区一个筑基期的血符能破掉我的防御吗？之前血符围过来的时候，他随手一挥便能击杀一大片。虽然现在他无暇分心清理血符，但他也丝毫不将这些血符放在心上。就算是血符贴在自己的身上又能如何？顶多也就血腥味浓郁一些，恶心一些罢了。想到这里，季无道再次嘲讽道：你们不会是想要恶心死我吧？就在这时，血符终于贴在了季无道的身上。此时的季无道还在哈哈大笑，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只血符的威胁。温浩面色一喜，当即施展开锁技能，同时对着西白薇喊道：威尔，全力出手！本来对血符并不在意的季无道忽然感觉自身的灵力运转晦涩无比，他心中猛地一惊，脱口而出道：你们对我做了什么？西白薇在温浩喊出口的那一刻就已经调动身上所有的灵力了。季无道的话音还未落，他便唤出漫天的白色匹练，如狂风暴雨般直奔季无道而去。那匹练凌厉无比，
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瞬间将季无道淹没其中。待到匹练散去，季无道的尸体朝着下方坠落。这一次，西白薇动用了全部的灵气击杀季无道之后，巨大的消耗让他的额头见汗，身形摇晃，在空中难以保持平衡。现在季无道死了，炼魂幡无人操控，那些被他放出来的魂魄也都回到炼魂幡之中了。温浩没了结单期魂魄的压力，刚想要松一口气，就见西白薇摇摇晃晃的，一副灵力耗尽的样子。他赶紧飞过去扶住西白薇，让他安安稳稳的落在地面上。直到这个时候，其他人才意识到季无道的死亡。我们赢了，是真的吗？我们真的赢了！我本来都想好下辈子怎么投胎了，我们竟然赢了！琉璃宗的弟子一脸的不可置信，但随后便是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那些幻魂宗的弟子则是纷纷露出了绝望之色。季无道死了，他们的下场也好不到哪去。温浩对着周围大声喊道：“所有幻魂宗的炼器弟子听好了，放弃抵抗，可免一死。”随后他看向琉璃宗的几位筑基，说道：“季无道已死，但幻魂宗的筑基还活着呢，随我一起杀了他们。”听到温浩的话，琉璃宗的长老们再次对着那些筑基出手。温浩扶着西白薇坐在了地上，让他先恢复灵力，也转身加入了战斗。幻魂宗的筑基知道自家宗主已死，早已没了反抗之心，纷纷开口求饶：“饶我们一命，我们可以为你们当牛做马，求求你们放过我们吧，我们绝对不会怀恨在心的。放了我，我知道哪里有宝贝。”温浩冷笑一声，没有说话，再次化作漫天血符，将那些幻魂宗的筑基紧紧包裹。那些筑基毫无反抗之力，瞬间被血符吸成人干。温浩看向幻魂宗的炼器七弟子，这些人在之前他喊话之后便已不再出手，老老实实的站在原地。温浩也很信守承诺，对着他们说道：“你们走吧，现在的幻魂宗是我们的了，至于之后我们离开以后，你们是回来还是怎样，我都不管。”倒不是温浩仁慈，而是因为那不能灭门的奇葩规定，他只能将这些炼器给放了。幻魂宗的炼器弟子听到温浩真的放过他们之后，急不可耐地朝着宗门之外跑去，生怕温浩反悔。待幻魂宗再无幻魂弟子之后，琉璃宗的一众长老走到了温浩身边，浑身带伤的西康安看着温浩，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温浩笑了笑，说道：“西长老是想问问我那血道法术的事情。”西康安点了点头。温浩继续说道：“这件事威尔是知道的，我已经通过了阵法的检测，所以你们没必要担心我是十恶不赦的魔头。”听到温浩的解释，西康安这次放下心来，他确实怕温浩是那种十恶不赦的魔头，那样的话不管是对宗主还是对琉璃宗都不是什么好事。但既然检测阵法没检测出来什么问题，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温浩走到西白薇的身边，此时的他灵气恢复了些许，脸色不再那么苍白了。西白薇见温浩走了过来，一脸后怕的说道：“夫君，如果没有你，我们这些人就都得死了，谢谢你帮我。”温浩将他扶起来，微笑道：“你可是我的妻子，我不帮你帮谁啊？”说完，温浩刮了刮他的小鼻子。西白薇脸上浮现一抹羞红，小声道：“这么多人看着呢。”温浩笑容更甚，觉得他此时的样子好看极了，忍不住又刮了一下。随后他说道：“既然幻魂宗的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咱们还是去藏宝殿看看吧。”听到藏宝殿这三个字，所有人都难掩激动之色，他们摩拳擦掌，脸上带着期待。拼死奋战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虽然就算去了藏宝殿，这些弟子也不能干什么，但这种激动人心的事情怎么能不亲自旁观呢？跟我来！温浩大手一挥，带着众人朝着藏宝殿的方向走去。这些基本信息，云朗宗给提供的情报里面都有的。想到这里，温浩心中再次生出一股怒意。柯贱人，情报不足又是你搞的鬼吗？温浩心里又记下了一笔账，等着日后清算。很快，众人便来到了藏宝殿的大门之前。温浩上前一步，双指并拢，触碰藏宝殿的防护阵法，手腕轻轻一扭，便听见咔嗒一声，原本流光流转的阵法顿时暗淡了下去。虽然已经看过一遍了，但现在依然感觉温长老这一手属实是太妙了。西康安感叹道。温浩微微一笑，打开藏宝殿的大门，率先走了进去，其他人紧随其后。藏宝殿之内，温浩粗略地打量了一下，里面摆放着一排排高大的架子，架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资源宝物、灵石、灵药、秘籍，让人眼花缭乱。正中间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石柱，石柱之上散发着无比阴冷的气息。这是什么东西？温浩看着石柱，对着一旁的西白薇问道。西白薇摇了摇头，说道：“我也不知道，但我感觉这不是什么好东西。”既然想不通，温浩也就不去想了，一挥手将所有魂道法术全都收进了自己的储物袋。温浩说道：“这些魂道法术你们也没用，我就先收下了。”西白薇疑惑地看着他，问道：“夫君，你拿这些魔道法术干什么？”“我研究研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温浩撒了个谎，他总不能说自己有系统能瞬间学会吧？这种事就算说出去，别人都不会信，还不如撒个小谎呢。西白薇取出一个戒指，递给温浩，他看着那个戒指，脸色有些古怪。连这个世界都实行婚戒了，不过这婚都结完了，这个戒指是不是来得晚了一些？西白薇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不认识这戒指，解释道：“这是储物戒，里面的空间很大，足以将这里的全部资源都装进去。”
温浩这才了然，说道：“原来是储物戒啊！夫君以为这是什么？”西白薇那双桃花眼之中露出了好奇之色。温浩挠了挠头，说道：“我听说过某个地方有一种习俗，成亲之时夫妻之间会互赠戒指。”西白薇的双颊浮现一抹红晕，她羞涩地低下了头，低声道：“如果夫君喜欢，这个储物戒也可以是我送给夫君的婚戒。”温浩伸手摸了摸她的头，笑道：“看来我以后也得送你一个婚戒啊。”后面走进藏宝殿的弟子越来越多，待到所有人都进了藏宝殿之后，忽然咣的一声，被打开的大门自己关上了。众人一惊，纷纷转头看向已经紧紧闭合上的大门。怎么回事？门为什么会突然关上？不能是风吹的吧？用你的脑子好好想想，什么风能吹动藏宝殿的大门？温浩心脏猛地一沉，一股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顾不得和西白薇继续调情，他快步走到大门前，猛地推了一把，那门却好似被钉在了地上，无论如何都推不动分毫。随后他又用出了开锁技能，用力一推，结果毫无变化，还是打不开那道门。温浩心底那种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烈了，他面色凝重，思索着开锁都用不了，这到底是什么门？我的开锁可是从来没有不起作用的时候，没想到却在这里失了效。所有人随我一起轰击大门！他对着身后众人喊道。众人听见温浩的声音，立刻调动体内灵气，释放法术轰击大门，爆发了剧烈的轰鸣声。大门却纹丝不动，任凭众人如何攻击都无法破开。温浩面色凝重，他转过身，将藏宝殿之内的资源全部收入储物戒之中，心中默念：系统将开锁给我升级到4级。尽管这些资源并非温浩自己一个人的，但当前形势危急，已经顾不得其他的了。如果门打不开，所有人都会被困死在这里。丁，已花费1万灵石，目前开锁技能等级为 BAMV 4，下次升级消耗100万灵石。来不及吐槽下一次升级所需要的海量灵石，温浩对着紧闭的大门再次伸手一指，手指贴近大门，手腕扭动，但并没有所有人期待的咔嗒声。什么情况？竟然连4级开锁技能都不起作用！温浩心中无比震惊。众人一见连温浩那手神乎其技的手段都无法将门打开，纷纷露出了绝望之色。没想到我们击杀了姬无道，竟然被困在了藏宝殿之中。难道是天要亡我琉璃宗吗？云朗宗给出的情报并无这点说明啊，你到现在还没发现吗？云朗宗的情报是错误的，不仅姬无道的真实实力是错误的，就连这藏宝格林有玄机也没告诉我们。云朗宗这是铁了心要灭我琉璃宗，可恶的云朗宗，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就在这时，一阵阵惨叫声如鬼哭狼嚎般回荡在整个藏宝殿中，这声音尖锐刺耳，如同刀子在玻璃上摩擦，令人毛骨悚然，冷汗直冒。原本就已经绝望的众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惨叫声，内心更是跌入了冰窖。这是什么声音？我听像是魂魄的惨叫声，为何这藏宝殿还有魂魄存在？温浩紧皱着眉头，想要寻找惨叫声的来源，但整个藏宝殿都被这阴森凄厉的叫声笼罩，根本无迹可寻。他走到了西白薇的旁边，问道：“威尔，你能找到这声音是从哪传来的吗？”西白薇面色凝重地说道：“找不到，不过这里唯一的异常便是那根黑色柱子了。”温浩抬头看向那黑色石柱，只感觉上面的阴冷气息更加浓郁了。惨叫声越来越尖锐，震得众人耳膜生疼。下一刻，黑色石柱的表面涌现出无数魂魄，张牙舞爪地朝着众人袭来。这些魂魄仿佛无穷无尽一般，持续不断地从石柱里面飞出来，没多久便已充斥着整个藏宝殿。怎么这么多魂魄？就连结单期魂魄都有，而且足足有3只，为何没有人操控？他们还会攻击我们啊！完了，我们死定了！众人看着这无处不在的魂魄，都感到一阵恐惧，有些人甚至直接闭上了眼睛，等待死亡的降临。别放弃，我们不一定会死！温浩大吼一声，整个人被血符包裹，化作无数血符朝着魂魄飞去。凡是被血符接触到的魂魄，无不停止了惨叫，直愣愣地定在了原地。3级的开锁技能只能封禁某个部位，导致对方行动不便或者灵力运转受到阻碍，但4级的开锁技能却可以直接封禁对方全部。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在法术触碰到对方的时候才能生效，虽然无法像系统那样一个眼神便能封禁，但也很不错了。众人一看，大部分魂魄竟然都直愣愣的没了动作，原本已经布满绝望的脸上浮现了一丝希望。他们开始朝着魂魄出手，各种法术接连不断，那些被定在原地的魂魄根本扛不住法术的轰击，几乎瞬间便消散一空。我们有活命的机会！哈哈，温浩太强了，连这样都有办法。众人的脸上轻松了许多，但温浩并不像他们那么乐观，就算将这些魂魄全部杀了，也无济于事啊，连出都出不去。想到这里，他看向门口的位置，只见原本平静的大门变得黑气缭绕，阴森至极。原来如此，温浩看着门上的黑气，露出了恍然的表情。怪不得我的开锁打不开大门，原来上面并不是阵法，而是有魂魄在阻挡我。但随即，温浩再次苦下脸来，就算知道了也没用啊，那门上至少5只结丹魂魄，我们根本打不过呀。他看向西白薇，此时的他正独占3个结丹魂魄，漫天白色匹链不断飞舞，有着温浩的辅助，倒也不是那么太吃力。这些结丹魂魄灵智不足，只知道盯着西白薇攻击，
温浩的血符很轻易的便能接近他，然后被定住一瞬间。4级的开锁技能对结丹魂魄的效果不像对修为低的魂魄那么好，但也足以帮助西白薇在这3只结丹魂魄围攻下保持不败了。温浩看向那黑色石柱，那里还在源源不断的往外飞出魂魄，仿佛永远不会耗尽一样。难道这个石柱可以操控这些魂魄吗？那我将它破坏掉的话，这些魂魄会不会停手？温浩思索着。我特么直接给你锁上，看你还能不能放魂魄。他站起身来，走向石柱，伸出手掌，双指并拢指向石柱。温浩打算试一试开锁技能对这个石柱有没有作用。忽然温浩面色一喜，真的有用。源源不断放出魂魄的石柱突然停止了，再也没有一只魂魄从里面飞出，就连上面的阴冷气息都变得若有若无。但这种状态仅仅维持了一瞬间，石柱的阴冷气息便再次暴涨，魂魄也开始不断飞出。温浩的喜色凝固在了脸上，他忍不住骂道：操，就特么能持续这么一点时间。他不甘心地调动灵气，释放法术，对着石柱狠狠地轰了上去。石柱纹丝不动，就连那光滑的表面都没有任何变化。温浩有些气馁，不再打石柱的主意，而是专心操控血符定住那些出来的魂魄，让琉璃宗的众人击杀。虽然现在温浩手里面还有一次托管，但他实在是不想用。万一在托管时间之内系统将这些魂魄解决了，到时候大庭广众的，这特么的，温浩可不是变态，不想被人围观。所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他是不想用系统托管的。现在这情况还好，温浩的4级开锁技能起了很大的作用，魂魄虽然不少，但也没出现伤亡，只不过魂魄源源不断的出现，场面僵持了下来。温长老，我们都快没灵气了呀！从众人进入藏宝阁到现在已经有半个时辰了，这半个时辰内魂魄源源不断的出现，众人也持续战斗了半个时辰。这么高强度的战斗导致灵气消耗很快，就算有着温浩的辅助也不行。温浩看着周围的众人，狠狠一咬牙，系统给我将所有的魂道法术都学了。他打算看看学会魂道法术以后能不能起到作用，如果起到作用的话，就不必使用系统托管导致社死了。丁，检测到宿主手上的50本玄阶下品法术属于阉割版本，是否花费250灵石将其补足？温浩这才想起，之前在血眼宗获得的那些法术也都是玄阶下品法术的阉割版，系统也提示了要补全，但自己学过的这些正道法术却没有阉割版这一说，并且自己在琉璃宗之中学到的法术最高品级的就是那本黄阶上品的水剑了，并不像这些魔道宗门之中随便一个宗门就有玄阶上品的法术，应该是魔宗和正派对于下宗处理方面的区别吧。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温浩心中默念是。温浩的储物戒里现在有将近10万块灵石，虽然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但花250块灵石想来也没什么关系。丁，已补全。宿主现有玄阶下品法术50本，玄阶中品法术3本，玄阶上品法术1本，学星号星号技消耗590块灵石。下一刻，无数关于魂道法术的知识涌入脑海之中。好在之前温浩体验过几次被系统灌顶的感觉，这次倒是没有出现精神恍惚的状况。丁，检测到宿主所学魂道法术可以融合进血壶当中，是否花费2000灵石融合？为什么之前血壶融合的时候才花1000块灵石啊？宿主，这次融合的法术比之前多了1倍还多，本系统消耗的能量也会增多。法术融合的多少有什么区别吗？温浩心中问道。如果没啥区别的话，就不融合那么多了，融合的越多，之后的法术威力越强。温浩了然，心中说道。融合。丁，融合成功。目前血壶品级升级为地阶下品，等级为 DV1。温浩瞬间大喜，前后融合血壶所花费的灵石也就5000多块灵石，5000多块灵石买一个地阶下品功法，那绝对是赚爆了。要知道，南疆魔道3大宗门之一的血海宗圣女入丸也只是地阶下品的法术啊！强压下心中的激动，温浩对着系统说道：系统将血壶等级提升到5级。丁，已花费块灵石，目前血壶等级为 LV5。温浩一狠心，储物袋内又少了15000块灵石。从进入藏宝殿到现在，温浩已经花了将近3万块灵石了。但他这么毫不犹豫地将灵石花了，有2点原因：其一便是现在情况危急，自己所掌握的魂道法术等级越高越好；其二是这次攻打幻魂宗，温浩可是出了大力的，到时候就算按劳分配，他所收获的也不止这些。言归正传，系统升级法术并没有消耗多少时间，周围众人虽然很吃力，但还是没有出现什么伤亡，这让温浩松了一口气。下一刻，温浩张开嘴，猛地一吸，所有魂魄竟然不受控制地朝着温浩飞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琉璃宗弟子见此情况，纷纷开口提醒温浩小心。西白薇见就连结丹魂魄都在飞向温浩，惊得花容失色。正要阻拦的时候，温浩说道：不用担心我，这些魂魄都是我吸过来的。什么？温长老竟然还有这种能力？在众人的目瞪口呆之下，那些魂魄顺着温浩的嘴巴进入了他的体内，阴冷气息瞬间从温浩的身上爆发开来，让所有人都忍不住打了个哆嗦。这是……西康安嘴唇颤抖，看着温浩的样子，有些心底发寒。西白薇轻轻咬着下唇，看着温浩，他想要上前查看，但又怕打扰到他，
只能静静地站在那里，眼神中充满了焦急。黑色石柱上还在不断飞出魂魄，但飞出来的这些魂魄还没等发起攻击，就被温浩吸入了体内。温浩盘膝坐在地上，张大嘴巴，紧闭着双眼，感受着源源不断的魂魄被吸入，只觉得浑身阴冷无比。但这种阴冷却没有引起温浩的任何不适，反而觉得很舒服。魂魄进入他的身体后，慢慢地融入了他的灵魂。温浩用神识看向那虚无缥缈的灵魂，发现灵魂正在不断壮大，也越来越清晰，就像蒙尘的古镜被擦拭得越来越亮，灵魂也变得愈发鲜明。本来修士的灵魂只是一个让人无法看清的影子，但随着魂魄不断融合其中，温浩的灵魂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变得不再那么虚无缥缈了。看着那些魂魄全被温浩吸入，琉璃宗的弟子忍不住欢呼了起来。温长老太厉害了，这种情况都能将我们救下来。是啊，温浩长老今天救了我2次命，我琉璃宗有温长老真是有福啊。外面的天亮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温浩那依然紧闭着的双眼，石柱上的灵魂已经被他吸收殆尽，再无魂魄从里面飞出，也没有了阴冷的气息。藏宝殿的大门没了魂魄的阻拦，也可以被打开了。琉璃宗的众人还在看着温浩，脸上带着担忧。温长老为何还没醒来？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情吧？别乌鸦嘴了，温长老不会出事的。安静！西康安呵斥道，他生怕周围的声音影响到温浩。西白薇那双桃花眼紧紧地看着温浩，俏脸之上满是担忧。温浩并不知道外界的情况，他现在的所有心神都放在了灵魂之上。此时他的灵魂无比巨大，不应该说是肿胀。操，一次性吸了这么多魂魄，有点撑啊。温浩骂骂咧咧的。好在新版血狐有处理灵魂肿胀的方法，只不过有点痛苦。他心念一动，整个灵魂瞬间被撕裂，剧痛袭来，让温浩忍不住嘶吼一声：妈的，再来！温浩强忍着撕心裂肺的灵魂剧痛，将那2份灵魂再次撕裂。他的身体已经大汗淋漓，汗水浸透了衣衫，开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温长老怎么突然颤抖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众人面面相觑，看着颤抖的温浩有些不知所措。温浩的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晚上，众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却不敢擅自接触他。灵魂之处，温浩心满意足地看着那已经被分成了无数份的小到不能再小的灵魂。终于成功了，真是不容易啊。温浩看着自己的杰作，感慨道：灵魂的分裂并不只是可以让灵魂变得更加凝实，也可以融入血符之中，让血符可以对敌人的灵魂造成攻击，并且在血符死亡之后，如果对方没有特别的手段阻拦的话，温浩还可以将那血符身上附着的灵魂进行回收。不仅如此，如果用血符击杀的人，对方的魂魄也会被温浩吸收掉，壮大自己的灵魂。这一点有些邪恶，所以温浩打算顺其自然。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正道，不会像魔道那样滥杀无辜。但如果有人想要找死的话，那温浩也不会白白浪费上好的壮大灵魂的资源。总的来说，这一次幻魂宗之行让温浩又赚妈了。不仅血狐品级到了地阶下品，自己的灵魂强度也比之前强了几10倍。他乐呵呵地退出了这种状态，睁开了双眼。温长老睁开眼睛了，太好了，温长老没事，温长老醒来就好，醒来就好啊！众人欢呼着，原本沉寂压抑的气氛一扫而空。之前温长老又是颤抖又是流汗的，真是吓到我了。西康安一副后怕的样子，温浩这才发现自己所穿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湿，根本穿不得了。刚想跟众人说自己要换衣服，让他们回避一下，就感觉到一副柔软的娇躯扑在了自己的怀里。我真的要担心死了，生怕你出了什么事情。西白薇紧紧地抱着温浩，微红的眼睛当中的泪水再也止不住了。温浩轻轻拍了拍他的背，柔声道：我这不是没事吗？行啦，不要担心我，我做事你还不放心，但是你刚刚确实很吓人啊。西白薇将头埋在温浩的怀里，声音闷闷的：我这身衣服全是汗，都臭了，你等我换身衣服。温浩说道。他心里有些尴尬，人家练气期都不出汗了，自己这筑基竟然用汗将衣服浸湿，也是没谁了。我不嫌弃你。西白薇将温浩抱得更紧了一些，温浩无奈，只好轻拍着他那微微耸动的后背，轻声安慰着。见到这一幕，西康安赶紧带着所有琉璃宗弟子出了藏宝殿，将这里留给2人。好一会儿，西白薇才止住了哭泣，泛红的眼睛看向温浩，说道：下次不要这么冒险了。温浩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低头吻了一下他的额头，柔声道：行，都听你的。西白薇这才松开了温浩，他赶忙施展宽衣术，将身上这身黏糊糊的衣服脱了。一旁的西白薇看到赤条条的温浩，脸上顿时爬满了红晕。温浩一边取衣服一边笑着说道：咱们都修炼了这么多次了，怎么还害羞啊？西白薇白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一丝娇嗔讨厌。温浩嘿嘿一笑，穿好衣服带着西白薇走了出去。2人带着众多琉璃宗弟子踏上了返回琉璃宗的路。一路上，所有的弟子都面带兴奋之色，毕竟这次可是收获满满，就连练气期弟子都能有个几10块灵石。回到琉璃宗之后，温浩将缴获的资源从储物戒里取出来，交给了西康安。西长老，这些资源你来整理一下吧，到时候上交云朗宗和发放给弟子的资源，你也一并负责了吧？西康安说道。可是这些东西都是宗主负责的呀。
说完，他看向温浩和西白薇二人，顿时想到了什么，话锋一转，说道：“温长老，你放心就行了，交给我绝对没问题。”温浩暗道一声懂事，随后说道：“累了，我从里面取了3万灵石，如果还有分配给我的资源，就先挂在威尔那里。他的血壶已经满级了，开锁升5级要100万灵石，现在基本用不上这些资源，挂在哪里都一样。”西康安点了点头，将资源收了起来，转身走了。温浩看向西白薇，笑道：“现在是咱俩的时间了。”说完，抱起他那柔软的娇躯，走向婚房。床上，二人坦诚相见。1天多没修炼，想不想啊？温浩抱着西白薇那纤细的腰肢，笑着问道。想。西白薇闭着双眼，睫毛微微颤动，丝丝缕缕的灵气流经4肢百骸，将她身上原本的疲惫和压力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悦。她的脸颊泛起红晕，嘴角挂着满足的笑容，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温浩轻轻抚平西白薇额头几缕胡乱抖动的碎发，抱住她的肩膀，嘴巴贴在她的耳边，轻声道：“那咱们加快一下修炼速度。”西白薇伸出玉臂环住温浩的腰，颤声道：“行。”原本细如发丝的灵气顿时变得粗壮了几分，他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修为在上涨。云朗宗柯见人的住处，宗主，琉璃宗的人都回来了，也将缴获的资源上交了3成，我们已查验过，并无不妥。有人对着柯见人汇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柯见人明显一愣，随后便恢复了正常。他问道：“琉璃宗可有伤亡？”“并无伤亡。”“行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那人行了一礼后便退出了柯见人的房间。原本还算平静的柯见人瞬间沉下脸来，这都没死。他有些不可置信的喃喃着，幻魂宗那里面可是有着几万魂魄的，就连结丹期魂魄都有10几个，这等实力，柯见人相信就算去10个金丹都不一定能获得下来，更别提只有1个金丹的琉璃宗了。他本以为此次一定会将温浩击杀，但现实却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不仅人家温浩没事，就连其他琉璃宗的弟子都没出现伤亡。想到这里，柯见人将手中的茶杯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咆哮道：“为什么这都没死？”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一个筑基期面对数万魂魄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根本无法想象。慢慢的，一股名叫恐惧的情绪在他身上滋生。我怎么可能怕他？我可是元婴期啊！柯见人摇了摇头，将那丝恐惧死死地压在心底。他深吸一口气，从储物袋之中拿出了一块漆黑的牌子，对着牌子输入灵气之后，那漆黑的牌子竟泛起了纯白色的光芒。光芒持续了一段时间，便陷入了沉寂。柯见人将牌子收起，眼中闪过悠悠的冷芒，恨声道：“温浩，我看你这次如何逃！”次日一早，云朗宗大殿中，师兄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文宏坐在下边，一脸疑惑地看向柯见人。柯见人微笑道：“师弟，我记得这几天就要举办炼丹大比了吧？”文宏点点头，说道：“是的，正好是我主持。我觉得炼丹大比只有我宗弟子的显得有些单调，不如将其他宗门的天才弟子也邀请过来参加，如何？”柯见人嘴角勾起一抹笑意，目光落在文宏身上。闻言，文宏眉头一皱，问道：“不知师兄这是何意？”“师弟，我就和你直说了吧，我想让温浩来。”柯见人直视着文宏，伸出一根手指，继续说道：“我可以让出一个后山灵泉的名额。”听到这里，文宏震惊地看着他。后山的灵泉是云朗宗的镇宗之宝，蕴藏着浓郁的灵气，所有弟子都对那个地方无比向往。但这个地方除了柯见人手里面有名额，每年都可以指定一些人进入以外，其他所有人都需要达到一定标准才能进入。而文宏有个孙女，年龄尚小，修为不够，并未达到标准。如果自己的孙女可以进入的话，那绝对可以甩开一大部分人。柯见人的这个提议让文宏无比动心，他试探性地问道：“师兄，你叫温浩过来是什么目的？”柯见人微微一笑，说道：“师弟放心，我只是想挫一挫他的锐气罢了。”“真的？”文宏有些不相信。柯见人无比认真地点头道：“真的。”文宏选择相信了他。从大殿出来以后，他便传唤来了叔叔，让他去请温浩过来参加炼丹大比。他之所以这么做，实在是柯见人给的太多了，并且他也不是很担心柯见人光明正大的杀温浩，顶多当众羞辱温浩一番罢了。琉璃宗中场休息的温浩和西白薇正要继续修炼，便收到了西康安的传讯：“叔叔，这人不是云朗宗的吗？他怎么过来了？”看着讯息，西白薇露出了不解之色。“管他什么原因，咱们去看看就知道了。”温浩给自己和西白薇穿上衣服，带着他走向了宗门大殿。一入大殿，温浩便觉得眼前这人有些眼熟，随即温浩突然想起这人是谁了。这不是我之前扔影像球的那人吗？难道是他身后的人找我有事？心中带着疑惑，温浩走向了叔叔。叔叔站起身来，对着温浩拱手道：“温道友，家师让我来邀请你前往我云朗宗参加炼丹大比。”叔叔一个结丹期对着温浩这个筑基拱手，在场的3个人都没感觉到什么不对劲，就像理所当然似的。听着叔叔的话，温浩直接懵了，心道：“我特么才来这世界也没多长时间，完全是一个炼丹小白啊，让我去参加炼丹大比。”见温浩这个样子，叔叔便将温浩的心思猜了个大概。他凑近温浩小声说道：“温道友，
家师说这次炼丹大比是柯宗主要求你来的，估计是想看你出丑。温浩面色古怪，叔硕继续说道：“当然，你去也不是白去的，家师给你准备了一些零食。”说着，叔硕取出一个储物袋来交给温浩。温浩神识一扫，发现里面竟然有5000块零食，这个数目可不小。本着不要白不要的原则，温浩接过了储物袋。他看着叔硕，笑着问道：“柯见人给了你家师傅不少好处吧？”叔硕尴尬地挠了挠头，不知道怎么回答。温浩知道自己猜对了，不然人家根本不可能给自己这么多的零食。但话又说回来了，柯见人就仅仅为了羞辱自己就付出那么多吗？这件事情怎么看怎么透着古怪。不过这5000块零食肯定是要收的，既然收了，那就得去参加炼丹大比。现在有着系统托管，就算柯见人亲自下场来杀温浩，他都有把握逃了。地级血壶可不是烂大街的东西，至于被羞辱不羞辱的，他不是很在乎，只要零食足够，些许脸面是什么东西。温浩看向叔硕，说道：“炼丹大比我参加了，什么时候动身？大比的时间选在了明天，咱们现在就走，如何？”温浩点点头，对着身旁的西白薇说道：“那我就先和他过去，你在家里等我，你小心些。”西白薇叮嘱道。温浩笑了笑，刮了一下他的小鼻子，说道：“放心吧。”随后他跟着叔硕上了非洲，飞往了云朗宗。舒道友，不知我们这次攻打的幻魂宗情报是谁给我们提供的？上了非洲以后，温浩对着叔硕问道。之所以没在琉璃宗问，是因为不想让西白薇徒增烦恼，这些烟杂事温浩自己解决就行了。听到温浩的问话，叔硕愣了愣，说道：“我们提供的？怎么了？你是说你们这一派调查的情报？”温浩诧异：“是啊。”温浩面色凝重了起来，低头思索。他本以为是柯见人派人收集的情报，然后误导琉璃宗的呢，没想到竟然是叔硕这一派调查的。那么提供的错误情报到底是一时疏忽，还是叔硕这一派故意为之？温浩想了想，他们故意为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要不然叔硕不可能那么坦然地告诉自己实情。见温浩面色突然凝重了起来，叔硕赶忙问道：“怎么了？难道情报有问题吗？”“问题大了。”温浩抬起头来，看向叔硕，继续说道：“你们给我们提供的情报是幻魂宗的宗主是结丹后期，有5个筑基期的魂魄，对吧？”“对啊，但是事实却是人家还有1个结丹期魂魄，并且藏宝殿之中还有数万魂魄隐藏在其中，里面有着10几只结丹期魂魄。”听到这里，叔硕脸色顿时大变，语气震惊地问道：“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我骗你干嘛？”叔硕气得来回踱步，一边走一边嘀咕：“我们这是被柯见人给坑了，这个幻魂宗是他特意选的，本来就是为了针对你们琉璃宗。当时我们想着情报方面一定要让我们来调查，省得他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情来，没想到连这点也落入了他的算计之中。”叔硕越说越气，冷哼一声：“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我云朗宗的宗主，等我回去我一定要上报给师傅。”就在这时，整个非洲忽然震动了一下，好像是撞上了什么东西。二人赶紧停止了这个话题，赶忙出去查看。到了外面，就见一个黑色非洲挡在叔硕的非洲之前，那黑色非洲之上站着5个黑衣人。这些黑衣人其中有4个是结丹后期的修为，为首的那个更是达到了结丹巅峰的修为，他们身上散发着极其阴冷的气息。温浩对于这种气息极为熟悉，那是魂道法术的气息，魔宗之人。叔硕显然也猜出了那些人的来历，震惊地看着那5个黑衣人。为首的黑衣人打量了叔硕片刻，问道：“云朗宗的人？”叔硕强装镇定，看向那人说道：“对，我们是云朗宗的人，你们是谁？为何要拦我云朗宗的非洲？”那人没有回答问题，而是伸手指向了温浩，冷声道：“你滚吧，将这个筑基留下。”说完，他看着温浩不屑地笑了起来：“区区一个筑基，竟然要我夜幕出手？不过你也算值了，死在我手上的结丹多的是，你一个筑基能死在我手上，应该感到荣幸。”叔硕听到夜幕这个名字，瞳孔猛地一缩，赶忙对着温浩传音道：“我们赶紧逃！这夜幕是谁啊？竟然让你这么害怕？他具体是哪个门派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有不少结丹强者都进了他的炼魂幡。”传音本没有语气，但温浩却从叔硕的传音中听到了急切。叔硕没有等温浩的回答，竭力操控非洲朝着另外一个方向逃去。夜幕看着逃跑的非洲，冷哼一声：“竟然想在我手中逃！”说着，他心念一动，黑色非洲快速追去，二者的距离不断拉近。叔硕看着身后追来的黑色非洲，脸上露出了慌乱之色。怎么办？他马上要追上来了，实在不行，咱们跟他们干吧。温浩提议道。干什么干？我一个结丹后期，根本打不过他们啊！叔硕嘴唇颤抖着，语气带着些许的恐惧。温浩看着他那副样子，心道：这夜幕就这么可怕吗？竟然让一个结丹后期都吓成这样了。叔硕极力操控着非洲，但速度根本比不上身后的黑色非洲。没用多久，非洲便再次剧烈震动了起来。他们将我非洲上的防御阵法给撞破了。叔硕失声叫道。下一刻，5个黑衣人齐齐出现在了温浩2人所在的非洲之内。叶墨看着叔硕说道：我刚刚给了你1次机会，现在我还给你1次机会，马上滚，不然我可不会给你第3次机会。闻言，叔硕陷入了剧烈挣扎之中。叶墨也不着急，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叔硕考虑清楚。片刻后，叔硕双目通红，死死地望向叶墨，嘶声道：我怎么可能丢下同伴独自逃走呢？说完，叔硕
化为一道白光，狠狠地撞向了叶墨。温浩看着舒硕那一往无前的背影，心道这人还挺中二，不过人不错。随后他心中默念系统，开启托管，救下舒硕，杀死其他4个黑袍人，活捉叶墨，逼他说出幕后指使。紧接着，温浩那温和的眸子瞬间变得毫无感情，整个人气势大变。血狐出现，刺耳的哀嚎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的血狐将温浩包裹，让他整个人变成一个血人。此刻的血人和之前的血人有些许不同，血人头上的五官全是由狰狞的人脸组成，身上那流动的血液之中也时不时地浮现人脸，看起来邪异无比。此时舒硕化作的白光已经冲到了叶墨跟前，叶墨举出一柄巨大的炼魂幡，狠狠挥下，顿时出现了10来只结丹魂魄，拦在了舒硕之前。舒硕已经不管不顾了，丝毫没有停顿地撞了上去。结果显而易见，如果不是系统温浩冲过来将他救下，他已经无了。就算是救下了，他的灵魂也被击伤，陷入了昏迷。系统温浩将他放在了一旁，看向了叶墨。叶墨看着温浩这个样子，有些诧异地说道：“这是什么？血道和魂道结合？眼前的这个血人，属实是将他给弄迷惑了。自古以来，魔道之中妄想将2道或者3道融合的，无不最终暴毙而亡，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他看着温浩冷笑道：“虽然不知道你怎么获得的血道和魂道法术，但你这个勇气我很欣赏，所以我决定给你留一个全尸。”说着，他便操控着那10来只结丹魂魄围上了温浩，其他几人也紧随其后，纷纷挥动炼魂幡放出魂魄。其中的结丹魂魄虽然比不上叶墨，但每个人也都有2、3个。哈哈，一个小小的筑基期能让这么多结丹杀死，也是一种殊荣了。其中一个黑衣人忍不住笑了起来。有人附和道：“是啊，从我们出道以来，还没有过让10几只结丹围杀一个筑基期的时候呢。”叶墨也是一脸的不屑，在他看来，杀死温浩这个小小的筑基轻而易举，给他如此待遇，只是因为比较佩服他的勇气罢了。系统温浩一言不发，待那10几只结丹魂魄近了一些的时候，猛地张口狠狠一吸，将那些结丹魂魄全都吞了进去。见到这一幕，叶墨几人纷纷哈哈大笑了起来，叶墨甚至眼泪都笑出来了。他看着温浩嘲讽道：“你不会以为凭借人类之躯就可以生吃魂魄吧？哈哈，真是天真啊！”“是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被我们的魂魄撕裂灵魂的。”有一人笑着附和道。问好这种行为在叶墨等人的眼中无疑是极蠢的，只要修炼魂道法术的人都知道，魂魄只能进入炼魂幡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万万不能被吞入体内，不然的话，轻则魂魄重创，重则生死道消啊。叶墨等人不断嘲笑着温浩的行为，但慢慢的，他们的表情变成了疑惑、不解，最后是震惊。我感受不到我炼魂幡中的魂魄了，我也是。现在我想召回魂魄都做不到，难道我们的魂魄真被他吃了？不可能，这是什么变态？怎么可能生吃魂魄？叶墨不可置信地看着温浩，他实在是无法相信，竟然真的有人能够生吃魂魄，这简直是打破了他的认知。系统温浩将魂魄消化以后，缓缓地睁开了眼睛，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本就由狰狞人脸组成的眼睛，在叶墨看来竟变得更加狰狞了一些。在5个黑衣人的眼中，此刻的温浩邪异无比。下一刻，血人忽然分裂，化为无数蚊蝇大小的血符，血符的声音完全不是之前的嘶鸣声，而是变成了惨叫声。惨叫着的血符散发着无比腥臭的血腥味，朝着5人冲去。叶墨从震惊中回过神来，看着那将整个非洲内部都填满了的血符，面色凝重了几分。这些血符之中有魂魄寄存，他瞳孔一缩，发现了血符的秘密。他稍微松了口气，再次恢复之前那种自信，笑道：“要说别的我倒没什么把握，但你竟然在我面前玩弄魂魄，也不看看你对面的是谁。”之前叶墨的震惊仅仅是因为温浩生吃魂魄颠覆了他的认知，但现在看来，温浩的血符仅仅是比别人多了魂魄寄存罢了。他有的是手段将这些寄存在血符身上的魂魄消灭掉，到时候这些血符只不过是由一个筑基期修士放出来的垃圾，随手可灭。他叶墨可不仅仅只有炼魂幡啊！叶墨轻笑一声，刚想动用手段，就发现自己的灵气被封禁了。怎么回事？叶墨瞳孔猛地一缩，语气里再次充满了震惊。温浩的手段层出不穷，而且诡异无比，让叶墨都怀疑是不是自己与整个南疆脱节了。血符已经贴到了其他那4个黑衣人的身上，4人体内的灵力根本无法动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血符那散发着阴冷气息的利齿咬在自己的身上。非洲之内的惨叫声又多了4个发生点，叶墨甚至分不清到底是血符身上本就有的惨叫，还是他那4个同伴发出来的惨叫。很快，4个黑衣人被击杀，他们的魂魄被系统温浩吸收，让血人身上的阴冷气息增强了一丝。同样修炼魂道的叶墨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瞳孔剧烈颤抖，那竟然能直接吸收被杀之人的魂魄。从登上非洲到现在，温浩一直在颠覆他的认知，他感觉温浩不是人，而是从九幽之地爬上来的恶鬼。他的胆子早已被温浩吓破了，再也没有之前那种从容、自信、轻视了。将那4人击杀之后，无数血符再次化为了血人。系统温浩缓步走向叶墨，每一次抬脚，血人身上的惨叫声都会加剧一分。看着血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叶墨终于支撑不住，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的身体颤抖着，对着血人说道：“我愿奉您为主。”系统温浩没回答叶墨的这句话，取出一颗影像球放在一边，他张开由狰狞人脸组成的嘴巴，问道：“是谁指使你来杀我的？”声音平淡，没有任何感情，但却夹杂着些许的惨叫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叶墨早已被吓破了胆子，哪还敢藏着掖着，赶忙说道：“是柯建仁。柯建仁昨天晚上给我传讯，说让我将你在赶往云朗宗的半途击杀。”说着，他将一块漆黑的牌子拿了出来，双手捧着递给了温浩。系统温浩接过以后没有说话。叶墨见这情况，知道自己说的还不够，连忙到豆子般将从前的事也说了出来。柯建仁找我杀人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块牌子里面都有记录的，可以检测出发送讯息人的灵气。见叶墨已经说无可说了，系统温浩再次化为血符贴上了叶墨。被血符紧紧包裹的叶墨恐惧无比，他嘶声道：“不要杀我，我可以奉你为主！”啊！剧痛传来，叶墨的声音也变成了惨叫，撕裂灵魂的痛楚，没经历过的人是不知道的。但现在叶墨切身体会，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血符每一口咬下，自己的灵魂就会被撕开一丝，被血符吞噬。很快，魂魄被撕咬一空，叶墨的身体只剩下一副躯壳。这一次，系统掐时间也掐得很准，叶墨刚死，系统便将身体控制权交给了温浩。温浩不由得吐槽道：“系统，是不是每次身边没有女修，你就能把时间掐得这么准啊？不管是杀圣子那次，还是左文轩身边都没有女修，这次也一样。系统每次都将时间掐得很好，反而被妖兽围攻和沙鱼瑞那次，身边分别有小翠和西白薇，那2次系统掐的时间就不是那么精准了。”温浩有理由怀疑系统就是故意的。丁，请宿主不要冤枉好系统，本系统完全是看你不敢上手，所以本系统才帮你一把。温浩不再理会系统，温浩将那块漆黑的牌子拿起来打量，左看右看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就连里面的讯息都不会读取，看来只能用检测阵法检测了。温浩嘀咕道，他将漆黑令牌收了起来，随后又将那5个黑衣人的储物袋一一开锁。特么的这几个人也太穷了吧！温浩看着地上那一小堆的资源和零食，根本不相信这是结丹修士的家底。5个储物袋中的东西加起来价值都不到1万灵石，实在是太少了。温浩叹了口气，将那些资源收进自己的储物袋之中。对了，还有非洲呢。温浩突然想到那个黑色非洲，当即走了出来，上前查看。这黑色非洲静静地飘在那里，非洲的头部有一个獠牙外凸的鬼脸，那狰狞的线条让看起来无比霸气。非洲上面的防护阵法可能是被叶墨他们给关闭了，温浩很轻易的就进入了非洲内部。里面也很简单，有一个小型阵法用来放置灵石，给非洲提供动力，还有一个可以探入神石，用来查看外界的情况。温浩满意的笑了笑，心道可算是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非洲了。他估计这些人的灵石应该都用来买这个非洲了，不然不至于那么穷。将非洲收入储物袋中后，温浩回到了叔硕的非洲，查看叔硕的情况。他身体上倒是没什么伤势，主要是灵魂受伤。现在温浩魂道修炼的还不错，对于解决叔硕灵魂上的伤势也有一些手段。他将手贴在叔硕的额头上，没多久，叔硕变形转过来。温浩，叔硕反应了一会，随后赶紧起身挡在温浩身前，继续说道：“你先跑，我拦着他们。”话还没说完，他便愣在了原地。叔硕看着地上那5具尸体，面露震惊之色。这是你杀的？他无法不震惊。叶墨恶名昭着，结丹修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竟然变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温浩笑着点了点头，将影像球递给了他，说道：“我杀的，并且还从他口中知道了一些事情，你看看吧。”叔硕压下心中的震惊，接过影像球查看了起来。看完之后，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破口大骂道：“柯建仁这个狗东西，竟然勾结魔道！他枉为正道宗门宗主！”温浩拍了拍他的肩膀：“行了，别无能狂怒了，这影像球还是尽快交给你师父为好。”叔硕重点头，操控着非洲返回云朗宗。云朗宗之内，偷偷进入的温浩和叔硕来到了文宏的房间。“师父，我将温浩带来了。”叔硕一边敲门一边说道。里面的文宏一愣，心说：“你把他带来就不怕我尴尬吗？”为了让自己的孙女进入后山灵泉，他邀请温浩过来参加炼丹大比出丑，本来就挺不好意思的了，没想到叔硕竟然还给他带过来了。但既然都到这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文宏开口道：“进来吧。”叔硕带着温浩推门进入，温浩对着文宏拱了拱手，道了一声前辈。文宏微笑道：“温小友，还望不要怪罪于老夫啊。”温浩摆了摆手表示理解：“我怎么可能怪罪于前辈呢？毕竟前辈也给了我灵石了不是？”说着，他从储物袋中将那个影像球拿了出来，递给文宏，说道：“前辈请看。”文宏一脸疑惑地接过影像球，开始查看了起来。越看他的脸色就越阴沉，他咬牙道：“师兄啊师兄，你这完全是魔道的行径啊！”文宏心里愤怒无比，他本以为柯建仁不会对温浩做什么，但没想到人家不仅做了，还是勾结魔道做的，这让他的脸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实在是无颜面对啊。他看向温浩问道：“叶墨说的那个可以检测到传讯者灵力的牌子在哪呢？”温浩闻言，又将那块漆黑牌子递给文宏。文宏接过牌子，仔细打量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道：“这块牌子我很熟悉，
确实有可以检测到传讯者灵气的阵法，但柯建仁不是傻子，他不会放着这么大的破绽被我们发现的。前辈，你是说柯建仁可能有更改自己输入灵气的手段？温浩问道。文宏点点头，肯定的说道：是的，就算我们用阵法检测，到时候也有可能检测出来并不是柯建仁。温浩眉头紧皱，这可如何是好？本来得到了这块牌子，他还以为能扳到柯建仁呢，但没想到却是这样。文宏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还是先检测一下看看吧，反正这种小型阵法布置起来很容易。说着，文宏取出来一堆布阵材料，开始布置起了阵法。这种战法确实如他所说，很容易布置，没用多长时间，一个小型阵法便在他的脚下形成。文宏将那块牌子丢进阵法之中，阵法亮起微光。过了一会儿，光芒暗淡下去，文宏伸手一勾，将那块令牌取了出来。怎么样？温浩问道。文宏露出失望之色，叹了口气说道：不是柯建仁的灵气。闻言，温浩也跟着叹了口气。舒寿突然说道：难道我们不能像那次放出左文轩影像球一样，放出这个影像球吗？文宏摇摇头，这次不一样啊。左文轩说到底是他柯建仁的徒弟，他没办法反驳的。但是这个夜幕很明显就是魔道中人，如果放出去的话，不仅不会威胁到柯建仁，甚至还可能被他反咬一口。他顿了顿，看着温浩继续说道：毕竟温小友可是用过血道法术的呀。温浩苦笑一声，解释道：都是迫不得已啊，当初被血海宗抓了去，只能修炼血道法术了。文宏摆了摆手，说道：无妨，我相信温小友你的品性，不然你也进不了琉璃宗。房间之内又陷入了沉默，只有时不时的叹息声响起。温浩苦恼道：早知道我留叶墨一命了，没准还能将柯建仁引出来呢，现在只好再等下一次机会了。柯建仁不除，温浩就永远也没有安宁日子。先是于瑞，再是左文轩，然后是幻魂宗，还有这次的炼丹大比，这才隔了多长时间？文宏对着温浩说道：现在只能看明天柯建仁见到你以后会不会用牌子联系叶墨了。温浩点了点头，只好这样了。天色渐晚，文宏对着舒硕吩咐道：舒硕，你先带着温小友下去休息吧。是，师傅。待二人走后，文宏低着头喃喃自语道：师兄啊师兄，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我本以为你的心还是正道，没想到却早已堕入魔道之中了呀。次日，炼丹大比开始。这一次，云朗宗召集了周围各宗的天才炼丹师前来参加比试，头名奖励更是让所有炼丹师眼红。头名奖励是一顶玄阶上品的炼丹炉，炼丹炉和法术一样，都分天地、玄黄4个等阶，每个等阶分上中下3品。而玄阶上品的丹炉，对于这些年轻炼丹师来说，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云朗宗拿出这等宝物，那些天才炼丹师无不将这丹炉当做自己所追求的目标。由于不再是云朗宗一宗之事，所以主持本场比试的人不再是文宏，而是宗主柯建仁了。一大早，柯建仁便面带笑容地接待着各宗主，他目光如春风般和煦，言语间尽是亲切与真诚，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家风范。那做派任谁都说不出来毛病。在一旁给柯建仁帮忙的文宏见他那个样子，忍不住泛起了恶心，但他也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小家伙，就算心中恶心也不会表现出来，同样带着笑容接待众人。哈哈，徐兄别来无恙啊。柯建仁朗声大笑，目光落在刚刚到来的中年男人身上，只见他身着青衫，整个人散发着一股凛然正气，正缓步走向柯建仁。这人正是和云朗宗齐名的青羽宗宗主徐汉阳。他笑着说道：承蒙柯兄挂念，鄙人一切安好。柯建仁迎着徐汉阳落了座，对着文宏说道：师弟，你帮我接待一下各位宗主，我要好好和徐兄叙酒。是，师兄。柯建仁指着下方已经到了不少的弟子，说道：徐兄以为何人有夺得头名的希望？徐汉阳抿了一口茶水，微笑道：依我看，你云朗宗刘思远和我青羽宗李明还是很有希望夺得头名的。这二人都是3品炼丹师，炼丹之术精妙无比。3品炼丹师可以炼制结丹期所需丹药，不论放在何处都可以获得不错的待遇，属于备受尊敬的存在。如果放在一些结丹宗门，那绝对会被奉为做上宾，要风的风，要雨的雨。就算在云朗宗这样的宗门之中，也会极为重视。最关键的是，这二人年岁不大，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呢。如果以后这二人能达到4品乃至5品炼丹师，那么就连云朗宗这样的宗门都得当做宝贝一样养着。柯建仁微笑道：徐兄和我想的一样，这次大比只有你我2宗有3品炼丹师，头名之位自然也是你我2宗的弟子争夺了。是啊，你我2宗能出现这种天才弟子，也是我们的一大幸事。徐汉阳微微颔首。二人相谈甚欢之时，忽然柯建仁愣了一下，因为他看见了一个他原本以为在昨晚就已经死了的人。温浩，难道叶墨没杀他吗？为什么他还会出现在这里？种种疑问萦绕在心头，导致柯建仁无法平静。他发现屡次杀温浩都不成，这个小小的筑基已经成了他的心魔，一日不除温浩，他的心里便不宁一日。本以为出动叶墨这等听到名字就可以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可以顺利的击杀温浩，但没想到就连叶墨都没有成功。叶墨是死了，还是单纯的没杀掉？柯建仁心中喃喃，他现在已经无法保持平静，他甚至想要找个无人的角落询问叶墨一番。
现在联系叶墨肯定不行，说不定叶墨的通讯牌已经被温浩收缴。如果我这个时候联系他，可能会被温浩得知。柯建仁深吸一口气，将那个想法死死地压在了心底。柯兄，柯兄！徐汉阳见柯建仁忽然呆愣了，喊了2声，柯建仁这才回过神来，对着徐汉阳抱歉道：“前些时日修炼出了岔子，忽感不适，还望徐兄见谅。”徐汉阳摆了摆手，不在意道：“要不柯兄你就先去休息，我自己在这就行了。”柯建仁重新恢复了笑容，对着徐汉阳说道：“不爱，身为一宗之主，怎么可以在如此重要的时刻离开呢？”见柯建仁这么快就恢复了正常，一直暗暗关注他的温浩和文宏心中有些失望，看来这老狐狸并没有打算联系叶幕啊。温浩暗道，无奈之下，他只好领了号牌，照着上面写的759号寻找着自己的位置。此次炼丹大比，丹炉有黄阶下品，也有黄阶上品。火焰方面可以用地火，也可以用自己掌握的火焰。温浩在找自己位置的时候，听到不少人抱怨，这云朗宗是不是欺负我们小宗门，竟然给我们使用这等劣质丹炉？你用黄阶下品丹炉，是因为你这个1品炼丹师不够分量。你看那些2品、3品的炼丹师，哪一个不是黄阶中品甚至上品的？那也不能区别对待啊！本来人家品级就高，现在还给我们用不同的炼丹炉，那岂不是故意不让我们赢吗？就算给你好的炼丹炉，你能夺得头名，至少不会炸炉吧？这个黄阶下品的炼丹炉看着就危险。听到这里，温浩都有些想走了，特么的别到时候炸炉把自己炸死了。转念一想，都收了文宏的灵石了，自己现在走也不是很合适，于是温浩便又继续寻找起了自己的位置。温浩看着面前的丹炉，挠了挠头，虽然自己不懂，但也看出了这个丹炉的品质不高，应该就是之前听到的容易炸炉的黄阶下品炼丹炉了。这丹炉外观粗糙不堪，炉身布满划痕，炉口歪斜不整，铸造工艺完全可以用简陋来形容。温浩觉得这丹炉丢到外面连捡的人都没有，反正我也不炼丹，就算别人炸炉应该也影响不到我。温浩暗道，他盘膝坐在丹炉之前，闭目养神，显得淡定无比。这人是谁？竟然如此淡定？不知道，没见过。难道是个高手？不能吧，高手的话他面前的就不是黄阶下品炼丹炉了，可能是装逼来的吧。周围看到温浩这种淡定的样子，纷纷对着他指指点点。温浩也听到了周围的议论，但他没理，心道我特么都没打算炼丹，我为什么不能淡定了？温浩不理人，众人渐渐的不再关注他了。快看，那是刘思远吗？真是一表人才啊，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和刚刚那个硬装的人明显不一样。刘思远旁边那个是李明吧？他也很强啊，年纪轻轻也成了3品炼丹师。是啊，这次炼丹大比有这2个人在，肯定会很精彩的。温浩睁开眼睛，循着他们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那边有2个年轻人，都是结丹期的修为。这2人此时脸上都带着自信无比的笑容，正在闲聊，声音不小，就连距离2人不近的温浩都能听到。刘兄，这次大比你可要让着我一些啊！说的哪里话，李总，你我2人炼丹水平不相上下，说不定这次的头名是你呢。哈哈，刘兄谦虚了不是？要我说啊，直接咱们2个比上一比就行了，让其他人过来参加此次炼丹大比根本没有什么用啊。李明说这句话的时候根本没有放低音量，让所有人都听到了。有些人愤愤，但奈何确实不如人家李明，所以也没说什么。李兄此言差矣，万一参加此次大比的人之中有隐藏的炼丹天才呢？说完，刘思远便笑了起来，显然他也并不认同自己说的话。就在一片嘈杂声中，炼丹大比正式开始了。丹方由云朗宗提供，虽然不是什么珍稀丹方，但对于一些小宗门的炼丹师来说也不算白来。闲着没事，温浩举起手中的丹方阅读了起来。这是炼气期所用的丹药回春丹的丹方。温浩对回春丹很熟悉，之前炼气期的时候没少用，但如何炼制就不得而知了。处理药材，起火炼丹，将药材依次放入丹炉，操控药材进行融合，锁住药性，驱除杂质。温浩看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心中喃喃道：锁住药性，锁，不知道我的开锁技能可不可以用在炼丹之上。越想，温浩越觉得可行。本来没打算炼丹的温浩也开始照着丹方上面处理药材的步骤动起了手。他从来没接触过炼丹，处理手法用生疏来形容都有些侮辱生疏这个词了，那手法简直没眼看。周围看到温浩这笨拙无比的手法，纷纷笑了起来。你看这人太好玩了，他是不是没炼过丹啊？就连我们的丹童处理起药材来都比他强啊！刚刚他那么云淡风轻，我还以为他是个高手，没想到真是装的。刘思远和李明2人也听到了这边的笑声，看了一眼便不再理会了。这种人他们见多了，哗众取宠罢了。对于周围的嘲笑，温浩充耳不闻，照着丹方上一点一点地处理身边的那些药材。人家都进行下一步了，温浩还在处理。待到最慢的人已经将丹炉内的温度烧够，开始放入处理好的药材的时候，温浩这才将自己的药材处理完毕。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开始放出地火。好在之前温浩注意过别人如何操作，不然他连地火都放不出来。地火升腾而起，火焰舔舐着丹炉，让这黄阶下品的丹炉开始颤抖了起来，炉身上发出咔咔声。温浩生怕这丹炉被地火直接烧炸了。再看人家刘思远和李明的玄阶上品丹炉，
比这黄阶下品的强太多了，稳稳当当的，根本没有颤抖，没有咔咔声。不过温浩也不是很在意丹炉这种东西，反正自己也不会炼丹，纯粹是尝试一下，就算不行也无所谓。慢慢的，丹炉的表面变得通红，炉内已经达到了可以放入药材的温度。温浩也不管什么顺序，对着那几种药材施展开锁技能之后，一股脑扔进了炼丹炉之中。见到温浩这操作，所有人都惊了，他这是干嘛？不会是想不开了吧？难道他不知道这种操作会导致炸炉吗？操，你想死别带着我们啊！这绝对是没接触过炼丹的，这操作实在是太吓人了，我还是离他远点为好。有一些离着温浩近的弟子连丹都不练了，纷纷远离了温浩，生怕温浩炸炉波及他们。什么都没有命中要啊！刘思远看着温浩，忍不住笑了一声，这人是过来搞笑的吗？李明道，刘兄不必在意这种哗众取宠的角色，反正影响不到我们，咱俩还是专心炼丹吧。李兄所言甚是。温浩听着周围的议论，心里一突，这么搞会炸炉吗？我不知道啊。他看着炼丹炉，感觉炼丹炉的炉壁越来越红了，咔咔声也越来越大了。他忍不住想到，不会真的炸炉吧？就在此刻，丹炉表面开始出现裂缝，并且裂缝还在不断增大，要炸炉了，赶紧离他远点。这人为什么能参加炼丹大比啊？就这水平别出来，丢人现眼了呀！特么的，自己水平不够，还得连累我们是吧？刘思远二人不再理会这里的任何事情，专心致志地炼制丹药，手中的动作犹如行云流水，精准无误地完成每一个步骤。在上方观看的柯见人笑着说道：“这二位弟子不相上下，真是猜不到最后谁能最后获胜。”随后他看向了温浩那里，见他手忙脚乱的胡乱操作，心中不禁有些舒爽。温浩啊温浩，既然现在杀不了你，那你就先在这里出出丑吧。温浩丹炉上的裂缝越来越大，他一咬牙，并指点上炼丹炉，手腕一扭，给我关上。瞬间，丹炉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紧紧包裹，原本剧烈震动的丹炉不再震动了，也没有咔咔声传出，裂缝更不再扩大。温浩面色一喜，真的有用？什么？怎么突然就平静下来了？谁能给我解释解释？是我们学艺不精吗？这都能让丹炉平静下来？刘思远瞥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炼制炼气期的丹药罢了，让丹炉平静下来的，仿佛他脑子里有很多。丹炉平静下来以后，就得开始下一步了，让药材融合。但这一步温浩有些犯难，因为丹炉被锁上了，神识根本探不进去。如果打开的话，那么丹炉便会再次开裂，导致炸炉。所以他就这么愣愣地看着丹炉，不知道该干什么了。他这是在干嘛？为什么不进行下一步了呀？你们说是不是他只会这一步？一个新人能到这一步已经很不错了，至少没炸炉。温浩的丹炉内，药材不断被煅烧，杂质逐渐被驱除，只剩下精华化为液体在里面飘着。最终杂质驱除完毕，那数团精华却漂浮在里面，互不相容，就算是偶尔触碰，也都是一触即离。温浩眉头微皱，思索道：为什么不相容呢？突然他想到了什么，对了，我在之前就已经将每份药材的药性锁上了，所以他们才会不相容。但如果我将它们当做一个整体锁在一起，那不就相容了吗？想到就做，温浩先将锁住丹炉的锁打开，然后又将里面那几团精华上的锁也打开，最后将那些精华当做一个整体锁上。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没有丝毫停顿，丹炉开裂的程度也不多。众人见温浩有所动作，纷纷将目光投射过来，有眼尖的看出了温浩丹炉里面的那些精华，忍不住惊呼出声。他的丹炉里面现在是几团精华在融合，还真是，这是什么手法？别人都是先融合药材，然后再驱除杂质，剩下精华，这人怎么给反过来了？逆天，实在是太逆天了。而且这些精华甚至都不用他操控，自动就开始融合了呀。众人不解，但大为震撼。刘思源冷哼一声，哼，也只能在炼制炼气期丹药的时候用了，我就不信在网上还能用这种手法。此时的刘思远和李明已经开始收丹了，他们手掌上下翻飞，看起来精妙无比。不一会儿，两个丹炉之中便各有10颗翠绿色的回春丹飞了出来，看其光泽，无疑全是上品丹药。不愧是3品炼丹师，真是厉害啊！不仅是10颗全丹，还个个都是上品丹药，天才之名，名不虚传啊！众人纷纷夸赞，上面坐着的柯建仁和徐汉阳也面带笑容，满意的看着二人。刘思远负手而立，面色淡然道：回春丹罢了，不足挂齿，真是胜不骄败不馁。好好好，徐汉阳夸赞了一句。这边已经成丹了，温浩那边才刚刚开始融合，他就静静地站在那里，也不干预。他竟然什么都不管吗？就这么让这些丹药自己融合，到时候形成的还是丹药吗？终于，数团精华融合在一起，变成了一颗比刘李二人所炼制出来的回春丹大了10几倍的丹药。温浩关闭地火，待丹炉温度降下来以后，打开丹炉上的锁，直接伸手将那丹药拿了出来。他到底有没有常识？这是能直接上手拿的吗？真不怕药性流失？离谱！这是我有生以来看过最离谱的炼丹了。刘思远看着温浩的操作，摇了摇头，说道：不用看了，他炼不成的。不收丹，直接上手，药性早就流失了。炼丹之中最重要的2个步骤便是融合和收丹，这2个步骤之中要保证千万不要让药材的药性流失，所以才会有反锁的手法。
他这么粗暴的将手伸进去直接拿丹药，肯定是不行的。其他人也纷纷附和：是啊，如果能直接上手的话，我们还学什么授丹手法？真是无知者无畏，好不容易到了最后一步，竟然让他给破坏掉了，令人气愤啊！温浩伸手抓住了那团丹药，缓缓地将其拿出来，放在了早就准备好的玉盘之上。待丹药完全凝固以后，温浩将锁解开，众人看着这个丹药都忍不住瞪大了双眼。虽然这丹药比其他丹药大了10几倍，形状不是很规则，颜色也不是翠绿色，而是深绿色，但那丹药上面散发着的浓郁药香，却无疑证明了这就是回春丹。温浩看着玉盘上的回春丹，脸上带着轻松无比的笑容。炼丹真是太简单了，这是回春丹，我是真的不想相信啊！哪有这样的回春丹？这丹药都不能用颗来当量词了，得用妥。文宏也一直关注着这里，看到温浩炼制出了这么个玩意，直接神识探入其中。随后他便震惊地问温浩：你真没学过炼丹？温浩坦然道：是啊，真没学过。这个丹药的效果是普通上品回春丹的20倍还多，就连极品回春丹的药效都比不上这个。文宏尽量想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但最终他发现根本平静不了。这是什么？这是天才中的天才。听到文宏的话，周围的人无比张大了嘴巴。什么？竟是这样？起初我看他处理药材的手法稚嫩的很，以为他是一个没接触过炼丹的新人，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大佬。柯见人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心中充满了不可置信。这温浩到底有什么是他不会的？学习法术可以瞬间学会，现在就连炼丹都这么天赋异禀。刘李二人直接愣在了当场，他们很不理解一个从头到尾都被自己看不起的人，为什么能炼制出比极品丹药药效还要好的丹药。温浩挠了挠头，不好意思道：我也不知道炼丹这么简单啊，随便练练就练出来了。闻言，所有人都有一种想要喷血的冲动。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随便练练就练出来了？这是人类修士能说出来的话。但众人再一回想温浩从开始到结束的行为，感觉好像还真是他说的那样，随便练练就练出来了。人家真就什么也没干啊！服了，我是真的服了。全程什么都没干，竟然练出这种丹药，让我连我到死都不能做到。人比人该死啊！我什么时候能有这种天赋？我倒心崩了呀！刘思远忍不住撇嘴道：就算这样又如何？不过是炼气期丹药罢了，我就不信你炼制住机器结丹期的丹药时还会这么运气好。是的，刘思远将温浩炼制出来那种丹药归结为运气，他实在无法相信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炼丹的人第一次炼丹就炼制出来了超越极品的丹药。他调整好心态，重新盘膝坐在了自己的丹炉之前。第一场比试淘汰了少一半的人，变得不是那么拥挤了。温浩也盘膝坐下，等待下一次比试的开始。这一次炼制的是筑基期的丹药。温浩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为了防止炸炉，将药材放入炼丹炉里面之后，就把丹炉锁上了。待到杂质被驱除完毕后，温浩故技重施，将精华锁到了一起，等着他们相互融合。就在刘李二人又分别炼出10颗上品丹药后，过了没多久，温浩再次取出了一大坨比二人丹药大了10多倍的不规则丹药。刘思远看着温浩手中的那一坨，难掩震惊之色。为什么你还能炼出来？这可是筑基期的丹药啊！温浩能炼出来，就说明这个连处理药材都笨拙无比的人，起码是一个2品炼丹师。他刘思远每天除了炼丹还是炼丹，这才达到了3品炼丹师的地步。他一个新人凭什么炼制出2品丹药？对，一定还是运气。我绝对不会相信一个连炼丹都没接触过的人能炼制出2品丹药的。刘思远摇着头喃喃自语道。李明的表情和刘思远如出一辙，也被温浩狠狠地震惊到了。他一定炼不出3品丹药。他心中咆哮，3品丹药是结丹期所用的丹药，温浩一个筑基期就想炼结丹期的丹药，那简直是天方夜谭。炼制2品丹药又淘汰了一大部分人，场地显得更加空旷了。刘李二人迅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免被温浩影响导致炼制不出3品丹药。温浩微微一笑，接过3品丹药的丹方看了起来。经历了前2次的炼制，温浩处理药材越来越熟练了，虽说速度依然比不上其他人，但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笨拙了。锁住药性，点火，放入药材，锁上丹炉，整个过程熟练无比，让周围观看的人无不长大了嘴巴。炼制3品丹药他还敢这么做？3品丹药炸炉的威力可不是1品2品所能比的呀！他真的不怕炸炉吗？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不同于温浩的轻松，刘李二人在驱除杂质那一步便已经满头大汗了。他们虽然想看看温浩的进度，但根本不敢分心，生怕一分心就导致炼丹失败。3品丹药的炼制比之2品难度提升了不知几倍，就连刘李二人这2个3品炼丹师都得全神贯注。终于将杂质驱除，精华融合之后，刘思远松了一口气。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看向了温浩那边。见温浩还在用和之前一样的操作，他脸上挂上了笑容。这温浩不知道3品丹药炸炉的威力吗？一个筑基期炼制3品丹药还敢这么操作，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呀！刘李二人对视了一眼，不再去看温浩，专心炼制自己的丹药去了。3品丹药的炼制并不简单，场中不断有人炼丹失败，起身离开。没多久，场中就只剩下温浩和刘思远、李明了。众人的目光全都放在了这3个人的身上。
温浩就坐在那里，什么都不管，等着丹炉自己去除药材的杂质。不说别的，就说他这个心态，我给他打满分。还是离远点吧，三品丹药炸炉的威力可大多了。此时的刘思远已经满头大汗，他手中的动作不停，对着丹炉一遍遍地打入法诀。只要我能炼出10颗上品丹药，这场大比我就稳了。刘思远心中想到。刘思远已经不将温浩放在眼里了，在他想来，温浩一定会炸炉的，而他的对手只有一旁的李明。额头上的汗水滴落在地面上，被瞬间蒸发，但刘思远不予理会，目光如炬，死死地盯着炼丹炉。终于，他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笑容。又是10颗上品丹药，太厉害了！刘思远在3品炼丹师中也绝对是顶尖的水平了。是啊，就看另外2人如何了。温浩就不用看了吧，赶在炼制3品丹药的时候这么玩，根本不可能炼制成功，好吧？没炸炉已经是他的运气好了。对啊，现在是李明和刘思远之间的比试，还是得看李明啊。此时的李明心中有些急切，刘思远已经炼制出来10颗上品丹药了，他必须也炼制出一样的丹药，才不会输。最关键的时刻来了，收丹！李明手掌上下翻飞，将里面的丹药拉出来。丹药还未出现，药香就已经飘出。李明脸上露出一抹喜色，这种情况一定会有上品丹药的，并且还不少，说不定也是10颗上品丹药。随后，丹药落在了玉盘之上。李明脸上的喜色瞬间消失，可惜了，只有9颗上品丹药，李明惜败啊！是啊，我感觉如果李明用不了多久，也会炼出10颗上品丹药的。刘思远对着李明拱了拱手，笑着说道：“李兄，承让了。”李明虽然有些不甘心，但也没表现出来，他同样笑着拱手道：“还是刘兄技高一筹啊！”2人好像把温浩忘了一般，那表情就像已经拿到头名了一样。在所有人看来，温浩这次炼制3品丹药必定失败，所以就算温浩还没结束，他们也认为刘思远是此次的头名。温浩依然静静地盘坐在丹炉前面，面色淡然。此时的丹炉内，药材的杂质已经被完全驱除。温浩打开丹炉锁，将精华锁住之后，又关上丹炉锁，之后便不再有任何动作了。他竟然还没放弃。刘思远已经炼制出来10颗上品丹药，他以为他可以再次炼制出超越极品的丹药吗？真是太天真了。没炸炉他已经很幸运了，没想到竟然还想继续炼丹。哼，看着他失败吧，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众人忍不住开口嘲讽。刘李2人也将目光放在温浩身上，都是露出了不屑的神色。刘兄，这次头名非你莫属了呀！李明笑着开口。刘思远拱了拱手，说道：“还是承蒙李兄照顾啊，不然这次头名可就是李兄的了。”刘兄谦虚了。2人又开始了互相恭维，但下一刻，2人的笑容便都凝固在了脸上，因为温浩从炼丹炉中再次取出了一坨丹药，放在了玉盘之上。那丹药虽然形状不规则，但散发的药香却浓郁至极，这是结丹期加快修炼的丹药，药香弥漫开来。众人忍不住深吸一口，只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修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提升了一丝。众人无不瞪大了眼睛看着温浩手中的那坨丹药，这都能行？不可思议，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仅仅筑基期的修为，竟然可以炼制出3品丹药，并且这丹药药效之强远超其他。刘思源死死地盯着温浩，脸上满是不可置信。他嘶吼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为什么可以炼制出3品丹药来？你一个筑基期，凭什么可以炼制出3品丹药？”他双目赤红，连连摇头，根本不相信这是真的。上方的柯建仁忍不住站起身来，眼中露出疯狂之色。不行，温浩一定不能留了，我要亲自出手杀了他。温浩的全能让柯建仁心中的那丝恐惧不断壮大，他完全无法想象，如果温浩发展起来后是何等的场面。好在恐惧没有将他的理智吞噬，他强忍着动手的冲动，再次坐了下来。柯建仁闭上了眼睛，努力平息着自己的杀意，心中思索，就算要亲自出手，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杀他，我要寻一个没人的地方，一击致命。刘思远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他盯着温浩嘶吼道：“我不服，我要继续和你比试。”温浩扭头看向他，嘴角挂着笑容，问道：“你还要怎么比？4品，我要和你比试炼制4品丹药。”刘思远眼睛充血，狠狠地咬着牙，从喉咙里面挤出了这句话：“什么？刘思远已经可以炼制4品丹药了吗？不可思议！如果是真的，那么这一次温浩估计悬了。是啊，筑基期炼制3品丹药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想让他炼制出4品丹药，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如果刘思远真能炼制出4品丹药，那绝对是天才中的天才。没想到参加一个炼丹大比，竟然有幸看到炼制4品丹药的过程，不虚此行啊！”温浩点点头，淡淡的说道：“可以，你想怎么比就怎么比，我随时奉陪。”有着开锁技能，温浩信心十足。别说4品了，就算是5品、6品，甚至更高，又能如何？照样给你炼了。很快便有人送上了4品丹方，温浩依然选择了那个劣质丹炉，丝毫没有更换的想法。温浩是艺高人胆大，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明明可以更换品质更高的丹炉，他为什么还是用那个黄阶下品的丹炉？有人看着温浩的行为很是不解，我估计是知道自己练不出来，所以随便选择的吧。就算练不出来也很值了，4品丹药的丹方珍贵无比，
温浩能得到这个丹方已经是赚到了。是啊，白拿一个4品丹方，如果是我做梦都能笑醒。二人盘膝坐在丹炉之前，开始处理药材。4品药草本就不是很好处理，对于温浩这种新手来说更是难上加难。温浩索性直接不处理了，锁住药性之后，直接一股脑扔进丹炉之中，然后再将丹炉关锁，便不再去管了。看吧，我就说温浩根本没打算炼成，连药材都不处理直接扔进去，这还怎么炼？是啊，这简直是暴殄天物。刘思源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那些药材，心中有些紧张。虽然我之前炼成过4品丹药，但成丹率太低了，不过只要我能炼出来，不管出多少颗丹我都能赢。温浩区区一个筑基，一定炼不出4品丹药。刘思远暗暗想着，他处理药材的速度很慢，显得很谨慎，生怕一个不对导致之后炼丹失败。呼，终于处理完了。刘思远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流出了满足的笑容。随后他双手掐诀，凭空生出一道赤红的火焰，他将火焰打入丹炉，然后按照顺序依次将药材放入丹炉。这一步骤算是炼丹的难点之一。刘思远面色无比凝重，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丹炉之上。他屏住呼吸，紧紧盯着丹炉的变化，生怕错过任何一丝细节。他双手飞快地上下翻飞，控制着药材的融合，一滴滴汗水从他额头上滑落，流淌过他的脸颊，却丝毫不影响他的专注。刘思远心底有一个声音，那就是一定要将4品丹药炼制出来，为自己争一口气。他不甘心就这么被温浩这样一个从没接触过炼丹的人比下去，所以这次4品丹药的炼制是他的机会。随着药材的融合，刘思远心中的信心不断增强。我可以感觉到，如果这次炼丹成功，我一定可以一跃成为4品炼丹师。刘思远嘴角不由得勾起一抹笑容。药材成功融合，杂质也全部去除了，接下来最后一步，收丹。刘思远压下心中的激动，极为谨慎地打入法诀，开始收丹。只要这一步成了，我就是4品炼丹师。他暗暗想着。丹药缓缓飘出，刘思远脸上的喜色越来越浓，最终5颗深蓝色的丹药飘了出来，落在了玉盘之上。这5颗丹药虽然颜色不一，但无疑全是成丹。成了，真的成了！3颗下品，1颗中品，1颗上品。不可思议，刘思远竟然已经成了4阶炼丹师。云朗宗有福了呀！有了4品炼丹师，云朗宗必将一飞冲天。柯建仁看着刘思远，眼中不由得露出了满意之色。徐汉阳夸赞道：“柯兄，恭喜啊！贵宗这个小辈可真是天赋异禀，仅凭借丹期就能炼制出元婴期所用的4品丹药，真是前途不可限量！”哈哈，同喜同喜！柯建然哈哈大笑。刘思远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的杰作，随后他将目光放到了温浩身上。此时的温浩刚刚将数团精华锁在了一起，让他们自行融合。他看着丹炉，眉头微皱。我之前以为靠着开锁技能就可以炼制所有品级的丹药，但看这个样子，是我想的简单了。地火炼制4品丹药已经变得费力了，并且里面的温度让我伸手开锁关锁的时候感到了灼烧。所以，如果我想要炼制更高品级的丹药，除了需要特定的火焰以外，还需要我本身的修为提升到足以承受那种温度的程度。看向温浩的众人见温浩皱着眉头的样子，还以为他在炼制4品丹药的时候遇到了困难，纷纷开口道：“我就说吧，他这样子是炼制不成4品丹药的。看他表情就能看出来，他已经遇到了瓶颈。是啊，炼制4品丹药还敢这么做，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刘思远见温浩那个样子，脸上不由得露出了笑容。他心中的意道：“温浩啊，温浩，我承认你有些炼丹天赋，但你终究还是比不过我呀。”温浩的丹炉内精华已经完全融合在了一起，他熟练地关闭地火，伸手探入丹炉，将那坨丹药取出来。一时间，药香弥漫，场中所有人都闻到了那股浓郁的药香。这一次的效果比之前的3品丹药效果要强得多。元婴期的文宏在闻到这股药香的时候，都感受到了修为有了一丝提升。他震惊地看着那坨深蓝色的丹药，语气震惊道：“这丹药依然是超越极品的存在。”听到文宏的话，所有人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不可置信地看着温浩。温浩竟然又炼出了超越极品的丹药，不可思议，实在是不可思议。要知道，这可是4品丹药，是元婴期所用的丹药啊！他一个小小的筑基，竟然炼制出来了4品丹药，而且还超越了极品。我是不是在做梦？一个筑基凭什么能炼制出来4品丹药？要说场中最震惊的，还得是刘思远和柯建仁。刘思远看着那坨丹药，早已没了之前那种自信，他状若疯癫，口中喃喃着：“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啊？”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口中不断念叨着，离开了场地。所有人看向刘思远，都不由得露出一丝惋惜。哎，刘思远也是生不逢时啊！是啊，结丹期炼制出4品丹药，放在哪里都是绝顶天才。但是今年出了一个筑基期就能炼制出4品丹药的温浩啊！上方刚刚坐安稳的柯建仁又一次站起身来，4品炼丹师。柯建仁双眼充血，死死地盯着温浩，恨不得当场杀了他。但他不能这么做，大庭广众之下，自己当场击杀一位4品炼丹师，估计自己连云朗宗都出不了，就得被人清理掉。得尽快想办法了，不能再拖下去了。柯建仁心中杀意止不住的涌现，如果不尽快杀了温浩，恐怕以后更没有机会杀了。所以他决定，等这次温浩出了云朗宗，就必须要杀了他。
一旁的徐汉阳没有注意到柯建仁的表情，他的注意力全放在了温浩的身上。此子日后必定扬名南疆啊！他心中忍不住感慨道。想到这里，他取出一本秘籍，对着温浩微微笑道：“这位小友，我看小友你手中没有炼丹的火焰，这本秘籍乃是玄阶上品法术承焰诀，你就拿去用吧。”说着，他伸手一抛，承焰诀便自动飞向了温浩。温浩有些惊讶，没想到这个素未谋面的元婴竟然直接送给了自己一本如此珍贵的法术。他接住承焰诀，对着徐汉阳拱手致谢：“长者赐不敢辞，晚辈谢过前辈。”徐汉阳哈哈一笑，说道：“不过是一本法术罢了，没什么可谢的。”温浩心中默念：“系统学习这本法术并提升到5级。”储物袋中的450块灵石消失，温浩又掌握了一个新的法术。他心念一动，手指上瞬间浮现了一小团火焰。这火焰看起来和普通火焰差不多，但温度却是普通火焰的无数倍。温浩感觉就连刘思远那赤色的火焰温度都比不上自己这个。看到温浩瞬间学会这本法术，徐汉阳诧异道：“温小友学习法术竟然如此之快，当真是少年天才啊！”温浩谦虚地笑了笑：“前辈谬赞了，不足挂齿，不足挂齿。”哈哈，温小友这还谦虚起来了。徐汉阳朗声笑着，看温浩越来越顺眼。这时，温浩看向柯建仁，笑着道：“柯宗主，我的奖励是不是该给我了呀？”柯建仁冷哼一声，脸上阴沉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直接将那玄阶上品的丹炉重重地扔在了温浩面前。温浩也不恼，弯腰将丹炉捡起，自顾自地查看了起来。这丹炉比温浩之前用的那个黄阶下品丹炉可要强太多了。不说别的，单说外观就比那劣质丹炉好了不知多少倍。这丹炉通体红色，看起来制作工艺精良，表面光滑无比，还散发着如有若无的微光。温浩满意的将丹炉放入储物袋之中，并给它取名为赤阳炉。徐汉阳的目光落在柯建仁脸上，却发现他表情阴沉，嘴角紧抿，一副吃人的样子。他心中疑惑，忍不住问道：“柯兄可是不喜温浩？”柯建仁眼中的冷芒一闪即逝，因沉着脸没有回答。徐汉阳很敏锐地察觉到了他那抹冷芒，提醒道：“柯兄，现在的温浩可是4品炼丹师，还是多多与他交好为妙啊。”柯建仁冷哼一声，站起身来与徐汉阳告了一声罪，便离开了这里。作为云朗宗的宗主，中途离场是不符合礼仪的，但柯建仁见温浩那个样子，感觉控制不住自己心中的杀意了，他怕自己忍不住当场杀了他。在这里杀温浩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柯建仁觉得眼不见心不烦，还是早早离开为好。徐汉阳猜出了柯建仁的心思，无奈地叹了口气，口中喃喃道：“柯兄，但愿你不要自误啊！一个筑基期的修士炼制出4品丹药，可以说在整个南疆都属于凤毛麟角。柯建仁如果铁了心要杀温浩的话，那么柯建仁的下场也一定会很惨的。但貌似柯建仁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在这时，文宏忽然对着远方拱手行礼，开口道：“恭迎上宗师兄。”徐汉阳一愣，随后便朝着文宏行礼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巨大的飞舟正漂浮在上空，那飞舟极为神俊，飞舟的船头雕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仙鹤的羽毛根根分明，栩栩如生。仙鹤的眼睛镶嵌着2颗璀璨的宝石，散发着神秘而深邃的光芒，给整艘飞舟增添了几分灵动与威严。看清飞舟的样子，徐汉阳也赶紧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对着飞舟行礼道：“见过仙鹤门的师兄。”见2个元婴都这么小心翼翼的行礼，温浩也赶紧对着飞舟拱手。已经离开的柯建仁此时正挂着笑容赶了回来，之前那种阴沉之色全无。这时飞舟上出现一青年，他剑眉斜飞入鬓，双眸深邃如渊，身姿挺拔如松，一袭青袍随风而动，散发着令人无法忽视的强大气势。其身上的气势比在场的3个元婴后期还要强上一分，赫然是元婴巅峰的修为。原来是崔灵月崔师兄，不知崔师兄莅临我云朗宗有何贵干？柯建仁拱手笑道。崔灵月回礼道：“听闻贵宗出了一个4品炼丹师，我特意过来看看这位少年英才。”闻言，柯建仁心中顿时一沉，上宗元婴都听说温浩了，那么自己击杀温浩的难度变大了。看来最近还是不要动手为好，待过些时日，关注温浩的人少一些再说。柯建仁暗道。这时文宏微笑着说道：“可能是传言有些错误，温浩并不是我云朗宗弟子，而是我宗的下宗琉璃宗的长老。这件事是一定要说清楚的，万一人家真将温浩当作云朗宗的弟子，就不美了。如果云朗宗真的出个4品炼丹师，最终受益的除了宗门还有谁？还有宗主。但云朗宗的宗主可是柯建仁这个魔道之星的伪正道啊，到时候让柯建仁受益，是文宏不想看到的。”哦，闻言，崔灵月有些诧异地看向温浩，继续道：“没想到琉璃宗竟然还能出现如此天骄人物。”他沉吟少许，从怀中拿出一个储物袋，说道：“我曾听闻琉璃宗西玄阴重伤未愈，这储物袋之中乃是补元丹的丹方和炼制所需药材。”说着，他将储物袋递给温浩：“这储物袋就当我一片心意。”温浩接过储物袋，心中有些诧异，仅仅是初次见面，崔灵月就送自己如此贵重的礼物，这让温浩对于4品炼丹师的分量有了一个清晰的认知。要知道，补元丹可是元婴期修士使用的丹药，且药效极强，一个元婴修士只要不是神魂受创，
其他任何不管多么严重的伤势都可用补元丹治愈，就算对化神期修士都有一定的效果。这种丹药乃是可遇不可求的丹药，一个普通的元婴修士可能穷极一生都求不到一颗补元丹，就算是大宗门的修士也需要耗费数十年才有可能求到一颗。这还仅仅是丹药的价值，更遑论补元丹的丹方。任何有着补元丹丹方的炼丹师无不敝帚自珍，根本不可能将这等珍贵的丹方拿出来卖。但崔灵月一出手便是补元丹所需的全部药材和补元丹的丹方，还一点小心意，这如何不让温浩震惊？这就是5级宗门的底蕴吗？温浩心中暗道。在南疆之中，宗门根据最高战力可以分成6个等级，最低的1级宗门最高战力便是筑基期，最高的6级宗门最高战力便是渡劫期。渡劫期是整个云梦大陆修士的顶点，像琉璃宗这种有着元婴期的太上长老的宗门便是3级宗门，而云朗宗则是4级宗门。对于崔灵月给的心意，温浩是不可能拒绝的。不说宗门的太上急需补元丹救命，就算是太上没受伤，别人送给自己的东西，温浩也是来者不拒，不拿白不拿。他对着崔灵月躬身行礼，多谢前辈。崔灵月哈哈一笑，拍了拍温浩的肩膀，眼中满是赞赏之色。以筑基期便可炼制4品丹药，可谓是前途无量。我这些许的心意不足挂齿。温浩挠了挠头，低声应是，显得乖巧无比。这么粗的大腿，那必须得抱上啊！看温浩这副样子，崔灵月是越看越喜欢，拍着他的肩膀连说3个好字。温浩指着崔灵月身后的非洲，眼中冒着金光，前辈，您这非洲实在是太神俊了，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威武霸气的非洲。说着，他露出一脸向往的神色，继续道，如果我能有幸乘坐一番就好了。崔灵月哈哈一笑，对着温浩说道，什么有幸不有幸的，走，我带你上去看看。温浩装作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这不太好吧？炼丹大比已结束，我正打算回宗门呢。无妨，直接坐非洲回去。崔灵月大手一挥，带着温浩便上了非洲。温浩心中松了口气，这样就不怕柯建人追杀自己了。这次炼丹大比温浩表现无比优异，他估计柯建人对他的杀意早已达到了顶峰。他本来还发愁怎么回去呢，没想到上宗竟然来人了，所以温浩顺势直接登上了崔灵月的非洲，让柯建人拿自己没办法。事情也确实如温浩想的那样，柯建人一见温浩竟然上了崔灵月的非洲，顿时咬牙切齿，他攥紧了拳头，心中咆哮，你竟然要让崔灵月送你回宗门！温浩，好一个温浩！非洲内部豪华无比，脚下是由温润如玉的灵石铺就的地面，整个内部灵气无比浓郁，墙壁上镶嵌着无数璀璨的夜明珠，散发着柔和而明亮的光芒。在光芒的映照下，可见墙壁上精美的壁画，笔触细腻，栩栩如生。温浩看着这豪华的装饰，心道，这才是5级宗门修士的牌面啊！之前他也上过陆晚的非洲，但那里几乎没有任何修士，如果放出去，别人根本看不出那是血海宗圣女的非洲，哪像人家崔灵月的非洲，豪华得很。见到温浩这个模样，崔灵月心中有些得意。为了布置这非洲，他可是付出了不少心血的。他微微一笑，对着温浩说道，不用羡慕，以你4品炼丹师的能力，赚这么一个非洲简直轻而易举。其实温浩只被这豪华的装饰给震撼到了一小会儿，便恢复了正常。可能是受到了陆晚的影响，非洲这东西对于温浩来说只要够用就行，没必要搞得那么豪华。但他还是表现出来一副向往的样子，重点了点头。毕竟看崔灵月脸上的笑容就能猜出来，他对于他自己的杰作很满意。这个时候温浩要是一副看不上的样子，说不准就得罪前辈了。果不其然，温浩的表现让崔灵月更加开心，脸上的笑意都浓了几分。走吧！崔灵月心念一动，非洲冲天而起，朝着琉璃宗的方向疾驰。柯建人看着早已没了影子的非洲，心中冷哼一声，现在你有崔灵月的保护，我不能如何你，但你总有落单的时候。他就不信他堂堂元婴期就杀不了区区一个筑基。柯建人没有理会徐汉阳和文宏，黑着脸转身走了。文宏和徐汉阳对视一眼，纷纷露出苦笑，也各自行礼道别。琉璃宗，神俊的非洲落在了琉璃宗的山门前。其实对于一个5级宗门的元婴修士来说，进区区一个3级宗门直接飞进去都没人敢说什么，但这琉璃宗毕竟是温浩的宗门，就算宗门等级再低，崔灵月也给温浩面子。一个筑基期的4品炼丹师，假以时日必将成为5品、6品甚至更高的炼丹师，这等天才值得他崔灵月给面子了。温浩和崔灵月一同下了非洲，进入了琉璃宗。本来崔灵月打算直接回去的，但温浩想了想，人家前辈来了不邀请人家进去喝杯茶，实在失礼。在温浩邀请后，崔灵月也很痛快地答应了。一个元婴巅峰进入琉璃宗，直接惊动了在后山养伤的太上长老，他生怕是有人过来找事，小辈们处理不好，硬撑着伤来到了崔灵月的面前。当他看到温浩和崔灵月的时候，直接愣住了。温浩怎么和崔灵月一起回来了？看起来还那么相谈甚欢的样子。西玄英心中十分疑惑，见到来人是西玄英，温浩赶紧躬身行礼，见过太上长老。西玄英点了点头，不解地看向二人。崔灵月嘴角挂着微笑，解释道，温浩在云朗宗的炼丹大比拿了头名，我甚是欣赏，听说他要回来，我便送他一程。西玄英微微诧异，
没想到温浩竟然还是个炼丹师。他对着崔灵月行了一礼，我先替我家小辈谢过崔师兄了。崔灵月的目光落在西玄英脸上，那满布的皱纹将曾经的容貌掩盖，完全一副老妪的样子。他忍不住叹道：这才多长时间未见，已经变成了如此模样。西玄英听到这话，眼眸中闪过一抹黯然，轻轻地叹了口气，显得有些落寞。想当初他西玄英也是元婴之中鼎鼎大名的美人，现在竟成了这副丑陋不堪的样子，并且还被别人直接说了出来，这让他如何不落寞？谁料崔灵月见他落寞的样子，竟哈哈大笑了起来。崔灵月的笑声让西玄英觉得那是嘲弄，怒火蹭蹭的往上冒。他强忍着怒气，语气不善地问道：崔师兄，这是何意？也就是他对于崔灵月的身份有些忌惮，要不然他直接就动手了。崔灵月笑了好一会儿，见西玄英看着自己的眼神都要喷出火来了，这才收敛笑意解释道：我是为你高兴啊，师兄莫不是取笑我这一副模样有什么可高兴的？西玄英的语气里充满了不满。你可知你宗温浩是极品炼丹师？崔灵月神秘一笑，虽然今年云朗宗邀请附近所有炼丹师，但我估计那个规模拿到头名也就是3品炼丹师吧。西玄英皱着眉头说道。哈哈哈！崔灵月再次大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指着温浩说道：温浩，你来告诉你家太上长老吧，7品太上长老，我以4品炼丹师的身份拿到了此次炼丹大比的头名。温浩对着西玄英拱手道。什么？西玄英震惊无比，一个筑基期成了4品炼丹师，这是现实能发生的事情吗？为什么感觉不是那么真实？温浩的下一句话更是让他直接呆愣在当场。崔前辈赠予我一份补元丹的丹方和炼制补元丹所有药材，太上长老，您的伤势可以恢复了。他怔怔地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随后便是抑制不住的狂喜。我的伤有救了！他激动地看着温浩，温浩重重点头说道：我现在就去炼制补元丹，太上长老请放心，您的伤一定会好的。由于激动导致本已被压制下去的伤势爆发，西玄英忽然剧烈咳嗽了起来。温浩赶紧说道：太上长老，您先不要太激动，以免伤势爆发。是啊，等你伤势恢复了再激动也不迟。崔灵月笑着看向西玄英，随后对着温浩说道：事不宜迟，还是尽快将补元丹炼出来为好。温浩点点头，取出赤阳炉直接放在了地上。你打算在这里炼丹？崔灵月诧异道。是啊，温浩回道，一脸茫然。怎么了？崔灵月无言。还怎么了？别人炼丹谁不是提前做好准备再开始的，谁能像你这么随意啊？更何况炼制的还是无比珍贵的4品丹药补元丹。没事，你继续。崔灵月想着，可能这就是天才吧。温浩从储物袋中取出药材，锁住药性以后，直接全放进了丹炉之中，伸手打了个响指，一团黄色的火焰飞入丹炉，熊熊燃烧起来。他将丹炉锁上以后，便不再去管了。崔灵月和西玄英都没见过温浩炼丹，但是他们见过别人炼丹啊。温浩这胡乱操作，直接让2人有些怀疑他到底是不是4品炼丹师了。崔灵月犹豫了一下，问道：这就完了？没完呢，还得等一会儿才能成丹。不是，我是说你不用处理药材的吗？崔灵月面色古怪，谁家炼丹连处理都不处理，就直接将药材一股脑全部扔进丹炉里面啊？温浩理所当然的点点头，说道：对啊，我一直都是这么炼的。西玄英忍不住开口说道：温浩啊，要不然咱们别炼了，将丹方和药材都还给崔道友。他生怕温浩是靠坑蒙拐骗拿到的4品炼丹师，就他这操作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炼丹师的样子，到时候如果激怒了崔灵月，琉璃宗上下就别想好了。所以他想着趁着现在事情还能挽回，将东西都还给人家，然后自己再拉下老脸求情，估计这件事就过去了。温浩知道他在想什么，无奈道：太上长老，我真可以炼出来，你不用担心了。西玄英见温浩这个样子，知道他不会停下来了，他叹了口气，对着一旁的崔灵月说道：崔道友，是我家小辈不懂事，还望崔道友见谅。崔灵月微微一笑，说道：温浩炼制出4品丹药可是被很多人看到了，就连元婴都有3位，所以你完全不必担心。闻言，西玄英不再说话，静静地站在原地等待温浩炼丹。程燕觉得火焰温度比地火不知高了多少倍，丹炉内药材的杂质很快便被驱除完毕。温浩打开丹炉锁，将所有精华锁在一起之后，便再次没了动作。这一下就连崔灵月都有些怀疑了。从炼丹开始到现在，温浩只动了2次，其他时候就是在那里发呆，这怎么看也不是正经在炼丹啊。难道柯建仁他们联手骗了我？但他们骗我的理由是什么呢？温浩是琉璃宗的，就算有好处也轮不到他云朗宗啊。他眉头微皱，心中疑惑无比。见到崔灵月这个表情，西玄英心里咯噔一声，暗道坏了，崔道友。崔灵月直接打断了西玄英，面无表情地看着温浩。如果温浩真的联合云朗宗欺骗他，那么他会让这些人知道欺骗一个5级宗门的长老是什么后果。本来欢快的气氛莫名的变得有些压抑了起来。温浩无语，不就是炼丹手法和别人不一样吗？至于搞得这么严肃吗？就在这时，西白薇飞了过来，温浩笑着跟他打了个招呼，解释道：我在给太上长老炼制补元丹。闻言，西白薇那双桃花眼立刻绽放光芒，惊喜地问道：夫君，你能炼制补元丹？温浩自信地点了点头，
笑道：“那是当然。”西玄英见温浩都这个时候了，还有心思闲聊，暗暗咬牙，都大祸临头了，还不自知。他叹了口气，看向崔灵月说道：“崔道友，我想我这条老命应该还值些钱，我可以为仙鹤门卖命，还望崔道友不要为难我宗的这些小辈。”听到这话，西白薇直接愣住了。本来炼制补元丹这种喜事，为什么要给仙鹤门卖命？崔灵月面无表情，语气冷淡地说道：“如果温浩真的不是4品炼丹师的话，也和你们琉璃宗没关系，那是云朗宗的事。怎么说他崔灵月也是5级宗门的长老，岂能被人随意欺骗？就算他脾气再好，也不能被人耍弄。”就在这时，温浩熄灭火焰，将里面的一坨丹药取了出来。一时间，3人的目光全都放在了那坨丹药之上。崔灵月原本平淡的脸上露出震惊之色，竟然真的炼出来了。云朗宗并没有骗我，温浩就是4品炼丹师。他哈哈一笑，明白了，并不是有人欺骗自己，而是温浩炼丹确实和旁人不一样啊。虽然这坨丹药很难看，但上面散发的药香却是货真价实。西玄阴狠狠地吸了一大口药香，感觉身上的伤势竟然有了一些好转。要知道，他身上的伤势极难治愈，不然也不会需要补元丹这种无比珍贵的丹药。但就算是补元丹，也不是光闻药香就有好转的呀。这是极品，不，这是超越极品的丹药。西玄阴语气颤抖，呼吸急促，激动到不能自已。温浩举着手中的玉盘，将丹药呈上。西玄阴闻着浓郁的药香，感觉自己好像是活在梦中。太上长老，请用丹。温浩小声说道。西玄阴这才反应过来，伸出颤抖的双手捧住那不规则的补元丹，放入口中。这补元丹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在入口的一瞬，丹丸便如春雪消融般化于无形，化作一股暖流，流经西玄阴的4肢百骸，仿佛为干涸的土地送来了甘霖，不断修复着西玄阴体内错综复杂的伤势，将原本如同枯木般的躯体逐渐焕发出勃勃生机。西玄阴原本布满皱纹的脸上，皱纹慢慢消失，苍白的肌肤上慢慢浮现红润，宛如少女般细腻的肌肤重新浮现。她不再佝偻着身子，那挺拔的身姿，丰盈的曲线，让人无法相信眼前这充满活力的中年美妇竟是那个年迈的老妪。西白薇看着她，眼中浮现激动之色。太好了，奶奶，你的伤终于好了。这还没完，恢复了原本美貌的西玄阴猛地爆发出一股冲天的气势，修为直接达到了元婴巅峰。原来是在补元丹将西玄阴治好以后，药性还有着极大的残余，无伤可依的他竟然将他的修为给顶了上去。见到这一幕的崔灵月恭喜道：“西道友还真是否极泰来，不仅伤势痊愈，就连修为都更上一层楼啊！”西玄阴微微一笑：“多亏了我家温浩，不然我就只能苟延残喘了。”崔灵月看向温浩，眼中赞赏之色极其浓郁，竖起一根大拇指：“温浩，你果然是个天才。补元丹极难炼制，就算是经营炼丹多年的老牌4品炼丹师都不一定能炼得出来，更不要说炼制极品了。而温浩呢，他炼制出来的直接丹药超越了极品，不仅将困扰西玄阴多年的伤势给治愈了，还让他突破到了元婴巅峰。可以说，温浩是4品炼丹师中的第一人都不为过。看来还得加大筹码呀。”崔灵月暗道：“温浩如此天赋异禀，将来一定一飞冲天。”想到这里，崔灵月又拿出了一个储物袋递给温浩，说道：“我看西宗主已经到了结丹后期，很快便能达到巅峰了，凝阴丹必不可少。这是凝阴丹的丹方，也赠予你了。”温浩接过连连道谢：“多谢前辈。还是那句话，不要白不要，人家给的东西还正是自己需要的，不要那不成傻子了吗？至于以后还人情，还就还吧，现在将己方的实力提升上去才是王道啊，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呗。”崔灵月摆了摆手继续道：“凝阴丹的材料我并没有特意收集过，所以材料就不送你了，到时候你自己收集吧。”温浩点点头，再次拱手道谢。凝阴丹不比补元丹，补元丹对于元婴修士极为重要，所以崔灵月能有补元丹的材料很正常。而凝阴丹说珍贵也珍贵，说鸡肋也鸡肋。对于正处于结丹期的修士而言，凝阴丹是突破瓶颈的至关重要之物，价值不可估量。对于拥有强大资源的大宗门而言，元婴修士早已突破瓶颈，凝阴丹的价值便会大幅下降，除非是为了培养后辈，否则他们对凝阴丹的需求并不迫切。当然，对于小宗门来说，凝阴丹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宝贝。言归正传，温浩也不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心中对于崔灵月很感激，人家给了自己这么多珍贵的东西，自己怎么可能不满意呢？崔灵月不仅送了江西玄阴治好的补元丹丹方和材料，还给了凝阴丹的丹方，这已经算是恩情了。虽然人家崔灵月可能单纯的只是想要教好温浩，没想过施恩不施恩的，但温浩必须得记着人家的恩情。他极为尊敬地对着崔灵月拱了拱手，说道：“前辈，日后但凡有用得着我温浩的，尽管开口，我温浩必将竭尽所能。”崔灵月笑着摆了摆手，拍了拍温浩的肩膀，说道：“温小友这话言重了。”他微微一顿，眼神里流露出几分亲近之意，接着说道：“以我这般前辈后辈的称呼，总觉得有些生疏，不如就以叔侄相称，如何？”闻言，温浩也不犹豫，直接喊道：“崔叔，这大粗腿不就抱上了？”崔灵月笑容更甚，极为满意的看着温浩：“好好好，好侄儿。崔叔，随我去大殿喝杯茶水。”
崔林月摆摆手道：“大殿，我就不去了，茶水有机会再喝。我来就是为了看看你的炼丹之术，如今已心满意足，我还有要事，就先走了。”温浩一脸可惜之色，待等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将崔林月一路送离琉璃宗后，温浩回到了原地。西玄英一脸感慨地说道：“我本以为我会以苍老的躯体死去，没想到竟然真的得到了补元丹。温浩，多亏了你啊！”哪里，还是太上长老，你本该恢复美貌啊！温浩连连摆手。西玄英微微一笑：“行了，你们两个小两口再先叙旧，老身就先走了。”太上长老美丽至极，怎么能自称老身呢？温浩赶忙说道。恢复了容貌的西玄英听到这句话，心中有些欢喜。他看着温浩翻了个大大的白眼，说道：“贫嘴。”那一颦一笑显得少女感十足。温浩估计西白薇那双桃花眼绝对和这位太上长老是一脉相承的。待西玄英离开以后，温浩搂住西白薇纤细的腰肢，嘴角挂着微笑：“威儿，一夜不修炼，有没有想我呀？”西白薇低着头，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小声道：“讲了。”温浩哈哈一笑，抱起西白薇，朝着婚房走去，一边走一边说着：“现在凝阴丹的丹方已经有了，就差药材和你的修为。为了不辜负崔前辈的一片心意，咱们可要好好修炼才是啊！”西白薇一双玉臂环着温浩的脖子，将头埋在他的胸口，闷声说道：“都听你的。”夜晚中场休息，西白薇面色红润，胸口微微起伏，缕缕热气通过娇艳的红唇打在温浩的胸膛上。温浩枕着手臂，一只手抚摸着西白薇的秀发，对于现在很是满意。琉璃宗太上长老不仅伤势恢复，修为更是突破到了元婴巅峰，直到现在琉璃宗才算是一个货真价实的3级宗门，并且温浩还认了一个5级宗门的元婴长老为叔叔，大粗腿狠狠地抱上了。现在的唯一问题便是柯建人了。如果柯建人这个烦人的东西能消失，到时候有5级宗门的长老作为靠山，云朗宗这个上宗也不再给自己找麻烦，那么温浩如此幸福的生活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了。每天和西白薇除了修炼还是修炼，那不得起飞。想想温浩都觉得向往。哎，柯建人是阻碍我幸福生活的一座大山啊！温浩眉头微皱，心中叹了口气。温浩抱上崔林月的大腿以后，虽然柯建人一定会消停一阵子的，但柯建人活着他心里实在不舒坦，该怎么让柯建人消失呢？温浩脑中念头不断翻涌，自己动手肯定是不行的，就算托管也打不过柯建人。现在想要让他消失有2个办法，一个是自己突破到结丹，一个是借助崔林月的手。我亲自杀柯建人必须得用到血道法术，但我现在又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会血道法术，有一个云朗宗知道就行了。借助崔叔的手比我自己动手强多了，只要让柯建人出来追杀我，到时候被崔叔见到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温浩脑中闪过一道金光，但随即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困扰住了他。但是我该怎么把柯建人引出来追杀我呢？如果太明显的话，他一定不会上当的。夫君有什么烦恼吗？本来趴在温浩胸口上的西白薇察觉出温浩的异常，一双桃花眼看向温浩。温浩摇了摇头，将那些念头甩了出去，不再去想那些了。他微笑道：“没事，休息够了没有？休息够了继续修炼啊。”西白薇小声道：“早就休息够了。”说完，他翻了个身，唇瓣贴在温浩耳边，轻声道：“这次我要在上面。”西白薇的语气带着一丝调皮，温热的气息拂过温浩的耳垂，让他一阵心神荡漾。西白薇已经开始了修炼，温浩坐起身来，轻轻环住他纤细的腰肢，从床上站了起来。“夫君，你都会的真多。”西白薇趴在温浩的肩膀，眼神迷离，丝丝缕缕的灵气流进2人的经脉，让修为不断提升。2人都忍不住露出一副满足的表情，修为提升的感觉真好啊！温浩笑着说道：“是啊，夫君，我们要多修炼几次。”温浩笑了笑，将西白薇重新放回了床上。“夫君，我感觉到我体内的灵气壮大了一些。”西白薇颤声道。许久之后，温浩擦了擦西白薇额头的汗水，轻声道：“先休息一会儿吧。”西白薇脸色潮红，像是一朵盛开的桃花，让人移不开眼睛。温浩忍不住伸手掐了一下那桃花般的俏脸，随后哈哈一笑，将她拥入怀中。1个月后，温浩和西白薇2人从来都没有出过房间，一直在房间内修炼，而他们的修为增长也对得起他们的辛苦付出。温浩达到了筑基巅峰的修为，西白薇达到了结丹巅峰的修为。夫君，修为增长的感觉实在是太舒服了。西白薇喘着粗气，连续1个月的修炼，属实是让她累到了。这1个月以来，西白薇的变化也有些大。打个比方吧，开始的她如果是刚刚熟了的桃子的话，那么现在就是熟透了的桃子，这和温浩的辛苦付出脱不了关系啊。温浩轻揉着她的秀发，说道：“现在是时候去找结丹机缘和凝阴机缘了。”西白薇轻轻点头：“我要和你一起去。”就在2人讨论要去哪里寻找机缘的时候，西白薇的令牌震动了起来。宗门事务都交给西康安了，这令牌1个月都没震动过，现在怎么突然震动了呢？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温浩看着那不断震动的令牌，猜测道。西白薇看了一会儿，说道：“是云朗宗的文洪温前辈，说是过来找你商量些事情。”找我？温浩诧异，文洪没事找自己干嘛？2人穿好衣服，走向了大殿。大殿之中，西玄英和文洪正坐在那里闲谈。温浩对着2人拱了拱手后，
便看向文宏问道：“不知前辈找我何事？”文宏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说道：“最近灵虚秘境要开启了，我想让你帮忙照顾一下我的孙女。”说完，文宏见温浩一脸不解的样子，解释道：“灵虚秘境是青云宗把控的一处试炼秘境，这秘境每10年开启一次，但每次开启都只允许一个境界的修士进入，而今年正好是允许筑基修士进入的一次。虽然只能让筑基期修士进入，但里面的机缘却不只有筑基修士突破到结丹的机缘，还有结丹修士突破到元婴的机缘。”说到这里，文宏看向温浩和西白薇二人，继续道：“我看你二人都到了每个境界巅峰，正好去这个秘境之中碰碰运气啊。这个秘境我理解了，您刚刚说的照顾一下您孙女是这样的，我孙女也达到了筑基巅峰，也该寻找突破到结丹机缘了，所以我想让她去秘境里面看看，但我又有些担忧她的安危，所以只好来求助同样是筑基巅峰的你了。”文宏对着温浩说道。本来文宏的孙女是没有机会参加此次的灵虚秘境的，但之前柯建仁给了他孙女一个进入灵泉的名额，这才让修为达到了筑基巅峰，在修为上达到了进入秘境的要求。这没问题，文前辈你对我多有照顾，我照看一下你的孙女也是应该的。温浩笑了笑，随后问道：“不知如何才能进入这个秘境中呢？”过些时日，青云宗会举办一场甄选赛，选出可以进入秘境的名额。温浩了然，文宏又从储物袋中取出2本法术秘籍，递给温浩说道：“这2本秘籍，一本是紫雷诀，伤害不俗；一本是缥缈诀，虽然速度不是最快的，但却是玄阶法术之中躲闪最为灵活的。”温浩接过法术秘籍，对文宏道了声谢。他正好发愁自己没有强力的正道法术呢。文前辈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温浩花费900块灵石，将2本法术学习并提升到了5级。看到温浩的表情，文宏就知道温浩又是瞬间将2本法术学会了。即使之前见到过这一幕，文宏也忍不住感叹道：“温浩啊，在学习法术这方面，你可真是天赋异禀。”说完，他顿了顿，补充道：“炼丹也是。”温浩微微一笑：“小小天赋，不足挂齿。”文宏撇了撇嘴，心说：“你这天赋要是小小天赋的话，那别人就别活了。”他也没在这上面多说，叮嘱道：“这次甄选赛柯建仁可能会为难你，你到时候要小心。只要不是柯建仁亲自下场，我都没问题。”温浩极为自信，说到自己这个师兄，文宏心中连连叹气。本来作为正道宗主，就应该照顾小辈，提携小辈，但柯建仁竟然对温浩这个天才处处为难，做的那些事情根本不是正道所为。文宏很想将他赶下去，自己当宗主，但奈何柯建仁没有任何把柄，自己根本没有机会。几人闲聊了一会儿，文宏对着温浩说道：“青云宗路程不算近，温浩，你现在就和我回云朗宗吧，我们即刻出发。”温浩点了点头，对着身旁的西白薇说道：“看来这次只能我自己去了。”西白薇有些无奈，但却不是很担心。温浩连结丹修士都能杀，进一个全是筑基的秘境，肯定出不了问题。文宏带着温浩上了非洲，直奔云朗宗。西白薇和西玄英一直到非洲不见了踪影，才收回了视线。西玄英看着西白薇，有些疑惑地问道：“你们2个人修为进境怎么如此之快？”西白薇俏脸微微一红，不知道怎么回答。西玄英活了这么多年了，一看西白薇的表情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嘴角泛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目光落在西白薇那泛红的脸颊上，语气中带着几分调侃：“年轻人还是要节制一些啊。”文前辈，您之前所说的2种机缘是什么？温浩问道。并不是之前温浩忘了问，而是他特意选择的这个节点询问的。如果在答应之前问的话，那么文宏就可能以为温浩是奔着机缘去了，照顾他孙女反而是附带的。但在答应之后问就不同了，文宏会认为温浩答应的是照顾他孙女，寻求机缘是附带的。突破结丹的机缘是玉灵液，突破元婴的机缘当然是炼制凝阴丹所需的药材了。文宏笑着开口，正如温浩所想，文宏确实以为温浩是为了帮忙照顾自己孙女才去灵虚秘境的。在他想来，温浩这个小小年纪就已经是4品炼丹师的绝世天才，去哪里拿不到一份结丹机缘？看来我之前早早对温浩释放善意是无比正确的。文宏暗道。听到文宏的话，温浩心中有些吃惊。玉灵液这等宝物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如果筑基期能吸收玉灵液突破到结丹，那么前途绝对不可限量。筑基突破到结丹有3种办法，其一是自行突破，这种方法风险极大，只有1/10%的概率成功结丹，如果失败那便是生死道消的下场，并且用这种方法就算成功也只能结成下品金丹，在结丹修士之中属于垫底的存在。其二是吞服丹药结金丹，有5成的几率结成中品金丹，这种方法倒是不会直接死亡，就算失败了也只是变成凡人罢了。如果还有寿元的话，那么还能活一阵子，待寿元耗尽才会死亡，比第一种方法好上一些。其三便是玉灵液了，这是所有筑基修士都极其向往的东西，因为吸收玉灵液的筑基修士突破时必定成功，没有失败的概率，一旦突破便是上品金丹，并且还有一定几率达到极品金丹。极品金丹那可是整个南疆100年都难得一见的稀罕物。凝阴丹的药材便不需要说了，因为结丹突破元婴只有吞服凝阴丹这一种方式，在文宏之前说的时候温浩就猜到了。想到玉灵液，
温浩心中不免有些激动。如果真的结成上品或者极品金丹，那么自己就算不用开锁技能，在结丹之中也绝对是数一数二的顶尖战力了。很快，非洲到达了云朗宗，文宏带着温浩马不停蹄地上了另外一个更大一些的非洲。这个非洲便是参加此次甄选赛的云朗宗弟子所乘坐的非洲了。温浩也算是沾了一些云朗宗的光。见温浩上了非洲，突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道不满的声音：“我们这么多人就等你一个人呢，你好意思吗？就是如果不是你，我们早就出发了。”一时间，所有人看着温浩的目光都有些不满。温浩闻言有些不好意思，连连对着众人拱手致歉。他并不是那种觉得全世界都围着自己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自己确实是耽误了别人的时间，所以说声抱歉没什么毛病。众人都是认识温浩的，知道他是一个4品炼丹师，但筑基弟子嘛，年岁都不大，都是天老大地老二的年纪，而且还是在自家地盘，对于同龄人没什么敬畏之心，所以才会在温浩上了非洲以后责怪他2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他们本以为温浩这个4品炼丹师乃是心高气傲之辈，哪里想过温浩会道歉，这一下直接给他们整不会了，纷纷挠着头尴尬的对着温浩笑了笑，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那个，我们并不是故意的，你别介意。”温浩摆了摆手，对着众人说道：“没什么的，本来就是我耽误了你们的时间，你们说我2句怎么了？”温浩几句话直接拉近了自己和这些人的距离，关系变得亲近了起来。角落中，一个面容英质的年轻人看着这么快就和众人打成一片的温浩，不由得冷哼了一声：“这次算你应对得当。”这个面容英质的年轻人名叫楚行宇，正是柯建仁安排人，想要在甄选赛中阻止温浩通过选拔。刚刚第一声责怪温浩的话便是他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起众人对于温浩的敌视。他想过温浩会对此不屑或者愤怒，但他从来没想过温浩竟然会对这些人道歉。温浩这一道歉，让他的挑拨直接功亏一篑了。哼，我不会让你通过选拔的。楚行宇眼中闪过冷芒，想到柯建仁承诺过的事情，他心中不由得有些向往，对于阻拦温浩通过选拔的决心更大了。为了避免被温浩提前发现，他闭上眼睛，装作一副修炼的样子。另一边，和众人打成一片的温浩突然被文宏拉住。文宏指着一个方向，小声说道：“别闲聊了，你先去和我孙女认识认识。”温浩点点头，顺着文宏手指的方向望了过去。只见那个方向正有1男2女3个修士，那男修士暂且不提，2位女生，一个身穿紫色劲装，五官精致，气质冷艳；另一个身穿黄色裙子，明眸皓齿，笑容甜美。那个紫色衣服的是我孙女文熙，那个穿黄色裙子的是柯建仁的孙女，叫柯若烟。文宏小声介绍道。温浩诧异，你孙女竟然还和柯建仁的孙女玩到一起去了。文宏摊了摊手，我们老一辈的恩怨怎么能带到小辈身上去呢？他乐意跟谁玩就跟谁玩呗，通透。温浩忍不住对着文宏竖了一根大拇指。温浩正要走向文熙，文宏突然拉住了他，压低了声音说道：“别告诉他是我要你照顾他的，我这孙女有些要强，脾气还不是很好，你要是直说，我怕他跟我发脾气。”说完，他看着温浩，尴尬的笑了笑：“温浩，我孙女有些大小姐脾气，你到时候可要多担待啊。”温浩理解地点了点头，摆了摆手，满不在乎的说道：“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心眼的人。”文宏对自己的帮助也有不少，自己忍受一些他孙女的小脾气也是应该的。温浩刚想迈步，却又被文宏拉住了。他一脸无奈的看着文宏，说道：“我说文前辈，没必要这么紧张吧？”文宏挠了挠头，有些不放心的嘱咐道：“那个，我孙女要是动手的话，你也别生气啊。”“不是，怎么还会动手呢？”温浩嘴角抽动了一下，这特么还是个危险任务。希儿性格比较冲动，我记得有一次他被一个男修搭讪，那人话还没说完就被希儿打到吐血了。文宏支支吾吾的说道。温浩摊了摊手，说道：“前辈，小脾气我还能忍，但是如果动手的话，我能还手不？”文宏一脸恳求的看着温浩，温浩无奈的叹了口气。一个元婴前辈对着自己这个筑基小辈露出这种恳求的表情，就算是文熙真的动手，自己也不好意思还手了。这特么还是个孙女奴。温浩小声嘀咕了一句，随后他看向文宏，说道：“行吧，如果真动手，我能躲就躲，不能躲我就跑你这边来，行吧？”文宏一脸感激的抓着温浩的肩膀：“温浩，你真是个好人，这下没事了吧？”“没事了，没事了，你去吧。”温浩转身走向文熙，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对着他打了声招呼。可是文熙师妹。文熙的目光落在温浩身上，眼眸中流露出些许惊讶。温浩，说实话，温浩已经准备好了遭受白眼的可能，甚至为了防备文熙动手，都随时做好了施展缥缈诀的准备。毕竟一个陌生的男人突然过来跟自己说话，任何一个女修都会反感，更别提在文宏口中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文熙了。温浩微微一怔，显然没料到文熙不仅没动手，而且还认出了他。他诧异道：“师妹认识我？我听爷爷说起过你。”文熙重重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他很早之前便听文宏说过温浩这个人的，在他口中，温浩可是绝世天才级别的人物。他天天听文宏念叨，耳朵都快起茧子了。好奇之下，得知温浩参加炼丹大比，他也过去看了。温浩炼制出4品丹药的那一幕，着实震惊到了他。
从那之后，温浩在他眼里便是那种偶像级别的人物。虽然知道自己的爷爷和温浩关系不错，但见到温浩以后也没勇气去跟温浩搭讪。他没想到温浩竟然主动过来跟自己说话，让他的心跳都有些加速。见文熙这表情，温浩面色古怪地看向文红。一直在关注这里的文红也是一脸懵逼，对着温浩做出口型：“我不到啊。”不再理会文红，温浩看向文熙，嘴角扯了扯，想要说些什么，但实在想不出话题来。说实话，主动搭讪女生根本不是温浩的强项啊。好在没让温浩尴尬太久。文熙主动说道：“温浩，你那次炼制出4品丹药实在是太厉害了，我都无法想象一个筑基期该怎么炼制4品丹药。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这个身穿劲装的冷艳女子，此时却像是一个小女生一般，看向温浩的眼神闪烁着毫不掩饰的崇拜。温浩看着文熙，她这副模样怎么看都不像是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样子啊。文红就会吓唬我？温浩心中嘀咕，他笑着摆了摆手，说道：“师妹谬赞。”文熙突然抓住温浩的手，拉着他给身旁的另外2人介绍道：“这是温浩，想必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吧？就是那个炼丹大比炼制出4品丹药的温浩。”手突然被抓住，是温浩没想到的，但该说不说，文熙的手很细腻，没有刻意去摸，都能感觉出来那种如羊脂玉般的光滑。文熙对2人介绍完温浩，又向温浩介绍了2人的姓名和身份。柯若烟的名字温浩早就知道了，另外一个男修叫苏玉泽，虽然文熙没有明说，但温浩从他的话里听出来，这人是柯若烟的头号舔狗。温浩对2人点点头，问了声好后便不再说话了，完全没有刚刚对文熙的那种温和的笑容，显得高冷无比。柯若烟可是柯建仁的孙女，温浩还对他笑，那不是成煞笔了吗？温浩这一脸高冷的表情落在文熙的眼里就是另一个意思了。温师兄竟然只对我笑！文熙心中小鹿乱撞，本来就已经跳得很快的心脏再次加快了几分，冷艳的脸上莫名的浮现出了些许红晕。至于柯若烟和苏玉泽，柯若烟倒是没什么异常，见到温浩没有任何情绪上的起伏，他是真的不知道我和柯建仁的矛盾，还是装作不知情。温浩瞥了柯若烟一眼，心中思索，但不得不说，柯若烟也绝对是个大美人。她和文熙的美不同，她拥有一张精致的娃娃脸，肌肤白皙如玉，五官玲珑剔透，嘴角总是挂着甜美的笑容，显得有些可爱。但越是这样，温浩心中就越是警惕，如果她真的是装作不知情的话，那这人绝对是各城府极深的女人。温浩暗道。苏玉泽见温浩始终保持着冷脸，忍不住冷哼了一声：“不就是4品炼丹师吗？装什么装？传承秘境可不会考验你炼丹。”说着，他不满地看着温浩：“你该不会是过来找我们寻求庇护了吧？我告诉你，别妄想我们会保护你。你4品炼丹师的身份对我来说什么都不算。嘿嘿，我连4品炼丹师都看不上，若烟一定会被我的勇气迷住。”苏玉泽心中得意，温浩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但还没等温浩开口，文熙先说话了：“苏玉泽，你是不是想死了？”文熙松开温浩的手，撸起袖子走向苏玉泽。温浩这下是真知道文红所说的文熙脾气不好是什么样子了，这是真的一言不合就动手啊。柯若烟轻轻抓住文熙的胳膊，轻声道：“西西，气大伤身。”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她的笑容一样甜美。文熙止住了脚步，冷哼了一声，盯着苏玉泽：“下次还让我听到你说温浩的坏话，我绝对会撕烂你的嘴。就算温浩实力不强，我会照顾他，用不着你来说3道4。他绝对不会允许有人对自己的偶像这般说话的。”文熙看向苏玉泽的眼神中充满了冷意，吓得苏玉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我这是被文熙照顾了。温浩看着这一幕有些想笑，本来自己是被文红请求过来照顾文熙的，但没想到还没等自己照顾他呢，反倒先被他帮忙出头了。既然温浩战力不佳，那我们对他照顾一些也是应该的。柯若烟说道。在场的4个人除了温浩，其他3人都没见过温浩出手，并不知道温浩的实力如何。在柯若烟看来，温浩就是过来寻求庇护的。文熙听到柯若烟的话，也很认同的点了点头。他看着温浩，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吧，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文熙本来就穿着一身劲装，将身体的曲线全部都勾勒了出来，这一拍乱颤的极为明显。行，那我就拜托各位了。温浩强忍着笑意，本来是过来照顾文熙的，但剧情走向好像和自己料想的不太一样。但既然他们说能保护自己，那自己只好接受了。非洲行驶了1天1夜，在次日上午终于到达了青云宗。宗门建立在一片灵秀的山脉之中，山脉高耸入云，云雾缭绕，在宗门之外就能感受到那浓郁的灵气。文红带着众人走向青云宗的山门，经由杂役弟子带领，来到了青云宗为云朗宗准备的住处。杂役将众人送到以后便离开了。哇，不愧是正道第1宗门，这里灵气实在是太浓郁了。是啊，什么时候我云朗宗也能有这么浓郁的灵气就好了。云朗宗众弟子贪婪地吸收着周围那浓郁的灵气，忍不住发出感叹。行了，先别感叹了，各自选择自己的房间，去房间里面有的是时间感叹。文红对着众人说道。就在这时，一道十分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云朗宗的弟子还是这么没见过世面啊！众人纷纷露出怒色，循着声音望去，打算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嘲讽他们云朗宗。
只见一个身穿白袍的年轻修士缓步走来，目光落在文宏的身上，脸上还带着些许嘲弄。傅凌风，我看你又是皮痒了是吧？文宏眉头一挑，直视着傅凌风。傅凌风哈哈大笑了起来。我说文宏，你和我打了这么多次，你赢过几次？还说我皮痒？我看是你皮痒了才对。说着，元婴巅峰的气势轰然爆发，压得所有云朗宗的弟子都喘不过气来。去年的时候，你还和我一样是元婴后期的修为，没想到你竟然已经突破到了巅峰。文宏露出震惊的神色。傅凌风见文宏那震惊的表情，一脸得意，他没有理会文宏，而是看向那些被自己压到喘不过气的云朗宗弟子，心中舒爽无比。傅凌风，你还有没有做前辈的样子？欺负一群小辈，你好意思吗？文宏指着傅凌风骂道，随后也爆发出元婴气势和傅凌风对峙。但奈何后期确实比不上巅峰，那些云朗宗的弟子依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傅凌风唯一的乐趣便是用自己元婴的气势压垮小辈，那样会让他心中充满愉悦。此时他一脸满足的表情，看起来极为变态。温浩看着傅凌风，心中吐槽，这人怎么像个魔道似的，特么的，挣到这些衣冠禽兽都被我碰到了是吧？不过温浩对于这股压力倒是没什么感觉，就是看着傅凌风那副表情有些恶心。至于为什么温浩能受得住元婴的威压，是因为他直接给自己周围上了一层锁。当然这层锁也不是万能的，不说元婴的攻击，就算是结丹期的攻击，这层锁都防不住，但仅仅是威压的话，还是可以抵挡得住的。傅凌风满意的看着众弟子脸上痛苦的表情，但看到温浩的那一脸平静的样子，他愣了一下，这小子竟然能承受得住我散发出来的威压。傅凌风有些诧异，一个筑基期在他的威压下还能保持平静，让傅凌风脸上有些挂不住。他心念一动，散发出来的元婴威压突然暴增了1倍，心道我看你还能不能受得住。感受到威压的增强，文宏咬着牙大骂道，傅凌风，你真是不要面皮了，竟然如此不遗余力地欺负小辈。面对傅凌风突然增强的威压，云朗宗的众弟子再也支撑不住，纷纷被压倒在了地上，只有温浩还和没事人一样站在那里。见面对自己全力释放的威压依然面色平静的温浩，傅凌风心中震怒，在他看来，这个筑基小辈就是在挑衅自己。他收回对其他云朗宗弟子的威压，将全部威压集中放在温浩身上，是要将温浩压倒在地。傅凌风眼神狠厉，咆哮道，我就不信你还能撑住，给我趴下。他死死地盯着温浩，心中已经浮现出了温浩被自己压垮，匍匐在自己脚下的画面。可是1息、5息、10息，整整过了10息，温浩依然站在那里，身躯挺拔，面色轻松。温浩竟然能顶得住元婴老怪全力释放的威压，不可思议，他一个筑基凭什么能扛得住？众云朗宗弟子无不张大了嘴巴。文熙见温浩在元婴威压之下依然淡定无比的样子，眼中崇拜之色更加浓郁。我本来以为他只是在炼丹方面比较强，没想到他竟然还能扛得住元婴威压，不愧是我的偶像啊！文熙一脸花痴地看着温浩。文宏看到傅凌风吃瘪的样子，忍不住笑出了声，傅凌风啊傅凌风，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欺负小辈也就罢了，竟然还没欺负成，哈哈，如果我是你，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了。文宏大笑了起来，笑声越来越大，听在傅凌风的耳中是那么的刺耳。他的眼中慢慢被疯狂充斥，咬牙道，在南疆还没有我傅凌风欺负不了的小辈。说着，傅凌风调动起周身的灵气，打算对温浩出手。傅凌风，你这是魔道行径！文宏顿时气急，在傅凌风出手的下一刻挡在了他的身前，二者法术剧烈碰撞，余波甚至将周围的云朗宗弟子给掀飞，只有温浩依然静静地站在那里，面色平淡。他就不信傅凌风在这青云宗对自己平白无故出手，青云宗的人会不管？再说了，就算青云宗不管，手握4次托管次数的温浩也不慌。现在场上只有文宏、傅凌风、温浩3人了。文宏怒瞪傅凌风，傅凌风，现在可是在青云宗，你难道不怕青云宗的人制裁你吗？傅凌风冷笑一声，制裁？我又没伤人，青云宗只会警告一番罢了。你！文宏怒极，被傅凌风气得说不出话来。确实，目前看来，傅凌风只不过是用元婴威压镇压一众小辈，就算出手也被文宏拦了下来，的确没有伤人。二人再次交战在了一起，法术纷飞，余波将周围弄得一片狼藉，房屋都化为了废墟。云朗宗众弟子只敢远远地望着，根本不敢靠近。温浩站在废墟之中，2个元婴的战斗余波根本影响不到他，就连衣衫都没有任何抖动。二人愈斗愈烈，终于青云宗来人了。和那人一同前来的还有温浩的一位熟人，那就是仙鹤门的崔叔崔灵月。见到崔灵月，还没等青云宗的人开口说话，温浩一改之前平静的表情，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走到崔灵月面前，哭诉道：“崔叔，这人欺负我呀！”温浩抹了一把泪水，将之前傅凌风的所作所为全都告诉了崔灵月。崔灵月一听，顿时大怒：“傅凌风喜欢欺负小辈是吧？不如咱们2个去擂台上比试一番。”傅凌风这个人在正道之中臭名昭着，崔灵月也听过他的大名，知道这个人一向喜欢欺负小辈，但因为确实没有伤害过那些被他欺负的小辈，所以便没有人去管。但现在这人竟然欺负到温浩头上来了，崔灵月就忍不了了。傅凌风当即愣在了原地，
他本以为温浩只是云朗宗的一个普通弟子，没想到竟然还有5级宗门的元婴修士给他撑腰。瞬间，傅凌风便冷静了下来，对着崔灵月谄笑道：“崔师兄，我只是和这些小辈开个玩笑，没必要上擂台吧？”温浩见傅凌风这个样子，忍不住撇了撇嘴，小声道：“你这真是欺软怕硬啊！”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到了。话传入傅凌风的耳中，并没有让他的表情有任何变化，依然谄媚地看着崔灵月。崔灵月冷哼一声：“温浩是我的侄子，你无缘无故地欺负他，那我是否能看作是你对我的挑衅？”傅凌风连连摆手，说道：“哪敢，哪敢！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挑衅崔师兄您啊！”傅凌风这表情完全没有之前的嚣张跋扈，看得温浩直犯恶心。这时，青云宗的人突然说道：“傅凌风，你在我青云宗随意动用法术与人争斗，本来该罚你0时，将你驱逐出去。”傅凌风面色大变：“师兄，私自动手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不是只罚0时吗？怎么还有驱逐了？一个被驱逐出青云宗的人，代表着以后在外面同样不会好过。如果傅凌风知道这一点的话，绝对是不敢动手的。”那人说道：“刚变的，还没来得及通知你们。”傅凌风连连求饶：“师兄，念我是初犯，还请饶过我这一次。看你认错态度还不错，驱逐就免了吧。”那人一副很好说话的样子。闻言，傅凌风瞬间大喜，连连对着那人拱手致谢。那人话锋一转，继续道：“虽然你不用被驱逐，但崔师兄的比斗邀请，我感觉你应该答应下来。”本来面带喜色的傅凌风顿时苦下脸来，他这话的意思就是自己必须要和崔灵月斗上一场了，不然以后就上了青云宗的黑名单了。所以为了不被青云宗驱逐，傅凌风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崔灵月的比斗邀请。擂台上，听到傅凌风要被人打，来了很多人，这些人几乎全是这些年来被傅凌风欺负过的小辈，被欺负之后敢怒不敢言，只好默默承受。但没想到来一趟青云宗竟然还能看到傅凌风被人教训，每个人都忍不住前来观看。傅凌风站在擂台上，垂头丧气的，毫无斗志。如果他知道那个承受自己威压面不改色的筑基是崔灵月的侄子，打死他都不敢这么做。这场比斗没有裁判，二人准备好以后便出手了。同样是元婴巅峰的修为，但傅凌风根本不是崔灵月的对手，几乎一招崔灵月就将傅凌风打到吐血。但崔灵月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直到将傅凌风打到不省人事，这才罢了手，冷哼了一声，走下擂台。见到傅凌风被打到昏迷，所有人都忍不住欢呼了起来。没想到这老怪也有今天，看到他被打，我感觉心中一阵舒爽。是啊，之前只有他欺负我们的份儿，现在终于看到他被打了，实在是太爽了。崔灵月伴随着欢呼声走到了温浩身边：“崔叔，你真强，这傅凌风根本不是你的一合之敌啊！”温浩对着崔灵月竖起一根大拇指。崔灵月微微一笑，说道：“他也只能欺负小辈了，不过我估计他应该会消停一阵子了。那是，都被打成这样子了，也没法欺负小辈了。”温浩笑着说道。随后他又对着文宏拱了拱手，说道：“还得多亏了文前辈帮忙阻拦，不然我根本等不到崔叔过来，就得被傅凌风打杀了。”崔灵月也拍了拍文宏的肩膀，说道：“多谢文道友保护了我的侄儿啊。”文宏摆了摆手：“杀人倒不至于，他顶多就是教训你一顿，但就算这样，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动手，毕竟你可是我带过来的。”文宏心中有些欢喜，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温浩能成为崔灵月的侄子，但温浩的感谢的话也足以让自己在崔灵月心中有一些地位了。这对于以后自己在云朗宗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好处。几人一边闲聊，一边朝着云朗宗住处走去。本来一片狼藉的住所，此时已经全部恢复了原样，就连被打得坑坑洼洼的地面也重新变得平整。温浩邀请3个元婴前往自己的房间喝茶，经由崔灵月介绍，那个青云宗的元婴修士名叫贺清风，元婴巅峰的修为。温浩拱手道：“贺前辈，我与崔兄乃是至交好友，既然你是他的侄儿，那么不妨你我2人也以叔侄相称。”贺清风微笑开口：“贺叔。”贺清风满意的点了点头，笑道：“温浩侄儿竟然能在那傅凌风的威压之下面不改色，着实让我有些吃惊啊。”“哪里，都是些不入流的旁门罢了。”温浩谦虚开口。随后他问道：“这傅凌风怎么这么喜欢欺负小辈？我看他这行径根本不像正道，反而和魔道有些像啊。”说起这个，文宏可就来劲了。他与傅凌风算是老对手，对于傅凌风的事迹颇为了解。其实起初傅凌风不是这个样子的，但奈何他心上人竟然倾心于一个小辈，这使得他性情大变，甚至心理上都出现了问题，之后都以欺负小辈为乐。温浩闻言张大了嘴巴：“这不妥妥的变态吗？”文宏继续道：“也有小辈忍受不了向自己的宗门反映这种情况，但傅凌风毕竟是元婴修士，并且欺负小辈的时候也只是释放威压，压得小辈匍匐在地，虽然让这些小辈的尊严受损，但没有伤过人，所以别人也不好管，这才让他越发嚣张。”温浩撇了撇嘴，说道：“被我崔叔教训一通，我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几人在温浩的房间里一直闲聊到了晚上，这才各自离开。这个时候，温浩的又一次托管时间也到账了，现在系统托管次数达到了5次，让温浩感觉很有安全感。次日一早，甄选赛开始了。第一场对战的便是一个云朗宗的弟子，名叫楚行宇。
温浩并不知道他，甚至对于这个楚行宇都没什么印象。但第一场就是和云朗宗的人对上，怎么想都感觉不太对劲。这人不会是柯建人派来的吧？温浩心中暗道。虽然心中怀疑，但他脚步不停，走上了擂台。二人上了擂台之后，根本没有任何废话，直接动起了手来。楚行宇暴喝一声，整个人气势大涨。这是灵爆大法，刚开始就使用灵爆大法，他疯了吗？难道他不知道，虽然灵爆大法会有很强的爆发力，但时效一过，根本无法进行下一场比斗了吗？听到底下的议论，温浩也是一脸诧异地看着楚行宇。这灵爆大法和血海宗的燃血大法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用来爆种的法术，但是时效一过人就萎了。这个楚行宇一上来就施展灵爆大法，看起来是不打算进行下一场比斗了。现在已经基本确定这人就是柯建人派来的，温浩心中暗道。楚行宇此时双目赤红，死死地盯着温浩，他的胸口剧烈起伏，呼吸急促，心里很是激动。只要这次将温浩打到无力再战，那么等回去以后，自己就将得到柯建人许诺的丰厚回报，一飞冲天指日可待。楚行宇的眼中闪过一抹狠厉，他自己也知道自己肯定是打不过温浩的，但柯建人的命令并非要求他战胜温浩，而是让温浩失去参加下一场对战的能力，所以他上来就施展了灵爆大法，就是为了和温浩拼个两败俱伤。这样一来，温浩就无缘灵虚秘境了。他嘶吼一声，径直朝着温浩冲去。温浩神念一动，面前瞬间凝聚出一根些许虚幻的尖刺，那尖刺刚一出现，就飞向楚行宇，没入了他的额头。只听当的一声响，楚行宇什么事情都没有。哈哈哈！楚行宇突然大笑了起来，对着温浩说道：“我怎么会不知道你有这一招呢？”温浩叹息一声，这神十刺从学会到现在一直都没怎么用过，本以为在这甄选赛中欺负筑基，没想到第一场就被人防住了。温浩，灵虚秘境你就不要考虑了，我看你还是乖乖认输为好。楚行宇面色狰狞，但眼神却清醒无比。虽然神十刺没用，但温浩丝毫不慌，他还有其他手段呢。很快，楚行宇的攻击到了，温浩脚下微微一动，便躲开了楚行宇的攻击。这是缥缈诀，温浩竟然将缥缈诀练到了巅峰。观看对战的众人忍不住惊呼一声，这可是玄阶上品法术，有些人入门都很不容易，但温浩却将他练到了巅峰。擂台上，温浩的身法极为飘逸，楚行宇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不行，灵爆大法的时间快到了，但我根本碰不到他。楚行宇焦急无比，看来只能用那一招了。他神念一动，整个人的气势再次暴涨，甚至都触摸到了结丹的门槛。哼，我看你还能不能躲？楚行宇冷笑一声，再次对温浩进行狂轰滥炸。疯了，楚行宇真是疯了！一个灵爆大法，一个燃血大法，等时效一过，他必然重伤昏迷，每个10天半个月根本醒不过来啊！哎，不知道他和温浩到底有什么恩怨，但这次温浩可能危险了。众人议论纷纷，虽然不理解为什么楚行宇要接连施展2个爆种法术，但都被他这股狠辣给震撼到了。正道修士用燃血大法这种不用害命的血道法术也是可以的，基本没人会说什么。所以当众人看到楚行宇使用燃血大法之后，除了震惊倒也没什么愤怒之类的情绪。温浩已经猜到了楚行宇的想法，一上来便爆2次种，无非是想打着和自己两败俱伤的主意，阻止自己继续参加甄选赛。感受着楚行宇身上那无比暴动的灵气，温浩面色依然很平静。若是在没学会文宏赠予的玄阶上品法术的时候，温浩可能会有所顾忌，不敢使用血道法术让楚行宇得逞，但现在可是手握2道5级玄阶上品法术，配合着开锁技能，温浩有自信，任何一个筑基都不会是自己的对手的。爆中2次的楚行宇确实很强，掌握巅峰级缥缈诀的温浩都有些闪躲不开了，但温浩丝毫不慌，轻身术和缥缈诀共用，让自己的速度再次加快了几分。虽然还是无法将楚行宇的法术尽数躲开，但已经可以避免法术落在自己的要害之上了。温浩寻得一次机会，心念一动，手握紫色雷枪朝着楚行宇袭去。又一个巅峰级的玄阶上品法术，温浩实在是天赋异禀，小年纪便掌握2道巅峰级的玄阶上品法术。可惜了，第一场就遇到了一个爆种2次的疯子，不然进入灵虚秘境的名额绝对有他一个。众人虽然震惊于温浩掌握的2道巅峰级法术，但依然不看好他，毕竟他的对手可是宁愿昏迷半个月也要爆种2次的狠人啊！见到温浩这行为，楚行宇冷笑一声：“天真，真以为你掌握2道巅峰级法术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说着，他周身浮现出一团土黄色的光芒，将温浩那紫色雷枪挡在了外面。虽然这光芒只是一道玄阶下品的法术，但爆种2次的楚行宇施展出来，足以抵挡温浩的雷枪。温浩，你连我的防御都破不了，你还跟我打什么呀？楚行宇哈哈大笑起来。温浩面色平静，手腕翻转，一扭紫色雷枪，只听咔嗒一声响，土黄色光芒瞬间消失。楚行宇大惊失色，失声叫道：“不可能，我的防御你本该破不了的才对，你做了什么？”温浩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没有答话。区区一道玄阶下品法术也想抵挡开锁技能？紫色雷枪冲势不停，就在即将要刺入楚行宇身体的时候，他的双眼突然充斥疯狂。魂爆大法！楚行宇暴喝一声，下一刻
一股灵魂冲击以楚行宇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开来。擂台下的观众都被这股灵魂冲击弄得有些头晕。他是不想活了吗？灵爆、染血、魂爆，接连3次爆种，我估计他1年之内别想起来了。这得是多大仇多大怨啊！民怨之后1年起不了也要赢。不仅如此啊，以后他的灵魂都有残缺啊，除非他加入魂道魔宗，不然这一辈子都别想修复灵魂了。擂台上，楚行宇暗道：我就不信你能扛得住魂爆，就算以卧床1年为代价又如何？就算灵魂缺失又如何？只要能阻止你温浩，再惨重的代价都值得。他不由得想到柯建仁给自己的承诺，自己的付出相对于那承诺来说，只是9牛1毛罢了。楚行宇心中早已被疯狂充斥，他强忍着魂爆带来的剧痛，咧嘴笑道：啊哈，温浩，我想你的灵魂一定很痛吧？现在你是不是痛到连法术都放不出来了？说着，楚行宇看向温浩，他想从温浩脸上看出痛苦的表情，但很可惜，并没有。温浩一挑眉毛，很失望，对吧？不可能，你为什么能挡住魂爆？楚行宇神色狰狞，眼神中的疯狂被不可置信取代。他无法相信，为什么能有人能挡住魂爆的冲击？除非……他瞳孔一缩，指着温浩叫道：已是。但话还没说完，温浩一杆紫色雷枪便刺入了他的身体之中，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你的话太多了。温浩面无表情，自己掌握魂道法术的事情，还是不要大庭广众之下被人叫破为好。楚行宇缓缓瘫倒在地，虽然还睁着双眼，但那双眼睛早已无了神采。回去之后得卧床1年，灵魂还有了大片缺失，自己付出这么多，竟然都没对温浩造成任何阻碍，这让他久久无法接受。竟是温浩赢了，不可思议！楚行宇连爆3次种都没打得过温浩，那么温浩到底有多强？我觉得温浩这次真选赛稳了，确实，这个实力无论如何都能获得进入秘境的名额了。楚行宇被淹没在了众人的讨论之中，而温浩则面带微笑，缓步走下擂台。突然，文熙如同一道疾风般冲了过来，毫不犹豫地抱住了温浩的手臂。他那平日里冷艳的面容，此刻满是激动的红晕，美眸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他的呼吸急促，紧紧地贴着温浩的手臂，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你竟然赢了！我本以为你只是炼丹方面天赋异禀，没想到你战力也不弱。温浩微微一怔，低头看向身旁这位一向冷艳的女子，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异样。文熙可能是太激动了，那雄厚的资本紧紧地贴着温浩的手臂，都没有察觉。温浩微微一笑，说道：我从来都没说过我战力不行啊。闻言，文熙尴尬地笑了笑，想起之前自己说过的要保护温浩，就一阵脸红。就温浩这实力，谁保护谁真不一定。文熙极为尴尬，抱着温浩的胳膊都不由得紧了几分。温浩怕点破之后文熙会害羞，所以只好默默享受这份突如其来的柔软了。对了，你的对战什么时候开始？温浩转移话题道：就快了，你要不要去观战？文熙看向温浩，一脸期待。温浩点了点头，说道：去啊。文熙脸上的笑容更甚，他拉着温浩的手，朝着自己参加对战的那个擂台走去。很快就轮到文熙上场了。温浩鼓励道：加油！本来不怎么紧张的文熙突然感觉有些紧张了，他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向了擂台。为了在自己偶像面前狠狠地表现一番，文熙几乎用尽了全力。文熙怎么说也是元婴期修士的孙女，实力并不逊色，而她的对手不是什么强者，对战刚开始就被文熙给打懵了，结果也很显而易见，文熙获胜。师姐，没必要打得这么狠吧？那人哭丧着脸问道。文熙一脸歉意，小声道：抱歉了，师弟，我有不得已的理由。说完，他蹦蹦跳跳地走到了温浩身边，微微仰头，修长的睫毛轻轻颤动，一双美眸里满是期待。温浩夸赞道：你也很厉害。闻言，文熙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拉着温浩去看柯若烟的比赛去了。柯若烟的实力也不俗，第一场的对战很轻易的就拿下了胜利。等他走下擂台之后，就看到文熙正挥舞着手臂看向自己。一直以来，文熙都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柯若烟从来没有在文熙脸上看到过这种小女生才有的表情。他知道文熙一定不是因为自己获得胜利才变成这样的。视线微微偏移，他看到了文熙身边的温浩，没想到温浩的魅力竟然这么大。柯若烟暗道，眼中的冷意一闪即逝，随后便恢复了正常，重新挂上甜美的笑容，走向了二人。你们都打完了吗？柯若烟语气轻柔，让人看不出一点异常。打完了，文熙说道，随后他的脸上便再次浮现出激动的神情，对着柯若烟说道：若烟，你是没看到温浩的战斗实在是太强了。见柯若烟一脸疑惑的样子，文熙继续道：我跟你说，当时楚行宇连续爆了3次种都没能打得过温浩，甚至温浩击败他都没怎么费力。文熙越说越激动，那一副与有容焉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叫温浩呢。柯若烟有些诧异，他属实没想到温浩竟然有这等实力。柯见人只和他说过他对于温浩的一些感官，可能是不想让孙女费心，所以并没有说过温浩的具体实力，也叮嘱过他不要招惹温浩。这样的话，如果我想为爷爷出气的话，只能另做打算了。温浩看起来没什么可怕的，爷爷说不让我招惹，实在是小题大做。
如果我将温浩算计了，爷爷一定很高兴吧？他暗暗思索。我还以为温浩的实力不强呢，没想到竟然面对爆种3次的处刑雨都能轻易获胜。柯若烟小嘴微张，看到柯若烟这个表情，文熙很是满意。他说道：“怎么样？这就是我的偶像。”柯若烟连连点头，我都想把温浩当成偶像了。此时苏玉则赶了过来，正好听见了柯若烟的这句话，顿时赢得比赛的喜悦消失不见。他一脸敌视地看着温浩，咬牙切齿，感受到充满恶意的目光。温浩回头望去，与之对视。苏玉则装作没看到一样，走到几人身边，一脸淡定地说道：“我刚刚的那个对手实在是太弱了，根本不是我的一合之敌。”说完，他便不再开口，等着众人的夸赞。但等了很久，都没等来惊呼声，只有3人那奇怪的眼神。文熙快人快语，那不是很正常吗？你有什么可得意的？苏玉则被问得一脸尴尬，他抢笑道：“我知道你们2个实力很强，这不是有着实力弱的人吗？”苏玉则心道：“就我这实力，起码温浩比不过我吧？”文熙忽然噗呲一声笑了起来。苏玉则奇怪道：“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没，你说的对，你实力最强行了吧？”说完，文熙也不再搭理他，拉着温浩便走开了。柯若烟紧随其后，只剩下了苏玉则一脸懵逼。难道我实力强不好吗？为什么都这个表情？文熙拉着温浩的手，左逛右逛，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笑容就没有消失过。柯若烟看着2人的背影，目露思索之色。文熙看起来并不是单纯的崇拜温浩啊，一个人的眼神之中透露的到底是爱意还是崇拜，很好区分。而文熙看向温浩的眼神绝对不是崇拜的眼神。柯若烟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迅速在脑海里补全了计划，快走2步，走到了温浩的另一侧。“温浩，你明天的对战是什么时候？”柯若烟说道。他看向温浩的眼神和文熙如出一辙，夹杂着爱意和崇拜，伴随着他轻声细语的言语，那张稚嫩的娃娃脸上泛起一抹羞涩的红晕。温浩心中冷笑，暗道：“你这演技还真不赖啊。”他扭头看向柯若烟，语气柔和地说道：“明天还是第1场，你要来吗？不就是演技吗？谁不会啊？”见一直对待自己高冷无比的温浩竟然变得这么温柔，柯若烟心中得意无比。他重重点头，了一声，继续道：“哥哥的对战我肯定会去的。”温浩听着想笑，这一声哥哥用的妙啊。他脸上笑容更甚，没有说话，但看向柯若烟的眼神更加温柔，怎么看都像是被柯若烟那声哥哥叫得飘飘然了。文熙看着2人这个模样，心中没来由的有些不舒服，拉着温浩的手也渐渐松开。温浩注意到了文熙的异样，不过也没多说什么。现在是他和柯若烟之间的对决，只好委屈一下文熙了。文熙看着2人谈笑风生的样子，强颜欢笑道：“那个，我有些不舒服，你们先走吧。”说完，也不等温浩回答，便一路小跑走开了。温浩也没开口挽留，说了一句好好休息以后，便又跟柯若烟聊了起来。没了文熙在一旁，柯若烟行为更加大胆，若即若离的接触比文熙那种直接抱上手臂的冲击感还要大。文熙啊文熙，我不是故意要跟你抢男人的，主要是这个温浩是我爷爷的眼中钉啊。柯若烟心中对文熙说了一声抱歉。柯建仁和文红的矛盾，柯建仁没告诉过柯若烟，所以柯若烟对于文熙还是有些歉意的。现在柯若烟只想帮爷爷教训温浩，至于误伤了文熙，只能说抱歉了。2人一直闲逛到了傍晚，柯若烟一直假装不小心触碰到温浩的身体，并且偶尔还会展现出柔弱的一面，想要引起温浩的保护欲。夜色渐黑，2人分别，柯若烟对着温浩甜甜一笑，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之中。温浩那始终挂着温和笑容的脸突然变得面无表情，他一边揉着脸一边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妈的，脸都给我笑僵了。温浩嘀咕道。回了房间的柯若烟露出一抹胜利的笑容，现在温浩已经不再对我保持高冷状态，明天再接再厉，一定要让温浩爱上我，然后我再对他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让他受尽折磨。是的，柯若烟想到的教训温浩的办法便是让温浩爱上他，然后陷入苦苦追求无果之苦，到时候想让温浩做什么事情，那还不是自己一句话的事。想到这里，柯若烟脸上的笑容更甚。爷爷，我一定会帮你教训他的。次日，温浩上了擂台，只用了2招便将对手击溃。这一次，文熙、柯若烟都来了，就连大舔狗苏玉泽都来观看了温浩的对战。这一下，苏玉泽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昨天他们会那么看自己。就温浩这场对战中表现出来的战力，绝对是他比不上的。温浩下了擂台，走到了几人身边，柯若烟露出甜美的笑容：“恭喜啊，又赢了一场。”温浩随意的点了点头，脸上没有了昨天的那种温和。这表情让柯若烟心里咯噔一声，暗道：是我哪里露出破绽了？他苦思许久也没想出来。昨天分别之时，温浩分明什么异常都没有。他暗暗观察过，温浩甚至是在目送自己进了房间以后才走的，这就说明他并没有发现自己不怀好意。脑中的念头一直到柯若烟上了擂台都没有断过。他快速将对手击败，然后主动对着温浩说道：“温浩，咱们去散散步吧。”温浩微微点头，他应该是有别的事情才这样的，并不是我露出了破绽，不然不会答应和我散步的。柯若烟心中想着。2人并肩走着，柯若烟将目光放在温浩的脸上，问道：“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温浩微微侧过脸，脸上露出犹豫之色，却没有回答他的话，反倒问道：柯若烟，你喜欢我吗？他的问题太过直截了当，让柯若烟愣了一下。他沉默了一会儿，脸上慢慢浮现出一抹羞红。他小声道：喜欢。说完，他低头看着脚尖，一副害羞的样子。温浩听到这句话，没有露出喜色，反而叹了口气，说道：哎，我何尝又不喜欢你啊？但你应该知道，你爷爷不喜欢我，所以我们两个没有结果呀。柯若烟抬起头来，温浩一脸深情地看着他，继续道：之前我之所以对你表现得很冷淡，就是因为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越来越喜欢你啊。我们两个没有结果的，与其越陷越深，还不如趁早止住念头。说完，温浩闭上了眼睛，眼角流下了一滴泪水。原来他是因为这个才对我冷漠的。柯若烟眉头微皱，暗道：看来我得给他一些好处了。他突然张开双臂，将温浩拥入怀中，柔声道：温浩，我喜欢谁谁都管不了，我说和你在一起，就算是我爷爷也不能阻止。温浩心中冷笑，顾不得感受脸上的柔软，直接将柯若烟推开，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连连摇头：不是的，你爷爷是云朗宗宗主，而我还是一个有妇之夫，他不会同意的。我不在乎你是不是有妇之夫，我只喜欢你，我只想要和你在一起啊。柯若烟眼含泪水，显得楚楚可怜。堂堂云朗宗宗主的孙女，嫁给一个有妇之夫，任谁都不会同意的，这种事情可不是你我能决定的。温浩苦笑一声，声音有些落寞。说完，温浩转身就走，完全不顾身后柯若烟带着哭腔的挽留，只留给他一个落寞的背影。见温浩已经走远，柯若烟眼中的泪水忽然消失不见，脸上再也见不到那种悲伤。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看着温浩离开的方向，若有所思。另一边，温浩脸上也再无落寞，反而挂上了一抹冷笑。他哼出了一句前世所听过的歌词：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闲来无事，温浩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到了晚上，柯若烟坐在自己的床上，紧锁着眉头。他思绪翻涌，脑海中不断回放着白天发生的一切，精心策划的一切，没想到最终会功亏一篑。我马上就要成功了，但没想到他却被爷爷给吓退了。柯若烟轻咬着嘴唇，眼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弃，一定还有机会的。他喃喃着，随后他脸上露出坚定之色，站起身来，走出了房间。咚咚咚，温师兄，你休息了吗？柯若烟的声音传来。温浩有些诧异，他竟然直接找我来了。他本以为柯若烟会以别的方式攻略自己，但没想到他会这么直接。温浩揉了揉自己的脸，努力让自己的表情显得悲伤一些。随后他手指上浮现出一团火焰，将火焰放在眼前，让眼睛变得通红。调整一番后，温浩开口道：你来吧。声音嘶哑，好像是自己躲在房间中痛哭了一场。柯若烟推门而入，见温浩那发红的眼眶，心里有了一些底气。在他看来，温浩确实是为了自己大哭一场，不然眼睛不会这么红。这样一来，就算我真的实施了计划，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柯若烟暗道，虽然自己会付出一些东西，但一定会得到温浩的忠心。他款款走向温浩，直接坐到了温浩身边，轻声道：师兄，如果我们生米煮成熟饭，那么我爷爷便不会再有任何不同意的理由了。闻言，温浩大惊失色，他直接站起身来，连连摆手：不行不行，我怎么能拿你的清白开玩笑？柯若烟不管不顾，直接施法让二人身体暴露在空气中。温浩吓得直接闭上了眼睛，一边后退一边说道：师妹，真的不行，虽然我喜欢你，但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对抗你爷爷。我想要的是明媒正娶，将你娶过门以后再进行这一步的。他的语气之中蕴含的情绪很多，拒绝、向往、疼爱。到了此时，柯若然终于确定温浩对于自己的心意绝对是真的。他银牙一咬，直接将温浩扑倒在地。我不管，我就是要和你生米煮成熟饭。柯若烟咬着嘴唇，声音颤抖。为了教训温浩，些许疼痛根本不算什么，只要今夜一过，温浩10岁之位一定会对自己马首是瞻。到时候只要自己态度一改，绝对会让温浩陷入患得患失的状态，那么他将会对自己言听计从。一个男人对自己言听计从，想要教训他还不是随随便便。想到这里，那些许的疼痛都消失了，只剩下了愉悦。但慢慢的，柯若烟忽然感觉温浩也不是必须要教训他，甚至心中责怪自己的爷爷为什么要厌恶温浩呢？温浩不好吗？他看向温浩那俊朗的面庞，健硕的胸膛，柯若烟感觉自己好像真的爱上他了，感受着丝丝缕缕灵气入体，双重愉悦让他呼吸都变得急促了起来。温浩为什么会有灵气进入？那当然，修炼当然会有灵气了。此时的温浩已经睁开了眼睛，嘴角挂着笑意。既然没办法对付你柯贱人，那么在你孙女身上收点利息吧。修炼，对，修炼，修炼真的太舒服了，我喜欢修炼。柯若烟真的迷恋上了修炼的感觉，修炼不停，心中对温浩的爱意也越来越深。温浩坐了起来，看着他那已经布满了红晕的娃娃脸，微微一笑。他抱着柯若烟站起身来，将她放到了床上。此时柯若烟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美眸之中波光流转。原来修炼还可以这么快。原本细小的灵气突然变得粗壮，
让他感觉自己直达云巅。修炼一个回合之后，啵的一声，柯若烟瞬间感觉又达到了顶峰。虽然无法增长修为，但那种愉悦也是无与伦比的。就在这时，温浩忽然愣在了原地。丁，检测到宿主演技精湛，已解锁自身技能演戏，是否花费1万灵石学习？这个演戏是和开锁一类的技能吗？是的。听到这里，温浩顿时激动了起来。开锁技能就强得离谱，再掌握一个自身技能，那不得起飞。不过光是学习就得1万灵石，这有些贵了吧？系统，这个演戏技能为什么花这么多灵石？请宿主明白，你是一个锁匠，并不是演员，所以开锁技能算是你的本命技能。温浩这才了解，原来技能的学习还有这样一条规则。但不管怎么说，自身技能多一个是必须得学的。他心中默念学习。在出发之前，温浩为了以防万一，将自己所有的灵石都带上了，包括攻打幻魂宗那次所缴获的。那次虽然自己已经消耗了3万灵石，但还有2万灵石入账，幸亏他将灵石都带来了，不然现在想学习都没灵石。下一刻，储物袋中的灵石减少1万，变成了25000块。系统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丁，演戏学习成功，目前技能效果通过表演可以让别人更加认可自己所说的话，下一次升级所需灵石10万。温浩撇了撇嘴，这演戏确实不如自己的本职，2级就需要10万灵石了，放在开锁上面，1万出头的灵石就能将技能等级提升到4级。不过温浩也很满足了，多了一个强力技能，以后应对危险便更有把握了。1级的演戏效果不是很好，还得需要自己通过表演才能生效，但温浩依然很期待升级之后的演戏效果是什么样的。就在温浩沉浸在新技能的喜悦当中的时候，就感觉小温浩正在被挑逗。他低头一看，正是柯若烟。他趴在床上，双臂撑起，雪白与床面若即若离，柔顺的长发滑落下来，扮演出他泛红的脸颊。感受到温浩的视线，柯若烟抬起头来，双眼迷离。我还想要修炼。温热的气息打在温浩的腹部，让温浩再次进入了战斗状态。我就喜欢你这样爱修炼的人。温浩微微一笑，将柯若烟扶起。柯若烟喘着粗气，修炼的愉悦，谁又不喜欢呢？天蒙蒙亮，二人终于退出了修炼状态。柯若烟心中早已没有了要教训温浩的想法。此时的他正趴在温浩的怀里闭目休息，脸上还带着满足的笑容。这一夜的修炼实在是太累了，但毕竟是第一次，不是很适应修炼的强度。太阳已经高高挂起，温浩问道：还能参加今天的甄选赛吗？柯若烟轻轻点头，说道：除了腿有一些软，没有其他问题，应该可以打。那走吧。温浩挥手给二人穿上衣服，床上那抹红色则被柯若烟收进了储物袋之中。这可是你我二人相爱的证明。他对着温浩露出甜美的笑容，这一次甜美的笑容就真的是甜美的笑容了，没有任何负面情绪夹杂其中。温浩心中嘿嘿一笑，心道：柯贱人啊，柯贱人，这一招你如何应对啊？2天后，通过选拔赛的人踏上了前往灵虚秘境的非洲。这2天以来，温浩和柯若烟除了参战就是躲在房间里面修炼。柯若烟登非洲的时候脚步都有些虚浮，温浩则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根本没有任何的疲惫。柯若烟忍不住小声对着温浩问道：你难道不累吗？修炼有什么累的？如果可以的话，我能一直修炼而不停歇。温浩同样小声回应道。柯若烟小嘴微张，一脸羞涩的说道：那我也承受不住啊。温浩嘿嘿一笑，没有说话。这一次前往灵虚秘境的人一共有1000个，云朗宗的文熙、苏玉泽都通过了选拔。温浩带着柯若烟走到了文熙身边，他可没有忘记临行前文红的嘱托。文熙见温浩和柯若烟亲密的样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但随后便消失不见，重新恢复了高冷的样子。他可以接受温浩有一个妻子，但是他却不能看着温浩和柯若烟亲热。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和柯若烟太熟了吧。对于文熙这个样子，温浩倒是没有什么失落，反而有些开心。如果文熙还像之前那样跟自己走得很近的话，温浩就得考虑文红的心情了。他可不想让文红追着打。倒是苏玉泽看到温浩和柯若烟走得很近的时候，心里不断安慰着自己，他们2个只是变成了好朋友罢了，我依然还有机会。没多久，随着一阵轻微的震动，非洲缓缓降落。众人依次走出非洲，入眼的是一片巨大的平原。在非洲的不远处，有一处模糊的光影，那光影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并且还在不断凝视。想必这光影就是灵虚秘境了吧？温浩暗道。距离秘境开启尚有一段时间，众人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不知今年的3个关卡是什么样的。灵虚秘境每次开启3个关卡都不一样，谁又能知道呢？是啊，虽然我们已经通过了选拔，但如果过不了3个关卡一样不能拿到宝物。听着周围传来的讨论声，温浩这才知道，要进入灵虚秘境还得闯关的。那3个关卡说白了就是用来筛选来人是否有资格进入秘境，只有通关了才是真正的进入灵虚秘境。就在这时，一个中年模样的青云宗修士走了过来，分给众人每人1块玉牌。这块玉牌是我青云宗所制，是进入秘境的钥匙，并且进入秘境以后，神识处碰玉牌还可以让你们瞬间脱离秘境，回到这里。说到这里，
他顿了顿，目光扫视众人，继续说道：“我们是鼓励你们互相争斗的，但修士的争斗惊险无比。这块玉牌便是让你们在争斗中保命的，还得争斗啊？为什么不进去以后资源平分？你好我好大家好啊？对啊，有什么可争斗的？万一到时候来不及沟通玉牌，真的死在里面怎么办？”听着众人的讨论，那中年修士忽然暴喝一声：“够了！”众人顿时闭上了嘴巴。那人呵斥道：“你们这是什么想法？我辈修士如果一生都不经历任何战斗，以后还怎么和魔道对抗？到时候如果真遇到了魔道修士，你也和他说你好我好大家好吗？”众人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那人冷哼了一声，便转身离开了。秘境光影不断凝实，很快灵虚秘境便完整地出现在众人眼前。灵虚秘境像是一座小山，从外面看能清晰地看到里面成片的灵药和山顶上那散发着洁白光芒的玉灵叶。众人看着凝实的小山，纷纷露出向往的神色。如果我能得到玉灵叶多好啊！我看你是在做梦，你还是先通过3个关卡再说吧。山体周围波光流转，明显是有阵法的阻隔，将众人拦截在外，让人只能通过闯关才可以进入秘境之中。温浩看着阵法面色古怪，不知道我的开锁技能能不能破开这个阵法。随后他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是以正常途径进去为好。真要是将这阵法破了，青云宗第一个饶不了自己，甚至有可能这个阵法就是青云宗布下的。柯若烟紧紧地抱住温浩的胳膊，小声道：“我有点紧张。”温浩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头：“没事，有我呢。”一旁的苏玉则看着如此亲密的二人，眼中嫉妒的火焰都要喷出来了。这下他再也无法在心里安慰自己了。柯若烟那柔软之处都被挤得急剧变形了，这怎么看都不是好朋友。温浩，我要让你死！苏玉则心中咆哮，他眼睛死死地盯着温浩，杀意毫不掩饰地迸发出来。感受到杀意，温浩回头望去，正好与苏玉则对视上了。温浩，为什么要和我抢若烟？苏玉则咆哮道。温浩嘴角勾起，什么叫抢？你这话可太难听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抢？苏玉则双目通红，咬牙道：“你和若烟都这么亲密了，还说没抢？哦，你说这个呀？”温浩露出恍然之色，指着柯若烟抱着自己的手臂，继续道：“我们这可是互相喜欢，可不是你所谓的抢啊！不要血口喷人。”不说还好，一说苏玉则更嫉妒了，他指着温浩咆哮道：“我不管你们是不是互相喜欢，我劝你离若烟远一点，不然我会让你知道生不如死的滋味。”苏玉则知道自己不是温浩的对手，但自己还不能多找几个人吗？闻言，柯若烟顿时怒火中烧，骂道：“苏玉则，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让温浩远离我？”苏玉则像是没听到内容一般，竟对着柯若烟笑了笑，随后便再次看向温浩，恶狠狠地说道：“如果你不按照我说的做，进了遗迹，我会让你什么都得不到。”柯若烟还想说什么，温浩直接伸手打断了他。他轻轻将柯若烟的胳膊拿开，缓步走向了苏玉则。见到这一幕，苏玉则还以为温浩是怕了自己，咧嘴笑道：“算你小子识趣，放心吧，如果你真的远离若烟，我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温浩不理会，嘴角始终保持着笑容。到了苏玉则跟前，温浩将胳膊搭在了他的肩膀上，情真意切地说道：“苏玉则，你要祝福我们啊！”那表情就像极为期待苏玉则的认同一样。苏玉则愣了愣，心说：“我恨不得杀了你，怎么可能祝福你们？”但随即他心底便有一个声音，那声音对他说：“柯若烟和温浩才是真正的一对，如果你真的爱柯若烟，那你就应该祝福他们啊！”那声音越来越大，逐渐充斥整个脑海。我要祝福他们。苏玉则目露迷茫之色，低声喃喃，他的眼神空洞，整个人都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随后他看向温浩那一脸真诚的表情，那真诚仿佛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的内心渐渐坚定。对，我就应该祝福他们。苏玉则顿了顿，一脸认真地说道：“你们2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确实应该祝福你们。”温浩点点头。就在他转身之际，苏玉则再次开口：“温浩，如果你们2个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我一定竭尽全力。”温浩面色古怪地看着他，试探道：“那个，我们2个的零食不怎么够用，简单，我把我手中的零食给你不就是了？”苏玉则极为爽快，他将储物袋打开，从里面取出了1000块零食交给温浩，口中说道：“这是我这次带来的所有零食了，如果不够用的话，等从这里回去以后我再给你凑凑。”温浩将零食收起，对着苏玉则说道：“谢谢哦。”苏玉则用力摇了摇头：“真的不用谢，只要你们2个开心就好。”温浩看着苏玉则，不由得想起了前世的一个段子，一个舔狗给女神和女神男朋友出开房费和 TT 钱的段子。温浩怀疑自己有点用力过猛了，开锁技能3级的时候就有了可以改变别人对自己态度的功能，升到3级以后就对周景行用过一次，之后也没什么机会，所以就一直没用，也不是很熟练。就在刚刚，温浩的胳膊搭在苏玉则肩膀上的时候，开锁技能持续发动，并且演戏技能也没闲着。他本来寻思着苏玉则这个人太烦了，打算让他改对自己的态度，别那么大的敌意，没想到竟然弄出来这么个奇葩。温浩摇了摇头，收束思绪，这样也挺好。温浩转身到了柯若烟的旁边，苏玉则屁颠地跟在他身后。柯若烟有些弄不清状况，这人刚刚还一副要杀人的样子，现在
怎么突然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温浩，这是怎么回事？柯若烟在温浩耳边小声问道。温浩嘿嘿一笑，他已经被我的魅力折服了。柯若烟美眸之中波光流转，一脸崇拜地看着温浩。文熙对于身后三人置若罔闻，迈步走向秘境。温浩一看文熙走了，立刻跟在了后面。他可是记得文红的请求呢。秘境中，温浩四下打量着，前方有10根石柱伫立在正中央，周围空无一物。那石柱散发着古朴的气息，但却并没有被岁月侵蚀的痕迹。石柱之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字迹，这些字迹龙飞凤舞，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温浩凝神一看，发现那些字组合起来正是一本法术秘籍。玄阶上品法术有1道，中品法术有1道，黄阶上中下品和玄阶下品各有2道，正好10道法术。其他人也发现了石柱上的法术，纷纷惊呼出声，竟然有10本法术！玄阶上品，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玄阶上品法术呢！哈哈，这些法术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浮现了纯白色的字迹：10道法术，任选其一进行学习，15日内入门即可通关，否则踢出秘境。每根石柱周围设有辅助学习阵法，可大幅提升学习效率。每个阵法最多容纳100人，人数达到上限后将无法再进入。白色字迹出来以后，众人几乎同时朝着那根刻有玄阶上品法术的石柱冲去。每根石柱只有前100人有阵法加持，这就说明慢的人根本无缘玄阶上品法术。这玄阶上品法术是我的，你们都不要跟我抢！凭什么你说是你的就是你的？你算老鸡！哼！玄阶上品法术当然是能力最强之人才有资格学习，你们这群臭鱼烂虾就不要妄图玄阶上品法术了。看来需要真刀真枪的斗上一斗了。一时间，法术纷飞，不断在半空中碰撞，场面混乱无比。他们完全忘记之前自己所说的你好我好大家好的话了，正好应了青云宗修士的那句鼓励争斗。众人混战在一起，竟谁也到不了那颗有玄阶上品法术石柱跟前。就算有人偷摸脱离混乱的战场，也会立刻被人打回来。妈的，就这么争到猴年马月去？你们争吧，我去学玄阶中品。有人不再抢玄阶上品，反而朝着刻有玄阶中品法术的石柱冲去。但他不是唯一一个放弃玄阶上品的人。眼看着争夺越来越激烈，胜负难料，不少人意识到，与其在这无休止的争斗中耗费时间，不如退而求其次，去争夺玄阶中品。我都不和你们抢玄阶上品了，你们竟然还穷追不舍！那人怒道：哈哈，玄阶上品抢不到，只好过来抢一抢玄阶中品了。回应他的是阵阵大笑声。这群人似乎并不觉得尴尬，反而更加放肆地朝着玄阶中品石柱涌去。战场随之分成了2部分，一部分人依然死死地纠缠在玄阶上品的争夺中，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抢夺玄阶中品法术，场面依然混乱不堪。过了一会儿，战场又一分为4，玄阶上中下4根石柱，每根石柱之中都有人在战斗。和玄阶石柱前的混乱不同，那些黄阶石柱跟前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人，6根石柱加起来都不够2手之数。温浩看着不远处的4个战场，根本没有去凑热闹的打算。他转头看向文熙，也有什么想法？文熙有些诧异，心说你不是应该问柯若烟吗？问我干什么？他虽然疑惑，但也回道场面太混乱了，他们这样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不如选择一根黄阶石柱。说完，他顿了顿，解释道：为一关要我们15日之内学会任何一道法术，在我看来，学习什么法术是无所谓的，只要能通关就好，毕竟真正的好东西不在这里。温浩无所谓地点了点头，说道：那就依你说的办。柯若烟和苏玉泽也跟着点了点头。他们2人，一个早已成了温浩的形状，一个进化成就极大舔狗，根本不会和温浩产生什么相左的意见。几人迈步走向了还没几个人的黄阶上品石柱跟前，这里已经有了5个人了。见到几人过来，只是看了一眼便不再理会。文熙3人盘膝坐下，目光放在石柱上，开始学习了起来。温浩看了一眼，依然是每个字都认识，但就是看不懂，索性他也就不看了，反正有系统，根本不慌。等他们3个全都学会了以后，自己再学也不迟。他心中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想看看自己的开锁技能可不可以挑战一下这一关的规则。你说只能学1道法术，我就学1道法术，那得看看我的开锁技能同不同意。1天后，玄阶中品和下品的争斗慢慢平息，3根石柱周围坐够了100人。一些在争斗中失败的人来到了黄阶上品的石柱旁，温浩周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就在温浩神游天外的时候，有一个面容阴鸷的人带着4个人走向了他。小子，你这个位置我征用了，你去别的地方。说完，他看向了温浩身旁的文熙和柯若烟，不由得露出了淫荡之色。看来正道之中的败类也不少啊。温浩摇了摇头，心中叹气。以前他以为正道之中全是正人君子，所以他对正道极为向往，时刻都想逃离魔道。等真的逃离了血海宗以后，他发现正道并不是他想象的那样。这些时间，他遇到了好几个正道中的败类了：于瑞、左文轩、柯建仁、傅凌风。等解决了柯建仁以后，我还是窝在琉璃宗中不出来了。温浩暗道，思维发散，等真的解决柯建仁以后，那种生活肯定很快乐吧。阴鸷男子见温浩双眼放空，根本没有理会自己的意思，
顿时大怒道：“小子，我在和你说话。”温浩收束思绪，目光落在阴鸷男子身上，面无表情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知道我师兄是谁吗？”阴鸷男子身旁一人大叫道，随后他一脸神气的样子：“我师兄可是炎阳宗宗主的亲传弟子，我劝你还是识相一点，将这个位置让出来为好。”温浩嗤笑一声：“这么厉害，你们怎么不去争夺玄阶上品石柱？”阴鸷男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顿时恼羞成怒，对着周围的4个人说道：“让我要把他赶出秘境。”闻言，他身旁的4个人瞬间朝着温浩冲去。温浩站起身来，对着4人连点，同时脸上露出焦急之色：“兄弟们，我才是你们的师兄啊！你们不要被这个人骗了，他用的都是幻术，开锁技能加演戏技能同时发动。”那4人当场愣在了原地。这是我们的师兄。说着，他转头看向阴鸷男子，疑惑道：“啊，他呢？”阴鸷男子大喊道：“你们愣着干什么？他这么拙劣的谎言，你们都信？”4人同时摇了摇头，站在温浩身旁，其中一人对着阴鸷男子说道：“如果不是师兄提醒，我们差点着了你的道。”说完，他一脸谄笑地看向温浩：“师兄，刚刚我们几个多有得罪，还望师兄原谅。”“是啊，我们都中了他的幻术，实在是身不由己，师兄不要怪罪。”4人围在温浩身边，你一言我一语的，看的那边的阴鸷男子都懵了。还不等阴鸷男子开口，温浩便指着他说道：“师弟们，赶紧将这个人打出去，省得一会儿你们再中幻术，让我们兄弟戏强。师兄说的对，之前已经对师兄失礼了，不能再中幻术了。”4人大喊着朝着阴鸷男子冲去。阴鸷男子还没反应过来，就遭到了4人的攻击，顿时怒道：“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听信他的话？”4人一言不发，但法术却狠狠地轰击在了他的身上。阴鸷男子见势已至此，只好动手还击。不得不说，他的实力确实不错，面对4人攻击依然游刃有余。几人的战斗波及到了其他人，顿时引来一阵骂声。温浩乐呵呵地看戏，心中有些满意。当然，满意的不是有戏可看，而是开锁和演戏组合起来，可以毫不费力地将麻烦解决。之前在苏玉泽身上就用过一次，但那毕竟算是一个熟人，这一次却是对陌生人使用的，效果依然拔群。那么我能不能用这套组合对付柯建仁呢？温浩下头来，心中盘算着。那么柯若烟是一定要利用的。温浩看向了柯若烟，感受到了他的目光。柯若烟也睁开了眼睛，对着温浩甜甜一笑。对于利用柯若烟，温浩心中没有任何负担。他本来就是带着目的接近自己的，如果不是自己有着开锁技能，指不定下场如何惨烈，所以自己也不需要有负担。温浩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他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计划，等从秘境之中出去以后稍加完善，便能施展。待他回过神来，战斗的那几人早已看不到了，估计是同归于尽，一起被逐出秘境了吧。就在温浩思索的这一段时间，玄阶上品石柱那边也结束了争夺，混乱的场面就此停息。10根石柱已经围满了人，每根石柱周围正好100人。这些人无比认真地看着石柱上面的文字，努力学习着。就这样，第10天，有人突然站起身来，大笑道：“我学会了！这阵法效果当真强力无比，没想到本应该3个月才能学会的玄阶中品法术，竟让我在短短10天便能入门。”说完，那人头顶直接落下一道白光，将他传送走了。在他之后，白光开始不断降下，几乎每过1个时辰便能传送走1个人。到了第11天，白光降下的频率变高，从之前的1个时辰到了现在的1刻钟。温浩叫醒文熙3人，问道：“你们学习的怎么样了？”“还差一些，我估计今天就能学会。”文熙答道。柯若烟和苏玉泽表示也和文熙差不多。温浩点点头，说道：“你们将进度控制一下，最好做到距离学会还差一丝。”几人虽然不知道温浩是什么意思，但也都同意了。温浩想要在这里没人的时候试一试能不能将这里的所有法术全都学会，又怕3人提前被传送会出现什么危险，所以只能让他们控制学习进度了。第14天，白光出现的越来越快，除了温浩4人，其他所有人都被传送走了。温浩对着3人示意，3人立刻闭目。下一刻，3道白光落下，将3人传送走。时间紧迫，温浩开始行动了起来。石柱周围上限的人数是100人，就算有人传送走，依然不会再放别人进入。所以，除了温浩之前所在的那根黄阶上品石柱，其他9根石柱都有阵法阻隔。不过这难不到温浩，他将9个战法一一破开。随后，他将自己跟10根石柱锁在一处空间，用来阻隔秘境的检测。随后，他感觉不保险，又给自己周围上了1道锁，2道锁，应该能行了吧？温浩心中有些不确定，他心中默念系统，将这10根石柱上的法术全都学会，并且提升到5级。丁，共消耗1110块灵石，是否学习？是。温浩现在的灵石虽然不能升级演戏技能，但怎么说手中也握着2万多块呢，区1000多块灵石，洒水了。下一刻，温浩储物袋中的灵石减少，他的脑中浮现10道法术的信息。温浩面色一喜，真的可行。丁，检测到宿主法术达到一定数量，是否消耗1500块灵石融合？闻言，温浩一愣，但法术融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想都不想便回复道：融合。
储物袋中再次减少1500块零食。丁，融合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地阶下品法术皈依，目前皈依等级为 DV1。温浩感受了一番，发现自己的所有正道法术都融合进了皈依之中。这道法术集攻击、防御、治疗、灵气恢复、闪避、速度、神识等于一身，同样是一道比较全面的法术。将皈依升到5级，快灵石消失，皈依的等级也来到了 MV5。这样一来，温浩以后便可以不用使用血壶了，算是彻底和过去告别。温浩面露满意的笑容，将布置下的2道锁解开，随后白光落下，将温浩传送。温浩缓缓睁开双眼，眼前一片模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视线逐渐清晰起来。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处空旷而宏伟的空间之中，头顶是高耸的穹顶，仿佛与天相接，四周墙壁光滑如镜，反射着淡淡的光芒。正前方是一道巨大的石门，门上雕刻着繁复的图案，隐隐透着一股古老的气息。人们聚集在石门不远处，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身上散发着淡黄色的光芒，那光芒看起来像是一层防护罩。这是谁？为何会这么晚？不知道，学个法术都比咱们晚这么多，估计不是什么厉害角色。见温浩突然出现，众人对着温浩指指点点，小声议论。温浩充耳不闻，他抬眼扫视了众人一圈，他发现这些人全都是之前和自己在一个石柱之前学习法术的人，并且只有95人，看来是一根石柱会被传送到同一处空间。之前有5人被打出去，场中正好差这5个人。温浩暗道。文熙几人发现温浩以后，走到了温浩旁边，这一下周围议论声更大了。原来他们是一起的，怪不得都是一群比咱们慢许多的，真是人以类聚，他们是一起的也不奇怪。就在众人讨论之际，他们身上的防护罩消失了，同时半空中浮现出了字迹，将所有异兽击杀，并通过石门便可通关，失败者踢出秘境。下一刻，场地中间突然出现2000只筑基巅峰的妖兽，这些妖兽爆发出强烈的气势，让所有人都忍不住心中一颤。有人突然大喊道：“别慌，这些妖兽看起来多，但如果我们每10人对付20只妖兽，那么还是有机会将他们全部击杀的。”说完，那人开始组织了起来，将场上91人分成了9队，唯独忘了温浩4人。苏玉则忍不住叫道：“喂，为什么不安排我们？难道你想让我们4个人对付20只妖兽吗？”那人瞥了苏玉则一眼，冷哼一声：“你们4个是最后进来的，我们还没怪你们耽误我们时间呢。你在这叫什么叫？你！”苏玉则目眦欲裂，他还想要说什么，但被温浩拉住了。苏玉则回头看向温浩，温浩对着他摇了摇头，道：“无所谓，咱们4个一样能行。”苏玉则瞪了那人一眼，不再开口说话，但脸上的表情却很不甘心。那人组织的差不多后，他一声令下，91人齐齐冲向妖兽的方向。紧接着，妖兽群就被分成了10组，每一组都有20只。人类一方10人一队或者11人一队，分别对上其中一组妖兽。有一组妖兽被他们故意放了过来，直奔温浩4人。温浩看着凶恶的妖兽群，嘶吼声传入他的耳朵，但他却丝毫不显慌乱。他心念一动，周围灵气瞬间翻涌，施展出法术皈依。下一刻，他化为一道流光，以极快的速度朝着妖兽冲去。皈依法术将温浩的速度提升至极致，他如灵蛇般穿梭于妖兽之间，避开所有攻击。妖兽的利爪、尖牙在他的面前都显得缓慢而无力，无法触及他的分毫。温浩手指并拢，不断点到妖兽身上，每一只被温浩点到的妖兽都诡异地停止了动作，但由于前冲的惯性，导致他们的身体继续向前踉跄，最终跌跌撞撞地撞成了一团。赶快攻击！温浩对着3人喊道。不等温浩话音落下，3人就同时朝着那些翻滚而来的妖兽释放法术。没用多久，这20只妖兽便全部被击杀，倒在地上的躯体被地面吸收。温浩，你竟然能让妖兽整个身体好似被定住一般，实在是太强了！柯若烟美眸之中流光溢彩，看着温浩充满了难以置信。他原本以为自己已经足够了解温浩的实力，但此刻才发现自己对他的了解还是不够多。温浩嘴角勾起，没有答话。文熙也是一脸惊异地看着温浩。温浩在这短短时间之内表现出来的实力，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其他人连一只妖兽都还没杀死，自己这边就已经将20只妖兽全部击杀了。要知道，自己这边的人数可是只有4人啊！文熙估计，就算只有温浩1人，也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妖兽击杀。他看向温浩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心中苦笑：你为什么这么优秀？我本以为我可以放下，但面对这么优秀的你，我好像难以做到。随后，文熙看向了身旁的柯若烟，说实话，他真的有些嫉妒了。为什么不是自己呢？那天如果自己没有离开的话，会不会现在就是另一个结果了？文熙摇了摇头，将脑中杂乱的念头驱散。柯若烟满眼都是温浩，当然不知道文熙在看自己。他在温浩走了回来的时候，跑了过去，抱住温浩的胳膊，一脸激动地看着他。柔软之处被挤压，温浩侧头可以顺着领口看到变形的雪白。文熙目睹这一幕，心中泛起阵阵苦涩，仿佛被无形的手紧紧地扼住了喉咙，让他胸口有些发闷。苏玉泽却和文熙完全不一样，他看着如此亲密的2人，
一副磕到了的表情。库田。就在这时，有人发现了这边的情况，他的瞳孔骤然紧缩，惊得几乎脱口而出：他们竟然已经解决了妖兽！话音未落，周围的人纷纷将目光投向温浩，脸上皆是难以置信的震惊。不可能，我们一只妖兽都没杀掉，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将20只妖兽解决？这也太快了吧，完全无法想象。众人已经陷入了剧烈的震动当中，都没有心思对付妖兽了。直到有人被妖兽打成重伤，众人这才回过神来，但心中还是不敢相信温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将妖兽全部击杀。有人见温浩如此轻松，顿时恶向胆边生，他对着周围的人暗中传音道：既然他这么强，那我们直接将妖兽引到他那边去好了。他们彼此交换着眼神，不出片刻便达成一致。他们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一点点地将妖兽朝着温浩的方向引去。其他人见到这情况，也都猜到了他们的想法，一个个心照不宣，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引着妖兽接近温浩。没多久，9处战场竟同时朝着温浩慢慢靠近。温浩早已发现了他们的异动，冷哼一声没有说话。苏玉泽却忍耐不住，对着那些人叫骂道：你们还有没有点脸？自己打不过，竟然朝着我们这边引。有人回应道：你们既然能这么快将妖兽斩杀，帮帮我们又能怎样？这人说完，便有数道声音附和：是啊，能者多劳嘛，你们帮帮忙，早点杀完，早点进入下一关啊。对啊，我们所有人都在战斗，你们几个在一旁看热闹不太好吧？苏玉泽都被这些人的言论给气笑了，当即反驳道：你们是不是忘了刚刚孤立我们的时候了？哪来的脸让我们帮忙？有人不满道：我们孤立你们是因为你们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在场90多人，耽误1刻钟便是10个多时辰啊。是啊是啊，你们只要过来帮一下我们就不追究你们耽误时间的事情了。无耻，真的无耻啊！苏玉泽顿时瞪大了眼睛，指着那些人说不出话来。这世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见温浩等人迟迟不动，便再次有人开口：你们怎么这么冷漠无情？不过是想让你们帮帮忙罢了，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什么不帮？这一关考验的是咱们在场的所有人，你们这么强，为什么不能者多劳？自私，实在是太自私了！苏玉泽被气得跳脚，二女也是被气到满脸涨红。温浩依然不为所动，反而很感兴趣地看着这些人，他想看看这些人到底还能无耻到什么程度。帮不帮忙可由不得他们，只要我们将妖兽引到他们身边，他们就算不想帮也得帮了。说得对，我们加快速度将妖兽引过去，不能让这几个自私的人置身事外。温浩摇了摇头，这些人的无耻程度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但至少有一点他们说对了，那就是早将妖兽杀完，早进入下一关。下一刻，温浩手指虚空，顿时无数紫色雷光在妖兽上空浮现，刹那间天穹仿佛被染上了妖异的紫色。温浩眼神一凛，心念一动，一道道紫色闪电如同怒龙般从天而降，带着无匹的威势狠狠地劈在了妖兽的身上。雷光肆虐，将妖兽的毛发烧得焦黑，一股焦臭味弥漫在空气中，妖兽痛苦地哀嚎着，庞大的身躯在雷电的轰击下不住地颤抖。紫色雷电一道接着一道，直至场中再无妖兽哀嚎。妖兽那焦黑的尸体被地面吞噬，众人这才反应过来，纷纷开口道：那才对嘛，有这么强的能力就应该多用，不然留着干嘛？就是早这么做不就好了，弄得我一身伤，我还差点被踢出去呢。要我说，这么自私的人就应该联手给他踢出去，要不是咱们将妖兽引过来，还不知道他会不会出手呢。闻言，苏玉则瞬间大怒：你们竟然如此忘恩负义，温浩可是帮了你们，你们竟然还想将他踢出去？他这是帮我们吗？他这是在自保。是谁给你们的勇气，让你们觉得能够击杀2000妖兽的我，是你们能够对付得了的？温浩面无表情地扫视众人，话语间带着些许冷意，他的目光犹如锋利的剑刃，似乎能将在场每个人的灵魂都洞穿。那森寒的眼神让众人忍不住心底一寒。下一刻，温浩突然化作一道流光，速度快如闪电，瞬间穿梭在众人之间。他身形飘忽不定，让人难以捕捉其踪迹。他的手指快速连点，每一次轻点都准确无误地落在众人的丹田之处。众人只觉一股强大的压力袭来，还未及反应，只觉一股强大的力量侵入体内，瞬间便将他们的丹田封禁。此刻，众人脸色大变，惊恐之色在脸上蔓延开来。他们万万没想到，温浩的手段竟如此诡异，让他们在瞬间便失去了反抗之力。你对我们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们的灵力都无法动用了？我劝你还是将我们身上的禁制解开，不然你无法承受我们90多人身后宗门的怒火。如果你将我们打退出秘境，我们宗门一定饶不了你。温浩目光如电，冷声道：你们可以联手对付我，我动一下你们就不行了？我们只是说一说，又没有动手，反而是你先动了手。有人反驳道。温浩忽然笑了起来，不愿再与他们多纠缠。他转头看向苏玉泽，说道：猎人收1000块灵石，不给的直接将他送出去。闻言，苏玉泽点点头，快步走向众人。你敢？众人怒视苏玉泽，我有何不敢？既然你们无情，就别怪我们无义。苏玉泽毫不退缩地回瞪着众人，他的声音中带着愤怒，在空气中回荡。从进入第2关开始，苏玉泽心中便积存着怒火，
那是一次次被孤立、被道德绑架所累积起来的怨愤。现在终于有机会发泄，他的内心仿佛有一座压抑已久的火山即将爆发，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一步步走向众人。苏玉则脸上带着不忿，如果不是温浩，你们早就被妖兽打出去了，还有机会在这里盈盈狂吠。他走到了一个人的跟前，伸出手来说道：“将灵石交出来，不然我就动手让你退出秘境。”那人冷笑道：“哼，我是不会交的，有种你就将我踢出去。”苏玉则也不废话，直接对那人动了手。那人的灵力已经被禁锢，哪里是苏玉则的对手，只是一个接触，那人便消失了。一连踢出去10个人，众人还不交，苏玉则眉头紧皱，额头上青筋暴起，忍不住看向了温浩。如果这些人不交的话，直接动手，至于以后被他们所在的宗门记恨，由我担着。温浩神色淡然，语气平静，却透着不容置疑。苏玉则闻言，心中的顾虑顿时消散大半，他再次看向众人，眼神变得愈发凌厉。直至踢了20个人以后，那些原本还心存侥幸的人才知道了温浩的决心，开始有些动摇。谁能想到温浩竟会如此强硬，毫不留情，根本不怕得罪他们身后的宗门。我交！有人突然大声喊道，声音中带着些许无奈。这一嗓子仿佛打破了某种僵持的局面，其他人也纷纷开始动摇，内心的防线逐渐崩塌。现在只是第2关，还不算真正的进入秘境，如果在这里被踢出去，就顶多得到一道法术，跟秘境中的那些珍贵宝物就彻底无缘了。91人被踢了20人，温浩收上来的灵石足足有71000块灵石，可以说是一波肥，还差不到2万灵石就能将演戏技能升到2级了。望着眼前堆积成小山的灵石，温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起初温浩是没有打劫这些人的想法的，但这些人实在是太让人心烦了。温浩想着，与其将他们全都踢出去，还不如让他们资助自己，也算是对他们恶心自己的一种惩罚。温浩将众人的锁解开，率先迈步朝着石门之处走去。众人早已被温浩的手段吓到了，就算灵力恢复也不敢再对温浩放肆，只是小心翼翼地跟在温浩后面，大气都不敢出一声，生怕再次触怒了这位煞星。温浩在石门前站定，伸出手来触摸这道石门，感受到丝丝凉意顺着指尖传来。他微微眯起眼睛，手掌之中顿时凝聚一颗紫色雷球，雷球噼里啪啦地闪烁着。那雷球在他手中跃动，带着不安分的力量，似乎急于挣脱束缚，展现其狂暴的威力。温浩心念一动，雷球顿时爆炸开来，轰隆一声巨响，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时强大的能量冲击波向四周疯狂席卷，他的头发在这狂暴的能量中肆意飞舞。身后的众人猝不及防，被这股强烈冲击力猛地先倒在地，像滚的葫芦一样狼狈不堪，发出痛呼之声。这威力比之前攻击妖兽的雷电高了何止数倍。众人这才明白，之前温浩对付他们的时候是真的留手了，不然几颗雷球下去，所有人都得被踢出秘境，一丝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并且此等天才也真的没必要害怕他们身后的宗门。此刻他们看向温浩的眼神中多了几分敬畏。石门之处的光芒渐渐散去，然而令人惊讶的是，石门却是完好如初，没有丝毫的破损痕迹，仿佛刚才那威力惊人的雷球爆炸未曾对他造成任何影响。这石门竟然如此坚固，这么强劲的攻击都无法让他破开。有人忍不住惊叹道。温浩对着众人说道：“你们合力攻击这道石门。”闻言，众人不敢迟疑，纷纷释放法术，朝着石门轰去。一时间，各种光芒交相辉映。然而，即便如此，石门依旧岿然不动，没有显现出任何受损的迹象。温浩凝视着这毫无变化的石门，淡然一笑：“既然打不通，那就用开锁好了。”他伸出手指点在石门之上，只听咔嗒一声，开锁声音响起。他轻轻一推，石门便被打开了。还是开锁管用啊！温浩心中暗道。众人见石门被打开，纷纷露出喜色，还以为这道石门会将我们困住，没想到竟然这么快就被打开了。一人兴奋地说道，语气激动。其他人也跟着附和：“是啊，这么坚固的石门被打开，着实出乎预料。快，咱们走吧，赶紧进入下一关。”有人迫不及待地催促着，但还不等众人迈步，温浩又将门给关上了。这突如其来的举动让众人皆是一愣，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他转过身来，面带笑容地看着众人，开口道：“好了，现在我们来讨论过门费。”“什么？竟然还要收过门费？”众人瞪大了眼睛，声音都不自觉地提高了几个分贝。温浩理所当然地说道：“是啊，你们都打不开，就我自己打开了，难道我不能收吗？”人群中顿时炸开了锅，有人鼓起勇气叫道：“你这也太过分了，之前已经给过你灵石了。”温浩却不为所动，冷冷地说道：“少废话，不给过门费，谁也别想进去。既然这些人招惹了自己，那么自己还得多多要些灵石过来为好。2级演戏技能还等着自己呢。可是我们手中的灵石不多了呀。”众人满脸苦涩，有些懊悔。早知道温浩如此难缠，之前就不没事找事了针对温浩了。此刻他们肠子都悔青了，只恨自己当初的愚蠢。温浩随意地摆了摆手，道：“李氏，灵石不够，可以用其他的东西补吗？比如你们身上的法器、秘籍，或者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众人犹豫了起来，
刚刚就交了1000块灵石，现在竟然还要灵石。温浩提醒道：“你们要考虑清楚，这处秘境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些人，你们还犹豫的话，没准人家都通过3个关卡了，到时候秘境中真正的好东西可就没有了。”人群中一阵沉默，每个人的脸上都阴晴不定，内心在权衡着利弊。没多久，人群中有一人走了出来，一边走一边说道：“温浩，我承认之前是我们不对。”说完，他从储物袋中取出一些灵石和丹药，放在温浩前边，继续道：“这些东西应该价值1000灵石了，我再次为我之前的行为对你道歉。”温浩点了点头，心中暗赞这人识时务。他将身后的石门打开，放那人走了过去。剩下的那些人见已经有人走过石门，纷纷着急了起来，一个个走到温浩面前，放下东西。温浩也很信守承诺，只要交了东西的人，他全都会放行。没多久，场上便只剩下了温浩4人。温浩看着面前那几堆资源，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地面上灵石大概有3万块，剩下的全是灵药和丹药，法术秘籍倒是没有，不过温浩也不挑，有啥要啥。温浩蹲下身子，伸手拿起一块灵石，感受着其中蕴含的纯净灵力，不禁轻笑出声，心中默念将演戏提升到2级。丁，升级成功。目前演戏等级 DV2， 目前效果随口一句话或者随意一个动作便有极大的可能被人认同，引动他人的情绪。下次升级花费100万灵石。看到下次升级消耗，温浩忍不住咂舌，这才2级升3级就和开锁4级升5级一样的花费了，等以后还不得花费更多。不过效果也是不俗的，之前1级的时候还需要情绪的配合，2级之后就不需要了。如果再配合开锁技能，那效果一定会更强。想到这里，温浩看向苏玉泽，试验道：“我是你爹。”苏玉泽本已被温浩的开锁技能影响，但听到温浩的话，还是一脸懵逼的表情。“我爹不常你这样啊，你不是温师兄吗？”温浩眉头微皱，心中思索：不行吗？他想到了系统提示的那句极大的可能，概率性的吗？随后他又说了几遍：“我是你爹。”苏玉泽表情挣扎，说道：“师兄，如果你真想做我爹的话，我可以认你当义父。”温浩摩挲着下巴，暗道：如果不配合情绪的话，的确是概率性的技能，就算是配合开锁也一样。也有可能是我说的有些为难人了，还是得多多试验啊。温浩收束思绪，带着3人走过石门。下一刻，场景大变，犹如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让人猝不及防。温浩环顾四周，只见自己正身处于一处虚无的空间，四周一片朦胧，没有上下左右之分，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方向和边界。脚下没有实地，像是悬浮在半空之中。温浩尝试调整一下姿势，他使劲浑身解数，扭动着身躯，却发现根本动不了。就算用灵力调整也没有丝毫作用，那灵力就像石沉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提前进来的那些人同样如此，他们头朝任何方向的都有，姿势千奇百怪，显得极为滑稽。正好温浩的姿势和其中一个人相同，2人视线相对，那人眼球转动，眼神中透露出一丝慌乱，视线迅速看向别处，不敢和温浩对视。他实在是被温浩搞怕了，生怕温浩还向自己要灵石。他甚至心中暗暗决定，就算温浩再要也不会给了。温浩不以为意，对着那人大喊道：“兄弟，我还缺点灵石，你能不能资助我一下？”但声音并没有发出来，就连温浩这个说话的人都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想了想，又用神识传音重复了一遍刚刚那句话。那人明显收到了温浩的传音，目光再次落在了温浩的身上。看来这处空间只能使用神识了。温浩猜测道。那人脸上明显露出了纠结之色，好似是在挣扎要不要给温浩灵石。他都跟我要了2000块灵石了，竟然还找我要，我到底要不要给他？但我看他好像是真的缺灵石。随后他脸上的纠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同情。没错，就是同情。在他的视线之中，面无表情的温浩竟被他看出了一丝可怜。没过多久，他便传音回复温浩：“师兄，我现在不能动，等咱们出去以后一定会给你。”神识传音和灵气传音一样，都是不带任何情绪的。温浩也不知道他心中所想，所以并不知道他所说的是否真切，只能等过了这一关以后再看了。如果他真的给了，那就说明2级演戏技能还是很强的，毕竟之前在第2关的时候，自己以不能通关为逼迫，他们还那么不情不愿的呢。温浩不再关注那人，将注意力收回，神识扫过周围，发现文熙3人就在自己身后不远处，这让他心中稍微松了口气。一会儿如果遇到什么事情，自己还能保护一下他们。没多久，温浩脑海中便收到了一条信息，在神识攻击中坚持12个时辰。紧接着他便感到神识一阵刺痛，这种痛感不算大，但也不小。温浩心神探入，发现有无数只小虫在啃噬着他的神识，那一只只虚幻的小虫长着狰狞的口气，持续不断的啃噬，令人烦躁。温浩清晰地感觉得到自己的神识竟被一点点消磨，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察觉到那细微的损耗。按照啃噬的速度，如果没有防护手段的话，那么根本坚持不了12个时辰，神识就会被消磨殆尽。神识被消磨之后，会让头脑昏沉，不能思考，并且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恢复。温浩心念一动，立刻在识海之上布下一道防护，阻拦那些啃噬自己神识的小虫。
只见一层淡蓝色的光芒瞬间笼罩住他的神识，那些狰狞的小虫在触碰到光芒的瞬间被纷纷弹开，发出只有温浩自己能听到的尖锐的嘶鸣声。这道防护源自之前学习的法术神识刺，但被融合进了皈依之中，不管是攻击强度还是防御强度都有所增强。随后，温浩向着文熙三人传音道：“放开识海，让我进去。”众人不疑有他，立刻放开识海。温浩的神识快速没入三人的识海当中，三人的识海当中和自己的一样，都有一群小虫正在啃噬着他们的神识。温浩不做犹豫，在三人的识海分别布置下了防护手段，淡蓝色光晕依次亮起，将那些狰狞的小虫一一阻挡在外。将这一切都做完了以后，温浩这才有时间查看其他人。他神识扫过，发现每个人的表情不一，有的面色如常，有的眉头紧皱，有的却脸色煞白。温浩猜测，那些脸色煞白的人估计都是没有防护手段的，只能放任小虫在神识之中啃噬。回想起刚刚被小虫啃噬神识的感觉，确实很难受，怪不得那些没有防护手段的人会脸色煞白。估计这12个时辰之中，他们应该不好受吧？甚至神识会被啃噬一空，导致自己不仅会被秘境踢出去，并且出去以后还得休养一段时间。温浩忽然一愣，他惊讶地发现，之前被小虫啃噬的神识恢复之后，竟增长了一丝。那一丝增长虽然细微，但在他敏锐的感知下却清晰无比。原来还有这种效果。温浩目光闪动，眼中迸发出惊喜与兴奋的光芒，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思绪也开始飞速运转起来。小虫啃噬的速度和恢复的速度不成正比，如果全面放开让小虫啃噬的话，那么还不等我神识恢复，神识便会被啃噬一空，被秘境踢出去。即便日后神识得以恢复且有所增长，我依旧会损失惨重。那么我可以将防御放开，让小虫进来，等啃噬一部分神识之后，我再将小虫隔绝，让神识恢复。温浩在心中不断思索着。就在这时，他脑中灵光一闪，这小虫是否会被我的演戏技能影响？这个突如其来的想法让他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想到就做，温浩尝试着用神识沟通着小虫，传递一层信息：我需要你们的帮助，来增长我的神识。他将信息传递过去以后，便紧紧地盯着那群小虫，心中有些忐忑。如果真的能得到回应，那么自己以后便有了增长神识之法。要知道，增长神识之法极难获得，无数修士穷极一生都在寻觅，却往往无果。就在温浩胡思乱想之际，小虫忽然释放出了一种善意的信号。温浩瞬间读懂，心中有些激动，当即他将防护放开，任由小虫飞入识海啃噬自己的神识。细微疼痛传来，温浩丝毫不觉，紧紧地盯着小虫，想要看看他们到底会如何帮助自己。只见识海中的小虫分成2批，其中一批趴在识海之中啃噬着温浩的神识，另一批则静静地漂浮在识海上空。就在温浩感觉自己的神识已经消耗了1/10的时候，第一批小虫忽然振翅飞起，第二批落下继续啃噬。第一批的小虫飞起之后，忽然张开狰狞的口气，持续不断地对着温浩的识海喷吐一股无形的能量。那股能量进入识海当中，温浩感觉自己的神识瞬间恢复，比自己自然恢复的速度快了无数倍，并且神识的增长也比自己自然恢复时增长得多。2批小虫交替，一方啃噬一方反哺，在小虫啃噬的情况下，神识竟然还在缓慢的增长，这小虫作用实在太大了。如果能让识海中的小虫数量增加，岂不是更好？温浩神识扩散，对着场中所有人神识传音道：放开识海，我有办法解决这些小虫，请信任我。文熙3人对温浩无条件信任，并且识海早早就放开让温浩进去了，但其他人竟然也全都表现出了对温浩的信任，根本没怀疑温浩的话，或者担心他在自己的识海中作乱。要知道，识海是一个修士身上极为重要的部位。识海和神识不同，神识被啃噬还会恢复，但识海一旦被人破坏，那么修士轻者修为尽废，沦为痴傻的凡人，重者直接命丧黄泉，魂飞魄散。所以对于任何修士来说，保护识海的安全都是重中之重，容不得半点疏忽。但仅凭温浩一道神识传音，众人便选择了信任，这让温浩心中对于2级演戏有了清晰的认识。不过温浩也没有想过破坏他们的识海，他神识进入之后故技重施，引着那些小虫顺着自己的神识进入自己的识海。温浩识海中的小虫数量暴增了70多倍，瞬间挤满了整个识海空间。他神识传讯，让小虫们开工。接到温浩的信号，小虫们再次分成了2批，交替啃噬和反哺。一时间，温浩只觉得脑袋仿佛要炸裂开来，那强烈的痛楚如汹涌的波涛，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他的神经。他的脸色变得煞白，豆大的汗珠如雨般落下。这么痛的吗？数量的暴增导致痛感暴涨，这是温浩没料到的。无奈之下，温浩只好让一半的小虫停了下来，剩下一半分成2批开始工作。温浩呼了口气，紧绷的身体略微放松了一些，这次的痛觉还能承受，看来只能等以后神识强一些再动用所有小虫了。温浩暗道。温浩心神探入识海，看着那些小虫，怎么看怎么觉得顺眼，那狰狞的口气在他的眼里都是那么可爱。他甚至还很贴心的为小虫取了一个名字，是神虫。另一边，
众人识海中的噬神虫被温浩引走之后，纷纷松了一口气。虽然这些在识海中的噬神虫啃噬神石的时候痛感并不强烈，但时间一长也很折磨人。那些有防护手段的还好，没有防护手段的人感受着神石不断被啃噬，精神差点崩溃。得亏温浩及时将噬神虫引走了，不然这些人中有一大半都得被折磨到神识耗尽，最后还会落得个被踢出秘境的下场。之前温浩帮他们杀妖兽的时候，他们没感激；帮他们打开石门的时候，他们也没感激。但在第3关引走噬神虫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些感激温浩了。有不少人还在互相传音，我怎么感觉温浩是这么的让人信任呢？我也有这种感觉，温浩说的任何话我都想相信。他们也不知道为何会选择信任温浩，但也多亏了相信温浩，放开了石海，让温浩将噬神虫引走，不然还得继续遭受被啃噬神石之苦。12个时辰一晃而过，白色光柱落在了众人的身上，光芒闪烁之间，众人便消失在了原地。温浩缓缓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处灵药园之中，浓郁的药香味如同汹涌的潮水一般扑鼻而来，瞬间充满了他的鼻腔。他让噬神虫暂时停止了工作，将神石扩散开来。温浩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神识极限距离竟达到了1001石丈，也就是说，短短1天的时间，温浩的神识极限距离便长了10丈。算一算，10天便是100丈，100天便是1000丈。要知道，筑基巅峰修士的神识极限也才1000丈。有了噬神虫的辅助，温浩3个多月的时间便可将神识的极限距离翻1倍。更不要说随着神识的增长，可以动用的噬神虫也会变多，那么神识增长的速度还会再次加快。等到动用所有噬神虫之后，便是1天增长20丈了。温浩收束思绪，压下心中的激动，神识开始扫视周围的灵药。可惜的是，这片灵药园中的灵药价值并不高，温浩倒也不嫌弃，随手一招，那些灵药便全飞了过来，被他收入储物戒之中。这次出来，温浩拿了几个储物袋和一个储物戒，就是为此。其他人见到温浩如此行为，有人动了动嘴唇，想要说些什么。温浩看向众人说道：“兄弟，我实在是穷怕了，没见过好东西，这些价值不高的灵药就让给我吧。”温浩的话语带着无形无质的波动传入众人耳朵，众人纷纷露出一副同情温浩的表情。师兄，既然你想要，你就拿去吧。是啊，反正这里灵药多得很，师兄你尽管拿，我实在是太穷了，你们能不能将你们手上的资源都给我？温浩继续道，他坑起这些人来毫不留情。师兄，这是我的所有资源了，你快拿去。有一人直接走到了温浩身边，将储物袋中的所有东西都倒在了地上。这人正是之前温浩神识传音索取灵石的那个人。其他人也有样学样，没有任何不满的情绪，显得慷慨至极。在他们看来，温浩确实急缺资源，这么可怜的人，难道不应该给他点资源吗？温浩没对文熙3人施展演戏技能，所以这3人看到眼前这一幕皆有些面色古怪。这是什么情况？文熙瞪大了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温浩怎么看都不像是穷的吧？这些人就这么相信了？不多时，温浩面前再次出现一座由资源组成的小山，他心满意足地将资源分类，分别装入储物袋和储物戒之中。这一次，灵石、法术秘籍、灵药、丹药应有尽有，就连稀缺的法器都有不少。温浩粗略地计算了一下，这些资源加起来估计得有个15万灵石。等以后有机会将这些资源全都卖了，用不了多久，自己就能将演戏技能或者开锁技能再次升级了。他暗想，幸亏自己之前在他们招惹自己的时候没将他们踢出去，不然哪能有机会收获这么多资源。通过这几次使用演戏技能，温浩也知道了这技能该怎么用了。2级演戏不能改变别人的认知，像之前对苏玉泽说我是你爹，就是在改变他的认知，当然不可能成功。而在第3关让众人放开石海和刚刚的索要资源，都是在引动他们的情绪，并未改变他们的认知，所以便很容易的成功了。系统所说的极大可能并不是之前温浩所想的概率性，而是和他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关，只要方式对了，基本就成了。丁，检测到宿主有新获得的法术秘籍，是否花费160块灵石学习？温浩这次所获的秘籍，黄阶下品到玄阶下品都有一些，当然还是以黄阶中品居多。学习，丁，学习成功。是否花费2000灵石融合进归一法术之中？融合。待这些新增的法术融合之后，归一的品阶倒是没有变化，只不过威力变大了一些。温浩估计要达到地阶中品，可能还需要融合一些品阶稍微高一些的法术。他回过神来，对着众人拱手道：“多谢各位师兄师弟慷慨解囊，我们就此分别吧。”好的，师兄你们注意安全。师兄，如果以后还缺灵石，一定要找我呀。温浩微笑点头，带着文熙3人和众人分开。这些人已经被自己搜刮干净了，带着他们也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还不如自己4人行动来得方便。等到彻底离开了众人，文熙这才开口问道：“师兄，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大方？”温浩微微一笑，可能是被我的魅力所折服了吧。文熙柯若烟却是一副本该如此的模样，一脸崇拜地看着温浩。苏玉则心中感叹道：“这才是能配得上若烟的男人啊！”温浩不再讨论这个话题，他看向3人，问道：“你们拿地图了吧？”苏玉则献宝似的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张皮质地图，
交给温浩。温浩颔首，问向文熙也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他始终都记着文红的嘱托，自然以文熙为主。没有。文熙微微摇头。既然文熙没有特别想要去的，那么就依着温浩来了。灵虚秘境整体是一座山，山脚、山腰、山顶3个部分并不同时开放，而是从下到上依次开放。温浩指着地图上山脚位置的某一块，说道：“要去这里。”3人自无不可，跟着温浩朝那个地方疾驰。一路上，众人看到不少空无一物的灵药园，显然是被人采摘了，也有一些没有人光顾过的，自然就被温浩等人顺手笑纳了。柯若烟和苏玉泽将自己那份全都给了温浩。文熙想了想，也选择给温浩。温浩并未拒绝，一来是因为这些灵药其实价值并不大，采摘它们也只是顺手而为；二来便是灵药就是用来炼丹的，自己之后送给他丹药就是了。没用多久，4人便来到了目的地。这里同样是一处灵药园，但之前那些小灵药园跟这个灵药园根本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这处灵药园不仅大，而且里面生长的灵药也全都价值高尚许多，浓郁的药香味扑鼻而来，让人忍不住陶醉其中。温浩此行，玉灵叶和凝阴丹是主要目的，但玉灵叶在山顶，距离山顶的开放还有一段时间，所以现在温浩只能收集凝阴丹的材料。他将神识放开，随即一洗。温浩发现这处灵药园果真有不少炼制凝阴丹的灵药，这次是真的来对了。温浩心中暗道。忽然他神情一滞，随后便是狂喜。碎丹草，这碎丹草是炼制凝阴丹的3位主要之一，其他另外2位分别是凤血果和化阴果。根据这些天温浩的打探，这3味灵药一般会在山腰出现，并且还不是很多，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甚至都没有。所以他只想着弄一些炼制凝阴丹的普通灵药，但竟然在山脚能碰到碎丹草，他属实是没想到。这碎丹草一定要弄到手。温浩心中暗道。不过这碎丹草显然还没有成熟，还需要等待一些时间。温浩估计时间并不会很长，应该就在今天。灵药园附近已经围满了人，并且人数还在不断增多，显然都是奔着碎丹草来的。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碎丹草，根本无暇理会周围那些相对于碎丹草来说价值并不高的灵药。众人望着在灵药园正中央的碎丹草，十分激动。碎丹草竟然出现在了山脚，我连听都不曾听过。碎丹草稀少且珍贵，即使现在用不上，以后总有用到的机会。对，就算不用卖了，也是一大笔零食，用来买现在所需要的修炼资源也是很好的。碎丹草可是炼制凝阴丹的主要材料，你舍得卖？原本还算正常的讨论，慢慢变得火药味十足。我一定要得到碎丹草！哼，就凭你也想争碎丹草？我怎么了？你们争得，我为何争不得？你想争，那得看看我的拳头同不同意。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吵成了一团，每个人都对碎丹草怀着强烈的觊觎之心。要我说，这碎丹草还是给我的好。一道清朗的声音传来，众人循声望去，只见一位白衣少年正缓步走来。那少年看起来年岁不大，面容仍带着些许稚嫩之气，但他的脸色却稍显苍白，脚步还有些虚浮，仿若踩在云端，虚软无力，看起来一副纵欲过度的样子。他的身后跟着数位长相环算貌美的女人，她们紧跟着少年，神色恭顺，看起来像是他的侍女。众人一眼便认出了来人是谁，有些人忍不住小声开口：“这是基尔雷，竟是基尔雷！这可是姬家少家主啊，他竟然也来了。”姬家就是那个南疆正道第一修仙家族。是啊，姬家虽然比不得青云宗这等6级宗门，但比之5级宗门也不遑多让。不仅如此，一般的5级宗门也比不上姬家呀。听说这姬家少主纨绔无比，更是喜好女色，被他看上的女修没有一个能逃得过的。什么？竟然如此？难道就没有人管吗？管什么管？这姬家少主天赋惊人，小小年纪便将姬家家传的阶下品法术修炼至精通，同辈中人少有他的对手，并且人家从来不强抢，都是动用手段让女修不得不接受。同辈管不了，长辈没理由管，这怎么管？只不过从了他的女修日后的修行资源也是不缺的。有人突然怪笑一声，如果我是女修，我就跟他，至少资源不愁了，嘿嘿。有人上下打量了他一眼，嗤笑道：“大爷得人家看得上你才行啊。”待基尔雷走近，众人便闭上了嘴巴，不再说话。一时间，整个灵药园都陷入了诡异的寂静当中。基尔雷站定，重复道：“这碎丹草我要了，谁赞成？谁反对？”他扫视着众人，众人被他的目光扫到，纷纷低下头来，不敢与他对视。倒是一些女修一脸期待地对上了基尔雷的目光，幻想着以后不缺修炼资源的日子。基尔雷很满意众人的表现，他扫视一圈，打算看看有没有姿色上佳的美人。忽然他愣了愣，随后双眼放光，嘴角微微上扬，迈步走到了温浩4人跟前。他直接忽视了温浩和苏玉泽，将目光放在了文熙和柯若烟身上。2位师姐美若天仙，不知师弟我是否有幸知晓2位师姐芳名？基尔雷微笑着，显得很有风度。他的声音不像他的脸那么稚嫩，反而充满了磁性，配合上那俊朗的外表和显赫的身份，一般人还真可能承受不住。但文熙和柯若烟2女刚刚听了周围讨论这个人，对他没有丝毫好感，反而心底涌现一阵恶寒。柯若烟朝着温浩边上靠了靠，文熙则是上前一步，柳眉微蹙，
冷冷道：“我们这里并不欢迎你，还请你离开。”他表情冷漠，语气不善，对于这个堪比5级宗门的家族的少主，没有任何畏惧。闻言，基尔雷非但不恼，反而眼睛更亮了。他拍着手，脸上挂着肆意的笑容，一个冷若冰霜，一个甜美可人，当真是好极了。那笑容里带着几分轻佻与狂妄，让人极为不适。他的语气中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贪婪，让人不禁心生厌恶。忽然，基尔雷收敛了笑容，原本充满欲望的眼神瞬间变得阴沉狠厉。在南疆，还没有能拒绝我的女人。这话语带着浓浓的威胁与压迫感，让原本就紧张的氛围变得更加压抑。在不远处的众人见此，纷纷再次后退了几步，生怕一个不小心触怒了基尔雷。有人幸灾乐祸，暗中传音，这2个女修估计惨了，长得这么漂亮，还敢在基尔雷面前晃悠，到时候搞不好宗门都得散。要我说惨的还是那2个女修身边的男修，基尔雷对男修可不像对女修那么柔和。基尔雷对女修还算柔和吗？至少性命没什么大碍的，但男修可就不一样了，能不能保住性命还不一定呢。另一边，基尔雷看着文熙，脸上再次露出了让人厌恶的笑容，那笑容里藏着威胁与算计。他眯起眼睛，下巴微微抬起，一副不可一世的模样，开口道：“师姐，你也得为你的宗门想一想，你说呢？”文熙皱眉，冷眼看着他，心中泛起一阵恶心。他身边的侍女忙不迭地开口劝道：“这位师姐，我劝你还是从了少爷吧，不仅你以后不会缺修炼资源，并且凭借师姐的姿色，之后少爷继承家主之位，一定会有师姐一个名分的。”说完，他急不可耐地看着基尔雷，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眼神中充满了期待和讨好。他身子微微前倾，声音刻意放得轻柔，又带着几分急切，仿佛生怕自己说的不够动人。少爷向来大方得很，只要师姐应下，往后不仅师姐你，就连你的宗门都会跟着受益。文熙不愿再多说什么，只觉得满心的厌烦。他狠狠地瞪了基尔雷和那侍女一眼，想要远离这令人作呕的场景。我们走。就在4人转身要走之际，基尔雷忽然笑了起来，他对着周围的侍女使了个眼色，侍女们立刻会意，瞬间飞身而起，挡在了4人面前。温浩皱了皱眉，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有些不悦，这人属实有些烦人了。他缓缓转过身来，目光如炬，直直地看向基尔雷，语气冰冷地说道：“你是不打算让我们走了？”基尔雷一挑眉毛，还没等他说话，拦着温浩等人的其中一个侍女便开口呵斥道：“你有什么资格和我家少主说话？”那侍女的声音又尖又细，带着几分嚣张与跋扈。温浩没理会身后那刺耳的声音，仿若未闻一般，依旧目不转睛地继续盯着基尔雷。那侍女见温浩不理会自己，顿时恼羞成怒，她的脸色瞬间长得通红，灵气汇入掌中，带着凌厉的风声直逼温浩的后背。温浩头都不回，随意地抬起一只手，轻松挡下侍女的攻击。与此同时，一道紫色雷电顺着他握住侍女的手骤然迸发，那雷电如灵蛇般蜿蜒闪烁，瞬间缠绕住侍女的手臂。侍女被这突如其来的雷电击中，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颤抖着，身体不由自主地瘫软下去，如一滩烂泥般倒在地上，再无半分刚才的嚣张气焰。本来下意识将温浩忽略的基尔雷看到温浩这一手，顿时瞳孔一缩。巅峰级地阶下品法术，基尔雷虽然纨绔，但眼光还是有的。他自己掌握的法术便是地阶，并且被他炼至精通级。他深知的阶法术有多难练，每一次的提升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更别提达到巅峰级的难度。不仅如此，一般的门派可没有地阶法术。在基尔雷看来，温浩必定也是顶级门派的弟子，并且地位还不低。此刻他看向温浩的眼神中多了几分忌惮与重视。不知师兄是哪派天骄？基尔雷强压下心中的震惊，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和。温浩神色淡然，随意道：“小门小派就不多说了。”他那淡然的模样让基尔雷有些捉摸不透。基尔雷眉头微皱，心中暗自揣测着温浩的心思。他试探道：“师兄莫要如此谦虚，能施展出如此厉害的法术，想必师兄所在的门派等级定是不低。”一边说着，基尔雷一边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温浩的表情变化，试图从他的脸上捕捉到一丝有用的信息。我之前见到过他，他之前是和云朗宗乘坐一艘非洲到的青云宗。这时有人忽然开口道，他怕基尔雷没听说过云朗宗，补充道：“云朗宗是一个只有一位化神修士的4级宗门。”闻言，基尔雷神情忽然轻松了不少，他的嘴角微微上扬，原本紧绷的身体也放松下来。云朗宗只有一个化神修士，那不就是最差的4级宗门吗？温浩瞥了那个说话的人一眼，随后说道：“我并不是云朗宗的弟子，就算你不是，那你也是来自一个和云朗宗差不多的宗门之中，不然你为何要乘坐云朗宗的非洲？”温浩摇了摇头，不愿再多费口舌。对于那个人说的话，基尔雷相信了90成。起初他还以为温浩是5级以上宗门中的弟子，那样自己就得给他一些面子了，毕竟大宗门的底蕴深厚，势力庞大，轻易得罪不得。但没想到他竟是一个小小的4级宗门的弟子，估计他身上的地阶法术也许是走了狗屎运才获得的吧。现在温浩对于基尔雷来说，也只有对于地阶法术的精深程度能让他稍微重视一些了。不，还有地阶法术本身。基尔雷的心思愈发活络起来，
他暗自思忖着4级宗门根本没有威胁，我应该想办法让他先将地阶法术交出来。他看向温浩，嘴角微翘，亮，你将地阶法术交出来，我放你们几个走。你身旁的2位女修我也不会再纠缠，如何？地阶法术可比女修珍贵多了，女修何处都有，但地阶法术就不能轻易得到了。温浩沉吟一会儿，忽然开口说道：基尔雷，你我可是好兄弟啊，作为兄弟的你为何要觊觎我的法术？温浩一开口，周围的人忍不住爆笑起来，这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居然能说出这种不着边际的话，什么话都敢说啊！他和姬少是兄弟，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哼，简直是痴人说梦。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哪点能跟姬少称兄道弟？我看他是承受不住姬少的压力，病急乱投医了吧？基尔雷听到温浩的话，下意识的就想嘲讽，那到了嘴边的尖刻话语都已经呼之欲出，但就在那一瞬间，他心底却忽然觉得温浩确实是他的兄弟。他看着温浩，目光中原本的轻蔑和不屑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与迷茫。紧接着，心底那股手足之情开始抑制不住地涌现。基尔雷极为赞同地点了点头，脸上满是诚恳与坚定。你说的对，我们确实是好兄弟，是我不对，我不应该觊觎你的法术。他的目光中不再有之前的贪婪，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自责和懊悔。他话音刚落，周围所有人无不长大了嘴巴，一脸的惊愕之色。众人仿佛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呆立当场。那一张张脸上原本的嘲笑和轻蔑瞬间凝固，眼睛瞪得如同铜铃，难以置信地看着基尔雷。有人忍不住出声道：姬少这是怎么了？莫不是中了邪？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还有人使劲拍了拍耳朵，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问题了，我是不是听错了？姬少居然承认和他是兄弟，还道歉了。整个场面陷入了一片混乱和震惊之中。温浩指着之前叫破他身份的那人，对着基尔雷说道：师弟，这人想要破坏咱们兄弟2人的感情啊！基尔雷瞬间大怒，他如冲到那人身前，还不等人说话，他扬起手便狠狠地给了那人2个巴掌。啪啪2声清脆的响声在空气中回荡，那人的脸颊瞬间红肿起来，嘴角溢出一丝鲜血。随后他像是拎小鸡一般压着那人来到温浩身前，一脚踢在了那人小腿上，强大的力量让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基尔雷怒目圆睁，咬牙切齿地吼道：竟敢挑拨我和兄长的关系，你好大的胆子！随后他看向温浩，带着几分询问：师兄该怎么处置他？温浩没理会基尔雷，反而低头思索，看来演戏技能是有时效的，以后我还是要多注意一些。他的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暗暗嘀咕：是的，此人正是之前与温浩在同一空间中闯关的人，之前被温浩施展了演戏技能，本应该不会多话才对，但他却将温浩乘坐云朗宗非洲的事情说了出来，可能是演戏技能失了效，又被温浩索要了几次资源，对温浩怀恨在心了吧？温浩收束思绪，面色平静地回答道：将他踢出秘境吧。基尔雷重重点头，眼中闪过一丝狠厉，只见他掌中迅速凝聚黑色风暴，对着那人狠狠地拍了下去，动作毫不留情。我错了，我下次绝对不敢了，还请不要将我踢出秘境。那人顿时慌乱无比，脸色煞白，身体不停地颤抖着，声音中充满了懊悔和祈求。他本想借着基尔雷的手报复温浩，没想到却是自己即将要被踢出秘境。此刻的他肠子都悔青了。基尔雷毫不理会他的求饶，黑色风暴没有丝毫停止。那人见求饶无用，急忙沟通储物袋中的玉牌，让其将自己传送出秘境。基尔雷的风暴打了个空，强大的力量冲击在地面上，顿时尘土飞扬。他看向温浩，拱手道：师兄，刚刚确实是我唐突了，还望师兄不要见怪。温浩微微颔首，说道：无妨，我不会怪你的。他顿了顿，继续道：师兄，我最近手头有些紧，师弟能否资助1、2？对于基尔雷，温浩吭起来丝毫不会手软。基尔雷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堆零食交给温浩，说道：这次出门只带这些零食，师兄你先收着。温浩大致数了一下，这一堆零食大概有5万块左右。他点点头，将零食收起，继续道：不够啊，这点零食完全解决不了我遇到的事情。在基尔雷眼里，此时的温浩显得穷困潦倒。他又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堆东西，说道：师兄，这是我储物戒中所有的资源了，你如果急用的话，就将这些东西卖了，先应急。温浩伸手再将这堆资源收了起来。基尔雷不愧是大家族的少主，他一个人手中的资源价值就达到了30万，比之前那70多个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资源之中大多都是灵药和丹药，但让温浩诧异的是，里面竟然还有不少丹方。温浩依然不满足，继续说道：有没有法术秘籍或者法器？基尔雷面露挣扎之色，过了好一会儿才从储物戒中取出一个镜子状的法器，对着温浩说道：法术秘籍我没带，这护心镜是我父亲交给我的保命法器，可以抵挡劫丹，修饰全力一击，这也给你吧。周围众人的目光在温浩和基尔雷之间来回游移，皆面露不可置信之色。和温浩认兄弟也就算了，这是将家底都给了温浩啊！基尔雷是不是脑子有些问题？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不是很聪明。一开始还一副陌生人的样子，没过多久就亲如兄弟，这发展的太快了。我还以为这姬家少主是个狠人，但没想到竟是个傻子。他们暗中互相传着音，
脸上倒是没露出什么鄙视之类的表情。基尔雷虽然傻，但人家战力确实高，众人可不敢试一试他那黑色风暴的威力。另一边，温浩接过那面护心镜，面露满意之色。虽然自己用不到，但将它卖了也能卖个好价钱。防御类法器比攻击类法器要贵上一些，温浩估算了一下，这护心镜至少能卖到10万块灵石。温浩心中这才舒服了一些。基尔雷不仅骚扰文熙二女，还觊觎自己的地阶法术，让自己烦不胜烦，坑他点资源也算是对他的惩罚。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演戏技能是有时效性的，等时效一过，基尔雷反应过来必然不会放过自己，到时候就算自己出了秘境，也有可能让云朗宗受到迁怒，甚至基尔雷通过云朗宗调查到琉璃宗也极有可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犹如一把悬在头顶的利剑，让温浩不得不谨慎对待。所以温浩必须想一个办法，将麻烦提前扼杀。可这又谈何容易？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直接杀了基尔雷是不行的。不说众目睽睽之下，这种明目张胆的杀戮会引起公愤，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就说姬家这种堪比5级宗门的家族，一定有探查手段，可以很轻易的查到自己。姬家势力庞大，底蕴深厚，其少主的死亡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定会倾尽家族之力追查凶手。到时候自己和琉璃宗一样，会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不好办啊。温浩眉头紧皱，不由得叹了口气。怪只怪姬尔雷太过跋扈霸道，自己根本没招惹他便上赶着让自己坑。对于坑一把基尔雷，温浩倒是不后悔，毕竟当时那种情况，若不采取些手段，自己恐怕会陷入极为不利的境地。基尔雷都那样对自己了，若自己再不有所行动，着实咽不下那口恶气。出气的方式有很多，但既然不管是打他一顿还是坑他一把都得得罪他，还不如先让自己增加一些资源呢。灵石多了，自己的自身技能等级提升上去，到时候应对一些事情便会更有底气。想到这里，温浩心中暗道，既然想不到办法解决，那就只能之后看看5级的开锁或者3级的演戏了。见到温浩眉头紧锁的样子，基尔雷有些担忧地问道：“师兄可是有烦心事？”听到基尔雷说话，温浩将脑中的念头压下，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没什么事，我自己能够解决。开锁技能发动，但4级的开锁对于心意改变的不是很大，顶多比3级开锁强上一些罢了，依旧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基尔雷这个麻烦。现在温浩只能用开锁加演戏组合来尽力拖延一下时间，实在不行，大不了让基尔雷一直跟着自己，至少在秘境中这段时间自己是安全的。”基尔雷一脸郑重的表情：“如果师兄有什么事，一定要和我说，我必将竭尽全力帮助师兄。怕是你知道了，都恨不得生淡了我。”温浩心中暗道：没想到南疆第一纨绔还能有好兄弟，真是令人吃惊。人未到，生先至。温浩抬头望去，就见一个小点正在不断放大，待到离得近了，能清晰的看到一位修士正踏剑飞行。那剑身闪烁着冷冽的光芒，修士衣袂飘飘，潇洒非凡。那人一双剑眉犹如利剑直插云霄，眼神深邃而犀利，高挺的鼻梁和紧抿的薄唇为他的面容增添了几分冷峻。到了近前，修士轻轻一跃，便落在了地面上。就在他双脚落地的瞬间，那柄剑如有灵性一般，自动飞入了他身后背着的剑鞘之中，发出一声清脆的枪响。周围众人看清了来人相貌，纷纷露出喜色。是青云宗的林奕晨，他可是青云宗的首席大弟子，同样习得地阶下品法术，且早已炼制大成。要说谁能压过基尔雷一头，唯有林奕晨林师兄了。这下好了，林师兄嫉恶如仇，我们不用怕基尔雷了。还有温浩，之前他不知用了什么手段，将我身上的所有资源全都要走了。哼，我一定要和林师兄说上一说，让林师兄为我做主。说话之人咬牙切齿，双目圆睁。对，温浩这个卑鄙可耻的小人，一定要让林师兄严惩他。旁边之人随声附和，同样是一脸的怨恨。你们怕是忘了，温浩也有掌握一门的阶下品法术，并且已至巅峰啊。那又如何？他不过是一个小宗门之人，还敢对林师兄动手不成？有人反驳道。那些被温浩施展过演戏技能的人，对于基尔雷可能只是畏惧，但对于温浩那就是切切实实的痛恨。他们不再理会劝阻的人，迫不及待地走到林奕晨身边，你一言我一语，添油加醋地将温浩的恶行告知了林奕晨。他们的表情夸张，手舞足蹈，把温浩描述的如同十恶不赦之人。林奕晨虽为人正直，但绝不会盲目听信一面之词。他微微皱起眉头，将目光放到温浩身上，神色严肃道：这些人说的是否是真的？林奕晨语气平静，却透露出一丝威严。他紧紧地盯着温浩，不放过温浩脸上任何一个表情。如果众人所说为真，那么他定要为众人惩治温浩。温浩稍稍有些诧异，在他的预想中，面对众人的控诉，这位首席大弟子或许会不由分说地加以指责。可现在林奕晨的做法却是让温浩对他高看了几分。他微微一笑，承认道：我确实抢了他们的资源。他顿了顿，还不等林奕晨有所行动，便指着那些人继续道：师兄不妨问一问他们，我为何要抢他们的资源？闻言，林奕晨一愣，他侧过头看向刚刚跟自己控诉温浩的几人。那些人被林奕晨看得心底有些发毛，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能是为何？还不是这温浩看我们实力弱小，觊觎我们身上的资源，
话虽说出，但声音有点小，显得很没底气。林奕晨何等聪慧，仅是这细微的表现，顿时就懂了。看来此事应该是这些人有错在先，甚至还想倒打一耙，借助我手教训温浩。他心中暗自庆幸，幸亏没有听信这些人的一面之词，不然到时候就真的冤枉好人了。林奕晨看向温浩，拱了拱手，诚恳道：“师弟，还请原谅我刚刚失礼的行为。”温浩浑不在意道：“无妨，师兄明察秋毫，实在让师弟我佩服万分。”他对林奕晨这个人还是有些欣赏的。作为青云宗的首席大弟子，竟如此坦率地向人道歉，这种行为也是很难得的。只能说青云宗不愧是正道第一门派，其中弟子的作风也极为正道，不像那些小宗门，明明是正道，做的事却和魔道没什么两样。林奕晨看似随意道：“我看师弟你和基尔雷关系很好啊。”基尔雷可不是什么好人，温浩竟然能和基尔雷称兄道弟，那么温浩这个人到底如何就值得商榷了。毕竟与恶人为伍，很难不让人对其品性产生怀疑。温浩苦笑一声，无奈道：“基尔雷刚来的时候还真对我呢，不信师兄可以问一问周围的人。”虽然基尔雷就在温浩身边，但还受着温浩技能影响，所以并没有察觉出有什么不妥之处。林奕晨扭头看向众人，众人不敢撒谎，将之前的事情告诉了他。他眉头紧锁，心中满是疑惑，为何基尔雷前后行为如此古怪？林奕晨不解地看向温浩，温浩解释道：“我掌握了的一道比较偏门的法术，可以在人没有防备的时候获人心神。”温浩顿了顿，指着那些被自己索要过资源的人，继续道：“之前和他们索取资源之时，也是用的这道法术。哎，我实在不想徒增杀念，但为了出心中一口恶气，只好如此了。”这句话他没有施展演戏技能，演戏技能有时效性，所以温浩除非不得已，他是不打算用这个技能了。毕竟一旦时效过去，可能会引发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温浩这话半真半假，但却没有任何毛病。他巧妙地拿捏着其中的分寸，既没有完全隐瞒真相，又在关键之处保留了一些。林奕晨极为赞同的点点头：“师弟所言甚是，被人欺负了还要忍气吞声，着实不是我辈修士应有的风范。”说完，他赞赏地看着温浩：“师弟此事做得没错，既教训了作恶之人，又没让自己手染鲜血，着实是我正道典范啊。”温浩摆手道：“不敢当，不敢当。”林奕晨哈哈一笑：“师弟真是谦虚了。”说完，他看向中间处的碎丹草，继续道：“温师弟也是为了碎丹草而来的吧？”然也。温浩点头，坦然道。他直直地盯着林奕晨，战意迸发，看来你我二人免不得要战上一场了。温浩对于林奕晨这个人是有些欣赏的，没有必要使用弊端有些大的演戏技能，所以只能费些力了。感受到温浩身上迸发的战意，林奕晨哈哈一笑，建议冲天而起。碎丹草还有半个时辰就要成熟，我们现在就一决胜负如何？求之不得。温浩周身灵气鼓动，整个人都被紫色雷电包裹，他双腿微微弯曲，猛一用力，迅速朝着林奕晨冲去。林奕晨身后的长剑自动出鞘，飞到他的手中。面对疾驰而来的温浩，林奕晨丝毫不显慌乱，手中的长剑带着无比凌厉的气势向着温浩刺去。温浩看着来势汹汹的林奕晨，面无惧色，周身的雷霆滋滋作响。他在心中快速计算着躲避的路线，身形一闪，以极快的速度避开了这一击。林奕晨见一击不中，心中微惊，温浩竟然将一门地阶法术练至巅峰。不过很快他便调整好状态，大笑道：“这样才痛快啊！”他剑势不停，一招接一招，剑气纵横交错，试图以强大的攻击压制温浩。温浩一边灵活地躲避着攻击，一边暗自思忖：林奕晨不愧是青云宗首席大弟子，这一手剑术简直精妙无比。他加快速度，围绕着林奕晨不断移动，与其周旋。反正自己灵气恢复速度很快，根本不怕持久战。二人从天空站到地上，从灵药园站到灵药园之外，弄得周围一片狼藉。如果不是二人有意控制，周围的那些灵药估计一个都保不住。围观的众人早已远离二人，生怕被战斗的余波波及。温浩寻得机会，趁机发动雷霆之力，强大的电流直逼林奕晨。林奕晨连忙挥剑抵挡，却被电流震得手臂发麻，心中诧异，这雷霆之力好生厉害。此时温浩再次加快速度，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身法出现在林奕晨身后，猛地一击，林奕晨躲闪不及，被击退数步。他非但不恼，反而哈哈大笑道：“不愧是巅峰级地阶法术，真是痛快。”自从将掌握的剑道地阶下品法术炼制大成，林奕晨在同辈之中就没遇到过什么对手了。现在温浩竟然和他势均力敌，甚至还能压得他落入下风，让他很是开心。这种棋逢对手的感觉让他热血沸腾，内心的战斗欲望愈发强烈。林奕晨看向温浩，郑重道：“剑修向来善于功法，我这接下来的这一招威力堪比地阶中品法术，师弟可要小心了。”温浩心中也是豪情顿生，大笑道：“尽快来吧。”林奕晨豪放的性格也影响到了温浩，让他也想酣畅淋漓地战上一场。所以从交战到现在，他都没用过一次自身技能，完完全全就是凭借法术归一和林奕晨交战。林奕晨双目圆睁，眼中燃烧着熊熊的战意，整个人的气势陡然攀升到了极致。他双手紧紧握住剑柄，手臂上的青筋暴起。他深吸一口气，口中低喝一声：“灵光剑斩！”
伴随着这声低吼，他周身的灵气疯狂涌动，汇聚于剑身之上。剑身瞬间光芒大盛，璀璨的光芒如同烈日般耀眼，让人无法直视。紧接着，林奕晨猛地向前一挥剑，一道巨大的剑气呼啸而出。这道剑气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力，所过之处，空气都被撕裂，发出尖锐的爆鸣声。林奕晨的发丝在剑气的激荡下肆意飞舞，宛若剑神在世。这道剑气对于温浩来说并不快，但他却感觉剑气牢牢锁定了他，让他躲无可躲，避无可避。不愧是堪比地阶中品威力的一招。温浩面色凝重，全力运转法术归一，让自己的防御、速度等方面达到了一个顶峰的状态。既然躲不了，那就主动出击。温浩化身雷霆，狠狠地撞向了那道威力无匹的剑气。轰！一声巨响，震彻天地。碰撞之处，光芒耀眼夺目，巨大的能量冲击向四周扩散开来，掀起一阵狂暴的气浪。一时间，烟尘弥漫，视线被完全遮蔽，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情况。温浩能挡下这一击吗？我看有点悬，离这么远，我感受到那剑气上的气势，都忍不住双腿发软，更不要说直面剑气的温浩了。林奕晨师兄不愧是青云宗首席大弟子，仅凭着大成级的地阶下品法术，就能发挥出堪比地阶中品法术的威力。烟尘之中毫无动静，估计这一场是林师兄胜了。远处的众人开口议论着，文熙三人同样目光放在烟尘之上，忍不住为温浩捏了一把汗。温浩不会出事吧？柯若烟眉头紧蹙，声音中带着明显的忧虑，双手不自觉地搅在一起。文熙摇了摇头，说道：“放心吧，温师兄实力这么强，一定不会有事的。”话虽如此，可他的拳头却是紧紧握着，手心里已满是汗水。苏玉则有些发愁，要是温浩真有什么三长两短，以后磕不到糖了怎么办？林奕晨没有丝毫放松，神情依旧紧绷。他也不确定温浩是不是真的被自己击败，他心中有些紧张。这一招自己掌握的还不够好，控制不了威力，他生怕威力太大，让温浩身受重伤，影响到这次秘境的探索，又怕威力不够，对温浩造不成任何影响，让自己失去获取碎丹草的资格。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那片烟尘之上，里面没有动静，谁也不知道结果如何。待烟尘缓缓散去，入眼的是一个巨大坑洞，在坑洞正中央，温浩正笔直地站在那里，他的衣衫有些破损，发丝也略显凌乱，嘴角还挂着已经干涸的血迹，看起来有些狼狈。然而他的气息却并不紊乱，依旧平稳而有力。见此，远处观战的众人纷纷忍不住惊呼出声，温浩竟然如此强大，在堪比地阶中品威力的法术之下还能毫发无伤，也不能说是毫发无伤，他好像流血了，那也很强，硬抗如此威力的剑气，仅仅只是流血，这等实力着实令人惊叹。听着周围的议论，那些之前撺掇林奕晨收拾温浩的人忍不住心底一寒。他们本以为温浩不过是一个小宗门出身，稍微有些天赋的人罢了，但没想到他竟然能硬抗林奕晨的全力一击，这等实力，这等天赋，根本不是他们能惹得起的。幸亏温浩只是将他们的资源索要一空，不然真被踢出秘境，他们想报复温浩都报复不了。文熙提着的心终于放下，原本紧绷的神经也放松了下来。柯若烟甚至激动的原地跳了起来，一阵波涛汹涌。林奕晨见到温浩依然保持着全胜状态，忽然笑了起来，这笑声很纯粹，很洒脱，没有任何失败后的不甘。他收起长剑，看向温浩师弟，这一次是我败了，但我下次一定会胜。那明亮的双眸中没有半点阴霾，有的只是对这场酣战的满足和对未来再次交锋的期待。温浩跳出坑洞，来到了林奕晨面前，他拱手道：“我写师兄手下留情。”林奕晨摆了摆手，神色从容：“败了就是败了，哪有什么手下留情？”他面对失败时的豁达，让温浩极为赞赏，这才是真真正正的正道君子。温浩自忖，他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又想到林奕晨释放的那道威力惊人的剑气，温浩由衷赞道：“师兄这一招，这实惊到了我。若不是我所学的这门法术比较特殊，结果如何还未可知啊。”事实上，温浩在抗住那道凌厉的剑气时，已经身受重伤，连一根手指都动不了，更别提发出声音了。好在归一法术比较全面，治愈效果也很惊人，这才让他慢慢的恢复了伤势。烟尘散尽之后，温浩最后一道伤口也正好愈合，这才有了刚刚众人所见到的那一幕。林奕晨摇头笑道：“咱们两个就不要再互相恭维了。”他指着远处的碎丹草，继续道：“碎丹草马上就要成熟了，你已经赢了我，我肯定不会和你争，但你还是得问一问其他人的意见。”那是自然。温浩转身看向远处的众人，大声问道：“各位，这碎丹草我要了，谁有意见？”他顿了顿，继续道：“如果有意见，大可上前来，咱们战上一场。”众人闭口不言，连林奕晨都不是温浩的对手，他们又怎么敢和温浩战一场？温浩笑了笑，不再说话，将目光放在了中间那株碎丹草上。碎丹草还有不到一盏茶的时间便会成熟，此时整株草上开始散发朦胧的光晕，那光晕如同薄纱轻笼，如梦似幻。它的叶片细长且柔韧，颜色由原本的嫩绿色慢慢向着墨绿转变。众人屏息凝神，眼睛一眨不眨地紧紧盯着碎丹草，即使自己得不到，
见证一下碎丹草的成熟，也算是不虚此行。终于，一股奇异的气息弥漫开来，轻轻触动着灵魂的琴弦，让人沉醉其中，无法自拔。仔细感受，其中又蕴含着浓郁的药香，醇厚而悠长。终于成熟了。温浩嘴角翘起，走上前，小心翼翼地将碎丹草采下，放入玉盒之中，甚至还生怕自己疏忽大意弄坏了碎丹草，在采的前一刻便已经将里面的药性给锁住了。这时，林奕晨开口说道：“既然最珍贵的碎丹草已经有了归属，那么其他灵药我们就看谁抢得多了。”说完，他哈哈一笑，对着某一个方向大手一挥，灵力激荡而出，顿时便有数十株各种各样的灵药如有灵性一般，迅速地飞向了他。其他人也终于不再傻站着，纷纷动起了手来。一时间，各种灵药在半空之中飞舞，落入某一人的储物袋之中。温浩微微一笑，也加入了进去。这是灵虚秘境山脚处此次开放的最大灵药园之一，所以即便众人如此疯狂的采摘，也需要花费不短的时间。过了一会儿，灵药园变得光秃秃的，每个人都拍着储物袋，露出满意的笑容。看来这处灵药园即将不被开放了。林奕晨扫视了一眼灵药园现在的景象，如此疯狂的采摘，估计这处灵药园短时间没办法恢复了。但也没事，秘境会自动修复的，再过个几百年会再次开放的。温浩笑着说道。林奕晨不再谈论此事，他朝着温浩拱手告别：“师弟，既然此处已无灵药，那你我二人就此分别吧。”温浩点了点头，他们两个是不能在一起行动的，到时候如果再遇到了什么珍贵的灵药，二人难免还要再度交锋。这对温浩来说或许没什么，但对于林奕晨来说损失就有些大了。待我修为有所精进，我会去找你的。林奕晨目光灼灼，无比认真地看着温浩。温浩也同样郑重地点头道：“随时奉陪。”林奕晨哈哈一笑，身形一展，飞身而起，朝着远处疾驰而去，瞬间便消失在天际。温浩目光始终放在林奕晨的背影上，目光闪动，这是个值得深交的人，他暗道。此时的文熙几人才从激动之中回过神来，柯若烟看着温浩，美眸闪烁着光：“温浩，这次我们的收获太大了，竟然连碎丹草都让我们得到了。”说着，他将自己的储物带取下来，递给温浩，继续道：“我刚刚采集的灵药都交给你吧，你不要吗？”柯若烟摇了摇头，执意要将灵药送给温浩。温浩一脸柔情地看着他，但眼底却藏着些许冷漠。他可不会忘记柯若烟接近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现在他这个样子不过是被自己的技能所影响罢了。文熙、苏玉泽、基尔雷都有样学样，将灵药送给温浩。温浩一一接过，但除了文熙，这些人的灵药自己都不打算还了。温浩几人开始照着地图上的路线去往别处，但由于在等待碎丹草成熟花费了不短的时间，那些大一些的灵药园全被踩秃了。一连2天，众人都收获寥寥。2天的时间，他们几乎将山脚绕了个遍，只剩下一些不大的灵药园还无人光顾。但手握大量灵药的温浩现在也看不上了。温浩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从进入秘境到现在，自己收获的灵药价值高达20万灵石。虽说这不如直接抢劫来的迅速，但关键得有人能让自己抢啊！人家不主动招惹自己，自己总不能毫无缘由地去抢夺人家的东西吧？距离山腰处开放还有1天的时间，眼下无事可做，温浩索性直接选了一处地方开始炼丹。毕竟这些灵药着实太占地方。温浩将所有灵药都取出来，根据炼制丹药所需数量，将它们分门别类整理好。这还多亏了基尔雷送给自己的丹方，不然自己还真得犯难。就算如此，还有许多药材，虽然自己认识，但不知该如何炼丹，只好放在储物戒之中，暂时不管它们了。好一会儿，温浩才将这些灵药处理好。他取出炼丹炉，打算先炼制一些筑基丹找找感觉。温浩将一旁足以炼制10次筑基丹的药材取了过来，对其一一施展开锁助药性，然后全都扔进丹炉之中。锁上丹炉之后，便不再管他。柯若然3人没见过温浩炼丹，此时都一脸吃惊地看着他的操作，他们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饶是文熙这个之前看过温浩炼丹的人，都禁不住张大了嘴巴。不说炼丹手法与谨慎程度，就算其他炼丹师炼丹也都是按部就班地一次一次炼制吧，哪像温浩这样直接将10次缩短到1次的。没过多久，温浩打开丹炉，将里面的10颗筑基丹取了出来。基尔雷禁不住惊呼开口，竟然真的炼出来了。他目光放在那10颗筑基丹上，虽然形状有些怪异，但散发出来的药香确实是筑基丹没错。将10次缩短到1次，并且还如此轻松的就将筑基丹炼制了出来，这一幕对基尔雷造成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他甚至怀疑自己之前见过的炼丹师炼丹的时候那么费力，那么谨慎都是假的，都是炼丹师故意表现出来的。温浩看着眼前摆放的整整齐齐的10颗筑基丹，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当初为了求得1枚筑基丹和别人打生打死的场景，但现在自己随手便可炼制。不过由于药材受限，筑基丹的品质倒是比其他极品筑基丹强不了多少。他摇了摇头，微微一笑，不再去想这些事情，开始炼制下一批丹药。他的操作行云流水，每一种丹药都是一次性炼制出来。旁观4人的嘴巴从始至终都没有合上过，他们表情僵硬，
已经被温浩震得麻木。炼制筑基丹的时候，基尔雷只是震惊于温浩炼丹之时的操作手法和炼制出来的品质，因为在他过往的认知中，就算其他炼丹师炼制筑基丹的时候，成丹往往也是一颗。在他看来，温浩所炼的筑基丹比起其他人就是品质更高一些，达到了极品的程度。但随着温浩越炼越多，他渐渐发现，就算那些其他炼丹是能成丹10颗的丹药，到了温浩这里也只有1颗。但是这一颗丹药的品质却远超极品，其蕴含的灵力和药效都达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基尔雷无法想象温浩是如何做到的。温浩不理会众人的震惊，面色平静地炼制着丹药。天色渐暗，昏黄的余晖逐渐被夜色吞噬。温浩周围原本堆积如山的灵药已经全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摆放整齐的玉瓶。这些玉瓶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无论是瓶口还是瓶身，都比其他玉瓶大了许多，只是相对矮了一些。这是温浩特意找人制作的，能够装存自己所炼丹药的特制玉瓶。一个白天的时间，接连不断的使用开锁技能，让他的手臂有些承受不住。他呼了口气，甩了甩发麻的手臂，拿出一个储物袋。温浩将一批玉瓶收入其中，而后迈步走到文熙跟前，微笑着递给他。这里面的丹药是用文熙的那一份灵药炼制的，炼制成丹药之后更是价值暴涨。这些丹药只有文熙有份，对于柯若烟3人，温浩并不打算给他们任何东西。一个对自己心怀不轨，一个当众说要杀了自己，一个想要对自己的保护对象出手，还想谋夺自己的地阶法术。这样的人，自己不杀了他们就不错了，还想让自己给他们丹药。温浩说道，这里面的丹药种类很全，足以让你应对一些危机了。文熙没有伸手去接，说道，这几天以来一直都是你在处理，我们根本没帮上什么忙，这些丹药你还是收回去吧。温浩直接抓起文熙那柔嫩白皙的手掌，将储物袋放在了他的手上，拿着，听话。他的语气坚定，眼神中满是不容拒绝的深情。文熙忽然一愣，温浩抬手打断了他，明天山妖开放，还是早些休息吧。说完，他对着柯若烟伸手招了招，朝着一处山洞走去。柯若烟对于温浩送给文熙丹药没有丝毫不满，在温浩招手的时候便紧紧跟在了他的身后。文熙一脸复杂地看着缓缓走向山洞的2人，心中升起一丝难以言喻的情绪。既然对我没有想法，那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好呢？他眼眶微红，紧咬着嘴唇，心中喃喃。山洞之中，温浩施展法术将内外隔绝，同时用开锁技能加了一层保险。他可不想自己修炼的时候现场直播。炼丹练了一整个白天，温浩属实有些劳累，需要修炼一下缓解疲劳。一挥手，2人暴露在空气之中。柯若烟美妙的娇躯映入眼帘，她纤细的腰肢仿佛不堪一握，修长的双腿抖动间充满了灵动的韵味。青丝随着动作开始乱跑，几缕发丝调皮的拂过雪白，更添几分诱惑。一双美眸之中泛着春光，可爱的小脸上也爬满了潮红。修炼的强度很大，柯若烟朱唇轻启，微微喘息着，晶莹的汗珠顺着白皙的额头流到耳后，浸湿了几缕秀发，紧紧地贴在她粉嫩的肌肤上。灵液从小腹开始，最终运行1个周天，再回到小腹丹田。修炼的愉悦让她渐渐忘我，她眼睛微眯，嘴角轻轻上扬，那是从心底洋溢而出的满足与快乐。柯若烟的声音持续了一夜。次日一早，晨曦的阳光照进山洞，温浩2人收拾妥当走了出去，只留下一滩修炼的痕迹。文熙看着柯若烟那尚存红晕的娃娃脸，心中没来由的泛起一丝苦涩。温浩注意到了文熙的异常，无奈的叹了口气。文红待自己不薄，自己能进这个秘境，文红至少有1大半的功劳。虽说他说的是让自己保护文熙，但自己收获巨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占些便宜也就算了，如果真的和文熙发生了什么，文红那一关过不去，这种事怎么也得作为长辈的文红点头才行。温浩面无表情的在文熙身旁站定，看向山腰方向。刚进来的时候，山腰之处被一团迷雾笼罩，看不清上面的东西，但现在那些迷雾已经稀薄无比，可以隐约看见其上的成片成片的灵药源。山脚通往山腰的石阶也已经显露出来，待迷雾彻底散尽，便可踩着石阶登上山腰。太阳慢慢升起，将迷雾彻底驱散，那石阶也完完整整的出现在了所有人眼前。众人迫不及待地踩上石阶，想要尽快登上山腰处去采摘那些珍贵灵药。终于出现了，我早就等不及了。山腰可比山脚强多了，谁先上去，谁就比别人先一步采集灵药。这石阶共有99级，若是普通的石阶，筑基修士瞬息间便可越过，但这石阶并不普通，只要踩在上面，修为便会被禁锢，让人动用不了灵力，只能凭借肉体攀爬。若只是这样也还好，99级就算对于普通人来说也还算简单，但石阶之上还有一股无形的压力压在修士的身上。他们在来之前就被宗门长辈告知过，石阶上会有压力，需要注意一些，但也没告诉我压力这么大啊。至少1/4的人额头上青筋暴起，面容扭曲，汗流不止，连登上第2级石阶都极其费力。这才第1级就这么大压力，往上还怎么走？石阶上的压力越往上越大，所以这些在第1级都抬不起脚来的人纷纷面露绝望。这时，一个身穿短打劲装、浑身肌肉虬结的青年嗤笑一声：“自己废物，还在这里怨天尤人。”
说完，他便踏上第一级石阶。石阶上的压力对于他来说好似不存在一般。在踏上石阶的时候，面不改色。是赵烈。听说赵烈自小便修行上古炼体之法，就算石阶能压制修为，他那肉体的力量也是强劲无比，怪不得他能在石阶之上面不改色。这石阶对于赵烈来说和没有一样，不公平啊！听着众人的议论，赵烈忍不住笑了起来。不公平？觉得不公平，你们也去改炼体啊！众人被回怼得无话可说。上古炼体之法对于现在的修士来说根本不适用，修炼的时候都痛苦无比，每一次修炼都像是在经历一场酷刑，让许多修士望而却步。而且修炼的过程极为漫长，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虽然体修在同阶之中称得上强势，但仅凭这2点便劝退9成9的人了。赵烈将众人的表情看在眼里，不屑道：“一群懦夫。”说完，他便不再理会众人，自顾自地攀爬石阶。我们也走吧。温浩对着身后4人说道。说完，他在自己几人身前连点几次，随后便迈步走向石阶。众人虽然不知道温浩做出这等古怪的动作是为何，但也没说什么，紧紧地跟在温浩身后。但当他们站上第1级石阶的时候，忽然面露震惊之色，因为他们根本感觉不到一点来自石阶上的压力，就连体内的灵力都在毫无阻碍地流转着。文熙张开嘴巴说了些什么，但却发现声音只有自己能听到，根本传不出去。他压下心中的震惊，亦步亦趋地跟在温浩身后。周围其他人见到温浩几人竟然如此轻松地攀爬石阶，无不露出一副见了鬼的表情。这几个人是谁？竟然也如此轻易？难道也是哪个大宗门的弟子吗？就算是大宗门的弟子，也不能这么轻松吧？他们看起来也不像是体修啊。我认得他们。为首的那人叫温浩，之前击败过青云宗林奕晨。有之前见到过温浩的人突然喊道：“青云宗首席大弟子竟然败在他手，不可思议！就算击败林奕晨，顶多是他法术强劲，但这石阶可是封禁修为的，他凭什么如此轻松？听说这石阶考验的是意志力，而强者最不缺的就是意志力了。就算是这样，那温浩身后那4个人也是强者吗？”有人指着文熙4人说道。除了温浩面色淡然以外，他身后的4人脸上全都带着些许惊诧，就好像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一样。众人无言，想不通这是为何。由于开锁技能的屏蔽，温浩听不到身后的议论，他脚步轻松，很快便带着文熙4人超过了排在前面的赵烈。赵烈看着接连超过自己的几个人，动作一致。这石阶的99级台阶，每过33级，压力将会达到另一个阶段。此时的赵烈正处于34级台阶之上，暴增的压力，即使是他都忍不住闷哼一声。但温浩却依然像个没事人一样，从他身边过去，脚步轻松，就像感受不到压力一样。山脚向山腰的石阶一共分为东南西北4个方向。赵烈本以为自己在西面的石阶攀爬，会第一个登上山腰。届时，作为西面第一个登上山腰的人，所获得的资源价值绝对巨大。赵烈在第30级的时候，朝后看过其他人，那时候他们还都在10级以下，这让他觉得自己胜券在握。但谁能想到，当他迈步第34级，还在适应暴增的压力的时候，温浩突然闲庭信步地走了上来，并且他还特么带着4个跟班，尤其是排在后面那个少年。赵烈认识他，知道他叫基尔雷，是个出了名的花花公子，那脚步虚浮到走路都晃悠的地步，竟然也那么轻松地超过了自己。看到这一幕，赵烈道心差点崩溃。赵烈狠狠一咬牙，全然不顾身体还未适应那股突然暴增的压力，抬脚迈上了第35级。压力再次增长，让他还未适应过来的身体发出了咯吱声，仿佛不堪重负的老木即将断裂。咬肌外凸，额头青筋暴起，赵烈低吼一声，再次抬脚迈上第36级。不得不说，体修不愧是体修，他的身体开始逐渐适应，虽然依旧被压得难受，但已经不像之前那样被压的骨头都在咯吱作响。赵烈慢慢地追上温浩，与温浩齐平。温浩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心中暗道：赵烈虽是体修，身体强度远超同阶，但能跟上我，他的意志力在同阶之中也绝对是顶尖的。温浩不由得对着赵烈竖起一根大拇指：你是体修，你意志力强大，但我有外挂啊！温浩微微一笑，还不等赵烈得意，便加快了脚步。赵烈只能愣愣地看着温浩的背影，不甘心地咬牙切齿。当赵烈到达第67级，再次迎来一次压力暴涨之时，温浩已经带着4人越过石阶，登上了山腰。你果然很强，希望一会儿我们还能相遇。赵烈看着温浩的背影，战意勃发，竟然已经登上山腰了。温浩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不仅是他自己，他还带着别人一起上去了，就很离谱。那些还在第1、第2阶段停留的人，看到温浩已经离去，无不露出震惊之色。山腰上，咱们几个分头行动，只采珍贵灵药，那些价值不高的直接忽略就行。温浩顿了顿，补充道：注意一下凤血果和化阴果。4人点点头，分别朝着4个方向疾驰。时间紧迫，根本来不及采摘低价值的灵药，赵烈就会上来了，到时候就会多一个竞争对手。这一下，人多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柯若然、苏玉泽、基尔雷3人所采摘的灵药全都是自己的，这也是自己带他们上来的目的。事不宜迟，温浩也选择了一个方向，身形如电，瞬间消失在原地。
山腰之处的灵药园确实很大，里面的珍贵灵药也不少。一路上，温浩遇到了不少价值极高的灵药，但并没有自己想要的化阴果和凤血果。看来我选的这个方向是没有了。温浩抬头看着将山腰和山顶分割开来的迷雾，心中叹道。他将身边最后一株价值比较高的灵药收入储物戒之中，便开始回返。当他回到原地的时候，另外几人并没有回来，在原地等了一会儿，才看到基尔雷的身影。他走到温浩身边，将采集的灵药交给温浩。可有看到化阴果和凤血果？温浩问道。基尔雷摇了摇头，无奈道：我这一路看得非常仔细，但并未发现这2种灵药的踪迹。文熙和苏玉泽几乎同一时间回返，但都没有什么发现。温浩眉头微皱，难道我们选的这个方向不对？灵虚秘境每次开启都会有炼制凝阴丹的3味主药，没道理这次没有。现在就差柯若烟了，如果他也没什么发现，那就只能去另外3面了。不多时，柯若烟一脸兴奋地飞了过来，在温浩与他还有不短距离的时候，便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发现化阴果了。柯若烟的声音清脆而响亮，温浩顿时眼睛一亮。他落在温浩身前，喘了口气，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说道：化阴果就在我选的那个方向不远处。温浩赶忙问道：成熟了吗？柯若烟摇了摇头，还没有，估计还有5、6个时辰才能成熟。温浩低头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走，我们去南面。5人飞身而起，朝着南面急掠而去。既然化阴果还有5、6个时辰才能成熟，那么温浩与其在这里等它成熟，还不如去另外3面看看有没有机会夺得凤血果。赵烈双手撑着膝盖，剧烈地喘息着，他的胸膛如风箱般大幅度的起伏，豆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滚落，砸在脚下。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了过来，一抹头上的汗水，抬起来，正好看向温浩等人的背影。他不做犹豫，朝着北面疾驰。如果速度快的话，没准还能赶上。赵烈想着，北面不可能也出现这么一个带着4个跟班的变态吧？南面，温浩几人一路疾驰，所过之处引起灵药晃动，路上的那些珍贵灵药他们看都不看，只专注于寻找凤血果。忽然，温浩神色一震，他闻到了一股浓郁的香气，还带有一股炽热的气息。凤血果！温浩眼中闪过惊喜之色，众人立刻调转方向，顺着香气弥漫过来的方向疾驰，速度都不由得加快了几分。不多时，一个深红色的果实映入眼帘，它的大小约如成年人的拳头，整体呈圆润的形状，表面光滑细腻，果皮犹如被最炽热的鲜血浸染过，散发着淡淡的光晕，正是凤血果。此时，凤血果的不远处还站着一位身着红袍年轻修士，他感受到了有人接近，猛地转头看向温浩等人，额头上的火焰印记闪烁着红光，散发着威胁之意。道友，这颗凤血果我要了，你还是去别处吧。他的语气强硬，带着些许霸道。一旁的基尔雷打量了那人额头上的火焰印记许久，忽然开口说道：你是妍妍，你认识我？妍妍一挑眉毛，诧异道：烈火宗妍妍谁不认识？玄阶绝品法术能用出超越地阶下品法术的效果。基尔雷顿了顿，目光放在妍妍额头上的火焰印记上，继续道：想必这火焰印记便是你能将法术威力加强的缘由了吧？妍妍摸了摸自己的额头，点头道：是又如何？基尔雷不再理会，转而对着温浩说道：这妍妍体质特殊，那火焰印记便是特殊体质的外显，可以将火道法术威力增强，不容小觑。他的声音不小，妍妍听得真真切切。他扬起下巴，神色倨傲地看向为首的温浩：既然知晓我的厉害，这凤血果你们就莫要争抢了。温浩毫无退缩之意，坦然迎上他的目光，轻笑道：道友，灵虚秘境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哦。妍妍额头上的火焰印记连连闪烁，他嘴角勾起，来了兴趣，看来你是想和我试一试。温浩看了一眼还没成熟的凤血果，内心估算了一下时间，凤血果还有1个时辰才能成熟，那个时候人会越来越多，我现在和妍妍争斗显然不智，还不如一会儿等人多，场面混乱的时候浑水摸鱼。温浩暗道，随后他便转身远离了此处。妍妍看着不断远离的温浩，不屑地笑了起来，还以为是个有趣的对手，没想到比谁跑得都快。远离妍妍之后，温浩几人再次分成5个方向行动。在凤血果还未成熟这段时间，倘若一味等待，无疑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趁此机会多多采集一些灵药。刚刚来的时候，可是在路上看到不少珍贵灵药，那个时候着急寻找凤血果，没有去采摘，现在有时间了，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时候登上山腰的人已经有一些了，但温浩的速度极快，一般人根本抢不过他。摘完灵药之后，他也不和那些人多做纠缠，身形一闪，便继续飞向下一个目的地，只留下一众人望着温浩远去的背影，气急败坏的骂娘。距离凤血果成熟还有1刻钟的时候，温浩等人集合在了一起，随后他们不再耽搁，再次朝着凤血果所在的方向急速飞去。这个时候，这里已经有了不少人了。温浩几人选了一处不引人注意的角落，静静地等待着凤血果的成熟。虽然只是角落，但这个距离很合适。待到凤血果成熟，温浩可以瞬间飞向凤血果，将其采摘。此时，这里的人竟诡异地分成了2方，一方是妍妍自己，另一方是其他所有人。妍妍，虽然你很强，但你强得过我们所有人吗？就是
就算你是火灵之体，能加持火道法术又能怎样？我们这些人也都不是平庸之辈，就算单个不如你，我们一同出手，也绝非是你所能抗衡的。妍妍面对将自己隐隐包围的众人，丝毫没有慌乱之色。妍妍冷哼一声：“你们大可以是上一世。”你为首的一人指着妍妍，怒声道：“妍妍，你太猖狂了！”哈哈，猖狂又如何？妍妍双手抱胸，嘴角上扬，眼神中透露出一股蔑视一切的霸气。她额头上的火焰印记闪烁得越发剧烈。这份血果是我的，你们谁都抢不走。妍妍和众人吵作一团，温浩几人就在角落安静的看戏。终于，凤血果即将成熟，10息、8息，动手！为首的那人大吼一声，率先释放法术朝着妍妍飞去。几乎同时，其他人也全都出手。看着飞向自己的各种法术，妍妍竟不做防御，整个人化作一团火焰，朝着凤血果冲去。哈哈，谁和你们打呀？法术落在那团火焰之上，将火焰打散，但没多久便再次恢复，只不过稍显暗淡了一些。无耻！众人骂道，随后便再次施法，打散由妍妍变成的火焰，但这也只是稍微拖延了妍妍的速度罢了，根本不能阻拦她。我说了，这份血果是我的，你们谁都抢不走。妍妍看着距离自己越来越近的凤血果，心中不免生出一丝激动。如果不是怕太过靠近凤血果影响它的成熟，我就直接在它边上了。如果那样的话，哪有这么多波折？妍妍暗道。不过就算这样，妍妍相信凤血果依然会是属于她的。这份自信源于她强大的实力和对自身能力的绝对信任。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成功夺得凤血果的那一刻，心跳都在逐渐加快。等摘了凤血果，我再去其他3面看一看，没准还能多摘几株这等价值的灵药呢。妍妍美滋滋地想着。为了防止自己身上的火焰将凤血果灼烧，妍妍散去火焰，伸手去摘。就在她的手即将触碰到凤血果的时候，突然感到体内灵气一滞。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凤血果已经消失了。她双目圆瞪，不可置信般的大吼大叫道：“谁？是谁抢了我的凤血果？”妍妍脸色长得通红，眼睛疯狂地扫视着四周。突然，她看到远处一个紫色身影，她心头一紧，想也不想，便朝着那小点追去，边追边喊道：“别跑，把凤血果给我留下！”剩下的人在原地面面相觑。现在是什么情况？有人能告诉我一下吗？我看着像是有人抢了凤血果，然后跑了。是，当时我感觉体内灵力突然停止运转，随后便看到一道被紫色雷电包裹的身影瞬间冲到了凤血果边上，在妍妍之前将凤血果摘走，逃之夭夭了。什么？竟然有人趁我们拖住妍妍的时候，趁机摘了凤血果？我们绝不能饶他！走，我们跟上！随着这声呼喊，众人纷纷施展法术，跟在了妍妍身后。原本挤满了人的灵药园，突然只剩下了文熙4人。文熙赶忙说道：“快，趁着温浩帮我们拖住他们，我们赶紧动手采灵药。”闻言，众人点了点头，快速将这片灵药园的灵药收进储物袋，然后再次分开，前往之前没去过的地方。整个南面的人有一大半都被温浩引走了，所以4人采摘灵药的时候，基本没遇到过什么阻力。就算遇到一些人，也都是实力并不怎么强的，4人可以轻易解决。另一边，只见2道身影一前一后，宛如流星般疾驰而过，身后的众人已经被拉开了很大的一段距离，在他们的视线里早无紫色，只剩下一个红色的小点。还追吗？追什么追？都看不到了，怎么追？我看还是回去吧。与其追一个根本追不到的凤血果，还不如去摘一些其他灵药。众人停了下来，开始回返。但当他们回去以后，都愣在了当场。灵药呢？那么多的灵药，自己长腿跑了。温浩与妍妍的距离不断拉大，但妍妍依然紧追不舍。有种别跑，停下与我大战300回合！妍妍气急，大声喊道。温浩丝毫不理，笑话，我闲的没事，和你打什么打？你不嫌累，我还嫌累呢。他心念一动，将速度再次加快了1分，很快便在妍妍的视线里消失。妍妍停在半空，看着温浩消失的方向，咬牙切齿。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个罗盘状的法器，手指掐诀，那罗盘顿时放射出光芒，随后罗盘上的指针开始剧烈颤抖，快速转动起来。妍妍目不转睛地盯着指针，口中念念有词，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滚落。终于，指针缓缓停了下来，指向了一个方向。妍妍冷哼一声，化作一道红色流光，朝着指针所指的方向疾驰而去。不管你是谁，敢抢我的凤血果，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将妍妍甩开后，温浩回返和文熙4人会合。温浩，这次收获太大了！温浩刚一落地，柯若烟便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他抱住温浩的胳膊，柔软之处瞬间变形。南面的珍贵灵药，他们根本没来得及采摘，就被你引走了。现在南面和西面的珍贵灵药几乎都到了我们手中。柯若烟激动地跳了几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摩擦感。温浩微微一笑，将几人所收集到的灵药全部收进自己的储物袋之中。行了，趁着还有时间，我们去东面看一看。众人飞身而起，自南面向东面绕着山腰飞行。可惜的是，东面的灵药早已被人采摘，就连那些价值不高的灵药都没剩下多少。举目望去，全是光秃秃的，显得凌乱不堪。他们这速度也太快了，真是一点不给我们留。苏玉则抱怨道：“行了，西面和南面2面的珍贵灵药都
都到了我们手中，知足吧。基尔雷说道。苏玉则嘿嘿一笑，去北面。温浩果断道。众人再次朝着北面飞行，风声在耳边呼啸，衣袂在风中猎猎作响。到了北面，温浩突然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他定睛一看，这不是赵烈吗？此时的赵烈稍显狼狈，脸上灰扑扑的满是尘土，正在全力奔跑。没错，就是奔跑，但他奔跑的速度极快，一双腿都已经成了幻影，每一步踏出都如同惊雷炸响，带起一阵狂风，尘土四散飞扬。在他身后不远处，一群人施展法术低空飞行，紧紧地跟着他，并且距离还在不断拉近。赵烈敢抢凤血果，不敢打，你算什么？看到这一幕，温浩忍不住嘀咕了一句，这画面怎么似曾相识呢？赵烈也看到了温浩等人，当即面色一喜，对着温浩大声道，兄弟，你们可算来了，快帮我拦住他们。说着，他便调转方向，朝着温浩几人这边跑来。哼，就算你有帮手又如何？你一样逃不过我们的追击。就是我劝你还是早早将凤血果交出来为好，到时候不至于弄得那么难看，不然不仅是你，就连你的兄弟都不会有好下场的。追着赵烈的人纷纷开口说道。为首一人看向温浩，说道，我们只要赵烈身上的凤血果，还请这位道友不要掺和此事。说完，他话锋一转，威胁道，如果你不识趣的话，就算你们多几个人，也免不得被我们踢出秘境，无缘山顶的玉灵液。温浩看着朝自己不断接近的赵烈，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你浓眉大眼的，怎么还会玩计谋呢？他看向赵烈身后的那些人，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无妄之灾，一场战斗是避免不了的了。自己能跑，但是文熙四人跑不了。这个之前面对妍妍的时候不一样，那时候文熙等人都在角落处，不被人注意，所以安全方面没问题。但现在这4个大人就在别人面前呢，想不引起别人注意都不行。温浩心念一动，调动灵气施展法术归一，下一刻他身上紫色电弧涌动，噼里啪啦的作响，瞬间紫色雷电就将他全身包裹。温浩看向赵烈身后的众人，目光锐利，下一刻就到了他们身前。好快，这是什么速度？我根本看不清。众人只感觉自己的灵气瞬间被封禁，随后便是一阵难以忍受的酥麻之感传来。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早已倒在了地上。温浩扫视了一圈，开口道，我并不想与你们为敌，这次只当是一个教训，你们走吧。为首的那人勉强站起身来，拱手道，多谢师兄高抬贵手。他很识趣。温浩有此等实力，但并没有将他们踢出秘境的想法，这已经让他感到很庆幸了。他脚步踉跄地将其他人扶了起来，一瘸一拐地离开了。这些人和温浩并无深仇大恨，他对这些人出手也只是不得已而为之。温浩心里很清楚，这一切都是赵烈造成的呀。他似笑非笑地看向罪魁祸首赵烈。此时的赵烈早已没了之前在石阶之上那种想要和温浩一决高下的想法，他很有自知之明，温浩这等实力绝对不是他能比得了的。见温浩看向自己，赵烈挠了挠头，讪笑道，师兄，我这不是差点被他们追上吗？如果被追上，我一定会被他们踢出秘境的，没办法呀。温浩一挑眉毛说道，非你就拿我当挡箭牌。赵烈那不言，温浩伸出手来说道，将凤血果给我，我放你一马。赵烈有些犹豫，这凤血果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抢来的，甚至都差点被踢出秘境。温浩开口就是要凤血果，他属实有些不想给。怎么不愿意？温浩看着赵烈那犹豫的表情，上前一步继续道，这一切都是你手中这凤血果引起的，我帮你解决了麻烦，要你一颗凤血果不过分吧？柯若烟不满地说道，我们没直接动手抢你的储物袋就已经很不错了。赵烈叹了口气，温浩他们说的没错，自己想要拿他们当挡箭牌玩脱了，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从储物戒中取出凤血果，交给了温浩。温浩点点头，将凤血果放入自己的储物戒之中，继续道，你再为我做些事，到时候咱俩就两清了。赵烈顿时苦下脸来说道，怎么还得帮你做事啊？温浩嘿嘿一笑说道，要不我看看你的储物戒里面有什么。闻言，赵烈赶紧将带着储物戒的那只手放在了背后，说道，可说好了，就帮你做一件事。那是自然。化阴果距离成熟还有一段时间，在炼制凝阴丹的3味主药之中，化阴果是价值最高的灵药，甚至堪比其他2味主药加起来的价值。到时候山腰上的所有人都会去化阴果所在的灵药园碰一碰运气的，人数一多，场面就会变得混乱，自己的精力免不得就会被分散，导致对文熙保护不到位。这时候就需要赵烈了。当然，如果在温浩分心争夺化阴果的时候，赵烈突然反水，那就是另外一种光景了。